春晓，我可怜的春晓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嫁过来当牛做马，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早知道周家这么不是个东西，娘当初说什么也不会把你往火坑里推呀。娘，您别太伤心了，如今妹妹这样，你要是再倒下来，那谁来为她主持公道啊？你们都是死人呐！要是春晓有个三长两短，你们给我打断周宏志的王八羔子的腿！蹲在一旁的老汉看了一眼怒气冲天的婆娘，一个劲儿的叹气。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呢，严家不是个好相与的。你瞧瞧，这人又没死呢，这嚎的恨不得整个村子都来看热闹了。都这个时候了，你给我少说两句。周兴才看了看院子门口，探头探脑想要看热闹的村里人，觉得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洪志仁呢？去镇上了，我让去的。这个时候他要是在，我看这屋里人还指不定怎么闹呢。这个春晓啊，看着是个老实的，可关键时候作妖不是？他这往河里一跳，自己倒是省事儿了，那别人还不得指着我们鼻子骂，说我们苛待了他。那头要是徐老爷知道了这档子事儿，那洪志的亲事也得搅黄了。哼，真是好狠的心计啊！周兴才无奈地摇了摇头，将院子门口的人都轰走，转身提了一口气，走进屋子。亲家公，今日你得给我个说法，我好好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村里人给我报信，我是不是就得给我女儿收尸了？跟着进屋的许氏一点没有理亏的自觉。哎，亲家母，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春晓她自己想不开跳的河，我们难不成还成日拴着她不成？那你说她为什么跳河？她好端端的为什么跳河？还不是你们家周宏志要休妻另娶？你们周家真是欺人太甚！今年9月，周宏志考中了秀才，在周家村大大的风光了一把。可谁知道这才1个月不到，周宏志就要休妻。这休妻让春晓以后一个人可怎么过呀？我女儿嫁到你们周家4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你们没有良心啊！春晓呢倒是勤快，但是嫁到咱们家都4年了，这肚子也没个动静。我们周家可就宏志这么一根独苗，如今又是秀才公，前途不可限量。如果春晓没得生育，怎么着？难不成还想让我们周家绝后？那你们也不该把他逼上绝路啊！一旁的严炳发终于开口了：他们还年轻，兴许过2年就有孩子了。你们如今一声不吭，要另娶，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春晓吗？亲家公，你可别往我们头上扣屎盆子啊！这么大的罪名，我们可担不起。你们都逼得我妹妹跳了河了，还说什么扣屎盆子？我看就是你们老周家看到周宏志有了功名，想攀高枝儿，瞧不上我家妹子了，就是想逼死他给金仁腾位置。说话的是春晓的大哥严大山。今早得知妹妹跳河的事儿，他也是震惊，急急忙忙地陪着父母赶了1个多时辰的路，来到了周家村。我们如今客客气气地招呼你们，你们也别太过分啊！这是我们周家村，你们要再这么不讲道理，别怪我不顾亲家的颜面。我呸！周宏志人呢？他不是读书人吗？还他妈秀才公，我看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爹娘他岳父岳母上门，他面都不露一个，真是好大的架子呀他啊！我儿如今功名在身，见县官都不用跪下的，亲家舅伯说话还是注意些。他就算是做了宰相，老子也是他岳舅哥。春晓就是在这样的争吵声中醒过来的。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草屋顶，又转头看着一屋子专心吵架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醒了。娘，你们怎么来了？最先听到他声音的严大山
见他醒了，连忙扒拉了一下还在哭闹的周麦娘的胳膊。娘，春晓醒了，别吵了。看到春晓果然醒了，忙走到床边抱着她就哭了起来。春晓，娘来看你了，你怎么这么没用啊？做这档子傻事，你是要吓死娘吗？许氏和周兴才见状，终于松了口气。虽然大夫说只是落水受了寒，但是这人睡了1天1夜不醒，他们的心还是悬着的。许氏假意的流了2滴泪。哎呦，春晓啊，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跑去跳河？你要是再不醒，你爹娘都要逼死我们2口子喽。好了，赶紧去将灶里的粥热热，这么久没吃该饿了啊。周兴才怕老婆子又与人吵起来，赶忙将人支走。他看了一眼床上的春晓，你娘来了，正好陪你说说话，可莫再犯傻了啊。说完拉着许氏离开了房间。春晓靠在床沿上，看着凑到床边的3人。爹，娘，大哥，你们怎么来了？他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浑浑噩噩的，之前的事情有些想不起来了。娘，如今天气寒，出门多穿一件啊。严炳发看着自家闺女，止不住的叹气。醒过来就好。春晓啊，你把咱娘的魂都给吓没了，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啊，你看你这河一跳，人没了，你岂不是正合了周家的意了？嘿，你呀你，大哥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好了，你做大哥的就知道在自己妹妹跟前耍威风，她这还没好呢。哪里不舒服跟娘说啊，有什么委屈也跟娘说，犯傻的事切记不能再做了。这周家忘恩负义，我们家也不是那好欺负的，怎么着我也得替你讨个说法，就算离了他们家，也要割他2两肉。老婆子，这话你可不好乱说，2口子过日子哪有不争吵的？亲家这边啊，咱们到时候好好说说，还有转圜的余地啊。春晓听着几人的话，这才想起了跳河的事儿。是啊，他跳河了。想到这样的现实，他苦笑，看着担忧的看着他的家里人。你们都知道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想瞒着我们不成？娘，女儿给你丢脸了，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周氏看着他，不知道这话的真假。一般女子受了这样的打击，哪里会这样平静？春晓，你可不能糊弄娘，娘一把老骨头可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如果觉得委屈就跟娘讲，娘就算不要这张老脸，也要给你讨个说法。哎呀，好了，说什么丧气话呀，过不过的还是两说，都是劝和不劝分的。你就想做个和事佬，你看周家人那个态度，他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吗？他们如今铁了心的要攀高枝儿，这女子被休弃，你让她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周氏心痛，她看着闺女。春晓，如果周家真做出那档子缺德事，你跟娘回严家村，你哥哥他们不会不管你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说完，周氏看着严大山。娘，您看着我做什么呀？妹妹要是回去了，我难道还会短她吃食？您放心好了。严大山拉了张凳子坐在对面。只是这周家如意算盘打得好，咱们就这样算了。他总觉得咽不下这口气。春晓看着他们。爹，娘，还有大哥，你们回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几人有些惊讶地看着他。我们不在，他们不是更往死里欺负你吗？春晓，爹娘在，你别怕。娘，有你们愿意让我回去的这句话就够了，你们放心，女儿不会再做傻事了。你看，你们在，
相公他面都不露一个，家里就这么2间房子，又没有地方安置你们。这大冷天的，我不想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受这窝囊气。你们先回去，明日再来。我要与相公谈一谈，事情总要有个结果。娘，我看春晓这样子像是想开了，不如我们就听他的，让他们自己来理一理，明天再来。老婆子，春晓如今是周家人，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有些事情啊，我们还真不好插嘴呀。既然她要自己处理，就让她自己处理吧，我们在后头给些帮扶，该出力的时候出些力就行了。周氏看着闺女，心里始终有些不放心。你自己处理，不会再做傻事了。如果不是顾及闺女的脸面，他都想拉着全村的人来评评理，让他们看看他们周家村的秀才公家都做的什么样的混账事儿。放心吧，娘，死过一次了，我想好好活着。我可怜的闺女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从小到大都没有过什么好日子，这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婆家又是个忘恩负义的。严炳发听着周氏哭嚎，与严大山对视一眼，低下头不吭声，心里再次感叹，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而门外的老两口听着屋子里的哭嚎，额头青筋直冒。这周婆子一口一个忘恩负义，一口一个忘恩负义，这要传出去，弘志以后还怎么在村里做人？我们还要不要过日子了？我看这事儿早了早好。屋子外头围了好些看热闹的村民，对着他们家就是指指点点。你就少说2句吧。周兴才讲些道理，对于春晓他还是有几分愧疚的，毕竟这几年家里的活只要春晓在，他们就没有操过心。其实之前徐家的亲事他也犹豫过，但是想到儿子的前途，他也只能对不起严家人，对不起春晓了。怪只怪家里穷，养个读书人着实不易。许氏看了看手里的白粥，哼，我看呀，这粥也别吃了，好心都喂了狗，白瞎这些粮食。赶紧送进去。周兴才知道自己婆子对这个儿媳妇儿从来都是看不上眼，平时婆子说媳妇儿，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今天不同，亲家2口子都上门了，这会儿吃的都不送进去一口，实在有些不像话。他可不想落人口实。说话注意些。来，熬得粘稠的米粥，让春晓啊趁热吃了，这病啊吃些粥好得快。他努力挤出一个关切的表情。周氏接过他的粥碗，看了看粥面，连根咸菜都没有。好在粥确实比较浓稠。春晓，来，娘喂你吃。娘，我自己来。他确实有些饿了。严炳发看了看门口的周兴才，带着大山走了过去。亲家，咱到外头说说话如何呀？周兴才带着他们出了屋子。许氏见周氏坐在床边，屋子里如今就只有他们3个人，有些话他也忍不住了。亲家母啊，这次的事儿呢，兴许是有些对不起春晓，但是话我也说过了，都说不孝有3，无后为大，我不能对不起老周家的列祖列宗啊。春晓在我们家这几年，好吃好喝的，我们从来没有苛待过他，你去村里问问就知道了。如今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你们呀就多劝劝吧。周氏不想与他说话，而春晓则是自顾自地喝着粥。许氏见2人都不搭理他，心里窝着气，出了屋子。严家3人在周家坐了会儿，没有等到周弘志回来便回去了。走之前放了话，说明日会再登门。这期间要是春晓有个好歹，他们说什么也是要过来闹上一闹的。谁让他们不好过，他们便不让谁好过。
我呸！什么玩意儿？仗着人多过来耀武扬威，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着，又将门口看热闹的轰走。这个事情等弘志回来之后，让他跟春晓好好说说。我看处理不好，严家不会善罢甘休的。有什么好说的？他不是都知道了吗？哼，如今不管他同不同意，徐家那门亲事结定了，闹只会两边都不落好。妇道人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事你别掺和，你也按照我说的办就行了。他又看了一眼关闭的房门，你可别再自作主张刺激他啊！万一他再跳一回合，给你10个字都说不清。哼，说他没用，还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呢。你少说2句行不行啊？春晓在床上听着屋外两口子的话，自觉自己这些年的付出竟是一场笑话，只当是自己一腔真心全都为了狗。他真想回到自己梦里的世界去。这一天一夜，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或者是老天可怜他命苦，让他在梦里过上了另一种人生。那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比他现在所处的社会要进步很多。在那里，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在学校里读书识字。那个世界男女平等，拥有很多科技文明。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从小被父母娇宠长大。梦里的去年，他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与好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户外生存夏令营，可谁知野泳时腿抽了筋。再醒来，他变成了现在的严春晓。这个梦太过于真实，以至于他到现在都有些分不清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周庄梦蝶，蝶梦周庄，也不过如此。如果梦里才是真实的，那么他现在就是穿越了，从一个现代人变成了古代人。可如果现在才是真实的，那么梦里的一切真是太匪夷所思了。他真的希望现在的一切才是他的一场梦，等梦醒了，他也就脱离这苦逼的人生了。可惜等他一觉醒来，看到的还是茅草屋顶。他打量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房间，这里确实是他与相公生活了4年的家，只是不知道为何他对这里没有了从前的那种归属感。他就这么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屋顶，恨不得将屋顶钉出个窟窿。没多久，外头传来了一阵喧闹声，他听到他那个所谓的相公的声音，周弘志回来了。3人大约是在讨论什么事情，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兴奋，隔着门都能听出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没多一会儿，房门被打开了，周弘志进来了。春晓，听娘说你醒了，怎么样啊？你好些了吗？你怎么这么傻呀？一声不吭跳了水。男人想拉他的手，被他悄无声息地避开了。严春晓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说不出的别扭。这是怎么了？以前只要相公不在家，他总是在家里盼着，希望他早点回来，爱慕心切。如今相公就在他眼前，他却没了从前的半点爱慕之情。难道是真的被伤透了心？相公，我无事。没事就好。你说你也真是傻，我从头到尾也没有提过休妻的事儿啊，你怎么就听进去了？你说，你要是真的跳水死了，我们家这名声就全毁了。感情是怕他死了坏了自家名声，而并不是真的担心他这个人。他的心前所未有的凉。我来呢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去徐家了，好说歹说，他们同意我不用休了你。只是那徐家毕竟身份在那里，你可以继续留在周家，只是这身份啊得变一变，以后呢你就是我们家的妾室了。见床上的春晓神色不变，他原本有些忐忑的心情这会儿也放松下来。春晓，我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
其实这个妻呀妾呀的也无甚区别，左右以后啊，你就在周家村同我爹娘一起生活，与那徐家小姐干系不上，日子还跟从前那样过。春晓冷笑一声，看着他，真想为这人的厚颜无耻鼓个掌。从妻变成妾，留在老家里侍奉公婆，这便是他的好消息。他这会儿是没有力气，若是有那个力气，他真想给眼前的男人一巴掌。真是冠冕堂皇，好不要脸。我知道你这心里肯定是有些不好受的，哎，但是你想想啊，受些委屈，日后出去你照样是我们周家媳妇儿，这是目前最好的法子了。你让我从妻变成妾，怎么还想让我感恩戴德感谢你吗？春晓实在是忍无可忍，出言嘲讽。周宏志面上一惊，春晓还是第一次这样语带嘲讽地跟他讲话。他诧异地看着床上的人，春晓，你怎么能如此说话呢？辜负了我的好意啊！你知道我为了你的事情，今天下了一天的脸面去与徐府周旋，难不成真想让我休了你啊？我知道你是委屈了些，但是如今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等他日你相公我飞黄腾达出了头，你的这些委屈啊，便全成了日后的好日子，到时候你就会感到庆幸了。你要体谅你相公我的难处啊！我饿了。他不想跟这个无耻的男人多说一句话，如今先得养足精神。他咳嗽了2声，看着明显呆愣的男人，我饿了。他提高了些音量。周宏志不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前一秒两人还在说妻变成妾的事情，怎么下一秒居然说饿了？不过看在他确实泡冷水昏迷了1天1夜的份上，给一点关怀还是应该的。你等着，我去让娘啊给你舀些稀饭去。说完他便出去了。春晓坐起来看着门口，他以前肯定是眼瞎，居然心心念念爱慕这样一个男人，真是虚伪。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他委曲求全，却说的这样的冠冕堂皇，简直是让人恶心。很快许氏就端着一碗粥进来了。宏志说你饿了，来，娘给你添了碗粥，你赶紧啊趁热喝了。春晓也不嫌弃，接过粥碗便喝起了粥。宏志跟你说了吧，你以后啊还可以留在我们周家。你看看，这事情没有定论就跑去跳河，这不是瞎折腾吗？平白自己伤了自己，你可得好起来。这院子里活不少，我这胳膊腿2天没闲着都有些疼了。娘，你受累了，春晓伤了身子，就让他躺着多休息2天。周宏志自认为体贴地说着。等春晓好了，咱再跟徐家的日子定了，您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母子俩笑嘻嘻地说着话，春晓在一旁听着却觉得格外刺耳。娘，我这饿得太久，吃粥实在是不顶用，您帮我煎2个饼子吧。这要是在以往，妥妥的无理要求，只要敢提肯定是要惹来一顿骂的。但是今日这对母子要做脸，此时不提更待何时？你倒是敢提，你这样一折腾，光请大夫就花了200个铜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吃什么煎饼？你要是肚子饿，哼，我再给您添碗粥就是了。娘，春晓想吃，您就去煎2个过来。他对着许氏使了使眼色，多煎2个啊，我也好久没吃过油饼了，想得很。一群败家子儿，真是不当家不知油米贵。嘴上虽然不乐意，许氏还是转身去了灶房。老头子说了，这2天顺着媳妇儿些，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他只觉得这春晓矫情，如今不用被休回家，还不跟以前一样，没必要捧着哄着，没得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春晓看着离开的许氏，
又看向杵在一边的周宏志。相公，等我吃饱了，我有事跟你说。不能现在说啊。周宏志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大抵就是妻变妾的事情，只是目前事情已定，难不成他还想提什么条件？春晓，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今日见到了那徐小姐，人家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不会为难你的，你放心好了啊。想到那徐家小姐，周宏志心里便开始有些荡漾。这娇养的跟村里操养的就是不一样，那模样皮肤，他没想到他还能碰上这样的好事儿。这书中自有颜如玉，果然没错。春晓靠在床头，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周宏志被他看得很是不自在，他觉得他给他的感觉有些变了，但是怎么变了，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些不愉快？我听爹说今天岳父岳母都来了，你看看你这么一闹，搞得人尽皆知，这又是何必呢？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好在啊，如今算是解决了，我也算是有个交代。春晓看了他一阵儿，又听他跟蚊子似的在耳边嗡嗡个不停，他强压着心里的不悦，闭上了眼睛。他此刻一点也不想看到这家人，如果可以，他恨不得现在就走。周宏志见他闭眼，以为他又累了。你先休息一会儿，等饼子好了我给你拿过来，我先去帮爹把猪草剁了啊。春晓心中一阵冷笑，剁猪草他会吗？最多就是做做样子。这样一个虚伪又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他当初怎么会觉得他特别？真是恋爱脑上头。周宏志刚出去没多久就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碗，碗里放着2个煎饼。煎饼不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吃食了。来，快吃，娘刚摊出来的，还烫着呢。周宏志将碗递给他，自己快跑了出去，大概是惦记着剩下的煎饼。春晓也不客气，他拿起煎饼就大口吃了起来。以前若是吃个煎饼，他或许还会心疼那些被吃掉的面粉，如今想想自己怎么就那么傻，一心想着这家人，可人家又是怎么对他的。他吃着手里的煎饼，肚子终于有了落到实处的感觉，总算是有些饱腹感了。他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这种感觉大约就只出现在梦里。为什么他要变成现在的严春晓？老天到底是薄待他还是厚待他呢？为什么不能让他成为梦里的严春晓呢？莫名其妙地哭了一会儿，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这个地方连个纸巾都没有。他在心里给自己鼓足了勇气，就等着周宏志进来与他好好掰扯掰扯。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人进来。殊不知老周家3个人此刻正聚在灶房里吃煎饼，喝着蛋花面片汤。许氏给春晓煎了2个饼子之后，想着儿子确实好久没有吃顿好的了，又果断拿出2个鸡蛋，就着锅做了1小锅面片汤。这面片汤要不要给春晓添1碗呢？他吃了1碗粥，又吃了2个饼子，哪有那个肚子喝这面片汤？你吃你的，有空操那闲心，不如好好想想这徐家婚事该怎么办。徐家的婚事啊，不用你二老操心，徐老爷说了，到时候就在镇上办，你们负责露个面就行了。你的意思是，那徐小姐不到咱家来？这怎么成？许氏一听就不高兴了，这哪有娶媳妇连家门都不进的？你这是娶妻还是做上门女婿啊？宏志啊，你娘说的有理，这徐老爷难道真想让你做上门女婿？这我可不同意啊！起先他也没这么提过，他要是提了，再有钱我也是不会同意的。周兴才心里一紧，爹，你想哪里去了？人家徐老爷有儿子，要什么上门女婿？只是成亲之后啊，我们确实就住在镇上了，人家徐小姐从来没在乡下住过，你让她怎么住这里？春晓还在呢，2个人在一起我也不放心。再说了，我要去县学，在镇里往返呢也方便，我们会抽空回来看你们的啊。
周清才一听这个，才稍稍放下了心，不是上门女婿就好。春晓等来周弘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周弘志举着油灯走进来，将灯放在书案上。他看了一眼床上的春晓，哎，你不是有事情与我说吗？你说吧。他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春晓已经在心里给自己打足了气，这会儿看到周弘志，他也不想拖泥带水继续与他周旋。相公，我们和离吧，你补偿我几两银子，把当初我带来的被子还给我，咱们就算两清了。周弘志愣了半晌，只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春晓不卑不亢，将刚刚的话又说了一遍。哎，你是发烧烧坏了脑子，还是一时神志不清啊？你自己说了什么话，你清楚不清楚？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休了你的，你不用为这个事情犯愁。一个人就知道胡思乱想，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听娘的，起来干些活呢。周弘志，我说我要和离，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听到了故意装听不懂？我下午跟你说的话，感情你一句也没听进去啊！枉费我去徐府跟你说情了。严春晓，难不成你真是要逼我休了你？我如果真休了你，你以后日子如何凄惨，我都不会再管了啊！周弘志，休妻是不可能的，我要的是和离。我在你们周家劳作了4年，供你读书，补偿我几两银子不过分吧？这既然要和离，迟早是要撕破脸的，他要想办法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严春晓，你哪来的脸要求和离啊？还想要银子？你婚后无子，光凭这一点就犯了7出，光凭这一点休了你，谁也不会说什么。你别逼我把事儿做绝啊！哼，这才成婚4载，算什么无子？光凭你考了功名，便要妻变妾另娶，我只要告去县府，便能夺了你的功名。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功名没了，那徐家还看不看得上你？周弘志听他这样讲，瞬间便像那恶兽被掐住了咽喉，偃旗息鼓。他压下自己的火气，走到床边坐下。春晓，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是气话也不是这样说的啊！你说你真离了我，以后日子要如何过呀？你大哥、二哥分了家，爹娘跟着你大哥过，离了我，难不成你以后也跟着你大哥过呀？这些你有没有想过呀？说完便要去拉他的手。春晓见他的动作，厌恶地看他一眼，将手收到了身后。离了你要怎么过，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如今就只求一纸和离书，再给我5两银子，将被子还给我。你要娶那徐家小姐还是张家小姐，都与我不相干。严春晓，你当真要做这么绝啊？明知道他娶亲要银子，可这个节骨眼上还要踩他一脚。他以前怎么不知道他居然是这样的人？是我做的绝，还是你们家做的绝？我若是再留在你们家做妾，那跟你买的佣人有什么区别？赵弘志，我就算不聪明，脑子也不傻，你想将我当傻子糊弄，你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明天我爹娘他们还要来，你若是不想将你那些破事弄得人尽皆知，最好是按我说的办。我拿了自己应得的，不用你们赶，我明日就走。你们若是不想要脸面，我也不怕，奉陪到底。你大概是今日的事情实在超出他的意料，让他想不出应对的措辞。他甩了甩袖子，丢下一句不可理喻，就拿着油灯出了门，随即门被用力地甩上了。春晓求之不得，若是今日还让他跟周弘志睡一个屋，他怕是要彻夜难眠了。没一会儿，隔壁屋就传来了争吵声，还伴着砸东西的声音。他穿鞋下床，将门从里面拴好，今晚要好好的睡一觉。
以后要如何，他一时也顾不上了，最好能一觉回到梦里，实在回不去，他也不想这样过了。这个婚他是离定了。他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刚刚提出的5两银子的要求，家里的现银大概有10几两左右，那些都是他起早贪黑种粮食、种蔬菜、养猪养鸡一点点省下来的。就这样东想一下西想一下，在床上辗转了个把钟，最后什么时候睡着的他都不知道。一觉醒来，天已经是麻麻亮了。他穿上自己的薄袄，起身去了趟茅房，又从缸里打了水洗漱。做完这些，隔壁屋才稍稍有了动静。若是在平时，他就该去洗衣服打猪草了。可如今日子都不过了，这屋子里的活谁爱做谁就去做吧。他转身回了屋，开始用布包袱收拾自己的衣服。衣服也不多，贴身的就那么2件，已经陈旧泛了黄，都是他出嫁时带过来的。想想这4年在周家都得到了什么，居然什么也没有。亏他平时任劳任怨做得欢快，如今看来真是笑话一场。春晓，春晓，我知道你起了，你把门开开，娘有话跟你说。春晓放下手中的包袱，犹豫了一下，最终将门打开。娘，有什么话您说吧，我听着呢。许氏环顾了一下房间，看到床上的包袱，脸抽了抽，努力挤出了个笑脸。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好的差不多了，有什么想吃的跟娘说，娘去给你做。春晓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看得他心里有些发毛。这个丫头的性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了？春晓啊，我听洪志说你俩吵架了，娘已经替你骂过他了，你就别生气了。这徐家的事儿呢，我也听洪志说了，以后啊，你就跟着我们过，他们也碍不着你。他换媳妇儿，我们不换，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啊！这是想对他用怀柔政策了。娘，咱们村里还没有谁娶2个老婆的，那娶妾是有钱大户人家的做派，而且都有一个先来后到。我这都进门4年了，相公要再娶，我其实不反对，但是我是正妻，那徐家小姐才是妾。怎么相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徐小姐做妾这是不可能的，人家结亲是看上了洪志，哪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会巴巴的赶上了给人做妾的？许氏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春晓，洪志如今是秀才了，这10里8乡的有几个秀才？你现在是委屈些，但是以后的好日子在哪儿？你忍一忍，忍一忍，这事儿过去了。我不是说了吗？咱们以前怎么过，以后就怎么过，名分那些的又有什么要紧的？娘，如果我给咱爹再娶一个婆婆回来，让他们天天睡一个屋，您乐意吗？许氏一下子就怒了。哎，你怎么说话的？我好心好意过来劝慰你，你是油盐不进是不是？你自己什么身份，几斤几两，你难道都没掂量掂量？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儿子吗？一定要被休了过苦日子你才后悔是不是？我什么身份？这村里谁不知道我是周洪志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配不上你们儿子，这话你们也说得出口？若不是我，他每年的束修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的吗？不过是中了个秀才就要抛弃糟糠妻，她就是一个陈世美，我一告一个准儿。许氏也没有料到平时乖顺的儿媳妇儿说话这样伶牙俐齿，她气得心肝都有些疼了。你这是铁了心要走？你这个没心肝的，亏我儿子在许家人面前说尽你好话，偏你还好来不知，你真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啊！说着说着便开始在他屋里哭嚎。没多会儿，周兴才跟周洪志也过来了。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说完，一脸怒气地瞪了一眼坐着的春晓。严春晓，你别太过分了啊！我娘待你不薄，你怎么能把她气成这样呢？亏她昨天还给你煎饼吃，这还不如将吃的拿去喂狗，也比给你吃了强。他看着3个站在身前的人，半点起来的意思都没有。
我怎么了？我不过是陈述了2句事实而已，条件我已经提了，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办了，我家里人来了，我立马消失，从此以后各不相干，你们也不用看着我心生怨怼。你真的铁了心要和离啊？周兴才看着他，春晓看着家里唯一还有些明事理的公公，郑重地点了点头。好，我可以让弘志给你一份和离书，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想要按他们之前安排的那样，看样子是不可能了。和离就和离吧，与休妻相比，面上好听些，对他们也无碍。只是家里以后少了个劳动力，怕是老两口要辛苦些了。还有5两银子，跟我的被子。想要银子？你做梦！许氏一听要银子，差点没蹦起来。你在我们家这几年白吃白喝白住，用了多少钱？我不找你补银子，你反倒想敲我们的银子，你要得出口啊你个白眼狼！春晓，家里什么情况你都清楚，弘志读书要钱，哪里还有多余的银子给你啊？你们好聚好散，就不要闹了，你要被子你拿走就是了。春晓看着他们，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他又看向了周弘志。你呢？你也觉得我不该拿银子？银子若是有，我自然不会吝啬，但如今的情况是家里生计艰难，像我爹说的，我都同意好聚好散了，你就不要胡搅蛮缠了啊。我胡搅蛮缠？春晓看着他们伪善的面孔，恨不得直接上手。他忍了忍。那就等我爹娘来吧，到时候我们再请李正过来评评理，再拉村子里的人评评理，看看这5两银子我到底该不该要。我那二哥嗓门大，正好给你们宣扬宣扬。你果真是要与我们撕破脸？这也是给你们逼的，谁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瞎折腾？这5两银子买断了我日后的生计，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好啊，你藏的倒是深啊！平时的乖巧温顺，看样子都是装出来的，怎么会有你这种城府这样深的妇人呢？爹，我们走。他如今一门心思要钱，多说也是浪费口舌。周弘志觉得他实在是不可理喻，拉着爹娘就出了门。许氏一直骂骂咧咧，春晓没有关门，就这样听着许氏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的干活。今天天气不错，太阳也出来了，不知道爹娘出门了没有。谁知道刚想着，院子里就进来了人。春晓透过窗子看着自己爹娘还有2个哥哥都来了。严大河看到院子里的凳子，一屁股就坐上去，还招呼爹娘让他们坐。坐什么坐？家里做不好，偏跑到这里坐，你妹妹都不知道是个啥情况。说完，正准备进屋看看，就见春晓出来了。春晓，你怎么起来了？身子没大碍吧？周氏见他出来，忙拉了个凳子，找了处太阳处让他坐下。他又看了看空空的院子。你公婆呢？周弘志呢？不会今天也不在吧？相公，我爹娘来了，去把你爹娘找回来。就见周弘志不情不愿地从屋子里出来，对着严家老两口拜了拜，出门去了。他这是什么态度？怎么，大舅哥看不见是怎么的？还读书人呢，教养都喂到狗肚子里去了。严大河愤愤不满，严炳发也看出女婿的态度不对。春晓啊，你昨天跟女婿谈了，他们怎么一个说法呀？周氏也看着他，春晓便将昨日周弘志让他妻变妾的事情说了，又讲了自己要和离要银子的事情。这周家简直好不要脸，欺人太甚。我看这事儿啊，春晓做得对。爹，春晓必须离了这里，这样没心肝的一家人早早脱了才好。5两银子太少，怎么着也该要10两。周氏看向春晓，你想清楚了，真的要和离呀？这乡下女人和离与寡妇无异，以后回村生活难免会遭人指指点点。
爹，娘，我想清楚了，与其给他们家当牛做马，我还不如回自己家当牛做马，没得便宜别人的。你可没心没肺的，谁要你当牛做马？他看向严炳发，你怎么看？如今他闹也闹开了，还能怎么办呢？再过回去，他公婆也不待见他了，合理就合理吧。要到傍身银子是目前最要紧的。我看大河说的对，春晓还是心太软。如今5两银子最多能过2年，怎么也得要上10两银子，不让他们割点肉，他们怕是觉得我们好欺负。这事儿啊，可不能便宜了老周家。当初看他们家养着读书人，春晓嫁过来也没有跟他们要什么彩礼银子，伺候他们吃，伺候他们喝，倒把他们给养金贵了。哼，秀才怎么了？有本事考个举人再来显摆。就是啊，爹娘，我跟大河一个意思，不能便宜了老周家，这银子咱们得要回来，他们家做的这缺德事也要给他们宣讲宣讲。你们2个够了，当着和离是多光彩的事儿啊！他们家没脸，你们妹妹能落得好？今天他们如果把银子给了，谁也不许闹腾；若是不给啊，那再另说。哎，你们2个别惹事儿啊！爹呀，咱们不能怕事儿啊！不给他们一点教训，他还真当咱家是软柿子呢。大河，你给我闭嘴！你爹说的没错，虽然咱们占着理，但是关系到春晓的名声，不能忍也只能忍了。这名声在，以后他还能说上亲事，这名声没了，你妹妹就……说到这里，周氏就有些说不下去了。娘，您别难过了。严炳发在一旁无奈叹气。几个人在院子里说着话，周兴才回来了。看到院子里这一院子的严家人，他将背篓往地上一放。亲家母，春晓昨天晚上闹着要和离，我们家也同意了，你们把他领回去吧。哼，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我女儿的傍身银子都还没有拿到，你让我们领她去哪儿？提到钱，周兴才火气便来了。怎么？春晓他不懂事跟我们要银子，你们做老人的也跟着他一起不懂事不成？你看看有哪个女子休回家还跟夫家死乞白赖要银子的？我妹妹又无过错，谈什么休妻啊？你们周家真是好大的脸啊！我们说的是和离，和离要些傍身银子，那不是理所当然吗？周兴才见严炳发在一旁没有说话，反倒是严家小儿子说话了。哼，严家真是好教养啊，长辈不说话，小辈抢着发言了，难怪教出春晓这样一个混不吝的。春晓见他这个时候还在摆谱，真是一刻也不愿意在周家多待。周兴才，既然你这样说，那今天势必2家就要撕破脸了。我自己的儿子女儿什么教养，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不是你一句没教养混不吝就能诋毁的。既然他在你们家过不下去，那我就领回去，没得让你们白白糟蹋的。但是该他得的，你们也要拿出来，没理由给你们家白做这4年到头，回家还身无分文的。您呢，也不要摆长辈的派头，我们这既然来了，就是给自家妹子讨公道的。这如果你们今天不给个说法，就让你们周家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没有教养。怎么，你们还想打人不成？这里可是朱家村。打人这种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也不惜得动手。昨天我们说过了，你们要是不讲理呢，我们就能找讲理的人跟你好好掰扯掰扯。我妹妹春晓还是心太善，只跟你们要5两银子。我们刚刚合计了一下，她这一走，以后可得指着这些银子过日子，5两根本不够，至少要10两才行。你们简直欺人太甚！10两，怎么不去抢啊？许氏跟在周宏之后头也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到10两银子的事情，他将衣服盆往地上一摔。
老头子，我看这些人就是想诚心讹诈。要钱没有？要命你们就拿去！说着往地上一坐，嚎了起来。院子门口慢慢聚了许多村里人，这一大早的严家就来人了，肯定是跟春晓之前跳河有关。最近村里都在议论这事儿。要说这周家也确实不厚道，这春晓在家干了这么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家做了这样的缺德事儿，逼得媳妇儿去跳河，这说出去他们的面子上也没有光啊。严炳发见对方两口子一个哭嚎一个不吭声，周宏志又是个没主见的，周围还有一堆看热闹的，这样下去也实在是不像话。他站起身，大河，走，陪爹走一趟，我们去跟周家村的李正要个说法。要是他也没说法，就按春晓说的，去县衙找学政。我就不信还没有地方说理了。周宏志见父子二人真要去找李正，心里急了。爹，他拽了拽周兴才的胳膊，这才刚成为全村之光，他可不想成为村里的笑柄。许氏见他们要出门，忙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挡在两人身前。你们这是诚心要逼死我们呀！不许去，都不许去！各位，你们看看呀，这就是你们周家村秀才公家的做派吗？我们一没有辱骂，二没有动手，如今只是要去找个人说理都不成了。周氏见许氏挡在前头，就要上前拉扯，却被一旁的周兴才一句够了吼了一个够呛。他沉沉地叹了口气，如今不给银子是不能善了了，若是惊动了李正，那他这老脸就真的是没法要了。你们要银子，给你们就是了，只是10两绝无可能，最多5两，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若是你们不依，爱上哪里告就去哪里告去吧，逼死我们也没用的。5两能顶什么用啊？爹，咱们还是得找李正。严炳发有些犹豫，他也不想把人往绝路里逼。他看了看春晓，毕竟这个事情最终还是要闺女决定。春晓看看周家的父子3人，对着爹娘点了点头。爹，就5两吧，女儿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子。严炳发带着大山又坐了回来，门口的人都在小声议论。宏志，你去把和离书拿来，你们2人按个手印。老婆子，去屋里拿钱去。许氏不情愿，但看到自家男人神情不愉，这事儿又闹到这个地步，他不愿意也是要把这个银子拿出来的。和离书一早周宏志就写好了，他将和离书1式2份摊在桌子上。春晓走上前看了看，要说他在周家得到了什么，大概就是跟着认识些字了，只是有些繁体，还是有些衍生。周宏志见他看上面的字，在一旁冷笑。这字儿你认识吗？啊，要不要我给你念一遍？严春晓，你这样一闹，我俩日后再无可能了。你到时候可别哭着回来求我啊！春晓没有理睬他，看完了和离书的内容，麻利地按了手印。周宏志跟着也在上面按了手印，两人各自收了一份。许氏又磨磨蹭蹭了许久才出来，他将银子往桌上一摔：“你可得点清楚了，可别走了又说我们短你数，这样的亏心钱你都拿，也不怕遭报应。遭不遭报应的也与你们无关了，左右不会死在你们家的坟头。”春晓将银子收拢，兜在胸口，进屋去拿包袱。这下你们都满意了吧？赶紧走吧，以后2家也别来往了。周兴才被气得够呛，这下子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只希望那徐家真能给些注意。春晓将包袱跟被子拿出来。爹娘，我们走吧。等等，你这包袱是不是得打开让我们看看？这银子也给你了，家里其他东西可别给我顺走了。春晓知道他有意刁难，这会儿也不气了。他将被子往严大山身上一推，将包袱放在院子里的桌案上，打开包袱让他们看。除了那5两银子，就是几件衣物。他
他拿起里面的一件补丁袄子。这袄子可是我当初带来的，我留下来您也穿不上不是？行了，走吧走吧，你们家把事儿做这么绝，以后有事可莫求上门来，来了我们也不招待。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好了。哼！周氏帮着春晓打好包袱，拉着春晓就走了。严家父子也跟在后头走了。呸！这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走到门口，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周家倒霉，娶了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如今将她休了，以后会娶个更好的媳妇儿。都散了吧！围观的众人见人都走了，没得热闹看了，没多久也就散了。我说你个老头子，干嘛答应给他5两银子？这下好了，家里连10两银子都不剩了，这又少了劳力，这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呀？他们那个架势，这不给是怕真的要闹。这事儿说到底还是我们不占理，难不成你还真想让洪志坏了名声？这给了就给了吧，去钱消灾。爹娘，你们放心，等我与徐家结了亲，我会接济你们的。到时候啊，再给您2位安排一个下人干活，不用累着你们就是了。只要你好好读书，更上一步，我们这把老骨头就算是累散家了也是值得的。你可千万要用功啊，莫要辜负了我们的一片期望。这边父子3人欣慰劝学，那边严家一家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春晓呼吸着路上的新鲜空气，终于从那个家里出来了。虽然前路漫漫，但是他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娘，回去我住哪儿啊？家里也没有我住的地方啊。来之前我们都商量过了，若是你回去先跟舒朵还有盼儿他们挤一挤，过2天抽空我们垒一些泥砖，在你2哥院子边上搭一间屋子，先将就将就，别担心，娘总能安置你的。舒朵跟盼儿是2哥严大河家里的2个闺女，一个9岁，一个6岁。她如今回家可不是住1天2天，可是要常住的。如今大哥2哥家日子也不好过，他不想横插一脚惹2位嫂子厌烦。爹，我记得村尾靠山头那里不是有几间破茅草屋吗？如今有人住吗？那地儿那么偏，没人住，你想做什么呀？春晓，你不会是想住到那里去吧？那屋子自从猎户走了之后，就成了村里的公产了，那房子都破成那样，住不了人了。你就先跟朵儿他们挤2天，等我跟你2哥搭个屋子，那到时候就不挤了。爹娘，我回去是要常住，自然是要做长远打算的。我是这么想的，短时间内呢，我就跟朵儿他们挤一挤，但是我不能真的回去靠着大哥还有2哥他们生活，我自己有手有脚，只要勤快些，养活自己也不是不可能的。若是靠着大哥2哥，时间长了，不知嫂子们会有意见，村里人也不会有好听话，你们说是不是？那你跟娘说说，你是怎么打算的？或许是太久没有一起生活了，周氏觉得闺女确实有些变了，变得比以前有主见了。是啊，你是怎么打算的？你给我们说说，我们也看看可行不可行。这出嫁闺女返乡确实不是什么光彩事儿，村子里多嘴的妇人常有，他们才不管你是什么理由回了家，这香的都能给你说臭了。若是有好的安置，让春晓少受些流言蜚语也是好的。明日或者后日，我要拿着和离书去李正那里，让李正帮忙转户籍，我要自己立个女户。不行，严炳发立马反对。我跟你娘都在，你自己去立什么女户啊？人家立女户都是家里绝了种的。爹，您听我说完。我说立女户不是开玩笑的，您想想，大哥2哥如今分了家了，您2老的户籍跟大哥挂在一起，我再挂上去算什么事儿啊？我立个女户，
自己成一家子也没什么不好。咱们亲情未断，平时该怎么来往就怎么来往。我本来就是出嫁的闺女，跟那寡妇自立门户是一样的。村里有你们，还有哥哥们在，也没人敢随便欺辱了去。严炳发有些动摇。我其实是打算把村里的房子买下来，修一修，就住在那一块的。只是我如今只有5两银子，那房子既然是村里的公产，就不知道买下来贵不贵。那破烂房子能值几个钱呢？不是，春晓啊，你还真打算住那里啊？那里到村子走路都要2炷香，你一个人住在那里就不怕有鬼啊？二哥，你可别吓唬我，鬼哪有人可怕？我只怕人，不怕鬼。看不出来啊，你这胆子倒是比以前大了。你是不是昨日就想好了这些呀？周氏看着他，原来闺女早就做好了规划。春晓，你如今这主意可不是一般大呀。娘，人总是会长大的嘛，我也不想100年以后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是小事儿，回去再说吧。家里啊确实是住不下人，你有个长远规划，爹也不反对。明天呢，我先去问问那房子的事情，再做决定吧。严炳发看了眼严大山跟严大河，春晓手上有5两银子的事情，回去不许提，听见没有？爹，您放心好了，方田他就算知道了，也不可能惦记春晓的傍身银子，弟媳就更不会了。让你们别提就别提，哪里那么多的废话？哎，行，啊，记住了。2个老不死的，我闺女哪里不好了？这一家子说不要就不要，怎么以前没有看出来他们家那么不是个东西呢？我刚刚看到他们那副嘴脸，真想给那许婆子2耳光。娘，您也就嘴上图个痛快，真让您动手，您敢吗？哼，我可敢。你们若是发话，我肯定要给那周弘志2耳光。我看不惯他很久了，每次回家里就往那儿一坐，吃饭呢都是春晓给他端上手。他当他是太上老君吗？哼，也就春晓惯着他。大哥，你说是不是？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啊？以后他也不会来了，也好。严炳发跟着叹气。我当初啊，看那个周兴才也是个讲理的，如今看那简直变了一个样。哎，所以说这只要牵扯到自家的钱财，这没理也能给你说的理直气壮，真是看走了眼呐。春晓这回倒是硬气了一把。您别说，昨天听你们讲这个事情啊，我就担心春晓心软，被他们哄骗拿捏。好在啊，他总算是争了口气，这趟也不算白来。算了，爹娘，咱们不要再提周家了吧，以后他们也不与我相干了。我想着我这几年一片真心喂了狗，我就替自己不值，难受得很。好了，不提了，以后啊都不提了。娘也心疼你，早知道找什么读书人，老老实实的找个地里刨食的，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娘也后悔得很。春晓看着他娘身上穿的薄袄子，娘，昨日不就同你说了，出门多穿些吗？你冷不冷？我那包袱里还有一件袄子，要不您先披上吧。这赶路哪里会冷，你就别操心了。娘将她的厚袄子拆了给舒朵，还有淑凤改了2件袄子，她自己就没有厚袄子了。娘天天干活，哪里会冷啊？他们小孩子若是着了凉，几副药就能吃掉1套袄子，可伤寒不起。放心吧，娘真的不冷。春晓看着努力露出笑脸的周氏，心里不住的叹气。5两银子实在是太少了，明日先看看房子的价，再做打算吧。乡道边上枯草丛生，时不时的还能碰到1、2行人。春晓突然有些近乡情怯，
许多年没有在严家村生活了，如今回来还是给父母没脸。他突然有些退却。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脸色发白呀？是不是走累了？要不要歇一歇？娘，我回来是给你们添没脸了。哎呀，你吓死娘了！我还以为你身子不舒服了，本来就没有好利索。春晓，那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要说，我们也拦不住。但是我跟你爹也不怕别人说，你放心好了。丫头啊，就是心思重，我们过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他们说了，我们也不会少2两肉，有什么关系？春晓，咱爹娘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他们要是怕人说，就不会见你回来了。你放心好了，咱们还是快一些，这马上就要到了，你嫂子他们还在等着我们吃饭呢。春晓看着他的这些家人，心中很是感动。关键时刻，他们站在他身边，无条件地支持他，有这些就足够了。几人又赶了一阵路，终于在日头快到头顶的时候到了严家村。此时炊烟袅袅，各家各户都在做中午饭。走走走，赶紧走，这会儿外头人少，省了与他们瞎攀扯的功夫。周氏催促着几人，这一路走在村中，还是碰到了几个村里妇人。哎呦，春晓回来了，你这是回来就不走了吧？肯定是不走了，这被子都打包带回来了。周嫂子，这春晓那头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倒是给我们讲讲啊。田嫂子，我们这还拿着东西呢，就不细说了，家里还等着吃饭，改日啊，改日再聊。哎，行，你们先忙吧。两个妇人虽然好奇，但也没有胡搅蛮缠，与他们打了招呼就走了。几人一路往家赶去，到了院子外头，舒文跟舒凤正在院子里剁猪草，严琦在帮田氏洗菜，看到门口来了人。娘，你快出来！爷、奶还有爹、姑姑他们回来啦！赶紧去把院子门打开。舒文指挥严琦去开门。爹娘小妹，你们回来了，我正做饭呢。大嫂。春晓见人打招呼。娘，我先把小妹的被子放到朵儿他们那屋去，等会儿我们端菜过来，大家中午凑一块吃饭。严大河扛着被子去了西边院子。春晓，把你包袱给娘，娘先给你收着。春晓将包袱递给周氏，自己跟着田氏进了灶房。大嫂，我帮你。不用，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走了这么长的路，你跟爹娘他们一块歇会儿去。那我帮你添柴火吧，添柴火也顺便休息了。田氏知道小姑子勤快，也拦不住她。行，那你就坐在灶头给我添火，我也能省些力气，不用两头跑了。严大山一回来就拿了桶去河边挑水了。严琦洗好了菜，将菜递给他娘。他走到春晓身边。姑姑，姑父这回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春晓正想捏捏他的鼻子，就见田氏过来将他支了出去。你去把刚刚理下来的烂叶子和2把玉米拿去喂鸡吃，快去，别在这儿烦你姑姑，让你姑姑歇会儿。严琦虽然不懂自己哪里烦到姑姑了，但是娘让他去喂鸡，他就老老实实的喂鸡了。小孩子不懂事儿。田氏对他笑了笑，开始在灶台炒菜。春晓，你跟妹夫果真和离了？刚刚看到老二搬了被子，这若不是和离，被子也不会拿回来。啊，离了，以后还要托嫂子多照顾了。哎，都是一家人，说什么照顾不照顾的。昨个爹娘跟我们说了，你呀就安心住着吧，有什么要安置的，直接跟大嫂说就是。多谢大嫂。春晓往灶里添着火，坐在灶边，他烤得心头火热。客气啥？一家子人别总把谢字挂在嘴边，相公听了该不高兴了。没一会儿，严琦又进来了。娘，鸡正吃着食儿呢。姑姑，你还没说姑父为啥没跟你一起回来呢？你姑父他不听话，姑姑不要他了。
以后姑姑就待在这里不回去了。姑姑回来，你高兴不高兴啊？颜琦睁大了眼睛，似是受到了惊吓。8岁的年龄，对于姑姑说不要就不要的举动，还是有些无法理解。姑姑，姑父不听话就能扔了不要？不听话自然就扔了，难不成还留着给自己找气受？春晓有意逗他，觉得这小侄子的表情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颜琦张着个嘴看着他娘，神情紧张。娘，我以后肯定听你的话，你别像姑姑一样不要我。说完，一溜烟跑出了灶房。田氏看着跑出去的儿子，有些哭笑不得。他摇了摇头：“你这话呀，怕是得吓他好一阵子了。也好，我省心一阵子。”嫂子，以后我在家有什么活儿，你只管让我做。他们还小，没有我做活利索。行，我也不拿你当外人，有活我会叫你的，你到时候可别嫌累。很快，严大山挑水回来了，周氏也跟着进了灶房。我说怎么没看见你人，感情躲在这里跟你大嫂唠话呢？你去歇着吧，我来烧火。娘，我不累，正跟大嫂说话呢。爹呢？你爹去村委看房子去了，他你还不知道，性子急，做事急得很。这都快吃饭了，怎么不吃了饭再去啊？我还想跟着去看看呢。他先看看也好，问理正时，心里也有个底儿。田氏听他们说起村委的房子，娘，村委的房子怎么了？谁看上那儿的房子不成？咱小妹想要住那房子，这事说来话长，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回头再跟你讲。严大山看了看锅里，饭啥时候好啊？我这肚子都饿了。哎，你肚子再饿也得等爹回来一起吃吧。不用了，你爹他这来回得半个时辰呢，给他把饭留锅里就行，不用等了，咱们先吃吧。周氏看了眼外头的舒文跟舒凤。舒文、舒凤啊，活做完了就歇着吧，你娘的饭马上好了。知道了，奶奶。知道了，奶奶。我看你这还要再等一会儿，哎，那我再去打2桶水回来，家里人多，水用得快。严大山说完，担着水桶又出去了。舒文跟舒凤收拾好了剁好的猪草，也跑进了灶房。姑姑，我听小琪说，您这回回来就不回去了，是吗？是啊，姑姑这回回来可就不回去了。太好了，以后姑姑可以陪我玩。一个姑娘家的，这一天到晚就想着玩，你有那个闲工夫啊？你姑姑可没那个闲工夫。周氏与田氏对视了一眼，笑了起来。好了，闲杂人等都出去吧，这灶房就这么点位置，你们在这里等会儿把碗碰碎了，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就麻烦喽。周氏将几个孩子还有春晓都赶了出去，自己帮着田氏烧起了火。3人刚进院子，就见严大河带着张氏还有严淑朵、严盼儿一人端着一碗菜过来了。嫂子，你这饭还没做好呢，我这菜上桌可不得凉了。好了好了，这就好了。灶房传来田氏的声音。周氏从灶房出来，带着他们将菜放到了饭桌上。都去擦把手，马上就开饭了。哎，爹人呢？大哥也没有看见呢。你爹去看村委的房子去了，不用等他。你大哥挑水去了，马上回。淑朵他娘去灶房把碗筷拿来。周氏见几个孩子都过来了，今儿个人多，你们几个小的等会儿就站在边上吃，成不成啊？哎，成了。奶奶，我闻见肉味了，娘是不是炒肉了？姑姑在就是好，有肉吃。几个孩子一听有肉，都是两眼放光。你这鼻子倒是怪灵，隔得这么远都能让你闻见肉味儿。手擦了没？擦过了，不信您看看。说完，他就将自己的小手伸到周氏的面前。几个孩子一见，把手都伸了出来。行了，收起来吧，等会儿你爹到了，我们就开饭。来，春晓，你先坐，等你大哥回了，我们就开饭。娘，您坐吧，我去帮忙端菜。春晓见张氏拿了一堆碗筷。二嫂，要不要帮忙？
你去帮大嫂把饭端出来吧。没多一会儿，严大山就挑着水回来了，见到堂屋里已经站满了人。这是等我呢。嘿，也等我做什么呀？这天气菜放放就凉了，你们赶紧吃啊。他将水桶放到了灶房，擦了手，来到了堂屋。爹，你快来，娘今天炒了肉，你不来我们都吃不成。几个孩子就这样巴巴地看着他。来了，都说了不用等了，开饭吧。哎呀，今天居然吃菜饼，还有锅巴粥哎，快吃吧啊！这菜饼是弟媳妇准备的，今日倒是跟过年了一样。田氏高兴，他给春晓夹了一个菜饼，又给他夹了几筷子用肉丁炒的白菜。春晓，来多吃些，你看你这身子骨也太单薄了。嫂子，我自己来。娘，我也想吃菜饼。严琦站在一旁，看着那一大盘子菜饼直咽口水。我也想要。几个孩子都发出了小声的诉求。今日这菜饼煎了不少，人人有份儿。来，奶奶先给你们一人夹一个。周氏给5个孩子一人夹了一个饼子。都说这半大小子饿死老子，这不吃也不行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娘，您别光顾着他们，您自己也吃。我不爱吃饼子，我吃粥就行了。今日菜多，算是大家都打打牙祭，都赶紧吃。春晓将自己的菜饼用筷子分了半个，放到周氏的碗中。娘，我吃半个，等会儿也吃粥。他还不知道吗？周氏哪里是不爱吃饼子，不过是想把饼子留出来给小贝吃而已。你们就别让来让去了，这饼子我媳妇儿煎的够数，一个人呢至少有一个。严大和又给春晓夹了个饼子。你多吃些，你看你瘦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很快就把一桌子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几个孩子吃完都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今日难得吃了个够饱，吃得可真美呀。春晓要收拾碗筷，姑姑你坐着，我们去洗。几个孩子麻利地收拾了碗筷，去了灶房。这侄儿侄女儿真是太懂事儿了。春晓看了一旁的周氏，娘，家里有什么活要做的？你先歇着吧，琐碎的杂事他们都做惯了，用不上你。你要是累了，让舒朵带你去他房里睡会儿。对，你去睡会儿吧，你这身子还没有好利索呢。周氏说完就招呼舒朵过来，带你姑姑去休息会儿。娘，我没事儿，我这刚吃饱饭，哪里睡得着啊？若是没活儿，我就坐着陪你们说说话。真不累呀？真不累。那行，那你就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今儿个日头好，我把被子也拿出来晒晒，赶赶灰。田氏见婆婆回屋拿被子，跟着去帮忙，自己房里的被子也拿了出来。奶奶娘，胖婶家小军邀我们跟他一起去捞河虾，我们该走了。几个孩子拿着家里的麻绳跟簸箕，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晒被子的周氏跟田氏。今天姑姑回来，若是捞着了，晚上又能吃顿好的。自己想去逃，还扯上你姑姑。行了，去吧，别把衣服打湿了。见5个孩子都要走，周氏一把拉住跟在后头的盼儿。小祖宗，你就别去凑热闹了，万一掉到河里怎么好啊？盼儿一听不让他去，哥哥姐姐们都快走了，就急得一把哭了起来。奶奶，我要去，我也要去。这哭着哭着，又跑过去一把搂住他娘的腿。娘，我要去。哭得那叫个大声。张氏有些为难，奶奶，您让盼儿跟着去吧，我看着他，我们离水边远远的。是啊，奶奶让他去吧，我们会小心的。几个孩子也在边上求情。周氏见盼儿哭得伤心，也有些不忍。行了行了，别哭了，要去就去吧，可千万注意安全，要是回来衣服湿了，看奶奶打不打你们。盼
儿擦了擦眼泪，跑上前拉着舒朵跟颜琪的手。走，我们走。他生怕晚了自己奶奶改变主意。张氏看着走远的孩子，娘，我先回院子了。家里的被子要晒，院子里还有好些活要做呢。你去吧。周氏对着屋里喊大山：大山，去房里把赶会的竹棍拿出来，把这被子用力打一打，晚上睡得也舒服些，被子盖久了都板实了。大山忙应了声去拿棍子，严大河也出来了。那我也回去赶赶我家的被子，顺便啊把春晓的也晒晒，这大太阳天不晒可惜了。大家各自忙着，春晓就坐在屋子里看着大山跟他娘赶被子，大嫂则陪着他做着纳鞋底子。这文书的脚啊长得快得很，一双鞋子穿不了半年就小了，真是愁人。大嫂，孩子的脚本就长得快，好在做了也不会浪费。后头那么多弟弟妹妹呢，咱家的这几个孩子都听话懂事，还是你跟二嫂教得好。你才回来没与他们多处，这皮的时候啊能把人气死的日子在那儿。他们不怕我，只怕他爹跟咱爹娘，以后你就知道了。两人说着话，就见严炳发从外头回来了。田氏忙起身：爹，饭给您在锅里热着呢，您是就在这院子里吃，还是给您端堂屋去？你坐着忙你的，我自己去拿。说着自己去了灶房。田氏又坐下来继续纳他的鞋底子。严炳发很快就一手端饭一手端着凳子出来了。周氏跟大山见他要在院子里吃饭，放下了手中的竹竿，也坐了过去。爹，那房子如今咋样？严炳发吃着菜饼，看了儿子跟周氏一眼，又低头扒了两口粥。或是破了些，但墙体还好，修修啊应该能住。他一边吃一边看向春晓。爹的意思呢，还是在你二哥边上搭个屋子，这样啊住得近也方便。你若真住到村尾，就跟真分了户一样，到时候一忙也照应不上啊。爹，本来就是要分户的，既然修了能住，那您替我问问李正那房子价呗。这要住也不是一天两天，没准儿就是一辈子呢。小妹，你真要住到村尾那地儿去啊？我觉得听爹的就在边上搭个屋子，离得近多好。嫂子，我住远些，懒得听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他如今性子倔着呢，也不知道随了谁。娘知道自己一个人住着自在。行了，我也不劝了，大不了啊，娘以后走动勤些，当多练练腿脚。就是不知道那块地价如何，贵了就算了，不值当；若是贵了，就老老实实在边上搭房子住。爹，那您啥时候去找李正啊？我陪您去呗。下午就去。如果真要住那块，修房子都得好几天，宜早不宜迟啊。爹，明日再去吧，顺便把我立女户的事儿一起办了。也行。那下午大山，你跟我去山上多砍些柴火回来，到时候忙没时间备柴火，你妹妹也要用的。严炳发很快吃完了碗里的饭。嘿呀，今日这饭菜倒是丰盛啊，我这是沾了春晓的光了吧？院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爹，您就别臊我了，我可是一个吃白食的。春晓看了看远处的山峦。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好久没有去山上，路都不熟了。以后上山的日子多累，你这刚落了水，我看你偶尔还咳嗽，就不要去了，在家好好歇2日，以后我跟你嫂子他们上山的时候再带着你。周氏这会儿不赶被子，手也没有闲着，拿了田氏的另外一个鞋底子也帮忙纳了起来。你要是实在闲不住，下午帮娘切些萝卜晒起来。行啊，那我就帮你切萝卜，今日就不上山了。春晓看着日头下的周氏，45岁的年纪却已经白了一半的头发，他爹也是。
两口子活了大半辈子，日日为口吃食操劳，不禁心里叹气。祖祖辈辈的过穷日子，能有什么办法？如今还要加上他一张嘴，他不能再给家里添负担了。严炳发吃完饭做了一炷香的时间，就带着严大山跟严大河去山上了。春晓跟着周氏去菜园子里拔萝卜。这天冷，这萝卜长得倒是壮实，一下子也吃不完，继续长又容易空心，晒干了以后泡泡也能吃。菜地就在院子边上，春晓挑了几个长得大的，先用铲子松了松土，再上手拔，不然萝卜拔断了就不好了。娘，我看那边的白菜也不少，要不要也晒一些？白菜不吃，长在地里也没事，晒干了吃不划算，你就拔萝卜就是了。两人最后拔了10来个萝卜，周氏洗，春晓在边上切条，田氏帮着晾晒。人多做活也快，没多会儿2大簸箕萝卜就晒上了。几人又开始赶被子，正赶着院子里来了人，是住在不远的方婶子和他的儿媳妇杜鹃嫂子。哟，春晓回来啦！周氏看到来人，连忙招呼他们在院里坐。今日日头好，正好晒晒太阳，说说话。谁说不是呢？方婶子也不客套，带着杜鹃坐了下来。她笑盈盈地看着春晓：“才回来的？”“啊，今日刚回。”“你的事儿啊，婶子听说了。你也别怪婶子多嘴。我看呀，回来挺好，省得待在那儿没心肝的人家里，你娘也心疼。”春晓知道邻居方婶儿是个心直口快的，但在外人面前说起和离的事儿，她始终有些别扭，说了一句：“婶子说的是”，便没有再开口了。春晓这性子还是老实了些，跟我们家杜鹃一样，是个巨嘴葫芦。可不就是老实？如果不老实，能吃这种亏呀？周氏也坐了过来。我原本觉得我将女儿教养得乖顺，以后去了婆家能跟婆婆处得好，哪个知道这太乖顺了，倒让人顺坡爬驴欺负了去，我心里那个悔呀！早知道叫她泼辣些，也好过现在这样。话也不是这样讲的，像周家那样不要脸面的毕竟是少，怪就怪倒霉了些，偏偏让你们碰上。我当初不是相中了春晓，骗你喜欢那读书人，你看，要是当初你不鬼迷心窍，咱们2家结个亲家，能出这个事儿？要我说，我还得奚落你2句。都多久以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还拿出来说？杜鹃还在呢，你也不怕她听了心里头不舒坦？杜鹃笑了笑，这才开口：“我婆婆性子大大咧咧惯了，婶子放心，我不错。”看见没有，我自己媳妇儿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她要是介意，我就不会这样与你开玩笑了。他又看向春晓，声音放低了些：“你与那头断干净了？”春晓点点头，又应了一声：“啊，也好，你看开些，别总想着那家人。等以后有合适的，婶子帮你再说一门亲，肯定说一门靠谱的亲事。”你自个儿说的话你可要记得，到时候让你帮忙，你可千万不能推了。哎，村里头有人说闲话的没有？哎，总有那多嘴的婆娘，管他们说去。你啥时候去镇上啊？到时候咱们约个伴儿。家里攒了大几十个鸡蛋了，要去镇上换些钱，买些盐回来。我也攒了几十个鸡蛋，过几日吧。住处还没有定论，如果春晓真住去村委，怕是要添置好些东西。你如果等不了，就跟别人一起先去。等几日就等几日，也没那么急。婆媳俩坐了说了会儿话，没多久就走了。村里串门就是这样，事儿说完就走了。太阳快下去的时候，几个小的回来了。奶奶、姑姑，快看，我们捞到河虾了！还没有进门，舒文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接着是严琦跑了过来，拿桶装起来。说完就跑去了灶房。几个孩子提着簸箕进了院子，周氏凑过去：“奶奶看看，
看看你们捞了多少。奶奶可多了。严盼儿站在他跟前笑，春晓也凑过去看了看，簸箕里蹦蹦跳跳的躺着10几条小拇指粗的河虾，就10几条，最多只能做个半碗。不过孩子们喜欢，他也不能扫了他们的兴。呀，你们可真厉害，捞这么多。姑姑，晚上让娘给你做个虾汤，爹说你瘦了要补。淑凤这会儿别提有多高兴了。姐，来，将虾放进来。严琦费力地将一个木桶从灶房里提了出来。哎呀，就放在簸箕里，别弄脏了水桶，还要装水呢。你娘马上就要做饭了，咱今天吃新鲜的。周氏将严琦的桶拿了过来，又放回了灶房。这太阳都要下去了，怎么那爷仨还没有回来？差不多要回来了。娘，我去做饭了。春晓帮着周氏将被子收回屋，晒干过的被子较之前蓬松了一些，也有了一些阳光的味道。几个孩子在厨房帮着田氏打下手，舒朵跟盼儿看着虾放好之后回了隔壁的自家院子。两人刚把被子铺好，严炳发就带着2个儿子一人担了几10斤的柴火回来了，将柴火卸在灶房的草垛边。严炳发洗了个手。怎么到这会儿才回来呀？周氏给他拍了拍身上的灰。今天天气好，上山的人也不少，多砍了一些，这些柴火够用到好些时日了。他抽了把椅子坐在堂屋歇火。爷爷，我们今天捞了虾，晚上可以喝虾汤了。严琦跑过来献宝。去，给爷爷还有爹打2碗水过来，这一下午没有喝水，可口干得很。严大山也抽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娘，今日我们打柴火碰到东升了，他抓了只兔子，那兔子肥得很，老羡慕人了。我还想着让他教教我怎么逮兔子呢，偏爹不让。你就是个缺心眼儿，人家吃饭的本事你让人教你，教了你他抓什么呀？你爹说的对，这种事儿不好问的，省不得得罪人。哎呀，这山上又不是只有1窝兔子，我们抓了也省了买肉的钱了，东升可没那么小气。你要是真抓到了，你自己舍得吃，还不是拿到镇上去卖了？算了，有多大的本事端多大的饭碗，这村里眼热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你以为别人没有问过？不该惦记的甭惦记。不问就不问，有空了我自己琢磨琢磨，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上我也逮着了呢。严琦一手一个碗从灶房出来，将碗递到爷爷跟爹手上。爹，你刚才说你逮到什么？逮到什么呀？什么都没有逮到，逮到一个瞎打听的小兔崽子。他将水一饮而尽，抱着严琦就往怀里箍，还故意用胡子扎他的脸。哎，爹，你放我下来，你赶紧放我下来，你的胡子扎的人疼死了。春晓几个都笑了起来。没多久，田氏的饭就做好了，果然是用那个河虾加了1个鸡蛋做了1大锅的虾肉蛋花汤。他盛了1大碗，让淑文端去了隔壁，将剩下的全部盛到了盆子里，端上了桌。晚上吃的是麦麸窝窝，春晓以前也常吃，但是不知道为何如今再吃却觉得硬得很，难以下咽。连孩子们争抢的蛋花汤他都觉得味道淡得有些腥，感情这嘴里不知不觉地变得刁钻了。他尽量表现如常。等吃完了饭，周氏便开始在灶房烧水给孩子们洗。家里人多，不早些洗，等天黑了还得点灯费油。轮到春晓的时候，天已经有些黑了。春晓擦洗过后，周氏便带着他去了老二的院子。张氏早就将床铺好了，2个孩子也已经上了床，看到春晓跟周氏都从床上爬了起来。躺下，等会儿该着凉了。周氏将他们赶回被子。这几天你们姑姑就跟你们睡了，可得帮奶奶好好照顾姑姑，知道了吗？知道了，奶奶。春晓，你赶紧睡吧，赶了一上午路，这会儿还没有休息呢。我们走了。
周氏跟张氏出了屋子，将门关好。屋子里的光线本来就暗，这下门一关，彻底黑了下来。舒朵的声音从边上传来：姑姑，你冷不冷？要不要我们给你暖脚？奶奶说了，要他们帮忙照顾姑姑的。今日的被子都晒过，她的那床被子虽然不厚，但是盖在身上一点儿也不冷。她笑了笑：姑姑，你要是冷，咱们可以盖一个被子，盼儿身上可暖和了，我也可以帮你暖。姑姑不冷，多谢盼儿了。春晓要被这两个小可爱给暖化了，她侧过身对着他们的方向：你们是不是睡不着啊？要不姑姑给你们讲个睡前故事吧。睡前故事是什么？就是听了能睡觉的故事，你们听了就知道了。他在脑子里想了想，开始给两个小丫头讲拇指姑娘，听得两个小丫头惊叹连连。到最后故事讲完，两个丫头不仅没有睡的意思，还求着他再讲一个。这个睡前故事睡觉的时候只能讲一个，如果你们乖乖听话睡觉，我明天就再给你们讲一个。如果你们不听话，那姑姑就再也不讲了。而且姑姑累了，想睡觉了，我们一起睡吧，好不好？两个丫头一听，立刻就不闹了。姑姑，我们听话，我们一起睡觉。没多一会儿，屋子里就传来了细微的呼吸声。孩子的睡眠质量确实是好，说睡就睡了。这会儿时间虽然早，但是春晓白日没有休息，没多会儿便也跟着睡了过去。早上起床的时候，孩子们已经起了，他赶紧穿衣服起来。院子里，严大河正在理昨日担回来的柴火，张氏在猪圈里给猪添食，盼儿在鸡窝里给鸡喂食。看到他出来，盼儿放下手中的碗就跑了过来。姑姑，你昨晚睡得好不好？我跟姐姐听话，你说睡觉就睡了。春晓摸摸她的头，对她笑了笑。我知道你们听话，姑姑睡得很好。朵儿呢？朵儿跟着舒文、舒凤他们去拔猪草了。张氏从猪圈里出来：小妹，灶房漱口的盐水给你弄好了，锅里有热水，你去洗把脸吧。春晓去灶房拿了漱口的碗，端着碗去菜园子漱口，又自己打水洗了个脸。等会儿爹跟大哥去找李正，你去不去？严大河就着他洗脸的水洗了个手。他倒是想去，但是他如今已经不是严家村的人了，说话轮不上他。我就不去了，在家等消息就行了。大河点了点头。娘让你起来就过去。春晓出了西边院子，又进了东边院子，看到周氏也在给猪圈的猪喂食。娘，要帮忙吗？不用不用，我让你嫂子给你煮了点稀饭，你去吃点儿。他正在往食槽里加泔水。春晓来到灶房，田氏正在收拾着煮猪食的锅，看到他，用嘴撸了撸锅的方向。粥在小锅里，我这手脏，你自己添。咱家啥时候有吃早食的习惯了？在农村，不是农忙的时候，都是只吃中饭跟晚饭的。是不吃早食，但是娘说你身子要补，这个时候还是做些早食。那边坛子里有咸菜，你自己添啊。春晓觉得他娘这样不好，粮食用到他身上，嫂子虽然不说，但万一心里不忿，那就不好了。大嫂，以后不用单独煮了，我也吃不惯早食。你呀，就多听娘的话，这几日多吃些。若是粮食不够，想吃都没有。好在今年地里收成还行，不缺你这口粮食。春晓端着碗坐到灶边吃粥，吃完了将碗洗了，就看见严炳发跟严大山从菜园子那边回来了。爹，大哥，我跟你大哥这就去找李正，你就在家里等消息。你把你的和离书拿给我。春晓找周氏拿了和离书递给严炳发。爹，那房子咱还是尽量争取。知道了。说完，
严炳发就带着严大山出了门。两人出门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就回来了。春晓正帮着周氏将昨日没有晒干的萝卜搬出来，太阳也出来了。怎么样？周氏关心地问。来，进屋说。严炳发到了堂屋饭桌便坐下了。小齐啊，去隔壁把你二叔叫过来啊。周氏跟着春晓在他身边坐下，没一会儿，严大河跟张氏就过来了。田氏看到这个架势，就知道爹有话要说，将严琦打发出去玩，也跟着站在了严大山的旁边。今天去找李正，把春晓和离后要回村立户的事情跟李正说了。李正说呢，立户倒是不难，就是立户的话要置产，有产呢才能去衙门挂档。正好啊，春晓想要的村委的房子，我便顺便问了那块，如果要买要怎么个算法。李正呢也算通情达理，知道春晓的难处，说如果真想在那块住，那片平地大概2亩左右的样子，位置偏，要就2两银子给咱，房子就随咱们处置了。春晓心中一喜，2两银子还是2亩的价格，算是十分便宜了。他当初想着那处那么荒，差不多就2两1亩，他买个1亩的地也就行了，到时候房子修修，再在边上种种菜也就足够了。可没想到居然可以得到那片的2亩地，真是个惊喜。严炳发看了看几人，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应了，今天叫你们过来就是说这2两银子的事情。春晓的事儿你们也知道，他肯定是拿不了的。严炳发对着春晓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说话。这2两银子你们2兄弟分摊吧，一人拿1两出来。我知道家里孩子多，攒不下几个银子，但是兄弟姐妹之间呢，该帮还得帮。你们表个态吧。张氏看了一眼严大河，低着头不说话。田氏看了一眼边上的大山，见他面色如常，知道这爷俩肯定在路上就商量好了。爹，我们虽然穷，但是1两银子还是能拿的，我没意见。严大山赞赏地看他一眼，还是自己的媳妇儿明事理。张氏见田氏这样讲，扯了扯大河的袖子。严大河犹豫了一下，既然大嫂都这样说了，那这1两银子我们肯定也拿。这老两口还是有些偏心，春晓手上明明还有5两银子，可偏偏替他捂着。不过他想着春晓以后就指着这5两银子过日子，也就没得计较了。再过些时候也就过年了，到时候年猪杀了就能进一笔钱，来年省着点用也就是了。严炳发欣慰地点了点头。既然都没有意见，那就各自拿银子吧，我把钱交上去。下午呢，咱们就去村委看看这房子要如何修，顺便把那边的杂草除一除，地再整一整。我问了村里的老把手，他说这些时日啊都是晴天，咱们得抓紧了。春晓见众人要散，等等，我有话说。爹，您为我的心我都知道，但是这事儿毕竟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好让哥哥嫂子们掏银子？这样吧，这钱就当我借哥哥们的，等我安置好了，有钱了我就还给他们。大山跟大河都笑了，只当他说客气话。她一个女娃娃，又没什么谋生的本事，拿什么挣钱还？好在这份心是好的，没有觉得让他们掏钱是理所应当。春晓啊，别想太多了，二哥这就回去给你拿钱啊。都这个时候了，还逞什么能啊？他们是你哥哥，帮你一把理所应当。你以后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算是报答他们了。是啊，春晓，嫂子们能帮你一把，肯定帮你一把。田氏在一旁帮腔，张氏跟着严大河回去拿钱，田氏也回了屋。没多会儿，
两人就一人拿了1两银子过来，全部交给了严炳发。严炳发拿着钱又出去了。春晓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2位嫂子，其实她倒是宁愿自己拿钱，但是新家安置，到时候还要添置的东西肯定不少，现在不是死要面子的时候。但是这钱她以后肯定是会还的。舒文、舒凤还有舒朵没多久就回来了。舒朵回了隔壁，舒文跟舒凤一进院子就把装猪草的背篓往地上一放，朝着春晓围了过来。姑姑，我们也要听睡前故事，你偏心，只讲给朵儿跟盼儿听，不讲给我们听。严琦一听也围了过来，什么睡前故事我也要听。原来刚刚拔猪草的时候，舒朵将春晓昨晚给他们讲的拇指姑娘的故事讲给了他们听，还说姑姑说听话的话今晚还给她跟盼儿讲。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么有意思的故事，当即心里开始不乐意了，回来就围着春晓要听故事。围着你们姑姑干嘛？什么睡前故事啊，赶紧去把猪草剁了。田氏不明所以，以为孩子们瞎胡闹。娘，这是好听的故事，可有意思啦。姑姑，你也给我们讲嘛。都说是睡前故事了，就是睡觉的时候听的。我又不跟你们一块睡，怎么讲给你们听呢？好，那我今晚要跟朵儿他们一起睡，我要听故事。那你就跟朵儿他们说好，他们愿意，姑姑没意见。今晚呢，就再给你们讲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淑凤看到一旁的张氏在，她忙跑了过去。二婶儿，我今晚跟朵儿他们睡可以吗？张氏笑了笑，朵儿他们的床就那么大，哪里睡得下4个人？睡得下的，我们挤挤肯定能睡得下。睡得下你就过去睡吧。什么睡前故事竟这么吸引人，我都好奇了。那我们呢？我们又不能跟你们女娃一起睡，我们也想听故事。对，小琪也想听故事。那怎么办？姑姑也是女娃，姑姑也没有办法了。淑凤拍了拍舒文的胳膊，笨啊！我晚上听了故事回来就给你们讲，我肯定比朵儿讲的细，讲得好。舒文拉着个小脸儿，也只能这样了。好吧，你可得听仔细记好了，明日讲的时候可千万别漏了。你们这说来说去的都说的些什么哟？都把奶奶讲糊涂了。赶紧听你娘的，把猪草剁了，下午还有事儿呢。周氏看向一旁的大和跟张氏，你们先在这边待会儿，等你爹回来了看看下午是个什么章程，省得等会儿又过去叫你们。来，就在院子里坐会儿。这边刚坐下，舒朵就跟盼儿过来了，叫了一声娘，看到舒文几个都在剁猪草。娘，你们怎么不回去？你先回院子吧，娘跟爹等你爷爷有点事，过会儿回去。舒朵见状，懂事的回去剁猪草了。娘，你真让小妹一个人住村委那处啊？张氏因着接连生了2个女儿，在这个家里一直有些怯怯懦懦，很少主动搭话。这眼看着地都买了，终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春晓如今是个倔性子，他想自己住就自己住吧，只要他不怕，我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咱们家确实也腾不出地方，那地方那么偏，又离得山地儿近，想着还怪吓人的。二嫂，没事儿，离得远啊，清静。以后我一个人住2亩地，自己在山脚下做地主。2亩地你就想做地主？哼，你可真能掰扯。我也好久没有去过那边了，不知道啊，如今慌成什么样子。娘，你有没有觉得小妹这回回来人开朗了许多，胆子也大了？嗨，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昨日在周家，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她如今的性子可比以前耐看。哎，这以前我都不想说。她遭了这么大的一宗罪，要是性子再不变，那不是傻。所以说呀，这闺女性子太绵软不是什么好事儿，该泼辣的时候还得泼辣。娘，你可不能因为我这一桩事就把之前的想法否定了。二嫂性子也绵软，您还不是顶顶喜欢。
我是婆婆，能一样吗？娘就是觉得你今天这样，娘也有错。算了，这些个事儿不说了，说多了我夜里又要睡不好。下午要去开荒，大婶，你去看看家里的工具那些，要不要去石头上磨磨？娘，那砍刀还有斧子，我前2天才磨过，立着呢。周大娘，周大娘！远处一个孩子朝着院子跑了过来。三清，你怎么来了？你找大娘有啥事儿啊？周氏走到院子门口，看着喘气的严三清。这孩子怎么跑得这么急？发爷让你给他送200文钱过去，让你快些。他在哪里呀？让我把钱送去哪里？这不是拿了2两银子吗？怎么还缺钱？难不成李正坐地起价？不能吧。在李正家门口，您快去吧，我还要去河边呢。啊，行，知道了，多谢你啊，三清。周氏转身回屋，拿了2钱银子就准备出门。娘，我腿脚快，我给您送去。大河赶紧起身走到他身边，接过他手里的银子就出了门。难不成还有什么变故？春晓几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心里有些不踏实。直到严炳发带着严大河回来，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变故，是人家办户籍办地契要手续银子，这钱肯定得自己掏的，大家都是虚惊一场。这太久没有弄过这些，倒把这手续银子的事情给忘记了。我还以为李正坐地起价呢，弄得我半天不踏实。哎，可不能乱说呀，李正为人还是公正的，就这次的事情我就得谢他，到时候杀年猪的时候请他到咱家里来吃顿饭，表示感谢。照你说的办。严炳发看着春晓，你的事儿啊算是落实了，过几日李正会把你的户籍跟地契还有你的那份和离书一起办好了送过来。爹，这会儿还早，我想先过去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要紧的活要做？没有的话也不用等下午了，一起过去看看。琪儿他娘你就不去了，你留在家里做饭，这几日暂时和一起吃啊。知道了爹。爷爷，你们要去哪儿？我也要去。我也去。我也去。你瞎起什么哄啊？留在家里帮你娘还有二婶家做点活，爹跟爷爷是去要做正事的。爹，那我回去拿工具，顺便跟朵儿他们说一声。这等会儿若是婶娘回来的晚，你帮朵儿他们一起把猪食熬了，行不行啊？舒文他们虽然不是很乐意，但是迫于自己父亲的淫威，还是点头应承了。就这样，一大家子人除了田氏都拿着砍刀还有锄头出门了。春晓还背了个背篓，以防万一。这些个婆娘就是吃饱了撑的，什么事情都喜欢瞎打听，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婆娘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若是不让他们说点什么，他们就觉得日子难熬。村委那处肯定是土质太差了，不然怎么没有人在那里开荒种菜啊？这后土这一片都荒了好久了，哎，你们看，在这里就都是枯草了。土质是不怎么好，这片虽然荒，但这地啊还算是村里的公产。你要是开荒种菜，那也是要掏银子的，自然没人愿意花钱在这处种粮食。收成怎么样还不知道，但这银子首先就要掏出去。我估摸李正给的价便宜也是这个原因，根本就没人买这边的地。土质好不好的影响不大，我一个人最多也就开2片菜园子，2亩地啊够我折腾的了。咱们先看看再说吧，看看那房子到底要怎么个修法，还得上山砍些木头，到时候找你严五叔帮忙做些木件，等会儿要的东西咱们清一清，都记好了。爹，这2亩地是从哪儿到哪儿啊？李正叔有没有跟你说清楚？他说围着房子周边的2亩地让我们自己挑方位，到时候契书下来他再来划个界，算是方便我们了。爹呀，这着实太荒了些啊！您确定这房子能修了住人？我进去瞧过了，墙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屋顶的草肯定是要重铺的，这看着不行，你们进去瞧瞧就知道了。
咱要怎么整啊？那爹，咱现在从哪片开始啊？这样，咱分工，先把这外头的地理出来，今天先除草。大家领了任务，纷纷干了起来。爷爷，娘让我们喊你们回家吃饭呢，该吃午饭啦。好，我们这就回去。爷爷，你们收拾这里做什么？这以后就是你们姑姑的地盘了，我们收拾出来给你姑姑日后住的。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跟村子里边的孩子说一说，就说这地方有主，让他们不要过来瞎晃，知道吗？几人回了家，田氏忙将饭菜端上桌。大山，那地怎么样？好不好整？要不吃完饭我也去帮忙吧。如今不用忙地里，家里的活舒文他们都能做。行，到时候你早一点回来做晚饭。就是咱们家都没有工具了，等会儿你去方婶的家借个锄头或者砍刀什么的，随便哪样都行。娘，你去吧，家里的活我带着弟弟妹妹做，你就放心好了。盼儿也要听哥哥的话，知道吗？跟个小大人一样。行啊，舒文果然是长大了。大家快速的吃了饭，田氏上方婶子家借了把砍刀，跟大家一块儿去了村委。村里的人都好奇，不知道大山家这是在干啥。上午就见他们浩浩荡荡的去村委，结果下午又去了。禀发叔，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们买了村委的地，要把那地整出来呢。这草留着以后给春晓生火用。这么多，他要用到啥时候呀？再说了，这要是一场雨下来，那全都要白搭。堆着就堆着呗，反正有空地。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做饭了。大嫂，那你把你的砍刀给我，你回去吧。爹娘，你们再做半个时辰就回来，我就不来喊你们了。知道了，你回吧，总算是有些样子了。明日再弄一天也就差不多了，后日再整一天的地，这地方也就出来了。是啊，都说这人多力量大，我看不假。你看咱这才忙活一天，这地就变了个样。过几天再一修整，没准还是个不错的住处的。这屋还有3间房，修好了没准还宽敞。我看还是咱小妹有远见，这可比在我们的屋子边上搭个屋子强，就是偏了些。春晓如今是个有主见的，我看比我强，没准真让她在这处做个地主婆了。我看这地扩几个菜园子种种还不错，就是不知道这处种菜长不长得好。这土是差了些，春晓，娘到时候给你点种子，你每样种一些，不要种多，到时候看看哪个好长就种哪个。行啊娘，到时候房子好了，我就开片菜园子试试。几人又干了半个时辰，看着太阳快下山了，这才收拾收拾回了家。晚上，姑姑快上来，姑姑快上来。盼儿，你睡姑姑这床被子。姑姑，那你讲故事声音大些。放心吧，夜里安静，声音不大也能听见的。不过姑姑有言在先，姑姑今天干了一天的活儿，累得很，明天一早还要继续，所以姑姑这白雪公主的故事就只讲一半，剩下的明天讲，你们不可以闹，行不行？行，姑姑你讲吧，你说不讲了我们就睡觉。于是黑夜里，春晓给他们讲起了白雪公主跟7个小矮人的故事。第二天一早，晨曦的微光刚刚透过窗子，春晓就醒了。虽然睡了一觉，身子却仍旧有些乏，但想着整房子的事情，他还是早早就起了。众人吃了饭，交代了家里孩子要做的活兼看好家的任务，便齐齐出发了。这回一群人在半道分了路。娘，我觉得这屋子东边的地还不错，到时候划界的时候多往这边划些。东边这块就靠着陡坡，划这边确实还行。那咱把这边这一片全开出来。4个女人卖力地除着荒草，整着土坡，一上午也弄了不少。周氏提前回去做饭了，春晓他们坐了会儿也就回去了。经过又一个下午的劳作，荒草总算是全部清理干净了。娘，咱明日做什么？继续整地，
回去问问你爹明日怎么安排，咱们配合就是了。哎，今天就做到这里吧，这地这会儿时间也整不完，咱也回去歇一歇。走，不知道他们回来了没有？结果他们前脚到家，严炳发他们后脚也跟着回了。回来的时候又拖了一根大木桩子回来，几个人也是累得够呛。今日砍了6根，明日还得砍6根。要这么多木头啊，6根已经不少了。你们先歇口气，饭好了，等你们歇够了，咱们再开饭。娘，草除完了吗？除完了，还有一些地明日要继续整。我还想着你们明天就要开始修屋子了，等着你们安排活呢。那房子屋顶的木头啊，得全换，那些生活必须的都要。咱家也没有多余的匀出去，可不得多用许多的木头啊。我看到时候这工钱估计就得花1两多银子。工钱的事到时候再说吧，该用的也省不了，还是你想的周全。那明日我们整完地做什么？你们去上山砍些竹子，枯的也没事儿，放在那边上，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围。晚上春晓躺在床上恨不得秒睡，奈何几个侄女巴巴地等着他的故事，等了一天。没办法，他忍着心中巨大的困意，还是给他们把故事的后半部分讲完了。几个侄女这才心满意足地睡觉，而他也在几分钟之后进入了梦乡。第3天，男人们继续上山伐木，他们则分工合作。春晓跟田氏继续整地，周氏带着张氏跟着一起上山砍竹子去了。地里的石头也捡得差不多了，只要把地势整平整，这外头就算是完事儿了。你真有5两银子？唉，总算是搞完了，还怪累人的。这么一收拾，到时候再修上一修，再配上些家具，确实还是一处不错的住处。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要不跟爹说明日休息1天好了，别因为我把大家身子累坏了，得不偿失啊。说笑呢，哪有那么金贵？春种那会儿跟这儿也差不多了，每日起早贪黑的要干上好大几日呢，都习惯了。这竹子是不是得对半劈着用啊？是得劈，不然那得费多少竹子啊！我歇一会儿就来劈。娘，二嫂，你们歇着吧，我们这里已经清完了，到时候若是不够，我自己上山砍，你们不用再砍了。都清干净了，你们手脚倒是快。也不知道爹他们砍到好的树桩没，这扛树下山那才是最累人的。放心吧，先前我们碰到他们下山砍了一根不错的木头，你爹说就用那根木头给春晓做床板呢。爹昨日说了，要做的物件不少，这工费也得费好大一笔银子呢。一旁的张氏听到田氏谈工钱的事情，也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嫂子，没事儿，我和离的时候从周家得了5两银子，这钱呢，到时候就从这5两里面出。你真有5两银子？真的，你放心好了。你那5两银子暂时还是不要动，到时候我让你爹跟严老五说个情，先欠着，等手头宽裕了再还。小妹，娘说的对，5两银子看着多，但是你这新家用起来快，村子里的能欠着先欠着，先把外头要紧的先买回来。那我听娘的，到时候咱们记好账。人家说破家值万贯，话是夸张了些，但是这个道理在那里。起个新家什么都要新添置，咱们这没钱，就只能先东凑凑西凑凑了。等春晓跟2个嫂子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些擦黑了。严家父子3人也回来了。对了，李正今日带了话，让明天去拿地契那些，说是都给办好了。这么快？咱村办事还挺利索的。也就3日吧，听你娘说呀，那边都整利索了。那你们明天就不用去了，就待在家里吧。明天你严五叔要来家里取木头。爹，我明天还是去吧，去看看你们干活，顺便给你们当帮手。家里嫂子他们在，我也帮不上忙。行吧，
你要去啊就去吧。几人吃完了饭，天已经黑了，没办法，只能点油灯在灶房里摸黑烧水洗。因为第二天没有安排要紧的活，春晓终于睡了个好觉，也睡了个懒觉。春晓出来的时候看到二嫂，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你如今回到了做姑娘的时候，以后也没人管着你，嫂子都羡慕你了。嫂子，你怎么还给我洗衣服啊？这多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一件衣服而已。娘给你温了稀饭，你过去吃吧。春晓到了东边院子，几个孩子照例不在，应该是又去河滩拔猪草了。大嫂，咱娘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去镇上？不知道，你问问娘不就知道了。怎么，你是想好了添置的东西？我看看她啥时候去，我再看看我要买些什么。有些东西能不买就暂时先不买吧。像娘说的，我那点银子也着实不顶用。周家那么不是东西，怎么还舍得给你5两银子？他们家自然是舍不得给的，可是我那个相公要脸面啊，不给也得给。我看这银子要的极好，就是少了些。算了，周家的家底我还是清楚的，凡事做人留一线。怎么说，我也在他们家过了4年。要我说，你还是心善了些。不过也好，没多久2个妇人就跟着周氏回来了，一人背上背着一捆茅草。周嫂子，给你放在哪处合适啊？就堆在那个背篓上面就行了。春晓，听说你以后就回来过了，有空可以上婶子家串串门。有机会就去，谢谢婶子。 2个妇人走了。娘，这些茅草要钱不要钱啊？怎么不要钱？这些可是花了我10个铜板，早知道我也多存些了，哪还会去花这个冤枉钱？你早饭吃了？啊，吃了。那走，给你爹把这些送过去，他等着用呢。于是2个人背着茅草一起去了村委。如今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在修村委的房子，所以路上碰到的也不会多问，只相互打个招呼。但是村里对春晓好奇的可不少。周氏母女2人到村委时，父子3人正在掀房顶的木头。周氏也没有喊他们，他示意春晓将稻草放在院子里头，自己开始动手编草帘子。春晓跟着周氏编着草，这编着编着，空地来了人，是村里的木生叔跟他的儿子望祖。周氏与2人打了招呼：“木生叔，我爹正等着您呢。这修屋顶的活还是您做着利索。哎，望祖哥，您那手里拿着啥呀？哎，凿子，这绑定阡陌的时候用得上。哎，你下来，我上去帮忙。”等大山下了梯子，2人麻利地爬上屋顶。你们都小心这些。没事，你赶紧编，下午就要铺上了。周氏见3人在屋顶猫着，这才稍稍放下心，又继续回去编他的草帘子。明日有空的时候，咱们还得挖堆土，做些土砖出来。这几天天气好，晒也容易，到时候修茅房还有灶房怕是要用，这屋子有些地方也要填。娘，爹今早也是这么说的。春晓看了看房顶上干活的人，爹，我想在这个院子里再搭个草棚子，到时候好在里头放东西，下雨也不怕，成吗？你木生叔跟望祖在，他们才是搭棚子的好手，你求求他们，看他们愿不愿意给你帮忙。我说你这人可就不厚道了啊，当着侄女的面拆我的台。成啊，怎么不成？谢谢木生叔。嘿，谢就不用了，到时候我要跟你爹讨酒喝的，可记在账上了啊。阎望祖看着2个老头笑，这都多大年纪了，2人还跟以前一样，动不动就拌嘴。大概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整个房顶焕然一新，修好了。几人都很高兴，房顶修好，意味着这房子修好了一半。我看这会儿时间还有，我也就不等明天了。望祖啊，我们上山砍几根大竹子去。严炳发见状，人家是帮忙的人，他们总不好袖手旁观，
便跟着一起去了。周氏跟着春晓在房间里看了看屋顶，颇为满意。我看明日大家要一起来，除了挖泥做土砖，这篱笆墙也得插上，这样这屋子的布局就出来了。到时候把该添置的添置了，就可以住人了。娘，我今日还在问大嫂，你准备什么时候去镇上呢？过2日吧，等这屋子收拾妥了，我们看看都要买些什么，到时候一并买回来。娘还有几两提己银子，到时候拿给你，你可千万不要傻乎乎的又说出去，弄得娘没脸，知道吗？娘，您的银子您收好，我不用您的钱。傻闺女，你那几个钱都跟你说置办不了多少东西，这开火过日子缺了哪样都不行，娘也不能一直帮衬你，不然你哥哥嫂子再好，心里也该有意见了。那行，那跟嫂子们的钱一样，当我借你们的，等我有钱了还你。随你，如今脾气是真倔。好了，他们都走了，咱们也回去吧。今日收工早，到家的时候田氏还有些吃惊。哎，房顶弄好了？娘，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他们跟你木生叔一起上山砍竹子去了。春晓想在院子里搭个棚，我刚起来，看到一群孩子都往村西边去，文叔好像也在，干啥呢这是？邹嫂子家猪生崽儿，他们去凑热闹去了。好事啊，过2天我也去一趟，给咱家预定2只猪崽儿。你要不要抱1只？要不你也养1只吧，养到过年就出来卖了，能进3、4两银子呢。我还是把我自己先养活再说吧。春晓觉得养猪实在是太麻烦了，1日3餐都得伺候，养1只猪就整天得围着它打转了。这长肉还好说，不长肉人都得愁死了。你真是不懂，这有进项才能攒得下钱，不养就不养吧，第1年先把日子理顺了再说。娘，咱家今年的猪养得壮，我看啊，卖个4两银子不成问题。到时候咱也留下些肉来，好好过个年。到时候看吧，看看是卖整猪划算还是卖肉划算，怎么挣钱怎么来，大不了到时候去称些肉回来。又过了1日，全家人都在村尾空地上晒泥砖。严老五给他们窗户门做好了，知道他们忙，直接给他们送到了村尾。哎呀，五叔啊，你这动作够利索的呀，就2日功夫就做好了门了。哈哈哈哈，知道你们紧着用，全家都上阵了，也怪你们木头不错。严老五也许久没有来村尾了，看到严木生父子俩在院子里搭棚子。怎么，你们这是被抓壮丁了，在这里给丙发干活呢？谁说不是呢？不过也不能算是白干啊，能混到一口饭吃，还是你们手艺人好呀，成天被人求着上门。严老五也是得意，木匠就算在乡下也是很吃香的。昨日跟你说的，这工钱呢，先欠着，等年后宽裕了再还，你记好账啊。哎，知道了，都是一个村的，我也不怕你跑了。行，东西我送过来了，我得赶紧回去了，还有2套门呢，明日应该可以好，我就不给你送了啊，你让大山或者大河去取吧，到时候板车借给你们，及时给我还回去就行了。那就先多谢了啊。这装门有些麻烦，好在严木生是个老手，做这些不在话下。这门窗一换，这房子跟新做的一样，不错。这也是没法子呀，有钱呢直接就推倒重做了，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呢？严炳发又跟着他们一起帮忙搭竹棚。周氏带着田氏跟春晓在做泥砖，张氏回去做饭了。吃过张氏送来的饭，下午几个人又继续。泥砖大概做了300-400块左右，翻面都费了不少时间。那边院子里的草棚子也已经搭好了，严炳发正在搭梯子铺顶，大山跟大河在一边帮忙，而严木生父子俩棚架子搭好后就回去了，毕竟人家家里也有不少事儿。泥砖都已经成型，就让他们晾着了。周氏几个又开始按着春晓的意思给院子插竹片搭篱笆，那头竹棚子也搭好了，
父子三人也过来帮忙插篱笆。有了男人们的加入，这篱笆也很快就全部搭好了。李正说明日过来划界，契书那些呀，昨日就给我了，我让你娘给你收着呢。想好了要划哪边没有？我们都觉得东边那片不错，把那片圈进来，剩下的往右手边看着圈吧。行，就按你说的办。这样一整啊，还真有些像模像样了。到时候把做好的家具往里头一放，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住处了。刚开始啊，肯定是简陋了些，以后看情况慢慢添置吧。爹，我已经很满足了，要不是大家伙儿帮忙，我这会儿已经是无家可归了。有我们在，你哥哥们在，你永远都不会无家可归，整天瞎想。今晚我在这边守夜好了，这门财庄还得固定一个晚上，今日不能锁门。爹，这里连个床都没有，你睡哪儿啊？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好守的？这地儿啊，太久没人住了，这新装的门窗还有新做的砖，要是碰到那坏坯子，趁着没人给你弄了去，你找谁哭去？你爹说的对，是要有个人看着。那不成，要守也该是我来守着，怎么也不该您来。你一个女娃能守个啥呀？也就一晚上。爹，您年纪大了，这守夜确实不合适，要不我来吧，我身子骨好，一晚上无妨。是啊，爹，我跟大哥在，怎么也不该是您来守夜。你们年轻人呐，瞌睡多，睡死过去都不知道。哎呀，还是我来吧，都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决定了啊。等会儿吃完饭我就过来。大山呐，你先在这里看着，等我来了你再回去。大家见严炳发主意已定，没办法，就只能同意了。好在确实只有一个晚上。吃过了饭，周氏跟大河拿了2个凳子，下了门板，带着被子陪着严炳发去了村委。姑姑，你今天还讲故事吗？姑姑，你今天还讲故事吗？姑姑的故事都讲得差不多了，让姑姑再想想，要是想到好的再给你们讲啊。那好吧，那姑姑你想快些。那好吧，那姑姑你想快些。今天他们几个还给我讲了讲，那故事听着还怪有意思的，也难怪他们没事就缠着你。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就之前无意中在周宏志的一些书上看到的。你还学认字了？他日日读书，我偶尔陪在旁边，时间长了也就认识了一些，就认识一点点，不多。看书也是半看半猜的。你在周家也总算不全是坏事儿。姑姑认识字，以后可以教我们。姑姑是个半吊子，可不敢给你们做师傅。你们以后啊，还是去学堂学吧。你别跟他们说这个，他们如今大了，会记在心里的。姑姑，真的可以去学堂吗？梦想总是要有的嘛。哎，你们洗完了没有啊？姑姑还等着你们的盆呢，赶紧的，天都黑了。几个孩子咯咯地笑了出来。梦想总是要有的嘛，这万一实现了呢？周氏他们回来的时候，春晓已经上床睡觉了。春晓一个人躺在被子里，想着自己的规划。如今安置的地方有了，但是用什么来谋生呢？这里又不像那边能够出去面试找工作，还是要想办法呀。这一晚上因为想着事情，睡得也是浑浑噩噩的不踏实。等醒来的时候，竟然感觉比没睡还累，实在是不愿意起床。姑姑，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哎呀，姑姑，你发烧了！娘，不好了，姑姑发烧了！张氏一惊，忙进屋去看春晓。是发烧了，快去隔壁告诉你奶奶。舒朵又跑去叫周氏，盼儿也跟在后面。没多会儿，周氏跟田氏也都过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发烧了？昨晚吃饭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娘，我没事。怎么就没事？这发烧可不得了！你去村里看看你刘叔在不在，在的话让他赶紧来一趟，快去！很快，张氏就带着一个老汉过来了。这个老汉春晓有印象，是村里的草药郎中。没有什么大问题，他之前落了水，这寒气未出，这几日怕是劳累，把这寒症带出来了。抓几副药，好好休息2日就能好了。那就麻烦您给开几副药，要多少银钱？我去取。就先吃3天的吧，1天煎2回，1回1包，3碗水合成1碗水，总共6副药，要180文钱。那麻烦您先回去配药，我稍后带钱过去拿药。刘老汉走了，我就担心你身子没好利索，让你多休息，骗你总说没事没事，这下好了，生病了，费银子不说，还自己遭罪。你这2日就在这床上躺着，哪里也不许去。朵儿、盼儿，听见了吗？帮奶看着你们姑姑，不许她下床。那姑姑如果要上茅房怎么办？除了上茅房，哪里也不许去。春晓就这样昏昏沉沉的在家睡了1天。到中午的时候，周氏给他端了药过来，那药跟黄连熬的一样，喝的他是想吐又不敢吐。这药是周氏花了银子买的，他若是吐了，怕是要被周氏念叨1年。下午的药是田氏给他端过来的，周氏去村委帮忙去了。春晓没办法，只能捏着鼻子把药给喝了。严炳发回来之后，也跟着大山一起过来看他。怎么好端端的就病了？这会儿好些没啊？好多了，爹。确实好多了，身上也出了汗。那赤脚大夫的药应该算是靠谱的吧？你安心躺着吧，你那头的门窗全部都安好了。今天呢，我们把灶房跟茅房也搭好了，还垒了个灶。房子是好了，就等家具务实了，不用你操心啊。咱们今天修房子的时候，还有人过去看，都说那块变化大。大哥，还有二哥，辛苦你们呢。辛苦啥呀？你别总是那么客气啊。就这样，春晓在床上整整躺了2天。到第3天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好的差不多了，除了有些咳嗽，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而且精神抖擞。舒朵跟盼儿这2日严格执行他们奶奶交代下来的任务，没事就端个凳子坐在门口。春晓叫舒朵：姑姑，你要上茅房吗？你去看看，你奶奶在家吗？舒朵听话的去传话了。周氏没一会儿就跟着过来了。娘，我这躺2天实在是躺不住了，我想出去外头晒晒太阳，顺便把被子晒晒。行，看你也精神了，这吃药就是管用。你要起来就起来吧，去大太阳底下晒晒也好。朵儿，等会儿把你们床上的被子都拿到外头去晒晒。周氏照顾她穿衣，可春晓根本就不用她帮忙。他麻利地穿好衣服，将被子抱了出去。朵儿也跟在后头，把自己的被子抱了出去。周氏则把褥子掀了，拿出去晒。晒好被子，春晓听话地搬了凳子，在这边院子里晒太阳。哎，二哥他们呢？那边房子不是都弄好了吗？你爹带他们上山砍柴去了，说是要把你那个灶房填满，冬日里你也有的用。今天你那边床弄好了，已经放到屋子里去了，等你好了，你自己去看看。娘，那咱们什么时候去镇上买东西啊？原本是打算明日去的，但是你这都没有完全好，娘有些不放心。去镇子还要起早，要不再过2日吧？娘，总不能让方婶儿一直等吧？就明天去吧，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了。我再看看吧，若是你晚上无意，我们就明天去。奶奶，你们明天要去镇上，我也要去，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我就知道你要凑热闹，明天我们去镇上要买好些东西，没时间看着你。
你们就在家里待着，等我们回来。盼儿眼睛一闭就要开枪，你哭一个试试，看我揍不揍你。你奶奶他们是去办正事儿，哪有空看着你们呢？年前有机会我再带你们去，不许闹了。得了张氏这话，两个小姑娘都不吭声了。中午吃了饭，周氏过来跟张氏一起帮着烧水，让春晓在屋里洗了个痛快澡。这天气好，索性就让两个孩子也跟着洗了澡。衣服则是张氏拿到河边去洗的。衣服他本来是要自己去洗的，可张氏却说他病没好，拿着盆就走了。春晓在家里过着这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心里还是有些不自在。怎么，让你嫂子伺候你不习惯呢？你呀，总是这么小心翼翼的，娘看着都别扭。娘，我要是心安理得的受了，你就该真别扭了。你忘了，我可不是未出嫁的小姑娘了。行行行，你有理，我说不过你。娘，我想去村委看看。这才刚好些，不要见风了，明天再去吧。明天从镇上回来，东西差不多安置了，你以后日日住在那里，你还怕看不见呢。今日就不要去了。春晓想了想，也是这个理。晚上吃饭的时候，周氏说了明天要去镇上的事情。家里攒了好些鸡蛋要卖了，干萝卜也可以拿出去卖一些。最主要的是要给春晓置办东西。严大山是要跟着一起去的，要个男人帮忙拿东西。娘，大山拿得下吗？要不我也跟着一起去。不用了，我们捡要紧的置办，又不买什么大件，大件就一个铁锅一床褥子，其他的我跟春晓一人背个背篓也就够了。你们自己出门看着些，银子放好，别被扒手给扒了啊！这扒手果然是时代的特产，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就跟蟑螂似的，烦都烦死了，可偏偏又干不掉。春晓白日里洗了澡，被子又晒过，晚上就睡得特别香。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精神抖擞地起了床。怕弄醒两个小家伙，他轻手轻脚地穿衣服，穿着鞋子直接来到了东院。几人洗漱好，严大山背起装有干萝卜跟鸡蛋的背篓，周氏跟着春晓一人背了一个空背篓就出门了。他们还要去村口跟方婶子会合。春晓以前做姑娘的时候也跟周氏一起赶过集，但是次数不多，现在想起来就像是上辈子的事一样。几人在村口顺利地碰到了方婶跟杜鹃。哎，大山怎么也跟着一起了？婶子，我们要去给我妹子置办些东西，我娘怕一个人拿不下，让我跟着帮把手。要的要的，听说你们村委的房子都收拾好了，等有空了我也去瞧瞧。有啥好瞧的，就一套茅草房子，还没有咱们自己住的好呢，要啥啥没有，不然也不用忙着去置办了。刚开始啊，肯定是差了些，这住着住着自然就好了。一转眼儿女都这么大了，我们也老了。你老了，我可没老，我还得活到以后抱曾孙抱曾曾孙呢。你活那么大岁数，不得成妖精了呀？你呀，管好你自己，操我那份闲心干什么？春晓就这样一路上听着两个老太太拌嘴，不时看看边上的杜鹃，从头到尾就没见她开口说过一句话，只是时不时点头笑一笑，还真是个巨嘴葫芦。三人很快到了三叶镇，周氏跟方氏合计了一下，这会儿去福渠巷有些早，还是先去集市找个地方摆着卖会儿。在路口档口找到了集市的管理人员，他们交了3个铜板，找了一个空地，将筐放在那处开始售卖。2个人合伙要一个摊位，到时候他们去福渠巷卖鸡蛋，就让大山帮忙看着摊位。春晓，娘先带你去铁匠铺看看，摊子让你哥看着。方妹子，你帮大山看着些，我去就回，回来了我们再一起去福渠巷。
方氏很爽快的就同意了。娘，这鸡蛋1文钱一个，这萝卜干怎么卖啊？你看情况吧，碰到那有钱的管事就3文钱一斤，碰到那斤斤计较的就2文。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多问问你方婶儿。娘走了。周氏带着春晓出了集区。娘，铁匠铺离这里有多远？远倒是没有多远，就是要绕几个巷子，你跟着娘走就是了。二人还没到铁匠铺，先经过了一个棉花作坊。周氏顿住了脚，带着春晓走了进去。二位早，是想看看褥子？你们这里的褥子怎么卖的？褥子你要几斤的？薄褥子有4斤的、5斤的都有，最厚的是8斤的。我们这儿买卖最是公道，棉花按45文一斤，手工按8文一斤算。你要是按5斤的褥子算，就是265文一床，就看大嫂子你要多重的了。你这棉花要45文一斤，以前棉花不都是40文一斤吗？你这棉花也太贵了些。这位嫂子，您要是嫌我们这儿的棉花贵啊，您也可以自己买棉花过来。我们还是按8文钱一斤的手工算，怎么选都是随你。周氏皱了皱眉，看了看春晓。咱们还是先去铁匠铺吧，等把那处的事情落实了，再过来买褥子。春晓识相的点头。两人与妇人告辞，出了棉花作坊。这老板也太坑了，40文的棉花要收45文，一斤就多5文，我傻我才在他那里买。咱们先去镇子上几个卖棉花的铺子问问，选那便宜的多买几件。事实是他们很快就被打脸了，逛了镇上的好几家铺子，便宜的棉花都是45文一斤，还有的要50文一斤。娘，如今天气冷了，这要棉花的多，这价格自然就上去了。您说的40文钱，热天里兴许能买得到。越是钱少的时候越是不经花。行吧，这样看来那铺子还算公道，等会儿就在那里买好了。他们转了几个巷子，春晓终于看到了他娘说的那个铁匠铺。铁锅也是有大有小，就他们做饭的那种中好锅，最便宜也是1两银子一口，而且要6天以后才能拿货。如果要现成的，就要1两2千银子。周氏与春晓商量后决定，还是先预定划算，反正这几天也是在家里吃。菜刀要600文，也是要预定，4天左右拿货。钱都是要提前给的，周氏拿了1两6千银子给老板，双方约定好6天后来拿货。铁铺老板给了他们一个收条，这笔交易就算是完成了。两人订好了锅，原路返回，又来到了棉花作坊。怎么样，嫂子，是不是要打床褥子？你们这里有现货吗？现货价格是不是一样的？你要多重的褥子？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要看多少斤两了。要一床4斤的，要一床6斤的。4斤的有，6斤的没有现成的，5斤跟7斤的倒是有现成的。那一床4斤的，一床7斤的要多少钱呢？11斤，583文。春晓也在心里合计了一下，是这个价没错了。老板，你看我们买了2床被子，收560文怎么样？不成不成，老嫂子，这棉花的价格你肯定也打听过了，我们就赚几个微薄的手工钱。你要是要啊，我就把你那3文钱给抹了，收你580文。周氏自然不依，又与老板讨价还价了一番，最终将价格定到了575文，并约好了离镇的时候再来拿。娘，怎么买2床褥子，还买7斤这么厚的？再过个把月该下雪了，冬天冷得很，全靠被子御寒。你个女娃本来就怕冷，前不久又受了寒，可不能再冻着了。那7斤的你垫在下面，4斤的加上你自己那床应该暖和了，4斤的天热也能盖，懂不懂？还是娘您想的周全。听到这里，周氏又叹气。你是没有孩子，有孩子你就什么都能想到了。
不过没有孩子也好，若真有孩子，怕是也要留在周家母子分离，真是万幸了。两人来到集市，找到了自己的摊位。怎么样，卖出去了多少？娘，这卖鸡蛋的太多了，都是一个价，这么久了就卖了10个鸡蛋，萝卜干也没有人要，就方婶子家的新鲜菜还卖了一些。钱都在这儿了。走吧，咱去福渠巷碰碰运气。你们东西都买完了？怎么也没见拿东西回来？刚去订了口锅跟被子，其他东西等会儿还要细细逛呢。东西我们先拿走，你就蹲在这里把这个位置守好就行了。要是不成，我们还要继续回来摆的。这地儿我们交了钱的，你可千万守住了。他们走过了一条正街，又绕过了2条居住筒子，终于来到了一片居民巷子。咱们去哪儿？每次来到这儿，方氏都有些慌，他总觉得与这片有些格格不入。咱先转转，看看哪个屋子后门门房开了就去问问，问问别人也不会说什么的。春晓看见一户人家正开着门，跟一个拉着板车的老汉攀谈。娘，咱要不要过去问问？走。二位是有什么事儿吗？管事的，我们是附近村里的农户，家里的鸡生了好些个蛋，想问一下您这边要不要啊？那你们先在这边上等一等，等我把这炭收了再看看你们的蛋。行，您忙您的，我们等着就是。刘管事啊，这炭价一向都是60文1斤，怎么突然就55收了？您这样，我100斤就少半两银子呀。我们夫人说了，你这个炭烧的没有去年的透，有一些还冒烟，能给你这个价啊，还是看了以往的面子。你就说你卖不卖吧，卖我们就55收，不卖我们也不强求。哎呀，我这拉都拉来了，难不成还让我拉回去啊？你要是不愿意啊，可以去周边看看，看看其他家有没有人收的。算了，来都来了，55文就55文吧。麻烦刘管事找个人过过秤。你等着，总共是231斤，总共是11两715文钱。这卖炭可真是赚钱呐，就这一车就10多两银子。来，我看看你们的蛋。您看看，我这蛋个头可不算小，都是好蛋。还行。你们总共有多少个？我们收3文钱2个。我出门前数了数，总共有128个，卖了10个，这里还有118个。您是全要了吗？全都要了。这家里人多，吃的也快。118个蛋，总共是177文。说着就给了他1钱碎银子跟几串铜板。跟人家卖炭的比，连个零头都没有，真是让人眼红哦。那炭也是太贵了些，棉花也才45一斤呢，棉花还轻。那能一样吗？我听说烧炭很要些技术的，弄不好就烧坏了。人家赚钱也有人家的道理。不就是木材吗？山里到处都是，烧坏了能有多大损失啊？想到这里，他脑子突然灵光一闪，烧炭他是不是也会呢？想着想着，脑子里有些记忆就涌现了出来。不行，他得回去试试，这个可以挣钱呢。我们东西卖完了，你们呢？我们蛋卖完了，还剩一些萝卜干，怕是难卖。既然你们东西卖完了，那你们就先回吧，我这还有好些东西要买呢，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那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下回卖蛋你再找我。怎么样，卖出去了没有啊？蛋卖出去了，萝卜干没人要。这样，你就在这卖萝卜干吧，还是按我之前说的，我跟你妹妹去把东西办了，收拾前回来找你，如何？周氏于是带着春晓走了。娘，咱买啥？咱先去布庄，这有了褥子，还得做床单被套，家里孩子多，没有什么旧布，这些都得买。路过街边摊位的时候，周氏又花了10文钱给他买了把木梳子。接着他们又去了瓷器店买了3只便宜碗，他们又去杂货铺买了油、盐、酱、醋等做饭必备调料，
还有灯油、陶罐等物品。春晓以为买完了，可谁知周氏又带他去了粮食店。两人都背着满满的东西，周氏又去了棉花作坊取了褥子。走，买的也差不多了，再买也装不下了，回去找大山，该回去了。你们东西都卖完了，我这还再等一会儿，这萝卜干太难卖了。不卖了，走，回去。啊，这收拾的时间还没有到，要不要再等一会儿啊？我们带着这么多东西不好弄，算了，萝卜干能放，下回再卖也行的。你把你妹妹背后的背篓接过来，我这7斤的被子也放你那儿，4斤的褥子我们拿。娘，我背这个，您背装萝卜那个背篓吧。3个人一起离开了集市。你们的东西都买齐了吗？哪里买得齐呀？不过要紧的要用的都买了，先凑合着用吧。你要是累，就把那床被子给我，我这背篓还是空的。娘，您是不是太小看我了？这才多重啊！放心走吧，保准给您背回家。大山，我们不走村口，直接走村田埂，绕到村尾去。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给村委制的，拿回去还得从村中漏一圈，到时候村里人又得说什么了。周氏便想着直接去村委。几人于是绕田走小路，从田埂子上绕去了村委。上了坡，就看到春晓的那处房子了。如今插了篱笆，又修整好了，远看着也有那么些住人的模样。春晓已经3天没有来过了，心里隐隐透着欣喜。这处以后就是他的安身之所了。娘，柜子、桌子都好了，床也好了，可以住人了。等床铺那些做好了，我就要住进来。娘，这边确实是收拾出来可以住人了。你先回去，让你媳妇把饭热热，我跟春晓先收拾一下就回去了。我帮你们呗。就2背篓东西，哪里用得上这么多的人？你先回去，不然回去了吃饭还得等。大山觉得也是，于是就先回去了。这布还有这薄褥子要带回去做套，晚上我跟你嫂子就给你赶出来。周氏拉着春晓又到了卧室，他从身上摸出了3两银子。这些钱你收好，等你住过来，种些菜养些鸡，日子大抵也是能过下去的。娘，我算了的，今日花用了4两多银子，我怎么能收您这3两银子啊？这种时候你别犯倔，几百文钱拿在手上能顶什么用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提几银子，让你拿着用你就拿着。你知道要用钱的时候没钱有多难吗？春晓知道周氏一心为他，他算了算，借了哥嫂2两银子，木匠的工钱欠了2两，如今又用了他娘2两多银子，这一下子就差不多欠了7两了，得早点住过来开始做事才行。到家的时候，田氏跟孩子们都在，严炳发也在。你刚去村委看了？今天家具物实都放进去了，就还差2个盆，你觉得如何呀？爹，挺好的。我刚才还跟娘说，让她今天赶工，把我的铺盖弄好，我明日就住过去。你倒是像我，是个急性子，觉得好就成，也不枉费我们忙活这些时间了。田氏将菜都搬了出来。你真要明天搬过去啊？不在这多住2日？不了，那边东西都买了，老不住人，万一人进去撬了锁，那不是白忙活了？总是要住过去的。春晓说的对，娘，还是明日住过去好。周氏哪里是不懂，不过是有些舍不得闺女而已。那头几天要不要娘过去陪你呀？你一个人万一半夜害怕怎么办？娘，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当初说一个人住那边便不会怕，你放心吧。就是这几天郭没有回来，怕是要在家吃几日白食了。谁说你吃白食了？只要爹娘在，你大哥我有粮食，你吃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说是吃白食啊。哎呀，大哥，我说玩笑话呢，知道你跟大嫂愿意宠着我，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没饭吃。
你大哥大嫂啊都是有担当的。我这辈子呢虽然过得窝囊，但是几个孩子养的都是好的。谁说你窝囊了？怎么就过得窝囊了？这日子虽然是穷了一些，但是也没有缺吃少穿的，起码也没有饿肚子。别总把窝囊挂在嘴边。我如今儿女都在身边，我觉得好得很。行，你觉得好得很，那就好得很。只要你不怨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就行喽。爹，咱娘可容易满足呢。吃完了饭，爹，家里的锄头这2天要用吗？借我使使，我明天白天去把我那菜园子开出来。你使吧，这2天没事儿，爹明天替你去开，让你娘啊挑点这个季节的菜种子，开了就顺便种上。这个季节能种的无非就是些萝卜白菜，哦对了，还有菠菜跟蒿菜，明天跟你一样种一点。不用你们帮忙，我自己能开。娘，你把种子给我就行了。你们是不是忘了，在周家这些耕种的事情都是我常做的。她可不是真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主，她也是一个务实的乡下妇人。以前你在周家如何，爹娘不管，如今你回来了，爹娘能帮你一把，肯定就不会袖手旁观。我明天也无事，要不我也去。大山上你就别去了，趁着这几天天气好，跟大河一起多上山砍些柴火。到天气冷下了雪，好长时间都没法上山了。行，那我上山砍柴火。我明天跟大山一起去吧。喂猪的事儿几个小的都会。春晓想了想，想到自己要实验烧炭的事儿。既然爹娘要帮我去开菜园子，那我明天跟嫂子他们一起上山砍柴火吧。你没有去你那灶房看吗？柴火都给你堆满了，你那处的柴火都够用了。大哥，我要砍些我想要的大小的木材，有用。第2日，春晓拿着斧子跟着2对哥嫂上山了。斧子是借别人的，还没有来得及还的，正好可以给春晓用。上了山，几人分头砍柴。春晓专门找那种男人拳头粗细的木质比较结实紧密的树砍。木质紧密，烧出来的炭硬度好，分量重且耐烧。小妹，你砍这木头是做什么用的？这木头一根可不轻，等会儿让你哥给你送回去。嫂子，我有用，以后你们兴许就知道了。没事儿，我砍几根就从那边坡推下去，到时候回去了再从坡那边挪回去，比你们运到村子里快。你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如今啊算是知道了，这住的离山近，还是很有些便利的。春晓就这样砍几根就拖到下面村尾那边方向，让他们顺着坡滚下去。大山跟大河就满了一担就挑下山，大家各自忙活。春晓已经砍了不少了，但是这种原材料肯定是多多益善，这前期他还要试试才知道成不成，也不知道这边的木头跟那边的差别大不大。若是差别大的话，这烧的时间还得多试几次才知道，少不得浪费一些，所以自然是砍得越多越好。这山这么大，也不怕他砍的这点儿。当他们要收工下山时，春晓都不记得自己砍了多少了，反正是挺多的。别人下山都挑了一担柴火，就他空着双手。他原本想帮嫂子们挑柴，但是人家不要他帮，他就只好先行一步，绕道去了村尾。等到了村尾，爹娘已经回去了。他看了一眼院子，菜园子果然已经开好了。他沿着坡往后头走，按着山上的方位往草丛里走了几十米地，终于看到他滚下来的木头。他并没有将木头拖进院子里，而是放在靠篱笆的院子外头。就这样一趟3、4根，拖了7、8趟才算完事儿，人已经累得不行了。这天也开始暗下来，突然远边有人叫姑姑。我在这儿呢。你怎么来了？奶奶让我喊你过去吃饭呢，
这天都黑了。走吧。这忙起来的时候是很难注意到时辰的。以后这里就是真真正正属于他自己的家了。大概是被子睡得太舒服，又或者是白天做活累了，他很快就睡了过去。这睡得早，外头天刚刚亮他就醒了。他兴奋地起了床。春晓舀了水洗漱，没有热水就直接用冷水洗了脸。这是他在家里生活的第一天，什么都觉得前所未有的新鲜。他拿着斧子到院子外，开始将昨日拖回来的木头砍成1米一个的小段。就这样，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砍了一半了，身上也开始发热。他正想着这里没人，要不要敞敞衣服，就听到有人喊姑姑的声音，还不止一个。你们怎么都过来了？姑姑，我们来看看你的新宅子。你们自己玩会儿，姑姑在干活，就不带你们了。姑姑，你这木头砍了，你要放在哪里？我帮你吧。等会儿啊，姑姑要把这些木头全部摊在那边的空地上晒半日。你想帮忙，就先试试这木头你搬不搬得动。还行，可以抱得动。于是几个小家伙便开始帮他晾晒木头。孩子们虽然小，但是人多啊。没多会儿，木头就全部摊放在空地上。春晓也分完了最后的那部分。姑姑，你这院子好大呀，比咱家的都大，你怎么不一边开个菜园子，等以后菜长出来了可以卖菜挣钱？我觉得你应该搭个猪圈，养猪才能挣钱嘞。要养鸡，养鸡下了蛋也可以卖钱。几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个个为他的生活操碎了心。你们过来看姑姑，姑姑可高兴了。可是姑姑这里要啥没啥的，以后还是姑姑去看你们吧。春晓有些抱歉，几个侄儿侄女儿都懂事乖巧，她很想让他们日日开心。你们过来有跟爹娘讲吗？他们知道，奶奶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啥毛病。哎呀，不是毛病，你说错了。奶奶是让看看姑姑这边有没有问题。一个意思呀。不是一个意思。好啦，不吵了，姑姑好着呢。春晓笑了笑，周氏还是不放心呢。春晓回了村委，不放心地在场子看了一眼，木头都在，没有人拿，他这才放下心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为了等会儿烧炭的事情做准备。第一批数量不要多，先看看效果。整个烧制的过程都离不开人。春晓端了个凳子守在边上，这大太阳天的，就当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了。柴堆外头的泥烧着烧着就会裂开，还得用湿泥补上，不能漏风。这泥也不能补得太厚，不然不小心塌了，可就白忙活了。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泥包也没什么异常。他趁机出去把晒着的木头开始往棚子里收2趟就看看火，直至把那些木桩子全部弄了回来。他又专心地守在了土包前。下边的气孔有火冒出来，他就赶紧用稀泥堵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底下的8个孔都堵上了。春晓看了看时间，该回去吃饭了。他看了看顶口，大约还要一会儿才能封口。于是他急急忙忙洗了手，锁好了门，匆匆往村里赶去。怎么总是不注意吃饭的点呢？太阳没落山你就该来了，没事早点来。娘，我一时忘了。娘，我得赶紧吃，那头还有点事儿，不能等回去晚了。做什么这么着急啊？爹娘等你吃饭也没见你这么着急。真有事儿？小妹说有事儿，那自然是有她的事儿。来，帮我把菜搬上桌，咱们吃饭吧。春晓帮着田氏将饭菜搬上桌，等大家开始动筷子时，他急急忙忙开始吃饭。
哎呀，你慢些，这么着急是做什么去啊？爹，我在做实验，日后你就知道了。姑姑，什么是做实验？实验就是你想做一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你得用各种方法去试，这个试的过程就是实验。舒文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咱们家如今最有学问的就是小妹了，懂得可真多。哎，我也是瞎琢磨，不然待着也是干待着。他很快就喝完了自己的粥。娘，今日我就不洗了，反正我自己住，自己不嫌弃自己，我先走了啊。他走到土包边，时间已经有1天1夜了，应该差不多了吧。他是既期待又兴奋，他用手去拿，可谁知那些木炭并不像是想象中的那么结实，一捏就碎了。唉，没有成功，这是烧过了。他把之前的土地推了，按照之前的步骤，这次堆的柴火是之前的2倍左右。他将底部的孔洞封好，过了会儿又将顶部的孔洞封好。此时已经快接近晚上12点了，结果因为睡得晚，第2天一早居然起晚了。他赶忙起床洗漱，直接赶去了地里。到地头的时候，周氏他们已经开始干了一会儿活了。春晓也不多说，到了地里就开始帮着田氏捆豆枝。吃完饭回到家，他立马奔到院子后面，就这样待在火堆边上坐了1个时辰。无烟、厚重、经久、耐烧。春晓心中大喜，这确实是成了，而且品质还不错。这炭的事情一落实，他这心里便不似之前那么绷着了。好歹是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挣钱的营生，如若实在卖不出去，也没什么损失，自己冬天也是可以用得上的。以后每晚烧1个土包，等过几天去拿锅时，先背上1个背篓去镇上试试行情。初晨的空气是十分冷的，路上的杂草上还挂着白霜。春晓此刻的心头却是火热，背着这筐子炭，就跟背着他所有的希望。他心里有个目标，等会儿他直接去福渠巷找上次那一家。既然他们家收炭，那就是妥妥的目标客户。他到了福渠巷，就听到后方有人喊姑娘。他没有注意，背起背篓就想去上次卖炭的地方。哼，你这姑娘可真是有意思，我越叫你走得越快。哎，你给我站住！你叫我做什么？我找你能做什么？哎，你不是卖炭吗？我看你蹲在这儿半天了，也不见你叫唤。你这炭到底卖还是不卖啊？卖啊，我就是专门出来卖炭的。那你这炭怎么卖？你放下来让我瞧瞧。60文1斤，我这炭好，经烧，你用过就知道了。这一带我都熟，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哎，你是第一次来这边卖炭吧？我之前都在其他地方卖，这一片确实是第一次。这样，姑娘，我呢第一次买你这炭，也不知道啊你这炭到底用着如何。你便宜一些，55文1斤。如果真跟你说的那么好，你日后来我还在你这里买，就按你说的60文1斤，如何？这冬日用炭的时候多着呢，家里几房人都是要用的。行，我就当给您优惠些，让您试试我家的炭，55文就55文。行，姑娘也是个爽快人，那你帮忙把这炭给我送家里去吧，我给你结钱。哎，魏叔，你的炭这么快买着了？买着了，出门就看见了。哎，你去拿个秤，帮着把这姑娘的炭呢称一称。姑娘，这炭我们买了，这背篓你得留下，不然我们这炭呢可没地方放。大叔，这炭我已经便宜了，这背篓是我10文钱买的，给了您我还得再去买，这怎么成？你看这样成不成？这背篓啊你先留在这里，再买的时候我再换给你，成不成？
春晓知道他这还是变相的要背篓，但想着这第一笔生意要给人留一个好印象，他还是欣然同意了。扣了背篓的斤两，炭总共是46斤。那汉子给了他2两5钱，有30个铜板。姑娘，以后你若是卖炭卖得早，可以先过来问问。若是我们今日用了这个炭好，以后有需要肯定会再跟你买的。春晓这会儿拿着钱，手都有些抖。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居然能一下子挣2两多银子。他将钱赶忙放到内兜装好，心里就一个打算：多烧些，一定要多烧些。过了这茬冬天，这挣钱的门路就该没了。如今身上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他先去镇上的篾匠铺，背着背篓，他又去了铁铺，拿了上次的收据给老板娘。老板娘便将铁锅跟菜刀拿给了他。虽然今日卖炭的钱没了，但是他的3两银子没有动，可喜可贺。他拿着剩下的16个铜板去肉铺买了1斤肉，又让老板送了他一块猪皮。猪皮是用来开锅的，开了锅他就可以自己做饭了。背篓里如今放着斧子跟菜刀，上头还绑着他的铁锅，手里拎着这个锄头，他觉得他太厉害了。一路走回家，心情都是畅快无比。到村子的时候也就上午10点左右，他直接绕去了地头。爹娘，你这么快回来，你手上的锄头是咋回事啊？我买的呀，难不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就那么点钱，让你留着防身，你买锄头做甚？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娘，您别生气。我想了想，我过日子这锄头是必不可少的。今日啊，那铁铺正好有现成的，也不加价，我便买了。家里干活不是正缺工具吗？买了就买了吧。哎呀，新的就是好事。娘，我把锄头借给你们，今日啊，我就不给你们帮忙了，我要去山上砍些木头。他又背着背篓去了大哥家。小子，我今天在镇上称了1斤肉，中午做给几个孩子们吃吧，给二嫂他们也送一些。太好了，中午有肉吃了。姑姑，你是不是特意给我们买的？知道我们想吃肉。是啊，就是特意给你们买的。等姑姑以后有钱了，天天给你们买肉吃，把你们呀都养得肥嘟嘟的。小妹，你这也太破费了，银子啊还是得省着点花。嫂子，我有分寸，你放心，听我的。中午啊都做给他们吃了。哎，对了，我要上山砍木头，中午啊就不回来吃饭了，你帮我做2个粗饼子带着吧。中午做肉你不回来，那怎么行？娘知道了该说我了。哎呀，我又不是孩子，不欠那么1两口肉。娘要是说你，你就说是我说的，他拿我没有办法的。大嫂，快着些，我赶着上山呢。等明日啊，我开了火，我就不过来吃了。不过还是要家里支援些菜。到了晚上10点左右，他又收了2土包的炭。如今这些炭就是钱，哪有看到钱不欣喜的？虽然这几日天天熬夜，但是熬夜就有钱赚，他也熬得十分开心。第2日早晨依然是天微亮，他就起床了，跟昨日一样，收拾好东西，背着1背篓的炭就出了门。姑娘这炭是还不错，不过家里的炭还能用2日，你若是要卖啊，明日再来吧啊。有其他住户看到他卖炭询价，他依旧报的是60文钱，不知为何那要炭的人家也没有还价，就把他的1背篓炭给买走了，总共得银2两7钱。这回背篓依旧是被要走了，这卖炭可真是个不错的买卖。从巷子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别的拖车卖炭的，100斤以上60文1斤，散卖就70文1斤。他这才知道自己的炭怎么那么好卖了，原来是他的价格是人家的批发价，不过60文钱他已经相当满足了。他空手来到集市，首先花12文钱买了个背篓，接着又买了些干的野生菌子。看到别人卖柑橘，
7文1斤，他尝了尝，还挺甜。他要了5斤柑橘，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昨日已经用猪皮开了锅，这会儿为了节省时间，他干脆和了点面粉，弄了点白菜，烧火做了1小锅的面片汤。春晓第一次觉得面片汤这么好吃，将木头放在场子上摊好，他拿了5个柑橘放在堂屋的桌上，背着背篓去了村里的大哥家。你这难不成又要上山？是啊，嫂子，我想找舒文他们帮个忙。我在我那块空地上晒了不少木头，时间长了怕别人拿，我想让他们给我守着。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行，让他们去吧，这家里也没什么事儿让他们做的。姑姑桌子上有5个柑橘，是给你们5个，1人1个的。你们呀，帮姑姑守好了，姑姑以后还给你们准备好吃的。不过不要告诉别人啊，不然就没有了。你去吧，保证给你看得好好的。要是吃饭时间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不用看了，记得回来吃饭，别让你们娘担心啊。那你的木头要给你搬到院子里吗？太多了，你们搬不了，就放在那里，等姑姑回来了自己搬。说着跟田氏打了个招呼就走了。晚上回到家，他觉得他都累得有点走不动了。看到院子草棚子里的柴火桩子，春晓差点没有感动哭。这群孩子居然帮他把木头全部搬回来了，太乖巧了。如今后院固定了4个土包，2个收2个烧，又守到大半夜才收工。如今家里共有100斤左右的库存，每日进出40斤左右，库存在60斤保持了一个平衡。他疲惫地上床睡觉。又一日清晨，他挣扎着起了床，背着炭去了镇上。今日的炭直接送到第一次卖炭的那儿就成了，还把之前的背篓还给了他。42斤，春晓收了2两5钱，有20个铜板。结果在出巷子口的时候，被2个20多岁的年轻汉子给堵住了。2位大哥，有事吗？我说最近卖炭总有人讨价还价，还丢了2个买家，原来是被人给半道截胡了。哎，你知不知道这片一直是我们供应的，你这样不打招呼就闯进来，有经过我们同意吗？娘，就是他，我刚才蹲在那家门口，就是他把炭卖给人家。哪里来的婆娘，连先来后到的道理都不懂，以后不许你来这福区巷来卖炭。这福区巷是被你承包了吗？凭什么我不能来卖炭？哟呵，还是个硬气的啊！不许你卖就是不许你卖，这块可是我们的地盘，识相的滚远点。我要是偏不呢？谁规定了只许你们卖，不许别人卖？这福区巷又不是你们建的，你们如此畸形霸市，是什么道理？那2男子撸起袖子就想动手。春晓用余光瞟到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今日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让你们开瓢，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人好过。今日不给你点教训，日后谁都能欺上来踩一脚，这生意啊就怕没法做了。挡人财路就是杀人父母，这样硬碰硬不行啊！救命啊！打人了，杀人了呀！有没有人管啊？救命啊！那2男子见他哭嚎，上前又想一脚。春晓抓紧石头就挥了过去，石头正好砸在那人的小腿腿骨上，疼得那人嗷嗷叫了起来。他也不傻，爬起来就跑，边跑边喊救命啊，杀人了。春晓眼见着就要被人围攻，突然眼角瞥到巷子那头有官差来了，他一咬牙，故意让那婆子挡住了去路，在那男子挥手之际，将石头塞在他手中，借着力避过要害，对着额角就是一下。那男子有些懵了，这女人是疯了吧？居然给他递石头！都给我住手！把他们都给我带走，去见厅长。大人，我们这正买炭呢，是这个女人无理取闹，您几位要抓就抓她。哼，好一个恶人先告状，刚刚我分明就是看到她拿着这石头把这女人头给砸了。你现在告诉我是这个女人闹事儿，
你当我是瞎子吗？都带走，不走的给我捆喽！听衙役之间通传才知道，这是庭长办公的地方。一个乡政府修得如此气派，也不知道这芝麻官公正不公正。怎么回事啊？庭长，他们几个当街斗殴，这男人把这女子的头给打破了。张庭长，好久没来拜访您了，您近日可好啊？你们一家倒是来得齐整啊！春晓心中大叫不好，感情这一家人跟这领导认识，那他不得玩完呢？民女心想着，这几个人怎么就敢这么猖狂的激情霸市？原来是仗了庭长大人的事，今日算民女倒霉，民女不与他们计较就是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污蔑本庭长！本庭长何时揭示给他们了？你这妇人好生无耻，竟敢污蔑我们！都给我闭嘴！今日的事情给我说清楚，孰是孰非，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公断。刚刚民女一时气愤，口不择言，还望大人海涵。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居然公然斗殴，有没有把香婿放在眼里？你先说。庭长大人，民女是附近严家村的村民，平日里靠卖炭趁机赢钱。今日卖完炭出巷子时，被他们3个拦住，说民女抢了他们的生意，还把民女打了一顿，说以后不允许民女再去那福区巷。我这腰被他们踹得钻心的疼呢。你们3个，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啊？大人，他胡说，分明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他跑过来主动降价抢我们的生意，行为十分可恶呀！我们是忍气不过才过来动的手，你看我这腿都被他砸伤了。不是的，张大人，他们才是撒谎，还请大人明察。刚刚在福区巷的事情，许多人都看到了，大人过去找人一问便知。我再问你们一遍，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要是狡辩，待我找人查明证明你们撒谎，以后你们曹家就不用在镇上卖炭做生意了。大人饶命，今日是我们一时糊涂做了错事，还请大人宽恕。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现在事情很明了了，你们持枪凌弱，破坏香序，罚银10两，另外要补偿2两银子给这位姑娘。本庭长的判决，你们服是不服啊？我们认罚。我们认罚。你怎么不说话呀？莫不是觉得这2两银子赔少了？不是的，您是青天大老爷，为民女主持了公道，民女心中感激。但是这2两银子，民女不敢拿，他们本来就对民女怀恨在心。如今民女若是拿了他们的银子，怕是出了门就要遭到他们的报复，民女实在是不敢。你休要胡说八道！这你放心，银子你安心拿着，赶紧去看大夫。日后你若是出事，我第一个要问询的就是他们。这是安慰，也是警告。既然大人如此说，那民女就放心了。大人的判决，民女服。好了，既然双方都没有异议，那就签字画押，交银子吧。怕回家太显眼，他还是去了趟药铺。还好，只是伤了外头，这2日不要碰水，过2日落了家就好了。姑姑，姑姑呀，姑姑，你额头怎么受伤了？你在山上摔跤了呀？疼不疼啊，姑姑？你这问题可真傻，受伤了肯定疼啊。姑姑，盼儿给你吹吹。你们今天怎么主动来了？姑姑不疼，放心吧，就不小心撞树上去了。你们看，姑姑擦了药的。你不是说你这几天都要上山砍木头吗？我们来给你帮忙看着呀。姑姑，昨日的柑橘可真好吃。姑姑今天没有柑橘了，你们也帮忙吗？没有柑橘也是要帮忙的。姑姑今日啊，虽然没有柑橘，但是姑姑今天买了肉包子，在锅里分着呢。姑姑要上山了，等会儿你们饿了自己拿着吃，一人一个，不许抢别人的，知道吗？真的吗？姑姑，真的有肉包子吗？肉包子可好吃啦！姑姑什么时候骗你们了？在锅里拿的时候啊，小心些。
姑姑给你们的钥匙，你们收好了，就2套钥匙，掉了就没有备用的了。好啦，不与你们多说了，我要走了。姑姑你去吧，我们肯定给你守好门。对了，要是姑姑回来晚了，你们就自己回去。包子的事不可以说，还有，姑姑额头受伤的事也不能说，听见了吗？几个孩子听话的点点头，他们觉得姑姑真是太厉害了，每天都能给他们好吃的，若是日日让他们来帮忙那就好了。当严家2兄弟的地整好的时候，春晓已经去镇上卖炭，卖了好几趟了，草棚里的木头也都堆满了。如今他有10几两银子，其实还了钱够他用许久了。又想着如今有这个门道可以挣钱，若是过了这段时间，要想再挣钱的法子那就难了。突然听到周氏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娘，我在灶房做饭呢。你怎么这会儿才开始做饭呢？上午你去哪儿了？你那屋里的蓑衣哪里来的？你去镇上了？娘，您上午来过了。好些时没见你，你爹让我过来看看。这下雨天你去镇上做啥？看这裤子上都是泥，外头多冷啊！你还专门跑出去受冻，你让娘怎么说你好？娘，您来的正好，我有事找你呢。不过得等我把这饭吃了，我刚回来又冷又饿的，洗了个澡才好些，这会儿饿着呢。娘，你放着吧，吃完了我自己洗。你吃你的吧，这水再放就凉了。我先把泥搓了，等会儿再去给你提水。你倒是会享受，洗衣服还用热水。我自己过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呀。所以娘说你会享受啊，不过对自己好点也没有错。周氏做事很麻利，先提了2桶水倒在盆里，又打了4个转，将缸里的水填满。你那个草棚子里2个土包是干啥用的？跟个坟头一样，在家里弄2个这玩意儿多不吉利呀！什么坟头？那可是聚宝盆。娘，您跟我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娘，这是我今日去镇上买的，准备做棉衣用的2匹布，这棉花不够用，再去的时候再买些。你这是花了多少钱呢？当初我就给你留了3两银子，你买了锄头，现在又买了这些，你那钱哪够啊？剩下的钱哪里来的呀？我这先前一直忙着地里的事儿，也不知道你这阵子在做什么。春晓，我知道你没钱，日子不好熬，我跟你爹已经在尽量帮衬你了，你可千万不能走了歪路呀。娘，您说什么呢？您听我把话讲完嘛。他怕周氏着急，直接带着周氏又去了杂物房。娘，您过来看看。你哪里来的这些炭呢？我烧的。你烧的？前些时你不是问我砍那么多木头做什么吗？我跟您说在做实验，我就是在试着烧炭呢。上次您不是说炭值钱吗？我想起了我之前在周宏志的书上有看到过关于烧炭的内容，回来就开始试了，没想到居然被我试成功了。那周家书上既然有，那他们家怎么不去烧炭？这炭多值钱呢？直接按照书上内容烧是烧不成功的，这里面还是有不少门道的。我也是试了好多回，才慢慢的悟出这些门道，最后才成功的。春晓啊，你这可是悟出了一个金疙瘩呀！这炭可是60文1斤呢。上次我听得真真的，你比那读书的秀才都要厉害。娘，您跟我来。娘，这里有7两9钱，都是我最近卖炭挣的钱，您拿着吧。2两还给哥哥他们，2两还给严五叔，剩下的都给您。你今日去镇上也是卖炭去了？是啊，下了好些天雨，我怕若是以后天气越来越不好，这炭就卖不成了，正好衣服少，这大冷天烧炭冻人的很，便去买了棉花跟布，准备做衣服呢。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找家里人帮忙，你还怕你大哥二哥他们抢了你的门道还是怎么的？娘，
您说到哪里去了？我这也是试好了没多久，而且这个事儿，我如果说出去了，别人问我烧炭跟谁学的，我怎么说啊？难不成真跟他们说我在书上看的？那别人就跟您一样会问我，既然书上有那么多的清贫读书人，怎么人家不烧炭卖？那实验过程那么复杂，我也没法说呀。若真说了，那这烧炭的技术就不是秘密了。谁让你跟外头说了？你就跟我们说，难道我们会不帮你呀？我这还不是担心你们问我，我解释不来吗？好了，娘，不说这之前了，我跟您说说后面的事。我今日啊，去给镇上的主顾送炭，以往呢都是一背篓送40多斤，但是人家今日跟我讲，说这天气不好，卖炭的少了，让我想法子这2日给他们送200斤炭呢。我说如果雨下的小能走我就送，若是天气不行就算了。算了怎么成？200斤可是10几两银子呢。我也是觉得这银子不挣可惜了，正准备找哥哥们帮忙呢，您就来了。若是哥哥们帮忙，到时候挣了钱，我给他们呀1人2成。打个比方，200斤炭得12两银子，他们1人可以分2两4钱，您看成不成？成，怎么不成？就帮着送货就能得银子，多好的事情啊！以后砍木头也让他们去砍，这烧制的事情他们不懂，就不掺和了，免得烧报废了，浪费木头。下午，周氏就看着春晓搭木头、铺草、糊泥、挖洞，然后点火守在边上。你这过程这么复杂，你到底是怎么琢磨出来的？边试边想边改进呗。你看看，咋我不一开始就告诉你们呢？我这没办法解释，事成了就成了，也有些运气在里头。你这钱全给了我，你自己不是没钱了？这9钱银子你还是留着吧。不用娘，我还有钱，等这一趟炭送了就又有进账了，您拿好了。娘，您看您啥时候有空帮忙做饵子呗，家里人多，粮匹不够了，棉花少了，您帮我做个厚袄子先，我这日日守在外头，实在是有些扛不住。我得赶紧回去一趟，把这个事儿跟家里都说一说，等会儿我再来，这2日我就住在这边了，方便照应你，今晚就给你做袄子。大山人呢？爹说外头冷，他回屋睡觉去了。小琪，去回屋把你爹叫起来，奶奶有话要说。他刚回屋没多久，你叫他做啥呀？这下雨天的，又什么都干不了。等会儿让你吓一跳。淑凤啊，你去院子里喊一声，让你二叔他们也过来。到底啥事儿啊？弄得神神秘秘的。哎，娘啊，我这辈子才刚睡出点热乎气儿，你叫我干什么呀？你先坐会儿，等你弟弟来了再说。娘，啥事儿啊？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讲，这可是好事儿，赚银子的事儿。春晓做了一门营生，明日要给别人送货，送好了，你们弟兄俩1人能得2两4钱，你们去不去呀？不是，娘，你开玩笑呢吧？送一趟货就得2两4钱，这怎么跟天上下黄金一样呢？周氏于是将春晓烧炭的事儿前前后后跟家里讲了一遍，连上次去卖鸡蛋人家卖炭的事儿也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呢，我已经说了，帮不帮忙呢，就是你们自己决定了。春晓这样其实也是想拉拔你们，不然想想吧，上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事儿啊？而且他也说了，不止这一次，只要你们以后愿意，所有卖炭的收入都算你们2成。他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讲，主要是那个烧炭的过程太复杂了，我今日看了完全摸不着，这一没有控制好，1天1夜就白干了。娘，您说春晓现在会烧炭了，而且烧炭也赚银子了是吗？刚刚不都说得一清二楚了吗？这炭真就60文1斤，那这200斤不是有大几两银子？哎呀，这比养猪仔都划算呐！什么大几两银子？是12两银子。
2成就是2两4钱，这春晓都算好了。娘，如果是真的，那咱小妹这是要发财啊！张氏虽然没说话，但神情也有抑制不住的欣喜。娘，这活咱们必须得做呀，这多好的机会啊！2两4钱，大半只猪呢。那你们就是都同意帮忙了？这么好的事情不帮忙就是傻。别说现在有钱分，就是他自己的事儿，我们也得帮忙啊。他今日去了一趟镇上，我看搞得挺狼狈的。我去的时候啊，他正洗澡做饭，得亏我去了，他原本还想过来找我们的。我看他那个样子，哪里转得过来呀？春晓他也不容易，这下雨的天儿，为了烧炭，他得在冷风里吹一个下午，也不知道明日雨下得如何。如果雨大，你们想去怕是也不成，那炭打湿了就没法用了。春晓他买了2匹布，说是要给家里每个人做袄子，只是现在棉花有些不够。这样，我到时候拿匹布还有几斤棉花过来，你们先把男人的衣服做出来，省得他们在外头做事还受冻。春晓说棉花会尽快买齐的，到时候就人人都有了。田氏跟张氏听了心中欢喜，没想到他们还沾了小姑的光。知道了娘，知道了娘。这事情呢，我是说完了，这几日我要住到他那里去，帮他照应着些，等会儿就去。去吧，还是得照应着些。等会儿啊，我跟你一起走，去找他拿个章程。我跟大哥也去吧，这明日要怎么弄好，要跟春晓好好说道说道呢。这事情你们可别到处张扬，都掩实了些。要是让我知道哪个故意往外说，以后这种好事就没有了。娘，谁不是闷声发大财呀？说出去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个是春晓带回来让我还给你们的，你们收好了。当初他说还钱，我只当他是客套话，没想到他心里早就有了成算。这钱你找个机会还给严老五。真是没想到啊，咱家最有出息的居然是春晓，嘿，他可真能啊，不声不响就干大事儿。哎，你们还真来了。姑娘，你果真送来了。大叔，昨日说了的，要是雨势过去了，我就给你送过来，你称一称，看看有多少斤两，家里没秤，约莫是够数的。好好，你等着，我去拿秤啊。最后一过秤，整整213斤。老汉取钱给了他12两又7080个铜板，就这么3背篓炭，真的就得了12两多银子。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银子呢。大叔，这一时半会儿，这边应该不要炭了吧？这个不好说，怕是主家要多备一些也不一定。不过呀，这4、5日应该是不用了。姑娘，你去隔条巷子的第2家看看，那家昨日在打听炭的事儿呢。多谢大叔。咱的背篓还没拿回来呢。留在哪儿？下次有机会再来拿。等会儿我还要买一个背篓的，咱要装棉花。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呀？大哥，你没听见刚那个老汉的话吗？人家那是好心在给咱们介绍生意呢，自然是先去他说的那户人家问问情况。你们做什么的？干嘛敲我们的门呢？哦，姑娘，你们别误会，我们是卖炭的，刚在那边卖完炭，那大叔说你们这儿要炭，让我过来问问。你们真是卖炭的？你们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叫人。哎呀，这里人住的院子可真阔气。哎，你看看，这地上铺的都是青石板，我都怕把人家地给踩脏了。刚刚那家也是，肯定都是老有钱了。娘说啊，这边住的可都是镇子上的有钱人呐。郑管家，就是他们送炭。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要炭的？啊，我们刚去给那边巷子的第3家送炭，那收炭大叔告诉我们的。那你现在有吗？什么价钱？这炭品相如何呀？今日的200斤炭已经送完了，这会儿没有了。炭是60文1斤，品相您放心，绝对的好炭。我给那家已经送过好几回了，用着说是十分好的。
60文的价钱还算公道。老冯家用东西挑剔，他们用着没问题啊，应该也就没有多大问题。这样吧，那你明日给我送下来吧。那你大概要多少？这鬼天气置办东西不方便，你先给我送200斤。若是炭不好，以后都不收你们的了。这位大哥，是这样的，最近要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家库存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先给您送40斤左右，您先用着，正好也试试我们家炭的品质，后日我再把剩下的送过来，如何？行，就按你说的办。咱事先可说好了啊，要是炭不好，剩下的送过来我也不要。那是当然。那行，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几人从巷子出来，大山觉得世界有些玄幻了。这是又提前订出去200斤，这怎么跟天上掉银子一样？春晓，咱家哪里有200斤炭呢？先应承下来，回去再想办法。走，咱把东西买了，赶紧回去想对策。春晓先去买了个背篓，接着去杂货铺买了10斤棉花，又去铁匠铺子买了剪子跟2口锅。他又去布庄买了半匹红色的粗棉布，买了半匹白色的细棉布，又让大山跟大河一人挑了1双棉鞋。严大山跟严大河2人对于他花钱的过程全程啧舌，但是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今日情形如何？顺不顺利啊？娘，顺利，怎么不顺利？钱都在这儿呢。不是说有12两吗？这里怎么才8两左右的银子呀？娘，我买了2个锅，买了剪子，还买了布，所以就只剩这么多了。娘，你是不知道啊，我的个乖乖，咱春晓花银子那眉毛都不带眨一下的，看得我跟大哥眼睛都直了。这家里有布还买布做甚？你们2个也是，看你妹妹乱花钱，怎么也不制止，就让她乱花。那是她挣的钱，她要用，我们怎么好说呀？这怎么是乱花钱呢？我买的可都是有用的。春晓从8两多银子里数了2个2两5钱出来，递给2个哥哥。给，这是给你们的分成。你今日买了这么多东西，还给我们买了鞋，给我们2两就已经很多了。是啊，我们1人拿2两就行了。说好的2成就是2成，亲兄弟要明算账，那些东西是我要买的，跟你们的钱有什么关系？春晓让你们拿着就拿着吧，他说的对，亲兄弟明算账，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这银子挣得我晕乎乎的，跟做梦一样。春晓又递了106文钱给周氏。娘，这个零头是给您的，当是我孝敬您的。我也有。见者有份。你这家里如今一点存货都没有，这怎么交货呀？等会儿下午差不多能出40多斤，先把明天的交了再说。只是这明天我怕是不能去交货了。我们2个在，位置都知道，哪里用得着你去啊？40斤小意思，这就算是雨大，加盖一个蓑衣也能保证淋不着。主要是那剩下100多斤，你明日一天能烧得出来吗？实在不行，我把这堂屋的桌子挪了，在这屋子里起2个窑，等以后不用了的时候再收拾平整就行。行，既然你心里有成算，我这心里就踏实了。那明日你们谁去啊？还是我去吧，我快去快回。就是这个钱，到时候是多少我可算不来，万一少给了咋整？你这样，他报斤两的时候你记一下，咱们这炭呢2窑差不多在40到50斤，银钱呢在2两4钱到3两，或许少一点，反正在这个左右，少一点也不会少多少，咱就不计较了。行，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大哥，等会儿吃完了饭你再坐会儿，那炭差不多要好了，你把它盖好背回去，明日就从家里出发，不用绕这么远过来。行，听你的。你嫂子他们这2日都在做衣服呢，我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不要省棉花，都做厚实些。就是，棉衣做薄了有什么用？又御不了寒。大哥的衣服做好了？你嫂子还不赖，给大山的外褂做好了，没有你的那件厚，不过也不薄，我给拿过来了。那里换洗的也拿过来了，昨日买的鞋子也拿过来了。咱家人都不赖。严大山回来的时候是正中午，样子很是有些狼狈。周氏跟春晓没有多说，给他兑好了水，让他去灶房先洗个澡换衣服。严大山踩进热水中才感知到了温度，他用热水快速地洗了个澡，换上周氏给他准备的新棉衣，整个人这才暖和过来。周氏赶紧揭开木锅盖，给他装了一碗滚烫的疙瘩汤。赶紧趁热吃，吃了就缓过来了。娘，你们准备充分，我已经缓过来了。话虽然这样说着，他还是端起碗吃起了热腾腾的疙瘩汤，真熨帖呀！早知道今日雨这么大就不去了，让大哥你遭这么大一桩罪。这答应别人的事儿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你放心，今日的炭我送过去都是好好的，我盖了几层又披了蓑衣，里面一点都没有打湿，只是这棉花我没有买，我怕回来越下越大顶不住。没事儿，棉花也没那么着急。这是田芳给我做那件袄子吧？穿着可真暖和。也算是做得及时了，今年托了你们妹子的福，每人都能有身新的厚袄子。刚刚回来都没来得及进屋。春晓，你那剩下那160斤炭如何了？放心吧，晚上就能全好了。春晓，那人说是44斤，给了我这些银子，你算算对数不对数？对，1分也不少。那就好。大哥，这银钱等明日那160斤交了再一起分吧。都随你，怎么分这啥时候分都听你的，我没有意见。哎呀，这下雨天送炭虽然遭罪，但是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又觉得什么都值了。特别是回来的时候，娘跟春晓什么都准备的妥妥当当的，这日子有奔头。今儿个天下雪了，倒是比下雨方便。刚娘问我，我也是这么想的。春晓看了看二人，今天二人都没有穿新棉衣，只穿着之前的旧袄子。春晓也是穿的旧袄。春晓啊，这天气冷了，你就不去了吧？这些我跟大河背得动。一起去吧，还有好些东西要买回来的。还不就是棉花吗？我们给你带回来就是了。棉花今日要买双份，之前是忘记做裤子的事儿了，还要买些布做裤子，反正有要买的。行，那就一起去吧，正好那钱我们也算不明白。春晓，明日咱们怎么办呢？家里没炭了，我昨日烧了8窑，太勉强了，堂屋不起窑了，以后充其量最多一次烧5窑。等会儿我们送完了炭，去巷子其他地方问问，看看其他家有没有要送的。家里的干木桩子还有个400-500来斤，烧成炭也就不到400斤的样子。如今一直下雨，就算是天晴了，山上的木头也湿得很。卖完这一批要歇好长时间了。早知道当初你有这个打算呢，怎么着也要给你那个杂房装满。这还是怪你不早说。我也不知道这炭的行情如何，我也后悔着呢。嗨，就知足吧。今年赚了这些个钱，这年过得肯定比往年哪一年都要好。特别是今年春晓在家，爹娘都开心。大哥说的是。春晓他们来到福渠巷，直接去往了主顾家。那家人见到他们什么也没说，就把剩下的炭收了，还当场给他们结算了117斤的炭钱，10两又260文钱。几人卖完炭出来之后，就开始在巷子里走动，看到有开门的人家就上前询问，结果还真有不少家要炭。数量虽然没有之前的多，但都是30斤、50斤的药。春晓接了3家100斤送炭的订单就走了，再多他也没办法。结果在出巷子的时候撞到了曹家兄弟。这俩人有病吧？好端端的瞪我们。可不就是有病，让他们吃一回亏，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他。
这同行见面分外眼红些。你看他们那一车子至少要400来斤，人家生意可做得比我们大。咱啥都没有，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卖炭的？二哥，那俩人我认识，之前还堵我来着，不许我在这边卖炭。堵你？什么时候的事啊？怎么也没听你讲。后来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告到庭长那里去了，反正他们以后是不敢惹我了。大河原本还想着要找那兄弟俩算账，听他这么一说，笑了起来。想不到你这么硬气，二哥都开始佩服你了。这人太老实了，就会被欺负，特别是出来做生意，还是要硬气一点。如今看来，我跟大河都不如你，你如今的性子，我们倒也是放心了。炭卖了，订单也接了，接下来就是采购的事儿了。这天天买背篓，那篾匠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了。接着便直奔杂货铺买了20斤棉花，又去布庄买了1匹半的黑布。兄弟俩已经见识过他买东西了，从头到尾就跟着，也不说话。接着春晓又去粮食店要买细面。你买粮食干啥？家里有，回去我给你送。我听娘说了，家里的粮食今年少卖了一半，细粮并没有多少。你给我，你们吃什么？这里卖的贵的许多，早知这样，我们当初就不卖了。这卖了你又买，白白浪费了银子。是啊，你这买的多肉疼啊！肉疼啥？都是自己吃了。我喜欢吃细面，今年我先买了，等明年你们收了粮食，我跟你们买就是了。说完也不等他们反应，直接进了粮食铺子，买了50斤细面。今日要不是拿不下，我是准备买100斤的，剩下的明日你们谁来，谁再帮我带回去。出了粮食铺子，他先去药铺买了1斤生姜，又去肉铺里买了2斤五花肉，最后又去集市里买了10斤柑橘。咱春晓如今这个财大气粗的劲儿，看着可真带劲。还带劲？我看着直肉疼。春晓将东西全部塞进背篓，给他2人1人剥了个橘子。大哥，你知不知道一句话，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严大山背着那袋子粮食，嘴里吃着柑橘，心里觉得前所未有的甜。你这是又买面呢？是啊，我得备足过冬的粮食呀，明日还要再买1袋。娘，棉花跟布我买齐了，做棉裤的也该够了。等会儿啊，赶紧给嫂子那边送过去。娘，我那背篓底下有好东西，您看看。哎呀，你买了这么多的肉，还有柑橘，又乱花钱。等会儿都拿1半过去。今日可顺利？顺利，明日还要送100斤。昨日的2两640文，加今日的10两260文，正好是12两9钱。他拿了个柴枝在地上算着，分给大哥跟二哥是1人2两580文。你们2个好意思，东西都是春晓买的，你俩1分不出，穿的吃的都照拿。娘，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娘，我们有钱也不敢跟他那样用啊。您说的对，这钱呢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出，这回我就收了2两，剩下的就不要了。春晓啊，你也别推辞，这木头是你砍的，炭也是你烧的，我们就是跑跑腿儿，得这么多银子，实在是有些不踏实。是啊，大河说的对，其实你给我们一趟几10文钱都算很多呢，何况是2两啊。咱们兄弟姐妹之间不要计较那么多，爹娘跟着你们过日子，你们好，他们才能好。那行，那今日就给你们1人2两银子。春晓将银子递给他们，又给了周氏130文。这是给您的。我就不推辞了，你给我就收着。我看今日雪不大，天气还没有前2日冷，等你们鞋子烤干了，咱一起过那边吧。春晓不是买了肉吗？一起吃才有意思。好啊，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几个小的了，还挺想的。他们几个日日都想过来呢，每回我回去都要问东问西的，要不是天不好，早过来了。
你这回又带肉过去，以后怕是更加日日盼着你了。盼着我好呀，让他们知道姑姑这里有吃的，日后叫他们呀一叫一个准儿。孩子都被你惯坏了，日后他们爹娘的话都没有你顶用了。娘，还有个事儿，您帮我从村里密将家里买个蒸笼回来吧，有空我想蒸包子吃。这村里就没有几家蒸包子的，现成的肯定没有，给钱让做吧，估计得2、3日。不急，2、3日行。这蒸笼多少钱？我给您钱。你这不是给我钱了吗？一个蒸笼要不了几个钱，你把你自己的钱收好。娘，您把那柑橘放3、4个在我柜子里，其他的都放在背篓里，肉也都放进去。肉割一刀下来拿一半就行了，正好过去给你在菜园子弄些菜回来。萝卜水泡了，怕是不如之前的好吃。肉都带着，吃个高兴。我就喜欢大家吃的高兴的样子。爷爷、娘、爹他们回来了，还有奶奶、姑姑他们也回来了，二叔也回来了。个小精怪，你妹妹跟弟弟人呢？他们守着娘做衣服呢，我跟爷爷的已经做好了。今日怎么过来了？天还下着雪呢。下雪还好，下雨就过不来了。去，把你二婶他们母子仨都叫过来，今日中午和一起吃饭。奶奶、姑姑，奶奶、姑姑，奶奶，你给我们买橘子啦！真是橘子。这是你们姑姑买的，等会儿1人2个都有份儿，吃完可别要别人的。今日除了这柑橘还有肉呢，等会儿做个大块肉，再弄个肉汤，大家都吃个够。都做了。若是平时，这些肉至少是可以吃5顿的。让你做了就做了，咱今天也敞着吃一回。对了，不做窝窝，煮3斤大米吧。你今日是受了什么刺激啊？这是过了今日，明日不过了。娘，怕是被春晓刺激的。娘，你们过来了。今日春晓买了肉，就合一块吃一顿热闹。对了，春晓买了布给大家做棉裤，棉花也带过来了。你爹他的我来做，剩下的你俩各做各的，吃头不要浪费了。兄弟俩把钱给了自己媳妇儿，2人拿着钱，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就这么几日，就挣了1头猪钱，谁能心里不美？现在棉衣棉裤也织上了，如今还吃上了肉。他们感激地看向春晓，你们各自心里陈情就行了，肉麻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行了，做饭去吧。大和媳妇，你帮着大山媳妇一起。知道了，娘。今日又卖了不少。是卖的不少，不然哪里来的2两银子分成啊？是个好营生啊。自然是好营生，要不是春晓说现在一天只能烧100斤，我看200斤卖起来也不难。这好营生也做不了多久，春晓家的木桩子也不多了，这天天下雨，山上的木头湿了用不了，怕是过2天要停段日子了。我今日还在说可惜呢。哎，是可惜了，早知道怎么也得多备些木头。周氏给他们1人递了一个橘子，来，都尝尝，这可是稀罕东西。我们今日路上已经尝过了，确实甜。娘，你说我在院子里种2棵橘子树怎么样？你上哪儿去弄那橘子树啊？人家结果的树会卖给你。我早些种，养几年它不就结果了？这树苗总有人卖吧？你那边位置宽敞，种几棵果树啊，确实不错。下次大集的时候去集市看看，兴许有。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是炭卖的不顺当啊？也不是卖的不顺当，本来说好的3家100斤，今日去送炭，那家是要了50斤的，结果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把我们的炭都拿了，我们也不好说不卖，怕得罪了以后断了买卖。只是这样一来，另外2家就没送了。那你们去跟另外2家解释了没啊？这东西都没了，我去怕不知道怎么跟人说，索性就去买了50斤细面回来了。炭106斤，你算算对不对？哎呀，大哥，你们没了也该去打声招呼的。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不诚信。
钱没做。那怎么办呢？要不再去送一趟？你那些炭什么时候好啊？算了，末时起炭，回来就太晚了，还是安全最重要。大不了以后不做那2家生意就是了。如果未时能起，那没事儿，我再送一趟。我走快些，大不了带个火把，到时候啊，在镇上花几个钱买个火折子就成。二哥，你真要再送一趟啊？送，不能砸了咱自己的招牌。上次大哥去的，这次啊就我去。娘，您什么意见？能去就去吧，你哥说的对，招牌不能砸了，晚了直接回家，不用过来了。银子先收着，明日再说。今日能起多少炭？明日还卖不卖？等会儿能起60多斤，明日就休息1天，不送了，总得让人喘口气呀。行，你说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中午几人吃了饭，严大山围了火炉子打盹儿，严大河则时不时看草棚子里的土包，就盼着他们能早些好。二哥，你别看了，时间不到我不敢开，怕焖的时间不够，烧起来就该有烟了。你可别开早了，我倒是好奇看看。你要不要去我那屋睡会儿，免得等会儿累得没精神。等会儿你完事了回去，让二嫂给你用热水好好泡泡，不然明天该走不动路了。哼，你当我是你呀？你放心吧，我今日去了，明天照样可以走。你把你的鞋拿过来给我，我看看里头干没干。趁这会儿多休息一下，去2趟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几人在火炉边坐着，等到了时辰，春晓起了炭，将炭放在了垫了帘子的背篓中，又盖好了草帘子。送了就立刻回啊，别去打听买主了啊。严大河走了，严大山又坐了会儿，就准备回去了。春晓拿了几块生姜给他，这个你帮我交给二嫂，让她切成片，跟水一起煮了。等二哥回来的时候，让他趁热喝，可以预防风寒。严大山也走了，春晓又开始起炉子。娘，春晓，赶紧开门，天晴了。昨日后面的炭共67斤，前面那个拿了25斤，后头的都要了。幸好我去了，人家等着我们的炭，所以有人卖炭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买。若是我不去啊，他们晚上就没有用的了。如此一来，以后肯定不会再与我们打交道了。春晓点了点钱，给了兄弟俩1人2两。你们今天怎么过来的这么早啊？爹，怎么也这么早跟着过来了？天晴了呀，我们今天准备上山去给你砍竹子去，等会儿你们嫂子他们都去。砍竹子做什么？山上这会儿还湿着呢，去了衣服都得打湿。爹说要在后院给你搭个长的竹棚子，以后你放木头起炉子多方便。如今是木头砍不了，不然这木头也是要砍些回来的。衣服打湿了多冷啊！爹，要不算了吧，等多暖几日再说。多晴几日就该砍木头了，如今时间要紧得很呐。春晓知道自己劝不动他们，回屋拿了斧子。你上次不是说这斧子是借的吗？感情是你自己买的呀？那不是怕你们问吗？爹，这正好，斧子可比砍刀利索。临走前，严炳发给周氏也派了任务，让他去村里收茅草，多些也无所谓，总之要够用。你看你爹做什么事情都火急火燎的。我走了，等会儿收回来还得编呢，要是用的时候用不上，你爹又该念叨了。快中午的时候，严大山他们回来了，一回来就把春晓拉进了屋，搞得春晓一脸莫名。二哥，你这是咋了？路上捡银子了？大哥，还是你说吧，我怕我说不清楚。春晓，我们接到大单了，今日去卖炭，我们碰到一户人家，他说他们家要1000斤的炭送去县城主家用，要跟我们订炭呢。1000斤？是哪一家呀？哪一家都不是，之前没在咱们这里买过。没买过，他怎么敢从咱们这里一下子订这么多？哎呀，我来说，咱之前不是下大雨都去给人送炭吗？炭的质量又不错，
人家住户之间啊，虽然不串门子，但是下人呢却是经常打交道，一来二去就知道了咱家卖炭的事儿。这家人主家啊是在城里做生意的，听说是一个大户呢，在这镇上就开了个小铺子。那人要收1000斤炭送城里去，今日还专程找到我们呢。你们今日的炭卖给他了？没卖给他，卖的是别人。这个事儿啊，我们没应他，想着回来等你决定呢。他说1000斤炭，要我们呢用55文1斤卖他，明日要给他一个答复，不然就找别家了。咱家如今没有木头原料，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春晓，你明日怕是要走一趟才行。咱这活如果有法子，能接一定要接呀。1000斤，那得是多少银子呀？春晓心里也有些郁闷，家里的炭今日再起一次也就没了，也就100斤左右。这1000斤让他哪里找木头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买家有说多长时间交货吗？这个忘记问了。那我明日去一趟，这个事儿实在是有些犯难。你们几个干啥呢？一来就钻到你们妹妹屋里，像什么话？这家里还有外人呢，出来吧，要吃饭了。娘，有大事儿，说出来吓死你。什么大事儿啊？跟娘也说说。咱先吃饭吧，反正下午也没炭烧了，等会儿抽时间再讲，最好啊爹也在。你们那前头院子草棚里那3个泥包是啥东西啊？我昨日就想问了。春晓跟孩子们闹着玩的东西，谁知道是什么呀？还是别在家里边堆土包，不吉利。这孩子们不懂，大人们可得管着点儿。这会儿春晓跟周氏还有2个嫂子正在编帘子，听到这样说，突然就笑了。咱娘也说像坟头呢。周氏拍了他一巴掌，让他别胡说。下午2点多的时候，草棚子就全部搭好了，很严实，大雪都压不塌。严炳发他们跟他们2人再三道谢，又玩笑着说起再祭他们一顿酒，将人送出了院子。接下来的活儿就是将顶铺好了。院子里如今就他们一家人，严大山忍不住就把这个事儿给说了。你说真的？1000斤？哎呀，走，这是大事，咱屋里说去啊。这么大个事早不说，早说这会儿啊，肯定有人安排人上山了。一家人一起去了堂屋，田氏在心里打鼓。春晓这个单子要是接下来，那他们得分多少钱呢？春晓啊，刚刚大山他们说的，你打算怎么弄？爹，咱家一点木头都没有了，如今只有100斤左右的炭，就算明日砍了木头太湿也用不了。那这个意思，这单子肯定就没了。也不一定，所以明日我要去一趟镇上，若是对方能宽限时日，兴许还能接。哎，对，只要给咱时间，咱们肯定给他交货。所以这会儿着急也没有用，还得看明日谈的结果。若是他一定要这2日交，咱们就只能放弃了。反正还有时间，1000斤的量啊，慢慢也能挣回来。不管这事儿成不成，明日我们都要上山替你砍木头去。只要是你那木头要砍哪种的，你要给我们细说细说。春晓于是去了杂房，拿了仅剩的2根木头过来，又去了灶房拿了根柴火桩子，细细与他们说了2者的区别，又讲了烧成炭的差异。大家这才觉得长见识了，以前他们谁也没有注意过这些。爹，明日不是村里木头叔家出殡吗？你们哪有时间上山啊？我在想着明日看是大哥还是二哥陪我去镇上呢。出殡我去就成了，也就半日时间。你们明日去镇上再去买一把斧子回来，这干活没工具啊，是个麻烦事儿。家里只有1把斧子，也不好一直借别人的。今日的钱就不分了，明日我买2把斧头回来，到时候1家1把，
也不用时时借别人的，借长了时间，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该有意见了。说完了话，众人又回到院子里，急急忙忙地搭顶。今日这活必须得完成，总觉得后面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呢。原来是你啊，大兄弟！哎，怎么样？昨日跟你说的，你接不接？你要是不接呀，我就找别人了。哎，孙掌柜，我把我妹妹带来了，咱家如今她掌家，有什么话让她跟您这边说吧。你们家倒是奇怪了，让你妹妹管家啊？孙掌柜，你昨日跟我哥哥说的，能再跟我说说吗？我哥哥他回去跟我说了个大概，我就怕漏了什么没听到，耽误了您的事儿。哎，进来坐着聊吧。背景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如今呢，就是要1000斤炭，要送到县城的主家。这价格呢，你们得给我适当的优惠，按55文算。你们若是接得下就接，接不下呀，我也好再找人。我也不怕实话跟你们说，这一带呢，曹家是卖炭的大户，但我呢跟他们家有点过节，不想从他们那儿拿。正好有人说你们的炭还不错，送的也准时，我这才找的你们。孙掌柜，第一次跟您做买卖，您就给我这么大的量，是您看得起我们。价格这块呢都好说，只是您也知道，最近一直天气不好，家里的储备有限，我们毕竟是做小生意的，比不上曹家那样的。我就想问问，这炭您最迟什么时候要？能不能多宽限几日？那就给你们5日，如何？不能再宽限几日吗？这日子我们也有些拿不准，如果能再宽限几日，就比较有把握了。1000斤炭也不是很多，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慢工出细活嘛。那若是我宽限了时间，你们到时候拿不出东西，我交不了差，岂不是害苦了我吗？您给我们10日时间，若是到时候交不了，我给您补偿20两银子如何？我给您写个字据，我们辛辛苦苦赚几两银子，谁也不会拿银子开玩笑，不是？最多8天，赶着去县城呢。那就8天。这字儿这么丑，一看就是我的，肯定不会抵赖。若是如期交货了，您就把它还给我。行，8日内交货，可记住了啊。春晓兄妹2人跟他连连道谢。等出了掌柜后院，春晓呼出了一口气。春晓，你胆儿也太肥了吧！若是到时候真的交不了，赔了20两银子，那咱这些天赚的可就都赔进去了。大哥，告诉你一句话，有风险才有机遇，如果不这样，人家怎么肯给我们宽限10日？如果不宽限，这单子怎么接？我说严春晓，你怎么这么不要脸？1000斤啊，就算是光烧，5天1天也要烧200斤，200斤可是10个炭窑，我怕是要不吃不睡了。那咱这带来这100斤左右，怎么不干脆给他抵数啊？咱要是交不了，肯定也不是缺这100斤。若真是给了他，到时候交不了，赔了银子又赔炭，多不划算。这炭还值6两呢。我只希望这几日可千万不能下雨，不然啊，这20两银子是飞了。走，咱们先去啊，把这炭卖了去，后头的事情回去再说。到上午10点左右的样子，2个背篓的炭就都卖完了，就只剩下了空背篓里的2把斧子。2人高兴地走出巷子，却在刚卖炭的那家正门口碰到了一个不愿意碰到的人，他的前夫周宏志。我说严春晓，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咱们都和离了，你怎么偷偷跟踪我，跟踪到了这里呢？春晓简直是无语了，这见过自恋的，就没见过这么自恋的。严大山想上前争辩，被春晓拦住了。大哥，你理他做什么？你在路边听到犬吠，
难不成还要去跟那个狗问个清楚，他为什么废？严大山听他这么一讲，一下子就笑了。自己的妹子有够损的，这是拐着弯的骂人呢。你说谁狗废呢？几日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蛮横？你敢说你不是跟着我来的？你若不是跟着我来，你来这徐家做什么？春晓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刚刚买炭的这家就是徐家，他可得记好了。你是不是还为和离的事儿不平啊？我知道我是有些对不起你，但是不是已经赔银子给你了吗？哦，我知道，你们今日来是不是来报复徐家小姐的？你还带了你大哥，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跟踪你来的？还有，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吗？一天到晚想着别人要害你，我可没有那个时间。今日你们不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休想走。我发觉你如今是越来越伶牙俐齿了。娘说的没有错，你以前呢老实乖巧都是装的，实则厉害着呢。你要是再胡搅蛮缠，休怪我不客气。周宏志听他这样讲，一下子有些气弱，可是想着若是真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徐家人帮忙，又瞬间壮了胆。你想怎么样？你还想动手不成啊？你要是敢动手，我就去报官。春晓真的10000个大无语呀！你到底想怎么样？今日把话说明白，你们想对我徐家做些什么？春晓恨不得把眼前人一脚踹飞。就在这时，徐家门里出来了2个人，是一个穿戴精致的年轻女子，带着一个丫鬟模样的人出来了。看到他们很是好奇，正往这边走过来。春晓突然就想整治周宏志一把。那女子最好是徐家小姐，若是不是也没关系，只要看见了就行。她假装示弱。相公，你说你这样的绝情，说和离就和离，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的紧。咱们做了4年的夫妻，你就对我没有一点点的情分吗？我回了家，日日想起你就伤心落泪，茶饭不思。严大山在一旁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周宏志见他这个样子，觉得这才应该是他私下该的模样，原本的强硬都是伪装而已。你说你之前又是何必呢？在家做妾只是名分有些区别，我待你也不会比从前差。你这么一闹，我就算是想把你收回去，娘也是不同意的。唉，怪呀，就只能怪你自己。相公，你就看不到我对你的一点点好？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徐家小姐？你别哭了，这大街上的你也没有不如那徐家小姐。唉，就当咱们是有缘无分吧。周公子，他们2位是谁？啊，没谁，2个远亲而已。周宏志对着春晓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赶快走。相公，记得来看我。他是谁？他如何叫你相公？春晓才懒得理他们，反正坑是已经挖了，谁让他那么烦人。他二话不说，拉着严大山就走了。你刚那样是演的吧？不是真的吧？当然不是真的，我又没毛病。以前看妹夫还是挺明事理的一个人，怎么今日见了这般胡搅蛮缠呢？什么妹夫？你哪来的妹夫？那人纯属有病，以后见到绕着走就是。那以后咱们不到这家来卖炭了。卖炭干嘛不卖啊？只要他们家买，我们就卖，谁会跟钱过不去啊？大哥，走，去集市，咱们买了东西，赶紧回去。2人来到集市，今日有人卖梨，9文钱1斤，梨能放。春晓一下子就把那婆婆篮子里的1篮子梨都给买了，总共27斤，可把老婆婆高兴坏了。春晓又买了几斤干的杂菌菇，上次买的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又买了1袋子炒花生。大哥，咱家的猪啥时候杀呀？
年猪，这怎么着也要12月份吧？怎么，你想吃肉啊？这不是才吃过没多久啊？总那么1斤2斤的没意思，我想多些腌起来，想吃的时候就吃，多美啊！爹说到时候看情况，是卖整猪还是杀了卖肉，你等着吧。过些时就该有人到村子里收猪了。若是杀，咱们今年多留一些，也好好过个肥年。那还得等好久呢。东升，你咋在这里啊？大山看到他还有些激动，毕竟是碰到了熟人。大山哥，你们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卖东西的呀？这个是你春小姐，我们过来转转，买些东西回去。你来卖猎物啊？抓来2只兔子，卖了换些钱给我娘抓药。你这兔子卖多少钱啊？50文1只。大哥，我想要这兔子，兔肉可好吃了。你想买就买吧，我若是不让你买回去，你还得埋怨我。春晓咧嘴笑了笑，从身上摸了1钱银子给东升。那你拿好，这兔子我就买走了。春小姐，你要2只？他刚刚还在问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呢。2只也没多少，都不够我们家吃的。你以后若是逮到兔子，先问问我，如果我要，你就不用来镇上了。哎，行，以后逮到了我先问你。谢谢春小姐，谢谢大山哥。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啊？我要去趟药铺，有味药刘老叔那里没有。我们着急回去，就先走了啊。春晓打开门，将东西归置放好，去了灶房准备做饭。大山则帮他把兔子拿到河边去剥皮清理。春晓，那事咋样了？接下来了，不过时间很紧张，8日内要交货，如果交不了，还要赔人家20两银子。这怎么要赔钱呢？那你占着别人的时间，又不给别人办成事，可不得赔银子？咱们只能求老天保佑，这几天啊都是太阳天，不然就真的鸡飞蛋打了。你们今日上午上山了？上山了，今日山上比昨日好些，只是找木头不是十分熟练，砍了没有多少，都在那边坡上去一点的地方呢。等今日砍完了再拖。周氏接过了他做饭的活，他从口袋里掏了钱。今日你们可以分1188文，我没有那么多的铜板，给你们1人1两又2钱银子，反正昨日没有分钱。春晓又给了周氏1钱银子，他如今自己差不多攒了有30两银子了。你们也是日日领钱的人，日后买东西啥的可别指着春晓，自己要买自己花钱啊。我看咱娘啊，心里就只有闺女，儿子在她心里啊可不值钱呢，生怕我们占了春晓的便宜。您放心好了，我们得了这样的好处，心里有数着呢。有数就好，我就怕拿习惯了，到时候成了理所当然，那样你们兄妹就会起嫌隙的，娘可不想看到那一日。刚才呀，李正找了我，说村里人对咱家起意见了，说咱家前些时给春晓修房子就砍了不少大木头，这2日又全家人一起上山砍木头，做法欠妥。这山上的树不是从来都认砍的吗？以前也没人说什么呀。娘，李正说山上的资源都是大家的，大家要用也都没什么，只是咱家这样从早砍到晚，日日砍，这再多的树也要砍完的一天，到时候村里人要用就没得用了。说村里之前就说过，不允许大规模砍伐，总之就是不让咱们继续这样砍了。这又是哪个王八羔子在那里看不惯？娘，其实李正说的也没有错，这山本来就是大家的，我们砍的多了，人家用的就少了，村里人有意见，他总不能不管吧？我没有骂李正，我是骂村里人呢。这才知道我们砍木头就有意见，若是知道我们砍木头挣钱，那不还想着让分钱呢？我看就是见不得别人好，怕别人拿多了自己也上山砍去呀，光在背后告小状。娘，算了，那山不是咱家的，咱也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就不能砍了？等会儿我们清清木头，得姑姑看数量够不够。我跟李正啊好说歹说，说家里要用，砍完今日下午就不砍了，以后上山只砍柴火枯枝，他同意了。李正还问咱爹家里做什么，要砍这么多木头呢？他是不知道咱们从山上滚下来这些，不然下午都不会允许咱们上山的。老婆子，下午你也跟我们一起上山，今日下午最后一趟了，咱能多砍些呀，就多砍些。咱如今砍的都很小心了，都是隔着砍的，也没有一扫一片的，就这样都不行？我看木头也不少了，应该差不多够数，不让砍就不让砍吧。挣完这笔银子，咱就安安心心等过年，过年也够了。何止是够了，都够过几个年了。下午，除了春晓跟孩子，其他人又全部上山了。他就在厂子里不停地拖木头、砍木头、晒木头。为了节省时间，晒的活基本上全部脱手交给了几个孩子。晚上，一家人又是天黑了才回来。明日是不用上山了，但是今日伐的木头要全部理出来晒上。爹，我看了，数量应该还有多，不用担心。够数就好啊。我想明日让哥哥们先去送一部分，那么多不分批根本送不了。行，我们明日一早就去送，若是回来的早，下午再送一趟，这样一日300斤没问题。你妹妹昨日烧炭可是熬了通宵啊，早上6点才睡，我们也熬了半宿，怕是这几日都要如此。明日2个儿媳妇儿就帮忙负责把剩余的木头处理晾晒了，我明日上午补眠。这年纪大喽，不补啊，晚上怕是熬不住。你娘也是，这几日啊，大家都辛苦些，等银子挣到了，就可以好好休息了。爹，你就放心睡吧，我们晓得的。春晓，这钱是怎么算？是必须他现结，还是到时候送完一起结？大哥，都行。他们在镇子上有铺子，咱也不怕他跑了。如果他要最后一起结，你让他给你打个收条，注明收到的斤两就行。行，我知道了。一群人摸黑回了家，今日比昨日更晚些，又是忙碌了一个通宵。严炳发睡到6点起了，回家继续睡。等春晓起来的时候，兄弟俩已经回来了，同时拿回了一个收条，写着已收157斤。两兄弟约好了吃完饭继续去一趟镇上。下午是152斤，条子你收好。孙掌柜说还有3日时间，让我们抓紧。这2日应该不会下雨，木头明日就全好了，3日刚刚好。只是你们这样一日跑2趟，还要跑2日，我怕你们腿受不住。没事儿，这比下雨天好多了，晚上回去多泡会儿，明日就恢复如初了。要不明日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娘说明日上午不用我们干活，让我们休息呢。田氏在一旁心疼自己男人，张氏一听也声称要一起去。也好，上午去一趟完事，下午一起休息，木头也不用你们收了。你们2个能不能行啊？这一背篓可是有70、80斤重呢。又不是提着或抱着，背着没事儿。哥，可以让嫂子们少背一点，最后一日咱们多背些就成。不用小妹，我们活干惯了，这个分量可以的。只是我们老早就出去了，家里怕是要个人看着。早上要给几个孩子烧水洗漱，还得把猪的吃食办好。原本舒文也会，我就怕他们睡过了，盼儿还小。今晚我跟你爹忙活完了，点灯回去，你们给我们留个门。听到周氏这样讲，周丽2人心里踏实了。这些天日日忙活这边的事儿，家里其实也有好些活落下了。晚上回去，除了解决自己的肚子，还要解决牲口的肚子。所以等大山他们休息了片刻后，一家人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老2口自然是在这边做饭吃。周氏正在做饭，突然听到院子外头有人叫春晓。
东升啊，你咋的来了？你找春晓啊？哎，禀发叔，春小姐在吗？上次在集市碰到她，她说我若是再捕到猎物，先跟她说一声。你小子这是又逮到好东西了，厉害呀！哎，你等着啊！他走回院子，喊了2声春晓，没一会儿，春晓就出来了。东升找你呢。东升呀，你这是又打到猎物呢？哎，是啊，春小姐，我今日又抓了只兔子，你要不要？要啊，多少钱？跟上次一样，50文。你这不是还有只山鸡吗？一起多少钱？这鸡你也要吗？你不是要兔子吗？若是这鸡你也要的话，那就一起给80文吧。你这只鸡只要30文钱。这价不对，一只鸡怎么也要50文，这还是野味儿呢。这鸡不肥，卖也就40文。姐，你要的话我肯定要便宜点卖给你。给。春小姐，我没有银子找你。东升有些尴尬地看着他。就10个铜板，先记着吧，以后我若再要，算进去就成了。少年这才高兴地道过谢走了。爹，你们干什么呢？用石头铺地吗？大哥，你们今日回来的早啊。这几日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今日我们在镇口碰到三江了，他与我们一起回来的。他没问你们什么吧？问了，怎么能不问啊？问题还多着呢，跟个婆娘一样。问我们这么多人去镇上送什么，还一个人一个背篓。问春晓怎么回了，是不是跟婆家闹翻了？总之问题一大堆，我都不愿意搭理他了。你们怎么回话的？爹，你放心好了，我就说镇上有人家摆酒席要萝卜，我们一早给送过去了，挣了几个跑腿钱。我问他这么早去镇上做什么，他说去看个朋友，我看也是怪怪的。反正这事儿啊，能遮掩就先遮掩着，你们背篓放着，帮忙把这石头踩喽。这下好了，院子整个石头一下子有11个人参与。周氏为这个还推迟了一会儿吃饭的时间。你还别说，这院子铺上石头是比泥地看上去干净许多。都过来洗手吃饭吧。几日没有多余的活儿，大家都很放松。田氏准备趁着天气好，下午给孩子们洗澡。新的棉衣棉裤都做好了，他原本是打算让过年再穿的，但是周氏说做好了就赶紧穿。如今的天气也冷，没必要非等到过年。爹，咱家里养着猪啊鸡啊的，这快年边上了，家里还得留人。刚刚文叔跟我讲，咱们村昨日有人家遭贼了，家里的鸡少了好几只。我们从村里过的时候啊，村里的几个婆娘说的。不过你说的对，还是得注意些。以后家里是不能离人了。孩他娘啊，你最近啊还是暂时陪春晓住着，他这边离得远，万一有那个作恶的想摸进来看看，麻烦就大了。爹，你说的怪吓人的，我不是有把斧子吗？我睡觉斧子放在床头，晚上关好门窗没事儿。这家里除了我这个屋，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偷的。你那边杂房不是有炭吗？我看你最好还是上个锁。明儿活交完，炭也没有多少了，不怕。大哥二哥那边嫂子们都在家呢，咱用不着这么紧张。总之啊，小心这些好。每过年，总有那么几户会出点状况。因为担心家里的牲畜，严炳发他们吃完饭就走了。几个孩子本来想去再玩会儿，但是大人要他们洗澡，没办法，也只能跟着回去了。第二日，春晓一早就早早起了床，将之前的收条那些都小心地放进兜里，又将炭全部摆进了背篓中。等兄弟俩来的时候，他的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几人高高兴兴地出发，今日可是结账的日子，他们可是盼着呢。你们还是挺守时的呀。那胖掌柜笑眯眯地让伙计们给他们上了秤。之前呢总共是925斤，加上这一背篓，再去重2斤，刚刚好整整1000斤。但我看
你们这是还有100来斤的样子。这样吧，你们省得再找买家了，我一并给你收了。严大河皱了皱眉，春晓忙笑着说多谢。最后总共是1123斤炭，春晓在心里已经算好了，他这次可以得到61两有765文钱。严姑娘，你看，我给你拿了这么多，这零头你就给抹了吧，我也省得去弄那么多的铜板嘛。春晓呼出一口气，这胖掌柜的看样子是个爱占便宜的，好在这抹零头没有把那1两银子抹掉，也算是万幸。您给我们这么大的生意，咱也算交个朋友。行，就按您说的，零头抹了，您给我61两就行了。最终春晓得了6个10两的银锭子跟1两碎银子，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银锭子，所以拿着大银锭子摸了又摸。春晓将6个银锭子交给严大山收好，自己装好了那1两银子，又从胖掌柜那里拿回了自己的保证条子，笑着与人道别后出了福曲巷。春晓，你不是说剩余的炭咱卖给别人吗？别人60文比他这里赚得多呀。还有，这胖子太抠了，700多文说扣就扣。哎呀，我这心里肉疼啊，白给了10多斤的炭呢。是啊，白白扣了700多文呢，700多文可以买许多东西了。哥，刚刚的银子看着馋人不？第一次见这么老多的银子，跟做梦似的。我如果不答应，他这银子就要飞了。算了，吃点亏，咱不是还赚老多？不要想这些。大哥，你可得把钱守好。我们买东西去，买完回去给你们分钱。到了家，大山直接将6个银锭子放在了堂屋的桌上，拉着周氏：“娘，你看，今日结算的银钱。”我的乖乖，这么大的银锭子，我活这么老久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银锭子，这得是多少钱呢？一个就是10两，6个就是60两啊。兄弟俩陪着周氏围坐在桌子前，欣赏着桌子中间的钱。春晓觉得这一幕十分的好笑，他回屋拿了碎银子，给了兄弟俩1人1个大银锭，又给了他们2两银子，1人12两，装好了。这银锭子我们能得1个，这么多，春晓，你可得算清楚了啊。是啊，你不算清楚，到时候我拿走了，我可是不还的啊。放心拿好，我算得清清楚楚。说完，他又把余的90多个铜板给了周氏。你们在外头坐一会儿，我把钱放好后，咱们一起过去，带2斤肉过去。春晓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炷香之后了。藏严实了？放心吧，进来也找不到。你把蒸笼拿出来做啥呀？娘，咱把蒸笼带过去，我这背篓里还有20斤面粉，咱带过去啊，让二嫂给咱们蒸包子吃。小七不是要吃包子吗？这是买了肉，要给咱们家吃货做包子。爹，你真聪明，就是这个意思。大嫂，别忙活了，我等会儿啊把二嫂请过来，咱们中午包包子吃。这包包子醒面就要半个时辰的，等吃可就晚了。晚点就晚点，咱们今天要好好吃一顿。那我这白菜也是要洗出来的，等会儿剁碎了调馅儿。怎么不见舒文他们啊？出去玩了，家里没事儿，他们闲不住。张氏很快被叫得过来，听说是让他帮忙做包子，他笑了笑。大嫂也会做，我就帮忙打个下手。弟妹，你就别谦虚了，你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我可比不了。爹，今日我们结了银钱了，我想在咱村里置4亩地。春晓，你要在村里买地，你一个人要买4亩。4亩这么多，4亩可是要20两银子，可不少啊。爹，您知道我跟大哥今日分了多少银子？春晓得了多少银子不？他从兜里拿出大银锭子。爹，
哥那里也有一个，这一个可是10两，4亩地，春晓可不在话下。这是大河你今日分的？我这里还有2两呢。爹，这是20两。有空啊，你帮我跟李正问问地的事儿。娘说咱们村1亩地5两，我也不知道少不少，少了您跟我讲。严炳发抱着银锭子，嘴里念念着好。突然他看向2个儿子，你们要不要一起再各置2亩地呀？如今正是闲时，开了春就能种麦子了。哎，爹，咱们家一下子拿出40两银子买地，这李正要是问起来钱从哪儿来的，咱怎么说呀？这可不是小数目啊。这还真是个问题，但咱挣了钱总不能不用吧？这买地呀可是正事儿。爹，咱就说跟姑姑那边借的，反正姑姑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人也不会跑去问，不是？哎，这不成，你姑姑那头穷得叮当响，村里人好多都知道，这谎啊圆不过去。爹，你就说这钱是我拿的，他们总不至于跑来问我。至于我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爱怎么猜都随他们去了。严炳发觉得也只能如此了，这话也不算撒谎，就看村里人怎么想了。爹，你等等我，这买地是大事儿，我还是去问问我媳妇儿吧。大河说着便摸去了灶房，大山看了看也跟着去了。你看咱家男人都是疼媳妇的，这要是在别家，自己拿主意哪里还要问女人。一提到买地，你看你那个褶子都没地方堆了，就这么高兴？当然高兴了，咱这一大家子到如今总共就只有5亩地，这一下子要置8亩，我这心呐到如今都是砰砰跳的。哎，不信你摸摸。摸你个大头鬼呀！闺女跟前胡说啥呢？咱爹是真高兴。爹，就多置2亩，明年我们也要跟春晓一样吃细面米饭。大山也出来将银子给了他。好啊，我先把钱收好，下午我就去找李正问问地的事儿。看把咱爹给激动的，刚给我媳妇看啊，也没见他这么激动。这么稀罕的银锭子，我都还没有捂热就送出去了。春晓啊，你啥时候能再帮你哥弄一个回来呀？下回我把它收好，肯定不拿出来了。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年前碎银子还有，这大锭子你就别做梦啦。碎银子也稀罕。春晓将早上买的东西拿出来。娘，我买了4根桃木钗，我、你还有2个嫂子的。书凤他们的绢花也买了，就是书文的书还没有买，早上没有碎银子，等赶集的时候再给他买吧。他说说而已，你还打算真买呀？一本书要几两银子呢？就这么一根木头100来文钱吧，这钱也太好赚了呀！这就是个直男。大哥，答应孩子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说买肯定是要买的，别说是几两，只要答应了10几两都得买。这是我送嫂子的，可不是你送的。成亲这么久，你送过嫂子什么？都老夫老妻了，有什么可送的呀？钱都是他管着，要什么他自己买就是了。春晓翻了个白眼，不说了，说也是对牛弹琴。几个小的怎么还没有回来啊？平时也出去玩，到了吃饭的点儿就回了。今日也是奇怪。你们坐着，我出去看看啊。包子上了蒸笼后，大河领着几个孩子回来了，只是几个孩子身上都沾满了泥，脸上头发上都是。给你们穿新衣服，你们就是这样对他的？这衣服才上身1天就成了这个样子，我看你们就只适合穿旧衣。怎么了？这是去哪个泥里滚了？怎么胖儿身上也脏兮兮的？周氏将他们拉到跟前，心疼不已。几个孩子一听，除了舒文，其他的都哭了起来。
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这样了，站在河滩那边还不肯回来，我这差点上手，他们才跟着回来的。舒文，跟姑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姑，我们几个玩得好好的，就二牛那几个看到我们穿新衣，上来就朝我们扔泥巴，他还骂姑姑呢，说姑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被夫家休了，是别人不要的女人，骗我们当个宝。我们气不过就打了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衣服不是故意弄脏的。这孩子的话都是大人教的，简直是岂有此理。刚刚在外头，我问你们，你们又不说，说了我肯定要找他们家人算账的。算了，娘，二哥，这嘴长到别人身上，他们爱怎么说随他们说去。只是那几个熊孩子，他得想个法子好好的教育一下。二嫂，上你那边烧水吧，得重新给他们洗头洗脸，衣服也要换下来洗了。好啦，别哭了，姑姑给你们呀把绢花买回来了，等你们洗干净了给你们带上。几个女孩子一听，立马就不哭了。今日咱包子也蒸上了，等会儿馋死二牛他们。你的叔下次赶集的时候带你去买，他们是嫉妒你们有新衣服穿才胡说的，别难过了啊。你看看你，衣服上的泥啊都蹭到姑姑衣服上了。舒文这才破涕为笑，说了句我不是故意的。这事就算了。你还想找上门去打一架是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敢？娘，村里有嘴的多的是，没啥好生气的，只是二牛他们是该教训一下，他们这是明晃晃的欺负咱们家孩子，下午我要治治他。张氏已经提前回去烧水了，水好之后换田氏打水，几个孩子便开始换衣服洗头，也幸好今天天气好，洗了头发晒晒也就干了。春晓便在院子里替孩子们梳头发戴绢花。真漂亮啊，姑姑好看吗？姑姑说好看，你还不信？你问问小七好不好看？好看，姑姑，我闻到包子香了，是不是好了？张氏忍不住扑哧笑了。算时间应该是好了，我去看看。没多会儿，大家便吃上了美味的包子。二婶做的包子可真好吃。娘，咱们一人能吃几个？你吃你的，还怕不够吃啊？多的是。这小崽子吃着碗里的，就开始看着锅里的了。大河，你拿个碗，装4个包子给你方婶送过去。过2日赶集，我还想请人家给我看着房子呢。严大河将半个包子塞进嘴中，跑到灶房端了包子就走了。严炳发吃饱了，就想着去找李正，大山就陪着他也走了。你们两个，一人去拿1个包子，不要吃啊，跟我走。他自己起身去提了1个桶。姑姑，咱干啥去啊？找二牛报仇去。我们去就回，你们3个就不要去了，在家等我们的消息。说完，带着2个大的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春晓让舒文用包子把二牛几个引到河滩边，他自己则打了半桶水，找个地方坐着。二牛果真上钩了，看到2人拿着包子，便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河滩。等到了河滩，就跟另外2个孩子开始要抢舒文跟舒凤的包子。春晓见状，让舒文、舒凤躲开，拎着1桶水就朝3人泼去。这下午的太阳虽然大，但是冬日的气温还是很低的。3个孩子猛然被泼了一身水，一个个都冻得打哆嗦，哭爹喊娘的跑了。姑姑，你拿水泼他们？泼的就是他们，让他们长长记性，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走。严春晓，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大冬天的，你往几个孩子身上泼水，你是想害死谁？我家孩子到现在都在发抖，你看看，你缺不缺德？这孩子要是出了个好歹，你们这一家子都别想好过。
周氏见三人气势汹汹，怕春晓吃亏，忙上前想要理论。娘，你跟孩子们坐一旁歇着，这事儿用不着您出马。这恶人总是先告状，哼，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泼他们？不管什么原因，你这大冬天的往人孩子身上泼水，你还有理了？今日不给我个说法，我饶不了你。你们找我要说法，我还要找你们要说法呢。怪只怪你们孩子欺人太甚，没娘教的东西。你骂谁呢？几个妇人都气炸了，上前就想动手。春晓顺手在院子里抄了一把锄头。你们敢动我一个试试？知道我嫂子干什么去了吗？河边洗衣服去了。我们家孩子上午就因为穿了一身新衣服，就被他们莫名其妙扔了一身的泥。我这还没有找你们，你们反倒找上门来了啊！来了也好，赔钱吧。这新衣服啊，如今就算洗了也有泥印子，我也不要了。等会儿你们领走，我按成衣800文一套的价格，5套4两银子，给钱吧。你想钱想疯了吧你？就算是二牛他们玩闹弄的，那洗洗就好了，你还一套800文钱，我看你是疯了。就是，你这是恶人先告状，你倒打一耙，是不是我们孩子弄的谁知道呢？是不是你们孩子弄的，你们倒是问问他们呀。下午我带着2个孩子到河滩边打水，结果他们上来就抢我们家孩子的包子。怎么，你们家是粮绝了吗？要靠抢别人的才能活下去？我不泼他们，我泼你们祖坟吗？问一问你们祖先家里是不是有抢东西的传统？你们这会儿还有脸找上门？这包子钱也得赔，一个2文钱，赔钱吧。3个妇人没想到严春晓如今这么厉害，这明里暗里的骂他们，可偏偏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嘴。正在此时，田氏跟张氏端着盆回来了，看到院子门口围了许多人，两人急急忙忙地进了院子。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嫂子，你们回来了正好，这几个嫂子要赔咱们衣服钱呢。你们这衣服啊也不用晒了，给他们拿走。谁要赔你衣裳钱？我们是来给孩子讨公道的。你们家小姑把我们孩子都泼湿了，这孩子若是有个好歹，他这就是杀人，他这就是杀人。二牛他娘，不是你声音大你就有理的。怎么，你孩子抢人家东西有理是吗？那行，我明日啊替你宣扬宣扬，看你们家的东西留不留得住。你说我们孩子弄脏你们孩子的衣服，抢你们包子，你有证据吗你？还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不是我找到证人你就赔银子？你说是说是，我立马给你找来。哎，各位叔伯嫂子们，今日都给我做个见证，我就怕证据找来了，他们到时候赖账。3个妇人听到他说的煞有介事，想着他说的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若是到时候真有人来对质，怕是今天落不了好。4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真要赔，回去怕是要被自家男人打死的。就算是他们弄的，那也肯定是你们家孩子招惹的。这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常有的事儿，这你一个大人怎么能跟他们一般计较呢？这么冷的天儿，这一瓢水下去，一个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孩子？你也太狠了些吧。你那也别转移话题，咱们先掰扯掰扯这为什么要弄脏衣服的事。孩子不都在吗？你当着大伙儿的面问问。看热闹的人也开始起哄，赶紧问呐！我看这事儿多半是二牛他们不对。严炳发家几个孩子一向乖巧，我看啊都不用问。到底是咋回事？你们真把人家衣裳弄脏了？是不是他们先招惹你的？快说，不说回去让你们爹收拾你们。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穿着新衣服嘚瑟。娘，你不是说她是不要脸的女人吗？就是她给买布做的衣裳，活该被弄脏。二牛他娘此时尴尬异常，另外2对母子见状就想开溜，却被门口的人挡住了去路。哼，真是好笑，我怎么就不要脸了？崔氏，你不如展开说说。
我闺女清清白白的和离回的家，她怎么就不要脸了？张兰，大河人呢？去把人给我找来，就说家里人被欺负了。春小妹子，我可没说过这话，这孩子不懂事儿，听差了而已。今天的事儿啊，既然是我们二牛有错在先，那你教训了我们也算是扯平了啊。这件事儿呢，我先前也不知情，就看到孩子一身水，动嗦嗦的回去，那气不过就过来了。既然现在知道了事情原委，那算了，就当扯平了啊。你说扯平了就扯平了，这衣服钱、包子钱怎么算啊？崔氏咬了咬牙，从兜里掏出了4个铜板，赔你包子钱，绝口不接衣服钱的事儿，也不等众人反应，拉着二牛就走了。这崔氏一贯蛮横，没想到今儿被你给治了。几个孩子看着姑姑，都露出了崇拜的目光。姑姑可太厉害了，泼了二牛不算，还让二牛娘赔了银子。咱小妹可太厉害了，以后怕是一般人都不敢惹了。娘，我要先回去了，太阳该起了，您先在这边坐坐，等等爹的消息。你回吧，探可是大事儿，我收到消息我就回去告诉你。地的事儿办成了。办成了，你爹说还是8亩连在一起的，离咱家现在的地也不远，交了钱到镇上衙差那里把地登记了，就能办地契了。明日把你的户籍拿给你爹。咱村的地这么好买，我还以为不容易呢。哪里好买呀？李正说是我们运气好，原本有一片地是镇里的产业，村里是店用的，如今那片刚刚可以买卖，咱家就撞上了。那确实是运气好。你爹说若不是银子有限，他都想多买些呢。我那里还有一些银子，若是都在一片，再买2亩也无妨。要不我再拿10两银子，让咱爹买个整数。你钱都买地了，自己平日用的够不够数啊？够数，您放心好了。那我给您10两银子，您帮我送过去给爹。行，这地多买些是好事儿，以后就算是自己不种地，也可以垫给别人种，最不济也可以卖掉，比房子都好。早上严家兄弟来了，今日没有订单送，他们要去找主顾卖炭。结果原本每次中午就能回来的人，到了下午都还没有回来。你们2个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中午饭吃了没有啊？大哥，二哥，是今日的炭不好卖吗？啊，好卖，就是今日的主顾住得太远了，不是福渠巷的，住在陆村那头的庄子。我们起初也不知道他住得那么远，要知道就不卖他了。但是答应了卖，就肯定要给人送过去的。这一来一回就这个时辰了。不过咱们这么折腾也不算白费，那户人家除了给的炭钱，还打赏了我们1两银子，也算是值了。1两是你们的赏钱，你们自己拿着吧。家里成炭算上今日要起的，约莫还有150斤，今日不烧了，反正木材也不多了。明日咱不是要赶集吗？我在想，明日要不要卖？卖呀，怎么不卖？我们去得早，没多会儿就可以卖完。就算不在福渠巷，在其他地方也有人要的。明日我们2个再加上各自的媳妇儿，4个人早早的走。你带着爹娘还有孩子们坐牛车吧，到时候再集市会合。若是等不到我们，就去福渠巷去找我们。大哥，你这是都计划好了呀？春晓一手牵一个，跟着周氏他们往镇子里面走。到了福渠巷，几人便站在巷子口的大树底下等。娘，你们等多久了？大河的快卖完了，让我先出来跟你们碰碰头。就等了一会儿，这会儿时候还早。你爹跟着谁？跟着大哥他们，中途碰到他们一回，大约也卖得差不多了。没多会儿，严炳发还有严大山他们就出来了，接着是大河，钱都交到了春晓手上。春晓当即给了2人1人1两3千银子。要我说，这卖炭真是个好生意。哎，可惜说不能做就不能做了。这也没有办法，那山不是咱家的，不能任咱予取予求。能卖上这么久，已经算是烧了高香了，有什么可不知足的？
严炳发今日是第一次跟着他们出来做买卖，也确确实实感觉到了这是门不错的生意。要我说，凭什么不让咱上山砍木头？大家都砍，从前也没有规定砍多砍少的。算了，二哥，不能为了挣钱跟村里闹翻了。我打听过了，这三叶镇卖炭生意做得最好的就是那曹家，人家有自己承包的山地。要是我有钱呐，我也承包山地，有这技术，又是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怎么的也得好好干一番。二哥，你若真的承包了山地，就知道这买卖也不是这么轻松的。你想想，这木头你砍了还得种吧，还得养护吧，这一根木头至少要长好几年才能成材吧。所以说咱们这回啊，真的是得了村里人的便宜。我们做这个呀，可没有这种成本，做不长久，我也是预料到了的，不然怎么会卖60文一斤？听说还有一种银丝炭卖1两银子一斤呢，跟这木材大有关系的。1两银子一斤，我的天，这是真的在烧钱呐！可不是，不过那都是权贵人家，做不成就做不成吧，我们终归还是赚了些。爹，先前你看到同行，你不避着钱上去干什么呢？我是好奇那人的炭才20文一斤，怎么卖的时候没有人要啊？听春晓一讲，大约明白了些，大概那人卖的炭木材没有咱们的好。咱们炭这么受欢迎，卖的也快，肯定是顶好的。人家有钱，但是人家不傻，这不买自然是炭不怎么样。这家里烧惯了好炭，自然不愿意用那不好的。比如晚上，好炭2节可以烧半宿，若是用那差的，还得10天。我看爹说，那人大概是卖错了地方，他该去街面铺子或者平常镇上百姓那处卖，兴许卖得好。春晓，这好木材没有，这一般的柴火咱有啊。柴火咱可以随便砍呐，不行咱就烧柴火炭吧。20文一斤也可以赚不少了，咱换个地方卖也是一样的。严大山一听觉得可行，自从他们开始在镇上卖炭挣钱这事儿，在他们心里落到了实处。虽然挣得少，但比一文不挣还是强不少。行，那我回去试试火候，探探规律，到时候你们到镇上其他地方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卖出去。若是卖不出，咱们就冬天自己用，也不亏。几人这下子更高兴了，妇人们在一旁听着也高兴。娘，咱一会儿怎么逛啊？田氏看着全家呼啦啦的10几口人，这走在路上似乎不太方便。要不各家分开好了，自家人带着自己娃逛，我跟你爹跟着春晓，你们自己买东西也方便些，免得我这个老婆子在，你们买东西都不自在。我要跟着姑姑，姑姑答应了要带我买书的。姑姑，对不对？那就书文跟着我们，我带她去挑书。看着几个侄儿侄女想开口不开口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他知道几个小的都想跟着他逛，可是今日人多，他一个人实在是看不过来。先各自逛约么1个时辰，等会儿啊去集市口碰面，咱也逛逛集市去。走，我请大家呀一人吃2个肉包子，吃饱了才有力气逛呢。好哎，吃肉包子，吃肉包子。来到包子摊儿，春晓一下子要了24个肉包子，包子摊老板的脸上都笑开了花。春晓付完钱，便跟着哥哥们分道走了。咱这是儿子的福没享多少，提前享闺女的福了。这1个月不到啊，都吃上好几回肉食了。是不是吃着心里特美？春晓，咱真要上书寺啊？等会儿你带书文进去挑吧，我跟你娘啊在外头等你们。爹，您不跟我们进去看看？不了，大字不识一个的，看也看不懂，你们自己挑就成。等会儿啊你懂事一些，太贵就不要，1本书都可以抵1亩地收成了。你姑姑是疼你才要给你买，
你可别让人难做，听见了吗？放心吧，爷爷，我爹娘早就跟我说过了的。哎呀，爹，你跟他说这些做什么？你们等会儿不进去就算了，我们看到合适的买了就出来。几人一路来到了书肆。您二位是来买书的还是来买纸笔的呀？今日正好到了些新的纸笔，若是需要，我可以拿出来给您二位看看。我想给我侄儿买一本小童启蒙的书，小二哥，您带我们看看吧。启蒙的书有，姑娘，您跟我这边请。小二哥，您给我说说这些书的价钱吧，价钱知道了，我们自个儿挑。这柜子上面这一排都是从县城运回来的，价格都是2两到3两银子一本。这底下这一层跟上头一层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请镇子上学堂的学子抄的，字虽不如上头，但都很工整，价格就便宜一些，都是1两2钱银子一本的。姑娘，你好好看看，看需要哪一本。多谢小二哥了。咱们呢就选下面一排的，你先挑，姑姑也挑，最后再选一本。姑姑，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书以后再买。你爹都跟你说啥了？我爹说书过了1两就不买，不值当。你爹故意这样说的，你听姑姑的。你想，你买一本书，淑凤他们几个都能跟着一起学，姑姑也能跟着一起学，咱们6个人，一人才只当用了200文钱，你说划算不划算？你爹呀，他没算过这个账，会算的话，他也觉得划算。真的？当然是真的。再说了，这花的是姑姑的钱，想你爹做什么？赶紧挑。春晓将2人的书都综合比了比，最后挑了一本字不大但是字多的启蒙书。最后他付了1两7钱银子，买了一本书跟一扎纸。好啦，我们的东西买了，接下来就看您二老想买什么，不用客气，我买单。我们也没有什么要买的，出来看个热闹，你们自己高兴自己买就是了。那咱们去杂货铺再买几斤盐，过些时候我还得腌肉呢。咱家猪还没有卖就开始惦记肉了。盐能放，买些就买些吧。最终春晓在杂货铺买了1坛子10斤油跟10斤盐，又买了2斤糖。原本还想再买些棉花，谁知道棉花的价格一下子涨到了70文。老板，我们前些时买棉花都只要45文，怎么如今要70文了？这价格是做了火箭还是怎么的？45文那是放几年的陈棉的价格，我这可是今年的新棉，收回来都要50多文呢，出的可是正价。去年的陈棉都要60文一斤，45文的棉已经没有了。去年的陈棉倒还有些，不过也不多了，60文一斤，几位要不要？这棉花可是抢手货。春晓摆了摆手，带着几人离开了杂货铺。娘，咱之前买的是陈棉啊。新棉咱们可买不起，咱买棉花都是默认买陈棉的。你看看这1斤的价格都差了几十文呢。陈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过是受了潮，颜色没有那么好看的而已。只要不是那用过了的打散了的再卖，陈就陈吧，有什么关系？爹，这棉花这么值钱，为什么我没见咱村子里有人种棉花？你当钱那么好挣的？要是那么好挣，家家都种棉花去了。这棉花1亩地也难出几十斤，还得时常伺候着，不如种麦子省事儿。不然为啥卖这么高的价格呀？原来是这样，春晓了然地点了点头。不过听说这棉花运到再北边一点，那价格还能翻番呢。谁让人家那边冷呢？到底是个什么情形，我们也没有见过，都是听说而已。春晓给严炳发买了顶护耳的皮帽子，给周氏买了条围脖子的毛脖，给舒文买了个糖人儿。走了，该去集市口了，时辰也差不多了。这么快？你这孩子，非得把钱都花光了才算完事儿吗？
到集市口的时候，严大山果然也到了。几人正高兴地说着话，孩子们也高兴地在四周转悠。买到你要的果苗了。这是啥苗啊？橘树苗，摊主说结出来的果子甜得很。东西都买完了没有？有没有要再逛逛的？不逛了爹，大山这回花银子都不带想的，我看着肉疼。这街上东西又多，这儿也买那儿也买，钱都花没了。我们也不逛了，原本也是来凑凑热闹，这该买的都买了，回吧。那还是按着原路？要不我也跟着爹他们走路回去吧。娘，你带几个小的坐车回去。他真是怕了村里的妇人了。车子回去还有个把时辰呢。行，那你们先走吧，我们去牛车那里等回去。天杀的，这是家里进了贼了呀！周氏急吼吼的进屋，春晓也有点傻了，跟着进去，发现卧室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被子褥子都没了，地上墙上还有几个坑。叔父，你赶紧去通知你爷爷他们过来。舒文，你去找你爹，让他把李正找过来，就说姑姑家遭劫了。小琪，你带着朵儿去路口看着，有人来了通知我俩。周氏见春晓一脸茫然，以为他吓傻了，碰到这种事情他自己也有点懵。这地上好几个坑呢，这贼找钱呢，你赶紧看看你钱被拿了没。要是被拿了，那就真的没活了。两人都提着心，春晓赶紧走到埋钱的地方，扒开看了看。娘，盒子还在。别光看盒子，拿出来打开看看，确认清楚。这个该死的贼，这是穷疯了，被子都挪走了。春晓将盒子拿了出来，打开看了看，钱确实都在。今日也是险，若是那贼人运气挖到了那处，真的要血本无归了。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两人将盒子收好，仔细清点了家里少的东西。柜子里的100来斤面粉，还有大几十斤的大米不见了，连他之前买的花生也不见了，他新做的里衣却不见了。又去灶房看了看，灶房里挂着的腌的2只兔子跟鸡也不见了。好在今日去集市，家里没有烧木炭，杂房也没有，不然若是发现他的炭，指不定日后都得盯上他。先别说，等李正来了看过了再说，这村里骚窃他得知情。两人搬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周氏还在骂。没多会儿，严炳发跟严大河过来了，在屋子里转了一圈。这贼好大的胆子呀，青天白日的就敢行窃，这是一早就知道家里没有人呢。哎呀，铁定是村子里的人干的，要是让我知道了，我非得打断他的腿。都丢了些什么东西啊？周氏便把清点的丢失的东西过了一遍。春晓钱藏得好，钱没有丢，这事儿咋办？这村委安宁是安宁，还是太偏了。你看，这人砸了门，搬了东西，村里头也不一定知道。我看这人难找出来，这事儿多半是要不了了之了。就这么东西白送别人了？等李正来了再说吧，多半是个无头冤案。前些时有人家家里丢了鸡，还不是不了了之了，除非现场抓到人。春晓也知道这个道理，这里没有监控，就算是事后抓到了人，人家不承认，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要抓只能抓现行，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讨回公道。爹，等会儿李正看过了，咱们先找严武叔把门修好吧。我看了，锁没有坏，就门把坏了。我让你二哥现在就去找人。严大河走了没多久，严大山就带着李正过来了，后面除了跟着的3个孩子，还跟着好些村里人，都是听说春晓家里失窃过来凑热闹的。李正一进院子，首先看了看被砸的门锁，又由严炳发父子俩陪着进去逛了逛，最后还是周氏将丢的东西给他细数了一遍。整个过程，村子外的村民们一直在窃窃私语。
李正，你可得为我们春晓做主呀！他如今在咱们村落户，也算是正儿八经的村里人。如今光天白日的东西都被偷了，连衣服被子都不放过，这是不让他活呀！李正，这村里掉东西的也不止我们一家，只不过我们倒霉住得远，被人盯上了。这贼尝到了甜头，只会越发的大胆，保不准哪天就偷到其他人家里。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的东西不会丢啊？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李正，周麦娘说的没错，是得好好查查。这马上就快过年了，这贼不抓谁能心安呢？不是，李正，前些日子我们家鸡丢了，到如今都没找着是谁偷的。我看这村子里怕是不安生。李正，这事儿不小，可得上点心。这确实不是件小事儿，但是这桌子要哪脏，如今人都跑了，各家都警醒这些吧，都在村子里边传上话，近期有贼出没，出门记得留人。这事情就这样算了，这东西丢了就丢了，这些东西都是才添置的，可是花了我们家春晓的老底儿了。不然能怎么办？贼抓到了自然会给你个说法，但是没抓到之前也只能认倒霉。难不成你还想让我给你赔啊？不是，李正，我老婆子也不是这个意思，她就是一时着急而已。这个事情啊，既然报到了您那里，那就劳您记上一笔，也好心里有个数啊。赶紧收拾收拾吧，这事我知道了。刚说的都听见了吧？各自回去都注意些，别让贼钻了空子。李正看一眼院子的人，再待着也是自讨没趣。李正走了，村里人也跟着散了。孩子们知道家里遭了事儿，大人们这会儿正烦着呢，也懂事的不往跟前凑，到一边猫着去了。严武叔刚刚就到了。你们家呀，今日是走了备孕了，以后出门还是得留个人看着。哎，谁能想到出这种事情啊？你赶紧看看那门，看看能不能修结实些才好啊。修是能修，就是有些麻烦，得把这门板呢卸下来，抬到我家里去，在这里不成。那要多长时间呢？你们这2个门有4个门把，这会儿抬过去，天黑前这个大门应该可以动好，晚了就要明天了。几人一听，忙过来帮忙拆门板。大河跟大山一起，一人一边把大门门板拆下来，就跟着严武叔走了。今晚咋办啊？你被子都没了，自然是跟我们回去，还能咋办？还有剩下的一些木材，我还想趁这2天烧出来呢，顺便试试柴火火候。这东西没了，损失已经造成了，咱得想办法弥补啊。你烧你的吧，我跟你娘陪着，晚上再一起回去。明日让大山跟大河上镇上给你买褥子跟布回来，粮食就别买了，家里有。你要吃细粮都给你搬过来，我们吃粗粮也吃惯了。粮食还是买一些吧，不买那么多了，就各买个30斤左右好了。娘，你也别伤心了，这东西丢了就丢了，就当是破财消灾了。你倒是想得开，这以后家里无论如何都得留个人，今晚我们都过去了，这家里岂不是就没人了？哎呦娘，这家里都被搜腾过一遍了，剩下的都是别人不要的，有什么好守着的？我就算是敞开大门，也不会有人进来了。你当那贼是傻的？我是说你的那些炭，你今日是没有起窑，所以别人不知道。今日若是烧了，还是得有人看着不是？万一有那无聊好奇的要进来看一看，怎么说呀？不会的，娘。现在大家都知道屋里遭了贼，谁还敢这个时候闯进来？不怕被抓吗？等会儿门修好了，大门一关就好了。再说了，我们晚上走了，明日一早我早早的过来，不会有事的。晚上，严炳发跟周氏留下来陪着春晓。爹，我心里有个计划，明日跟你们讲。什么计划？为啥要明天再讲啊？现在不能讲啊？我还没有确定呢，
明日上午我先看看再说。若是可行，村上可是有的忙呢。什么事情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好事？好不好的，现在还不好说，要到时候才能知道。这孩子还跟爹娘玩起这种花花肠子来了，你今日可是损失了大几两的银子，我倒是一点也没有看出来你难过。东西都已经没了，我哭他们也不可能回来，肉疼我自然是肉疼的，但是转头想一想，我要把他们变成我挣钱的动力，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啊。你如今说话一套一套的，怎么说都有理，我是说不过你了。咱春晓如今这样才是顶好的，遇到事情不像村里那些个婆婆妈妈果决得很，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是有大出息的。几人在火堆前说说笑笑，等7个土窑都封了口，春晓几人约摸着又做了1个时辰左右，砸开了第8个土窑。他试了试成果，结果失败了，大概是缺些时辰，中间部分不够脆，这样烧出来会有烟子。严炳发他们知道失败了也没说什么，早先就说过了要试，这炭就算是知道了过程，也不是那么好烧的。二嫂，二哥他们走了？走了有一阵了。小妹，昨日睡得好吗？好啊，舒朵就是个小暖炉，睡得可暖和。姐，姑姑说你是小暖炉，姑姑那是在夸我暖和呢。姑姑，郭脸娘烧了热水，你打水洗脸。大约是听到了这头的声音，春晓正洗着脸，舒文就跑过来了。二婶，我想让姑姑教我认字，行吗？那得看你们姑姑有没有空。舒文听完，拉着春晓就往隔壁走。喂鸡的2个小姑娘一听，丢下菜叶子也跟着跑了过去。春晓就这样被拉到了堂屋。堂屋的桌子上书已经放好了。行，今日姑姑有事要忙，就先教你们认根5个字，你们可得好好学，认真学啊。说完，他翻开书本，开始教孩子们书上的头5个字。这繁体字的笔画就是多，还好他能看懂。给他们说了那5个字，并大概讲了字面意思之后，他又带着人来到了院子里，找了根树枝，在泥地上教他们写了起来。家里资源有限，就先跟着姑姑这么写吧。如果一下记不住，你们正好5个人，1个人重点记1个，盼儿也不例外，相互提醒，知道了吗？知道了，姑姑。几个小人都去找了树枝，跟着有模有样的比划了起来。教完了没有？教完了，我们得赶紧过去呢，那边没人，我这夜里都睡不踏实。哦，完了。周氏跟灶房的田氏招呼了一声，便带着春晓他们走了。走之前，春晓将自己之前的那把锄头给扛走了。都说了没人来，娘你就是不信。对了，你昨日说的事情到底是个啥事儿啊？你要看什么？你们先坐会儿，我出去转转，等我回来。说完，扛着锄头就出了院子。这菜是出不了芽了，下雨都给泡死了。春晓拿着锄头，沿着前头的荒地找空隙的地方随意挖了挖，每处都挖到见底层泥，才去另一边。就这样从南到北试了好几处，最后在外头晃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才回来。你拿这个锄头去做什么去了？一坐就是大半天。爹，先别忙活了，我有事情要商量。啊，你说吧，我听着呢。爹，你说这村尾这处除了咱们开出来这2亩地，剩下的可开的平地有多少啊？严炳发一听也不好贸然给数，他走到院子口，朝外头的荒地看了看，这才走了回来。这一片可不小啊，怎么说也得有10来亩的样子吧。这个得问李正才知道。你想干啥呀？爹，我想把这一整片都买了开出来。你想要这整片地？
你要这么大片荒地做什么呀？上回李正说了，这片可是宅基地，要钱的。你想要荒地种菜，去山坡上头开，那里开荒种地没人管，不要钱。爹，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不好管理，我就想要这一片，买了好，能办地契最好。我买宅基地种地，总没有人说我的不是吧？这又不是税地，还不用交税，而且这块不是便宜吗？才1两银子一亩。那你跟爹说说，你想用这片地做什么呀？这边地板，种粮食肯定不成，最多呀也就种种菜。哪个说这地不好？爹，我之前就觉得这地儿合适，刚刚又去确认了一下，这块地种棉花是顶顶合适的，地板也没有事，我总有法子把它养肥的。种棉花？你要买这块地种棉花呀？你啥时候种过棉花？你怎么会种棉花的？还有，咱们家没有种过棉花，你怎么知道这地合适啊？他能怎么知道？终归啊，就是在书上看到的。这地儿真能种棉花？能种，而且我觉得我肯定能种的比别人的产量高。毕竟是结合了上千年的种植经验，当初的农业体验课他也不是白上的。你若是确定这处啊能种好棉花，那真是得买下来。这可是10来亩地呀，若是有收成，一年也能进项不少的。10两银子你也是能拿得出来的。这买了地呀，总比放在家里被偷了好。既然你想好了，那我这就去找李正量地。爹，先别忙，我还有话没有说完呢。爹，咱家遭贼这件事儿，我觉得该给那个贼一个教训，不能就这么算了。这贼得了便宜有一回，就有第二回。老话说了，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我想把他调出来。那贼怎么能调出来啊？他这刚得了手，肯定不是这么轻易会再出手的呀。你是有什么法子？爹娘，咱呢就借买着地的风声来调这贼。做贼嘛，总是想偷笔大的。他若是知道我手上还有10几两银子的买地钱，过几日要交给李正，你说他会不会来？当然了，这个事情也得李正配合。爹这脑子转得没你快，你说的意思我既明白又不明白。这是大事儿，你还是跟我说清楚的好。这样，我们买地的事情照样进行，银子呢也照交，但是李正那边要配合我们放出消息，就说我被偷怕了，原本呢身上还有这10几两的傍身银子，怕再被偷，决定全买了这荒地。只是李正那边要过几天才有空给办手续，银子便还在我这里。到时候明面上您跟娘都回村里住，晚上您跟哥哥们过来这边替我。若是那贼起了心思，就有机会抓到了。哎呀，这个点子好啊！这样既有机会抓到贼，又不会让村里人怀疑我们买荒地的目的。就算贼没有抓到，地也买了。哎呀，这个主意好，哈哈哈！春晓啊，你这脑子就是好使，比大山他们都强。这会儿知道闺女厉害了。这个风声啊，主要是要放得自然。爹，您跟李正爷好好说说，我想他会配合的。行，闺女，你话说完了？说完啦。说完了，我这就去找李正量地。严炳发意气风发地走了。约莫过了大半个时辰，他又有些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怎么了这是？李正咋的没有跟你过来量地呀？也不能算是不顺利吧。我起先说了我要买这片荒地，李正他虽然有些意外，但看得出还是挺高兴的。后来呢，我又把我们抓贼的计划跟他讲了，他也觉得可以试一试。
只是说到这地的价钱时候出了些变故。他要涨价？他说当初以2两银子卖我们2亩宅基地，还附赠房子，主要还是看到春晓一个姑娘家和离回家不容易，多是送的1元多。如今不同，如今我们要买这么大一片，肯定是不能以1两1亩的价格拿地，要买啊得出2两银子1亩。若是同意，他便来量地。我看李正这人看着正派，实则奸猾，定是之前看我们买了10亩良田，算定了我们手上有钱，如今买地故意加价的。哎，这话可不能乱说，莫要让人听到了。我拿不定主意，想着还是回来听听你们的意见。爹，2两就2两吧，我手上的银子还算够，买了安心。你去找李正过来量地吧，咱们照计划进行。行了，别去了，肯定啊给你把这个事情办好。严炳发走后，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李正果真带着人跟他一起过来了。看样子应该是已经都说好了，两个人脸上看着都挺高兴。春小丫头，你爹说你要买这块地，你可想好了？李正爷，我想好了。我遭了这么一遭，这银子放在心上始终是不放心，干脆买了这地，有空布，有篱笆，以后这地啊就是我的地方，谁来都得报一声，我这心里有安全感。我也没想到你回来还带了这么多钱，你这么想也是有理。这置了地，这谁也拿不走，你的计划你爹也跟我说了，我肯定是配合着你。我之前也跟你爹说清楚了，这地2两银子1亩，但是你这一下子把钱都拿了，这着实不易。我们刚才量了，就从那个路网口过来，这一整片的荒地，大概是有13亩地稍微多一点的样子。我就算你10亩地的价钱好了，你昨日才损失了一笔，我能帮肯定是要帮的，你觉得如何呀？李正爷，您的帮忙我放到心里，这地我要了，我这就让娘给您拿钱去，这事儿啊早办早好，我心里踏实。我若是用这地种东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地都是你的了，你种东西或者是盖房子都有你。你放心，边界数量的地契上我会给你写得明明白白的，我也会跟村里人说清楚，以后他们未经允许是不能上这处来的，否则也算是私闯民宅了。你放宽心吧啊！若是确定买了，明日我就去给你们偷偷把手续给办了，等会儿回去给村里人开个会，按你们说的说。是，多谢李正啊。周氏跟严炳发带着李正走了，如今他的钱都暂时放在周氏那里，周氏得回去给他拿钱。这买地一下子去了20两，手续费估计得1两，这样一算他就只有19两银子了。家里人走了，他又开始试着烧柴火炭。今日早，到半夜再拆应该是差不多的。哎，怎么都过来了？是爹叫过来帮忙开荒的吗？爹这也太急了些。春晓啊，你买了这么大一片荒地，种棉花这是好事儿，只是这银子用完了怎么好啊？我们是这么想的，要不你把这边的13亩地给我跟大哥一个人匀2亩，这钱呢我们自己出，到时候我们跟着你一起种棉花。我这么大一片地方全要仰仗你们帮忙，要你们花钱买什么地？钱啊娘已经给了，等开了荒，你跟大哥自己去挑吧，一人挑2亩地，到时候地里的收成就算你们的，放心，我说话算话。只是若是收成不好，你们也不要赖我，让你们白做工啊。小妹，你说的什么话？就算是没有我们的，这地呀也得帮着你种的，我们也是想给你减轻点负担。我们来就是这个事儿，既然定好了，那我跟大山就去砍柴火了。大河2口子也走了，一群人呼啦啦的来，又呼啦啦的走，就留下周氏在一旁陪着他。
你也别计较你哥嫂他们算计你，他们如今打心里觉得你有本事，想跟着你弄几个钱，好为孩子们多打算。娘，我哥嫂哪里算计我了？他们还打算自己出钱呢。若说算计，还是我算计了他们。这么多的地让我自己种肯定是不行的，我如今只给了他们1人2亩的收成，希望他们不要计较才好。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种出来是个啥样。你那棉花什么日子种啊？娘，咱们先把荒地整出来，分好亩，我还要给地下底肥。开春了，我先育苗，等咱家麦子种了，这棉花也可以移栽了。反正开了春够忙的。你说的什么底肥育苗的，娘是不懂，但是有个事情，这棉花种子你上哪里去弄啊？10几亩地，那可是要不少的种子的。春晓突然惊醒，对呀，他如今连好的种子都没有，种什么棉花？好在如今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娘，有空您跟村里人打听打听，看看咱附近村子里哪里有人种棉花的，或者镇上县城里哪里有地卖棉花种子的，打听到了告诉我，我去走走瞧一瞧。哦对了，帮我留意着村里的动向，咱要守他几个晚上，看有没有那个运气抓到这个贼。我看李正对这事儿还有一些上心，刚刚我们来的时候他正召集村里人开会呢，怕是这会儿全村人都知道你要买这块地呢，又该有人议论你钱从哪里来了。哦对了，你盒子里还有20两，我跟你爹都没有说，你可省着些用吧，别把钱霍霍完了。咱买地手续费呢？你前些时给了我不少钱，800多文钱我给你出了。你们出息，我们便觉得高兴，总觉得这日子有盼头。等会儿下午吃完饭，我跟你爹他们先回去，把褥子跟布都带过去，等天黑了，让你爹跟你大哥拿被子住这边。若是逮到这个贼，看我不打死他。春晓只是觉得这计划可行，但是能不能真的抓到人还真不好说。只要那个贼够谨慎，他觉得希望其实也不大，但看着周氏志在必得的样子，又不好打击他。明日卖那些的时候把这些也带上，我去试试路子。只是这个价格怎么定啊？要不先打听打听，或者让买炭的人自己开个价，探探口风。他们经常买，开价应该不会太离谱。上次爹不是说有人20文1斤吗？那你们就20文打底试试吧。行，就这么办。啊，还有，大哥、二哥，明日你们结了营钱，去铁匠铺再订4把铁锄，过几天用得着。做活工具可不能少。咱春晓如今买工具都是几把几把的买了，这工具加起来都老值钱了，以后还得给杂房上个锁。你妹妹考虑是对了，趁着如今有进项，她愿意买，咱家都得意。今日一大早就开始烧炭，等他忙活到中午封了炉子，严大山他们也回来了。怎么样，铁锄定了吗？定好了，4两银子，8日后去拿。这柴火炭今日也卖出去了，25文1斤。福渠巷也有人要，不过确实没有之前的炭好卖。咱们的柴火炭不算差，20文的没咱好，这个事儿可行。那就好，只要能进银子就好。我这一日也就只能烧7窑，也就70、80斤左右的样子。以后看是一个人每日去卖，还是2日去一次。几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这炭怕是卖的时间会比之前长，家里还得忙着冬日整荒地，这人手不能少。最后商量好，兄弟俩轮换。爹，咱还守不守那贼啊？再蹲2日，不成啊就算了，那贼大约也是怕了。下午，兄弟夫妻又上山砍柴火棍子了，春晓则帮着他爹清理边界。今天晚上他还得守着炭炉子，这回也算是第一次大量的烧柴火炭。晚间过来的是他爹跟大哥，几个人简单交代了几句，他便猫在后院看炉子了。原本以为今日就这样结束了，
谁知道他正要起炉子的时候，前头却传出了动静，而且动静一下子变得大起来，接着就传出他大哥的声音：今日抓了你们现行，你可有什么申辩没有？严三江刚解封了嘴，忙大口地喘着气。他看了看众人，索性低着头坐了起来。你要是不说，那我可就把你们一起送官了。李正，他要是不说，就直接找他爹娘。前几日我们家的东西可是有大几两银子呢，这损失怎么也得补回来。李正，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不是来偷东西的。你不是来偷东西的？哼，那你三更半夜来做什么啊？给我们家春晓送钱吗？这个时候不说也不行了，春晓，你得体谅我。春晓突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这家伙怕是要整什么幺蛾子。我今日是来跟春晓约好了的，前些时候我回家发现他和离了，一个人过，我便找他来了，想着我也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许能凑合一起过。接触几回之后发现他有这个意思，所以一来二去就这么好上了。你放屁！来我们家偷东西，如今还敢往春晓头上泼脏水！大山，给我打死他，打死他！我让你胡说八道！严家人齐齐上阵，眼看着人被打得厉害，李正忙让村里人将人拉开，他也是有些无语。严三江，你别胡乱咬人，你若是真与人幽会，怎么还带着一个旁的人？难不成你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李正，赶紧送官，把人给我送官！我看他挨了关老爷的板子，还敢说不说实话？李正，各位主播，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与人私相授受虽然有不对，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大过错吧？边上这个是我在县城里面一起做工的朋友，是春晓说二人幽会时怕被发现，我才不得已找他帮忙看着。谁知道这妇人这么歹毒，翻脸就不认人，还让家里人设了套逮我。怕是被夫家休了，想从旁人身上讹些银子。我若知道他是如此歹毒，说什么也不会找他了。你个猪狗不如的，在这里满嘴喷粪！你说你一把年纪，我闺女跟你一起，她图什么呀？想要再补一脚，却被人给拉住了。哎呦，这明发处，你不能为了春晓就想打死我呀！我还想请李正给我做主呢。村里人又开始议论，还有妇人把目光投到春晓身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存在臆想，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不可能。春晓这会儿都气得无语了，这个严三江还真是不要脸。你说我跟你苟且，那我想问问，我图你什么？严三江默默地看着他。爹，小心！这是贼来了。他一下子变得兴奋又紧张，从草棚子里找了根长的柴火棍子，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就听到前头动静不断。他顾不上那么多，又拿了一根燃着的柴火，打开后门就去了前头。听动静，有人似乎还在挣扎。他举着火棍子叫了一声爹，到了前堂就见一个人骑在他爹身上，给了他爹一拳头。他瞬间火气上涌，对着那人的后脑勺就是一棍子。那人呼痛倒在一边，严炳发赶紧翻身上去就是两拳。把门边的绳子给我拿过来！院子外头还有声响，应该是他大哥。这是什么情况？他来不及多想，举着火棍进屋拿绳子。很快他爹就把地上的人给绑了。你看这人！严炳发丢下话就冲出了大门。这是一下子来了两个，是他们大意了，想着一个贼两个人应该是够了，可没想到对方来了两个人。外头一阵拳打脚踢的声响，没多会儿就听到他爹唤他拿绳子，这时制住了。他心下一喜，急忙将绳子送了出去。你去把屋里的灯点燃，然后去村里找你二哥，让他去找李正，就说呀抓到贼了。春晓也顾不得去看贼人，进屋点燃了2盏油灯。他拴好了后院门，
见他大哥跟爹坐在堂屋里，守着2个被堵了嘴绑起来的人，他提着土灯笼就走了。二哥，小妹，怎么了？你二哥睡下了。二嫂，赶紧让二哥起来去找李正，爹他们抓到了2个贼。隔壁院子的周氏还有田氏估计也是听到了声响，很快就出来了。春晓，你说啥？你说你爹他们抓到贼了？抓到了，让我过来通知二哥去找李正呢。是咱村里人？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哎呀，赶紧去找人吧，若是不小心跑了，以后再抓就难了。大河，你去找李正，顺便把李正家的锣拿上，一路敲过来，就说抓到贼了。人家看不看是人家的事情，咱们总得告知一下。我知道了，娘。二嫂，你先睡吧，这事儿估摸还要闹一阵子。李正，这2个窃贼被我们抓了现行。众人将火把凑近，春晓这才发现他爹跟他大哥脸上都挂了彩。这不是清泉输家的三江吗？怎么会是他呀？这个又是哪个？另一个不是咱村的。哎呀，真看不出来，这三江居然做了贼了。前些日子孙婶子还在到处说他们家三江有出息了，原来是这么出息的呀。清泉家的有没有人来啊？这家里人犯了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吧。李正见严三江侧躺在地上扭动得厉害，让人给他把堵嘴的抹布拿了出来。你说我跟你苟且，那我想问问，我图你什么？你不是说你被周家赶出来了没了依靠，不想以后看哥嫂的一脸色过日子吗？还说让我找个合适的日子上门提亲。你怎么说变就变了呢？我自己有钱，为什么要依附哥嫂过日子？你就没有听说我买地的事情吗？这村里人怕是没有人不知道吧？你买地的钱不还是我给你的聘礼钱？是我偷偷攒了好几年的我知道了，你是想私下贪了这些银子，所以弄了这么一出。严春晓，你好狠的心啊你！李正，你得给我做主，他想抢我银子，如今更是倒打一耙，不然他一个合力的妇人哪来那么多银子呀？啊，那周家也只是个普通人家，哪里会给他20多两的银钱？村里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这会儿都有些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事情怎么还有反转？村里人不知道严炳发家买了10亩地的事情，李正是知道的。显然严三江的话漏洞百出，但是这会儿又没有什么有力的反驳证据。他身上有赃物没有？刚一进屋就被我们发现了，直接打了，没偷着东西。李正爷，这个严三江巧舌如簧，死的都让他说成活的了。不过没关系，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不说，自然有人说。那边不是还有一个不是咱们村的吗？拉到一旁问问话，不老实就打老实。这么大半夜的摸到咱们村子里，谁知道他要做什么？打死了也是活该。他故意说的大声，让边上的人听清楚，又让大河再次堵住了严三江的嘴。谁知这时村里部分人却有了不同的意见。如今谁是谁非啊都不清楚，万一你们贼喊捉贼，那三江这委屈谁赔啊？李正，这事玄乎，你可得弄清楚了。就是啊，可不能冤枉了好人，放过了坏人。严三江也跟着在一旁呜呜呜地发出声响，奈何嘴被堵住了，说不出话来。今日的事，后果自然是我承担。若是没有问出一个结果，打死了人，我去官府自首蹲大狱。各位觉得这个结果是否满意？我也一并承担责任，这总行了吧？见众人不再有异议，严大山跟严大河还有村里的几个男人将另一个男人拖到了一边，首先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那人嘴被捂着，疼得呜呜叫。几人见威慑够了，拿走了那人嘴里的抹布。你今日若是不说实话，就准备死在这里吧。那人起初也硬气不肯说，见几人真的就是下死手，又挨了一顿之后，怕真的被打死，终于讲了实话。
偷东西最多不过是赔些银钱，或者是蹲几天大牢。若是真的被打死了，就太不值当了。刚刚局面明明已经被他扭转，谁知道却败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完了，这下子真完了。这会儿晚了，他家没有人来，这俩人怎么办呢？先把他们关到村里的祠堂锁着，明日一早各家主事到祠堂开会。一早，村里祠堂开了，爷爷跟爹还有奶奶娘他们都去了。听说昨晚抓到贼了，姑姑，听说还是咱爷爷跟咱爹抓到的。你听谁说的？我早上起来看到我爹脸青了，爷爷嘴边也破了。我问我娘，我娘说的。今天开祠堂不就是审贼吗？哎，你们昨天晚上也不喊我。喊你做什么？这种热闹啊，少凑。你没看到你爹他们都受伤了？今日开祠堂，姑姑就没去。上午，他先教舒文认了大几个字，并告知了他的意思，然后让他在前头院子里练习默写，他自己则去后院里开始烧炭，并叮嘱舒文来人了记得通知他。快中午的时候，周氏过来了。娘，这是结果还让人满意？还算是公道，不过还是太便宜那小子了。于是他便坐在院子里给春晓讲上午的事情。孙氏一家一大早收到消息就闹到李正家。说到这里，有一个好笑的事儿，这丢鸡的有3家，但是严三江只承认2家，公说公，婆说婆。李正没办法，最后让都赔。春晓家的财物折算5两，父子俩受伤要赔偿2两，总共就是7两。那家人最后干脆就开始耍无赖，周氏寸步不让，说不赔他们也不要了，直接报官。总之是好一阵折腾，最后还是孙氏舍不得儿子认了赔。只是严家大媳妇邹氏不乐意了，觉得不仅失了财，还在全村人面前丢了人，当场就提出了分家。总之场面一度混乱。最后在那孙氏的哭嚎下，总算是赔出了5两银子，还有2两用2只猪仔抵。这件事情大致就是这么个过程。那5两银子我给你放到你钱箱子了，咱这次也不算亏。2只猪崽已经抓回来了，我们挑的2个壮的，原本是想将猪卖了再抓猪崽的，这下好了，钱都不用花了。在村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赔了银子就算是了事儿。只是想到这么个人，想到他昨晚说的话，春晓就觉得浑身膈应。那咱爹他们呢？身上的伤严不严重啊？你爹他们没事儿，事了了就带人上山砍柴火去了，说是这天不好，怕过几日下雨，先多备些柴火。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严大河回了，走得气喘吁吁。这药太贵了，就这么1小瓶就要了560文。这该还是便宜的吧？你猜对了，还有5两1瓶的呢，怕不是银子磨出来的。东升啊，进来吧，小心这雪。你怎么过来了？周婶儿，春小姐。你咋来了？有事儿？我雪前在山上放了几个陷阱，今早去看，发现逮到了好东西，想过来问问春小姐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就拿到镇上去卖去了。什么好东西？你穿这么少不冷吗？我都习惯了。有2只山鸡，1只狍子，狍子有40来斤的样子，也是运气好，下雪天觅食掉到我的陷阱里了。你准备卖个什么价？不贵，狍子算40斤，加2只山鸡，总共700文钱，你看成吗？你不是要了你大哥100斤猪肉吗？如今又弄个狍子干什么？说话声小，只有2个人能听到。娘，都是一个村的，能帮一把是一把。再说了，这东西在外头买，怎么也要20多文1斤的，人家没赚咱的，吃不完腌起来就是了。东升，姐家呀最近太忙了，怕是没有时间宰杀。你如果方便，能不能帮着你周婶一起把这狍子肉清出来，
到时候也给你割2斤肉尝尝。成，我这就去给你把东西弄过来。你们打算在哪里弄？就在这院子门口吧，我去准备几个盘。我要去河边提水，你等等我，咱俩一道走。那您多拿一个桶，我帮您一起先打了水再回去。有了东升的帮忙，水缸来回了2趟就打满了。他又回家拿东西，半个时辰后扛着一只狍子还有山鸡过来了。周氏跟他在院子门口解狍子肉，春晓则在一旁拔开水烫过的鸡毛。东升解肉的动作还算熟练，很快就剥完了狍子皮，然后是开始清理内脏。最后总共割了9条肉，4个腿肉也放在一起，还有一个狍子头跟一堆骨头。春晓进屋给他拿了700文钱，东升又还了他10个。上次还欠你10文钱呢。拿着吧，你帮忙弄了大半个时辰，10钱的工费不算贵。说完又给他拿了1条肉，然后指了指边上的内脏。这些你要不要？我不要的。要的要的，你若是不要就给我吧，肉我就不要了。内脏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东西。春晓拿起1条肉就挂在了装内脏的桶边，又给他放了几根骨头。你娘身子不好，你拿这个骨头给她熬汤，对身子有益的。桶借给你，好了再还回来就是了。小伙子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半天才嗯了一声，提着桶踩着雪走了。这孩子太不容易了。等会儿咱们如何做？咱谁都不认识，只能一个一个敲门问了。等到了一个庄子门口，春晓试着敲了敲门，半天也没人应，倒是听到墙内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狗吠声。这里面是养了多少狗啊？他又壮着胆子接着敲，过了许久才有人来开门。你们谁呀？这位小哥，我们是3叶镇过来的，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种棉花的？没有棉花。门啪的一声关上了，两人都是一脸的无奈。现在怎么办？不是还有好几个庄子吗？一家一家问吧，总有人愿意搭理我们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想的太天真了。他们问了几户人家，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他们。一听他们说要买种子，就直接关门。春晓也没有辙了。大哥，上次你们卖炭是在哪一家呀？买炭的人怎么称呼啊？刚刚问的第3家就是上次卖炭那个庄子，开门那个小厮倒是不是上次那个，我听庄子里的人叫他安伯。春晓在心里谋划了一番，走，再去问问。他们又来到了之前第3家的庄子，拍了拍门，这回门很快就开了。怎么又是你们呢？都说了，我们村子不卖棉花，也不卖种子，你们再闹啊，我可就要放狗了啊！怎么又是你们呢？不好意思啊，小哥，我们刚刚话没有说清楚，我们是来找安伯的。你们找安伯？你们是他什么人呢？劳烦小哥通传一声吧，他见了我们就知道了。啊，你们等着啊。大约过了1炷香左右的时间，门又开了，出来了一个老汉。听说你们2位找我怎么觉得2位面生的很呢？咱们认识吗？大叔，您不记得我了吗？上次我跟我弟弟给您送过炭，你有印象吗？哦，你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啊，是见过。怎么，你今日是要来卖炭呢？我后来又去过一次镇上，倒是没有碰见过你们呢。大叔，这是我妹子，我们今日不是来卖炭的，我妹子想种棉花，她知道这陆村庄子有人种棉花，所以想来买点种子，不知道您这里有没有啊？棉花我们确实有种，但是这种子呀是不外卖的，不好意思了啊，2位。不过2位若是卖炭，我倒是可以收。这年边上天气冷，庄子里管事买的炭不怎么好，我看你们那个炭还行，
价格呢也比较公道。要不你们送几百斤炭过来吧，这主家来巡查，总要有些好炭招待着。不好意思啊，大叔，今年的炭卖得好，我们的材料准备不足，家里没有烧炭的木材了。如今我们卖的炭是便宜炭，想来您这里应该是用不上。你们没有木材，我们庄子有啊。你们要什么样的木材？来，跟我来看。你们看看，这里头啊有没有合适烧炭的？这价钱好说。大叔，这些可以烧。你们原本1斤炭呢是60文，如今这材料我们出，那1斤炭给30文，这生意你们接不接？大叔，有个事儿您该清楚，这1斤木材烧下去最多就出7两炭，您要是按整根算，这炭有时候会断，您要是按斤两算，我该按个什么比例折给您呢？这个不好把握呀。到时候万一您觉着这木材不止炭烧出来的数量，我们可赔不起。还有，我们不住在三叶镇，我们是三叶镇那边严家村的，这送炭着实是个麻烦事儿。送货这个好说，庄子有牛车，约个时间我们去拉就是了。那你说咱们要怎么算才好啊？大叔，您这处棉花种子真的不卖吗？这人大小肯定是个管事，不然怎么能随随便便掺和庄子办东西的事情？他肯定也是有一定决定权的。是不是我不卖你种子，你这炭的生意也不做？你要知道，我若是要买炭，去镇子上就能买，生意给你们也是为了关照你们，别不识好人心呐！不是，大叔，您若是为难，这种子我上别处找就是了。我只是想着，您这么大的庄子，种出来的东西肯定不错，这种子肯定也是极好的，上别处买的话，风险就大了。我这不是有些不甘心吗？既然您不喜欢谈种子的事，那我就不说了。这样吧，全都出7成，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们按6成5算吧。就是说，你给100斤木材，我给您65斤炭，炭的加工费按30文1斤算。若是少于65斤，我按65斤赔您；若是出了70斤，我就给您70斤。您觉得如何？姑娘这话一说呀，我就知道你是个敞亮人。行，就这么办。那您想烧多少？我去给你找2个人来，你们先把能烧的木材给我挑出来，烧多少我要看看有多少木材锭，多些也无妨，还有1-2个月冷呢。您就大概说个数吧，不然我拖多了，您等会儿还要拖上去。你们先挑着，我去找人啊。对方不肯给准话，交代完就出去了。春晓，如今怎么办啊？大哥，这是好事，这是上门生意，人家还自己拉，比咱们日日去卖还省事儿，咱不接就是傻。可是那棉花还没有着落呢。种子的事嘛，我开春上县城看看，肯定能买到。我种棉花也是为了赚钱，如今就能赚到钱，肯定是先做这一头啊。人很快就叫来了，外头的牛车也拉过来了。春晓边挑边让人搬，老汉又找人用大秤过了秤，整整有1400斤。大叔，这不成，这牛最多拉700-800斤，这也拉不下呀。没事儿，庄子里牛多。说完，跟边上的小厮说了一声，小厮跑了。很快又一个人赶着牛过来了。用2辆牛车应该是够了吧？我给你们送到家，到时候再去取。只是不知道这么多要多长时间呢？春晓算了算，一炉用30斤左右的木材，一天7炉做200斤算，这么多至少要7天时间，今日还不算。那您8日后去取吧。要这么长时间呢？这也没多少啊，怎么要7-8日呢？大叔，慢工出细活，
时间短了不成啊。老汉却不乐意了，他想了想，这样吧，你不是要棉花种子吗？你想要多少？春晓先是一喜，随即又冷静下来，这是有条件呢。大叔，我想要60斤左右。这些炭若是第4日能取，我就出你1袋种子。我这1袋种子可是有80斤的。你也知道，我这种子比一般的散户种的好，1袋种子要不了几个钱，我就当送你，你看成不成吧？一旁的严大山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春晓则是既高兴又无奈，没想到这事情还能峰回路转。这要是答应了，那未来3天他就别想睡觉了。可不应，那这种子就飞了，县城哪里有他还不知道呢。成，第4日你们去拿炭。那我拿炭的时候给你把种子带过去。提前说好了啊，这炭得烧好，不然我不仅不给钱，还要让你们赔木材钱。今日去了也是知道你们家的位置，没得跑的。您放心吧。老汉让人将木材都装上了车，叮嘱车夫快去快回，车夫便载着他们赶着车走了。大山说你答应人家3日内要给人家把炭烧好，这该有1000把斤的东西吧？3天你能完成？爹，整整1400斤呢，所以从今天晚上起，我要请2个人帮忙了，就像上次您跟娘帮着我那样。那就我跟你娘帮着，我们俩也算是做过一回，该注意的都还记得。那就辛苦爹娘了，好在我今日褥子已经买回来了，等会儿啊，让嫂子们帮忙，今日就把被套被单做好。妯娌俩也跟着点头，这个没问题，我们这就去做。等等，我有礼物送给你吗？他将面脂拿出来，给了2个嫂子跟他娘1人1瓶。天太干了，这个擦了皮肤好。你这妮子又乱花钱。周氏一边责备，一边拿着手上的面脂爱不释手。这女人嘛，护肤品总是喜欢的。2个嫂子也是惊喜，小妹，这东西很贵吧？肯定贵。不贵，买贵了娘要骂我的，咱要好好爱护自己。你给你娘礼物，咋的不想想你爹呀？春晓忙将那小瓶猪油膏递到他爹手上。爹也有，用这个擦手，手不容易开裂。我的呢？你跟二哥没有，要的话自己买去。几个妇人都笑了起来。田氏跟张氏进屋量尺寸缝被子去了，其他人则开始处理木材，砍成烧炭要用的大小。春晓则在准备泥土、枯叶、水那些。在坡边取土的时候，他才看到他爹的鸡圈已经搭好一半了，这速度杠杠的。这期间大家商量好，周氏夫妇跟春晓专门负责烧炭，2对夫妻跟舒文则继续整理荒地，做饭就由田氏负责。1400斤，3天完成，1天要烧470斤左右的木材，就意味着他1天要烧16个土包，想想都觉得工作量巨大。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如今的情况不同，他也是有压力的。这材料是人家的，烧毁了还要赔，关键是他们还没有木材赔。严姑娘，你的炭烧好没烧好啊？我这种子可是说话算话，给你带来了啊。大叔，烧好了，这就让人给你搬出来。家里人很快就全过来了，对这个金主都很客气。严炳发邀他进去做，对方拒绝了。庄子里事情多，我就不做了。咱们呢，把钱结算了，我就走。不好意思了，各位。哎，您说的是哪里话呀？您是大庄子的管事，自然是贵人事忙啊。
那您稍等，我们快些弄啊！全家人上阵，很快炭就全搬了出来，过了秤，总共有972斤。老汉从中抽了些，掰了掰，看了看，很是满意，对他们家做事的效率也很满意。他将1麻袋种子交给春晓，又给了春晓30两银子。你们家呀是守信的，这多的几百文钱就不用找了，算是给你们的赏钱。明年若是有需要，我还找你们。那我就先走了啊。周氏见他这就走了，对着边上的田氏耳语了几句，然后笑眯眯地看向那老汉。这天儿说不准，保险起见，我给您这炭搭上帘子吧，以防万一。安伯看了看高高的太阳，觉得虽然此举有些多余，但又觉得这家人难得的细心，遂也没有反对。很快田氏就拿了一打草帘子出来了，全家人动手将车上的炭遮了个严实，并一起将牛车送出了路口。真好，这有钱人做买卖就是痛快，东西一验，银子一付，完事儿，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都回吧，把那种子先放到春晓房里。春晓，事儿完了，你赶紧去睡觉啊！啊，还有事儿没完呢，咱得分银子呀！分钱不是最开心的时候吗？来，都到堂屋等着。之前没结算的炭钱有19两5钱银子，加上今日的30两，总共是49两5钱银子。我要给哥哥们1人9两9钱银子，凑个整，正好1人10两。哎，这不好吧？这后面的炭我们都没有怎么出力，怎么好意思分钱呢？要不我就分前头的，后头你自己收着。大哥说的是啊，大哥好歹还陪你去了陆村，我可啥都没做。之前就说好了的，炭的买卖你们是2成，我可是包括各种状况的。他拿出2个大银锭子推到2人前头，收好，我还要去睡觉呢。说完，他又数了7钱又50个铜板推到大哥面前。大哥，昨日的水缸钱赶紧拿着吧，还要接着干活呢啊！就这1个月，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挣了差不多40两银子了。兰儿，都存起来，以后啊，给闺女办嫁妆也够了。严大河这会儿直接把钱给了张氏，张氏的手有些抖，这竟然又是一个10两。春晓又拿了1两银子给周氏。娘，650文的簸箕钱，剩下的给您买零嘴。爹，杨五叔那里的工钱。工钱哪里用得上3两银子？若是这么贵，我就不找他了。您拿着，多的您自己收着，我还没给过您钱呢。你这倒像是财神身边的散财童子。哈哈，行了，我收着呢，你赶紧去睡觉去，要不让你娘给你做点吃的，吃了再去。不了，我这就去洗了睡了。春晓洗了后关了房门，将他的钱箱子又挖了出来，数了数，真好，如今他有64两多银子。将60两银子放回盒子又埋了回去，剩余的放进了钱坛子。如今种子也到位了，有了这些钱，打申请也不成问题了，事情都在按着计划的顺利进行。玉芳，你们的桌椅啊好了，我给你们送过来了。五哥，你这速度挺快啊。桶啊只好了2个，也先拿过来了。放到哪里啊？2人合伙将东西卸了下来。严老五看见蹲在堂屋的5个孩子。舒文几个干啥呢？五爷爷，我们在给姑姑挑种子呢。虎叔，这桌子椅子是要放到我屋里的。2人将桌子搬了进去，春晓则把椅子拿了进去，出来又把桶拿进了杂房。严老五就站在堂屋里看着几个孩子挑种子。这是啥种子啊？咋的还要挑啊？
咱种麦啊都是一片撒的，省事儿。我这地闲着也是闲着，便跟我爹商量，准备种点棉花。这地啊土质一般，能种点什么也是好的。五哥，过些时候我们家想买头牛，这牛车你能坐吗？你们家要买牛了？严老五有些吃惊，这一头牛怎么也要10来两银子。村里人都说严炳发他们家有秘密，想不到居然是真的。春晓这处这么大片地，我们那边也有地，不买做不来的时候还得跟人租，还不如啊咬咬牙自己买了。一头牛可以省许多事情，就是去镇上也方便不是？你若拿得出那个钱呐，能买自然是好的。牛板车我能做，就是做车轱辘十分麻烦，怕是要费不少功夫，这价钱呢就贵些。你那价钱一向公道，能做就成。我这还欠你不少东西呢，还有6个桶，你之前不是说还要做个大澡桶？如今呢再加上这牛板车，这年前也不知道做不做得完呢。哎，没事儿，这板车我们没那么着急，这牛都没有回来，年后也成，只是车轱辘务必做得结实些。啊，这个你放心。炳发呀，你给哥说说，你们家到底做了什么买卖？昨日我还看见上次送木头来的牛车从你们这头拉东西走了，只是那车子盖得严实，车子又走得快，什么东西都没露眼。哎，难不成你们也做木器？我记得前些时候你们砍了不少的木头啊。五哥，我们若是会做木器，就不会啥都让你做了，我们可没你那个手艺。如今村里的猜疑越来越多，过些时候他还要打井，若是不给个说法，怕是各种谣言就要出来了。虽然他们不理也没多大影响，但是若能给个说法，就不会有人时常打听了。五叔，我知道村里人呢对咱们家突然大手大脚置办东西都有猜疑，既然您问了，又是自己人，那我告诉你也无妨。我和离回来那几天啊，心情十分不好，我爹呢便带着我去山上转了转，说是要给我摘些野果子，结果也不知道是我们运气好，还是老天刻意垂怜，居然让我在山上采到了老灵芝。我原本是要拿到镇子药铺卖的，可巧那天有个城里老爷下乡找灵芝，我便高价卖给他了，就这样赚了一笔。严老五虽然觉得他说的话巧合太多，但又觉得这也算合理，不然他们家怎么突然就有钱了？前些时砍木头，您该知道，我置办新家，要做的东西不少，村里人有意见，我便想着在外头买些，谁知道买回来的有些木头中间蛀了虫，我又找买家退了，就是你们看到的牛车送来又拉走。唉，原本是想节约些材料钱，想想还是算了，您那边价钱公道，总算还是省了些。哦，原来是这样啊！哈哈，你们早说嘛！如今村子里啊，都说你们家在闷声发大财，个个都在打听呢。不过你这个丫头是个有福的，这么些年呢，进山的人跟次数不计其数，偏偏就你采到了灵芝，我看呐，多是老天开眼呐。我爹也是这么说。这钱总有花完的时候，我就想着有个倚仗，便把这荒地买了，多少能有些收入。你想的这些没错。行了，不耽误你们干活了，我回了啊。父女二人将他送出了篱笆口。我发现呐，你这扯谎的本事还挺厉害，我在边上听着都要信了。爹，我这也是没有法子，这事儿若是一直发酵，没事都要变有事呢。
人家要是听了你说的，都跑到山上去找灵芝咋办呢？能咋办？若是人人都能找到，人人都发财了，他们找几次找不到，自然就会泄了心思。日子一天天的过，12月20这天，严炳发跟着大山去镇上卖炭，下午回来的时候就牵回了一头壮牛，村里人都跑到大山家看热闹。炳发叔，您家里买牛了？大山，这牛看着真壮实，得花不老少钱吧？炳发，你们上哪儿买的牛啊？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它的牙口？有些牛看着壮，不仔细就容易上当了。大山哥，明年开春啊，你家就有牛耕地了。严炳发心里也是激动，他家添了牲口，这整个村子买牛的就没有几家。各位，牛你们也看见了，大山这里没地方养，我得带到村委闺女家去，她那地宽敞，她在这外头待了大半日，我还得赶紧给她喂些草料，就不同你们多说了，等空下来再聊啊。哟，半年混的回来了，你都买了些啥？这还挺沉的。小心小心，我这上头可是豆腐，小心碎了。你这是把人家豆腐店给搬了吧？买这些豆腐？娘，这豆腐好，今日咱们吃2块，有6块我要留着卤的。卤是啥？你就对吃的在行了。我到时候做出来，您就知道了。接着他又拿出了柑橘跟花生，然后是糖葫芦点心，最后是酱油调料跟布茶壶那些。天哪，你这是去买街了吧？买这些吃的，难怪早上一转身就跑了的，是怕我说你是不是啊？你这总共花了多少银子呀？姑姑，这个糖葫芦是给我们买的吗？你们一人拿1根啊。今日大家随意吃，这都是买回来吃的。小妹，你这也买的太多了，难怪娘心疼。春晓又让哥嫂们自己拿，不要客气。她将布跟调料放进柜子，将那套茶具放在了卧室的长桌上。娘，今日咱们小年弄什么菜啊？不是你说的炖头肉吗？萝卜炖头肉。还有呢？炒个白菜，你嫂子早上过来拔了些韭菜，用韭菜炒个鸡蛋。你这买了豆腐，那就加个炒豆腐好了，够多的了，头肉就有1盆了。娘，咱换一换。炖头肉快好了的时候，你下1块豆腐，下一些白菜。后院不是还晒了2只山鸡吗？多1只，配一点栗子，加上萝卜跟山鸡一起红烧。豆腐炒前呢，先用油炸一下，除了韭菜炒鸡蛋，再跟肉一起蒸1个蛋。你这菜都说得奇奇怪怪的，要不还是你自己做吧，我给你烧火打下手。中午的饭是春晓做的，没想到咱春晓啊还有这样做饭的手艺，娘，可比您做的好吃啊。哎呀，确实好吃啊。能不好吃吗？看看这是多少肉啊，做的时候用了多少油，跟他这个吃法，迟早得让他吃垮。姑姑，你做饭这么好吃，以前怎么不做？都是让我奶做饭。爹刚不是说了吗？姑姑这叫真人不露相。姑姑不是真人不露相，姑姑啊是懒。你们奶奶做了，我吃现成的多舒服。原来姑姑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也懒。咱小妹的手艺啊确实了得，就这菜呀，一点也不比那些酒楼的差。娘，你都没有去过酒楼，咋知道酒楼的菜是什么样子的？我没去过，我还不心想啊，菜做成这样还能做成什么样？以后啊多跟你姑姑学着些，她本事大，能教你许多。大嫂，您就不要捧我了，捧得高摔得疼，反正饭菜喜欢就行。今日小年，咱们家里人都在一起，就算只吃个白菜那也是开心的。哎，对了，我不是买了1坛子酒吗？娘，是不是你藏起来了？
今日只是小年，喝什么酒？那酒要喝，也留着除夕再喝。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喝。今日就喝汤。看啥呢，爹？我看这地呀，再整2日就好了，倒是比之前预想的要快。那是自然，这回真要感谢你们呢，特别是2个嫂子，一日都没有歇下。我刚刚还看到我2嫂捶腰呢，怕是累得不轻。我想剩下的就我自己干了，让他们也好歇歇。你哪成啊？上午还要烧炭。你说的也是，反正没2亩了，以后啊，我跟你哥他们就行了。那边上堆山高的杂草，你准备怎么弄啊？就放那，开了年啊，我烧了做肥料。咱家牛喂了没啊？上午淑凤牵出去放了1个时辰，吃饱了回的。我听你跟你哥说买豆渣的事儿。哎，你买豆渣做什么呀？给牛吃啊？不是，我豆渣也是用来沤肥的。你这沤肥也太讲究了些。先是让我给你去收牛粪，又弄好了些石灰粉，如今还要豆渣，还有些什么？这又是书上看来的？是啊，底肥这些就够了，等到了时间，按照比例混在一起，放上一段时间就好了。比例？总之啊，是有方子的。严炳发看着他，觉得闺女似乎比他想象的知道的还要多。之前不是有话说读书值许多钱吗？我以前那也不觉得，就是你嫁人那会儿，我虽觉得体面，也没有觉得。哎呀，如今看来呀，读书果然是有大用的。昨日你大哥跟我商量，说如今手头也有点钱了，想开年送一个孩子去隔壁村的私塾，只是不知道是送舒文去还是送小琪去。原本呢，按长幼顺序自然是舒文，但是舒文如今呢都11岁了，人家娃儿都是6、7岁启蒙，小琪的年纪正合适。若是2个孩子呢，又实在是负担不起，正犯愁呢。那大嫂的意见呢？你大嫂想送小琪去，她说舒文都这么大了，再过几年就成人了，如今又在跟着你学字，她觉得让舒文跟着你挺好。若是小琪学了，回来照样可以教他大哥嘛。那有没有问问舒文跟小琪自己的意见？这大人决定的事情，问小孩子有什么用啊？这个事儿最终还要大哥决定，不管是谁，跟2个孩子说清楚，可千万别寒了孩子的心。上私塾1年花销可不少，咱们村有人上隔壁村私塾吗？有2个，李正家的小孙子吴忠，还有一个是你五叔家的小孙子严龙，2个人都10岁了，小琪开年呢就9岁了，正好。原来他们村还是有孩子读书的，如此看来，大家都是想让小的去的。你咋这个时辰过来了？是家里有啥事？娘，咱姑姑来了，如今正在家坐着呢。她一个人？不是，春儿跟2宝也来了，你跟爹赶紧回去吧。你叫你爹让他赶紧回去，我还要做饭呢。让你去你就去，这不年不节的，早不来晚不来，每年这个时候来我还要捧着他不成？如今我有地儿待，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你赶紧去吧，你爹还有你2弟都在前头地里呢。说完，一头钻进了灶房。田氏看着边上的春晓无奈，扭头出了院子。娘，咱姑姑来了，你不去不好吧？爹又该说了。他爱说说去，就他妹妹金贵，家里那么些人又不差我一个，人家也不见得乐意看到我。哼！对于这个姑姑，他也是不怎么喜欢的。印象中姑姑重男轻女，说话又喜欢夹枪带棒，
反正他在他跟前就没有讨到什么好。二妮儿来了，哎呀，咱得回那边去，人家好歹是客嘛。客什么客？昨日小年不来，年前跑过来，哪年不是这样？你要什么东西，你尽管给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他一年也就来2回，有宽那边条件不好，咱做哥哥嫂嫂的能帮衬一把，怎么也要帮衬一把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你爱给就给，反正我不去，你就说我在忙不就得了。今日大山还没有回，你可得把家看紧些。娘，要不您跟我一起回去吧，您在这儿我心里才有谱啊。周氏不为所动，严炳发无奈，只得带着田氏跟大河回去了。娘，你咋这么不待见姑姑啊？你这几年不在，你不知道，你姑姑越来越过分了，每回来拿东西不说，还总是挑拨离间，我早就烦了。反正她又不是诚心来看我们的，我在不在都不影响，早走早好。今日中午就我们母女俩吃了。不好惹，那还是少惹为妙。谁知他不去惹别人，别人却主动来了。哎呀，这是春晓吧？好几年不见，都长变样了，倒是越长越水灵了。姑姑，我听你爹说你和离了，怎么好好的日子搞到这个地步啊？这女人没有男人，日子怎么过？难过着呢。你娘也是，不劝着你些，还去拱火，以后啊是要落埋怨的。春晓看着他娘翻了个白眼儿，心里忍不住的笑。姑姑，我和离是我的事情，埋怨不到别人头上，你放心吧。你呀，还是太年轻了，等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愁了。你们2个自己玩去吧，你表姑这边地方大，随你们疯了。2个孩子一听，立马就跑了。我来村子的时候，听你们村人说你卖了颗灵芝，换了不少钱，真的假的？姑姑，你消息还真灵通呢，这么快就知道了。我进村没多久就知道了。你也是，有钱不多留着，买这些个地做什么？这地呀可不是好地，你这不是白白浪费银子吗？我们家明远一直想出去做点买卖，可惜就是没钱，若是跟你运气一样好，怕就成事儿了呢。春晓，你跟姑姑说说，你那灵芝换了多少钱？这地少说也得20-30两吧。姑姑，一颗灵芝能换多少钱呢？你也说了，我这地就要去掉20多两，我又在家里置办了东西，银子啊不剩几个铜板了。唉，我倒是来晚了。大哥，不是说买牛了吗？带我去看看呗。你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如今连牛都买了。几人又一起去看牛。到了牛棚，严二妮看到牛就兴奋了。大哥，这牛得花不老少银子吧？你看看你，每回我跟你借钱你都说没有，如今不声不响的就把牛买了，我看你就是瞧不上我，怕我借钱不还。姑姑说的哪里话呀？我爹对您如何，您还不清楚？这牛啊，也是春晓出大头，我们几个一起凑了买的。你看，春晓这处的地，若没有一头牛，怎么做得开呀？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你们这突然买了牛，有些意外。没想到我哥嫂如今都有牛了，我这心里啊羡慕得紧。我们家也有3亩地，一到开春就累死个人。到时候若是能借这个牛使，那就轻松了。切，二妮你可真能说笑，你这隔个镇子的牛都要走半日，你们家就3亩地，怕是牛没到地就耕完了吧？大嫂，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我知道我们家有宽没有大哥能干，到如今家里也只有3亩地，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呀。我出嫁的时候家里没给什么嫁妆银子，有宽家又是那个条件，到如今没有卖地已是很不容易了。我可什么意思都没有。
周氏一时也不知如何应付，索性闭了嘴。你这大运撞得谁不羡慕？如今有地又有牛，说不定过些时候说亲的就上门了。姑姑啊，替你高兴。几人看完牛就回了院子，结果刚进院子就看见2个孩子坐在堂屋门口吃酥饼，地上还放着一排。奶，你快看，咱表姑家有好多的好吃的，这里还有橘子，还有花生呢。春晓的额头跳了跳，这2个孩子居然进他的屋里翻东西。周氏则是怒不可遏，他几步跑上前就要拿地上的纸包。那2个孩子一看有人抢他们吃的，立马就不干了，身子一扑就把东西护在了身下。奶，舅奶奶要抢咱的吃的，你把她赶走。我抢你们的吃的？你们偷东西还有理了？谁让你们进屋翻东西的？嫂子，你跟孩子们发什么脾气？你这也太小气了，这不就是一点吃的吗？值得你这样小题大做，还说什么偷这么难听？他们好歹叫你一声舅奶奶，你这不主动拿出来，还要他们翻出来，这两边难看不是？春晓无语，他看了一眼他爹，面无表情。一点吃的，二妮你真是好大的口气，这些是春晓昨日去镇子上花了几百个大钱买的，原本也会拿一部分招待你们，你这一来就要看牛，哪里顾得上？冲儿都7岁了，二宝也5岁了，该懂事了。我们家朵儿去别人家就从来不会不经同意翻人东西，大人也该好好教教了。这男娃跟女娃能一样吗？还不赶紧起来！你表姑这些东西啊，本来就是买给你们吃的，有什么好藏的？弄到地上脏死了，赶紧放桌上。他拿了一个炸果放进嘴里，又随手拿了一个柑橘剥了起来。春晓啊，你是真舍得吃啊，这大几百文都可以过几个月了，你是说买零嘴就买零嘴了，你手上啊定是存了银子的。姑姑刚跟你说了，你表哥呀一直想做些小买卖，只是呢总是筹不到钱。你看你如今手头宽裕，借姑姑几两银钱，等日后你表哥挣了钱肯定还你。春晓站在一旁不说话，他印象中姑姑虽然不怎么和蔼，但是也没有这般的没脸没皮。奶，刚我们拿吃的时候看到表姑柜子里还有好些布，可漂亮了，你不是说没布给我们做衣裳吗？表姑有。在哪儿呢？带我去看看。周氏提前一步关上了房门，守在了门口。嫂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看看布你也不让。有啥好看的？春晓买来做春衫的，颜色嫩得很。大哥，你看见没有？嫂子防我跟防贼似的，你让我日后如何再来？他就是看我穷，处处针对我。如今看个布都当我要抢他的一样，这布还是春晓的，这做侄女的孝敬姑姑一匹布也不为过吧？二妮儿啊，你说要来看看新买的牛，我也带你看了。没事的话，我们去村里说话。春晓他一个人清静惯了，咱那头说话去啊。咋了？我们姑侄好久不见，这见面多处处，理所应当。我看啊，这地儿挺好，我就在这儿跟春晓说说话。说完，他径自坐在了院子里，正巧碰到大山进门。姑姑，严二妮一喜，刚坐下又站了起来。大山，你这是打哪儿来呀？早上去了趟镇上。他将背篓放下，有些茫然地看了看田氏，这一个个的表情怎么这么难看？从镇上来？你这背篓里买了些什么？看着还不少呢。还没等众人说话，他便自己动手了，结果发现是一背篓的豆渣，脸色立马呈现了失望之色。你买这么多豆渣干什么？这牛刚回来，怕把它养蔫了，买点豆渣给牛吃。姑姑，你今儿怎么过来了？看两个孩子此刻正坐在堂屋里大吃特吃，想着他娘难得大方，居然把吃的都给拿出来招待了，也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想你们了，就过来看看，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姑姑，你看大山也回来了，要不咱还是回去做吧，
春晓他下午还要睡午觉呢。是啊，姑姑，刚爹不是给您挑了一只鸡吗？咱得赶紧绑绳儿，不然晚了他跑出去了可不好找。急什么？这时间还早呢。春晓，刚刚姑姑跟你说的，你听到没有？你表哥若是挣了银子，我让他多给你些，这总划算了吧？姑姑，我跟您说的都是实话，我如今也没有多少银钱了，这买了地，又买了被子褥子，又买了布，哪里还有什么银钱？日后啊，怕还要找我爹娘哥嫂他们接济，我没有银钱，如何借给表哥啊？你看个人有个人的命，做生意也是有风险的，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要不还是让表哥在家安心种地，好好带好2个孩子才是正理啊。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呀就是怕你表哥做生意赔钱，还不了你银子。行了，你不借，我还能拿刀逼着你借不成？不借就不借吧。既然这边不欢迎我，那我也不留在这儿讨嫌了。冲儿、二宝，咱们走吧。奶奶，我不走，走了就没吃的了，这些东西可好吃了。是啊，奶奶，这里还有好多呢，二宝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这么好吃的东西。严二妮看了看春晓，既然孩子喜欢，那我找个背篓给他们装起来带回家吃，也算是我这个做表姑的一点心意。春晓一边在心里咒骂，脸上却还堆着笑。那就多谢他表姑啦。春晓将东西全部打包装进了背篓，又跟周氏2人将人送出了院子。白瞎了那么多的好东西，早知道我就不收起来了，昨日就该让他们吃个痛快。咱们姑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2个孙子也没有好好教养。他也不是1、2年才变成这样子，只是最近几年越发的看着讨厌了。不行，我得回去看看，你爹是个面团子，说几句伤心话他就心软。说完便小跑着追了过去。申时末的时候，周氏回了，整个人都是气呼呼的。姑姑走了？走了，再不走地皮都要被他刮3层了。好啦，别气了。我气你爹就是耳根子软，刚才我要是不追过去，你爹指不定就把你给他的3两银子给二妮了。那爹最后怎么处理的？你大哥二哥一起凑了500文钱给他，500文可不少了。若是换做以前，谁要是给我500文，我肯定感恩戴德了。提走了1只鸡，又5斤肉，还有你那些吃的，外加20个鸡蛋。他倒是好了，背着东西回去可以过个好年，咱这边弄得鸡飞狗跳。咱姑父跟明远表哥怎么不来啊？哼，这上门打秋风的事情他们怎么好意思一起？他们过年是不会来的，每年清明会来1次，做的不如现在明显，但也是大包小包的走，反正上门就没啥好事儿。朵儿，这是……姑姑，他是屠夫叔，说咱爷爷在他那里订了肉，爷爷不是砍柴去了吗？我记得肉是你让爷爷订的，我便带他来找你了。啊，原来是送肉过来的。您有名气没有？春晓回灶房拿了个盆，那汉子放下了背篓。昨日我爹是说今日有人来送东西，我一忙啊就给忘记了。您喝杯水先。你点点数吧，都在这里了，我还赶着回去呢。说完，他将背篓里的东西一样样的放进了盆里。猪耳朵肉10扇，尾巴5条，蹄子12个，猪头1个，满满1背篓，可重着呢。这价格……严炳发是你爹吧？之前呢我就与他说好了，这耳朵呢1扇是10文，尾巴是5文，蹄子1个就差不多3、4斤，按30文1个算。猪头就贵些，猪头啊得200文，总共呢是685文钱。你们要的东西好找，若是以后还需要啊，可以继续找我。价钱倒是便宜，春晓让他稍等片刻，他进屋去拿银子，将银子给了屠户，他让舒朵将人带出去。
这会儿正好有时间，不如就开始卤肉好了。今日已经26了，也该准备了。他这边在灶房烧着火，那头送柴火的人还没进院子就闻到了香。你这做什么吃的呢？我这还没进院子呢，就闻到这个味儿了，这味儿也太馋人了吧！大哥大嫂，我卤肉呢，屠户把猪头送过来了，下午有时间我把它做出来。卤肉是什么？这黑漆漆的，没想到这么香。这会儿说也说不明白，等我卤好了，你们尝尝就知道了。要卤好还要好一会儿呢。那行，等会儿回来我们尝尝。夫妻俩携手走了，走了没多久，大河夫妻俩又来了。大河可没有大山那么老实，拿起筷子就想尝尝味儿，被春晓笑着打开了。还没好呢，二哥。你这味儿把人肠子都勾出来了，还不让吃，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就你嘴馋，小妹都说没好呢。哎，多长时间好啊？今日啊，你是吃不成了，明日下午你们回来就都好了，到时候蒸一蒸，大味儿才绝呢。春晓这一锅直到现代时间晚上7点才好，全家人都被馋了一个遍，却是个个都没吃着。还是周氏有口福，出锅的时候他尝了一口，他真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一点膻腥味都没有，还特别的入味好吃。你这做法哪里学的呀？咱这地儿从来没见这样的吃法，这也是你在书上看的？自然。春晓有些小得意，如今只要是别人不理解的地方，就通通说是书上看的，反正他们又不知道是什么书，是哪本书，没得考证。你会这种吃的，怎么以前没见你做？这不是过年吗？总要吃点不一样的。你这里头都放了些什么呀？这味儿真不一般。放了可多了，说了娘你也不认识。这会儿时间还早。娘，拿个盆儿，把猪头都捞起来，我要卤第二锅了。你这卤着就弄了这长时间，这第二锅要弄到什么时候去啊？今日炭烧得多，收都要好晚了，反正也是要等着烧炭，我就顺便把剩下的都做了。你这弄这么多都没有地方放，装进桶里，放我屋里去。如今天气冷，放个10天8天的也不会坏，吃的时候蒸一蒸就好啦。等春晓全部收完院子里的炭，卤好所有的东西，已经是凌晨了。将锅底剩下的小半锅卤汁用盆装了，洗了锅。两人在灶房洗过之后，带着一身的卤香回了房。这东西真是不得了，简直10里飘香。好吃就行。明日中午啊，蒸一些给他们吃，让大家尝尝看看，是只闻着香，还是真好吃，让他们评。娘你一个人说好可不算。这么香的东西放在屋里，我怕是晚上该睡不着了。今日怎么这么早啊？如今不是不好卖吗？再不好卖，咱有4个人呢。我们今日是分开卖的，所以卖得快。我这不是馋你的肉吗？想着快些回来才好呢。娘已经蒸上锅了，等饭好了就可以吃了。很快饭就熟了，依周氏的意思，卤肉每样弄了一点，凑一碗就好了。但是春晓说每样弄一碗，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也有个数，总不好这个吃了那个没有吃到。反正弄了那么多，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连鸡蛋他都卤了30个。吃饭的时候，大家对卤食都是赞不绝口，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我倒是没想到，这猪耳朵跟猪尾巴都能弄得这么好吃。春晓，你是真正厉害啊！他让我收的时候，我还在想，家里好好的肉一些，还要这些做什么呀？想来呀，心里是早有成算的。日后再碰到这种，我也不问了，直接给你办了就成。你看这猪蹄子软糯入味，这头肉就更不用说了。娘，你说这肉咱能不能拿去卖呀？张氏不经意的一句话，大家都看向了他。
他见大家都看自己，突然就变得有些紧张。我就是这么一想，小妹之前不是说想做小生意吗？说卤肉这么好吃，该是能卖才对。对呀，这肉咱都没吃过，就这香味都馋人，该是好卖。哎，对，我看可以试试。这2日啊，正好是年前备年货的日子，镇上人可多，要不咱明日就试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春晓那个汗颜呐，他只不过是为了过年做点准备，怎么就变成买卖了？可看大家这么积极，他也不好泼凉水。这要卖，价钱怕是不会太低，毕竟成本在那里。春晓，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可行，你算算这个成本，卖多少钱合适？你不是说这蹄子都还挺划算的吗？我看这蹄子耳朵都顶顶好吃。这个材料是划算，但是这卤料可不便宜啊，说还是不说呢？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1斤的成本就差不多要25文，这成本着实有些高啊。你算好了没有啊？这成本要多少啊？怕是不行，成本太高了，要25文左右呢。什么？这么贵呢？怎么这么贵呀？不是说这杂七杂八的肉还挺便宜的吗？肉是不贵，可我买的卤料贵啊。你这死丫头，今日若不是问到你，你也不说，你那些料多少钱呢？你是真舍得吃啊？我哪晓得你要问啊？我看贵一些也无妨，这味儿好，总有那富贵人喜欢的。要不咱们还是拿去试试，若是卖不出去呢，就自己吃，反正也是不亏的。大哥说的对啊，卖不卖的，出去咱总得试试吧。咱家没有秤怎么好？若是人家要买，咱有什么给人装啊？这价钱的事儿还没有定，就想着称重打包了，这是铁了心的要卖呀。若是真要卖，那就定40文1斤吧，1斤怎么也要挣个10几文钱，不然对不起我这手艺啊。大家虽然觉得有些高，但早先说好了要试，便没有异议。这东西要是热的才飘香吸引人，我看啊，若是要卖，还得带个柴火炉子。咱家没有柴火炉子，也没有秤啊。柴火炉子你木生叔家有，我先跟他借。秤呢，咱也先借一把。村里卖菜的几家这2日也歇了，就是这用什么东西装倒是个问题。那咱们之前砍的竹子不是还有几根吗？要不然用竹筒子如何？这买的人呐，也不知道买多少，得用多少竹筒子，不合适。去杂货铺买些油纸，现场裁。买的多啊，裁大点儿；买的少呢，裁小点儿。油纸不贵，先不买多了，买个2张。要是卖不出去，拿回来咱们自己也可以包东西用。这个主意好，就按照春晓说的办。那还有鸡蛋跟豆腐呢，那该怎么卖？鸡蛋跟豆腐都没有多少了，要不就算了吧。咱是试卖，少没有关系，关键是试。蛋4文钱一个，豆腐的话就10文钱1斤。行，就这么定了。那明日谁去啊？大山大河他们要卖炭，这是主要的，不能丢。要不还是你们俩妯娌去吧。娘，我倒是愿意去，只是我不会算银子，这万一真的生意上门，我这账都算不清楚，那怎么成？大山他们也不会，这炭怎么卖的？娘，炭就一个价，这多少钱多少斤，春晓都给我们理了一遍，我们都记下来了。他们这儿不同，有几种呢？那怎么办？这生意岂不是做不成？奶奶，我跟我娘还有2婶去吧，这样简单的账我会啊，姑姑都教我了。对呀，我们还有书文呢。行，你会算就陪你娘跟2婶去，等东西借齐了，早上跟你爹他们一起出发。事情说定了以后，春晓房里的东西便被收缴了，竟是一点都没有留的意思。娘，那蛋好歹留些吧，明日在家也有的吃啊。
吃什么吃？这4文钱的蛋跟1文钱的蛋能一样吗？要吃等他们明日回来了再说。奶奶，我们今日赚钱了。周氏正想问他们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早，一听舒文说挣钱了，直觉得是有好事儿，遂饭也不做了，拉着田氏跟张氏去了堂屋，又打发几个小的先去外头玩。舒文今日去了镇上，这会儿也在堂屋里待着，等着大人问话。什么情况啊？这是有人买啊。爷爷，咱生意好着呢，东西都卖完了。卖完了？那肉的价格可不便宜。是啊，刚开始卖的不好，后面卖的老快了。娘跟二婶说，早知道价格该再定高点儿。你先别说，让你娘说。芳儿，你跟娘仔细讲讲，是个什么情形？田氏这才仔细地讲了起来。他们今日去得早，到了镇上，他们先找了个路口把摊子支了起来，严大山他们便去卖炭了。路上很快就有了人，田氏给了钱，让舒文去杂货铺买了2张大的油纸。等东西齐了，他们便开始用柴火生炉子，拿了一部分的肉蛋放在锅里熬着。这熬着熬着，很快香味就出来了，刚开始就吸引了好些人，只是那些人一问价就没了下文。后来边上面摊子上的客人实在是被香的受不了，花钱买了2两卤猪蹄，这一吃可不得了，当即就赞不绝口。吃完面后，直接就买了2斤混装，说是要带回家给家里人尝尝，如此便开了张。最开始都是问的多买的少，慢慢的有人买了，买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也可能是马上要过年了，好多人都舍得了，到最后卖完了，好些人没买到，还都可惜呢。他们收了摊子，也没有等大山他们就回了。好啊，就知道好东西总有识货的。那蛋呢？4文钱一个，也有人买。娘，20个蛋是最先卖完的，后来别人想要都没有了。奶，你不知道那个场景，可忙了，又要称肉，又要算账，又要找钱，那油纸都不够用的，后来又买了几张才够呢。田氏忙从背篓的布兜里找出银子。今日啊，得亏边上的面摊老板帮忙，不然这换钱还真是个麻烦事儿。说完，他拿出了1袋银子。我路上数了的，原本是3两又10个铜板，5张油纸用了10个铜板，正好是3两。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也会有一天挣3两的时候。张氏也是一样，以前在娘家卖包子，一天最多过手几百文钱，没想到这卖肉一天能卖这么多。娘，咱有炭，如今再卖这肉，咱是不是得发财呀？你当日日生意这么好啊？这是碰上过年了，平时可不好说。大嫂，咱挣的可不是3两，这材料成本就要1843文呢。那也挣了1两多，谁一天能挣1两多呀？这可是老多的钱了。田氏说着说着，却突然犯了愁。爹，你说这过年生意好，今儿都28了，明日还可以卖1日的，可是咱家没东西了呀。这才卖了1日啊，唉。你那里还有多少卤料啊？昨日用了1半，还有1半呢。严炳发突然站了起来。我去隔壁村找屠户收，最近杀猪多，他那里肯定有。爹，要不吃了饭再去吧。我晚点再回来吃，你卤啊还要好长时间呢，年前总要再卖上1天吧。田氏他们一听，立马就高兴了。爹，那您快去快回，我们给您饭留着。严炳发走后，田氏他们又坐在一起聊了好久。他和张氏决定把家里的蛋都拿过来一起卤了。周氏又问了许多今天买卖上的事儿，问他们怕不怕，臊不臊，又问他们买家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总之能想到的都问了，最后特别表扬了舒文。等严大山、严大河2人回来后，知道他们卖肉的情况，也是高兴不已。春晓与他们说了，明日回来再统一分银子。
等春晓一觉醒来，他留的20个蛋直接变成了2个。娘，你早说你要送人，我怎么也要多留20个呢？这下好了，咱过年吃什么？我还想着你娘知道留点卤蛋送人，今年比去年懂事，原来是你留的呀。怕是觉得吃了不划算，送人呐还能有份人情。我就是这么想的，吃了也是吃了，送人还能添几分念想。过年不是还有那好些肉吗？我让叔父去村里顺便收几样菜回来，肯定少不了你的吃的。未时，外出的5个人一起回了，卤肉依旧是卖完了，炭却还有10来斤没有卖掉。想着明日过年，他们便没有多赚，直接一起回了。等人到齐了，春晓便进入了今日的重头戏——分银子。首先是炭钱，最近的卖炭收入，兄弟俩各得了4两又55个铜板，他自己则入账12文又165文。他给了周氏165文，接着便是这2日卖卤肉的钱。之前咱也没有说过，这卖卤肉的钱如何分啊？还能怎么分呢？不跟卖炭一样吗？我们2成，你6成吗？还是你想怎么分呢？这卖卤肉我不这么分了，2个嫂子加舒文出去卖最辛苦，我打算你们各加3成，我4成。小妹，这不太好吧？卖其实也好卖，我们今日去啊，就比昨日好卖。这方子是你的，又是你跟娘守着做的，我们两边沾了大头，总觉得占了你便宜，要不还跟他一样，我们2成，我们没意见。嫂子，你们不想占我便宜，我也不想你们吃亏。若是以后要长久做，还得多亏你们。我看啊，就这么分。说完，他拿了一张纸算了起来。这2日买卤肉进账是6两9钱又36文，刨去成本，利润有3两又38文。他给了田氏跟张氏一人911文，这便是你们这2日赚的。说完，又给了田氏60文，给了张氏62文。这是蛋的成本钱。好啦，钱分完了。田氏跟张氏拿着钱，竟然比得了炭钱还要激动。这些钱是他们自己挣的，这意义太不一般了。姑姑，我呢？我可是帮了忙。舒文从外头凑了进来。春晓回屋，从柜子里拿出那5个糖葫芦。这个你拿走，这是特意给你们留的。姑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好好好，知道你是男子汉了。过2年让你娘给你说个漂亮媳妇儿，姑姑再给你添点聘礼，总行了吧？没谱的事儿。说完，挠着头不好意思地出去了。众人都笑了起来。这是知道害羞了。长大了呀。除夕这天，村子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没有鞭炮齐鸣，也没有锣鼓喧天，大家都窝在家里过除夕。严炳发将牛牵回了村中，春晓也跟着回到了村中。这过年自然是要在父母家过的。除夕这天，肉做了大几碗，有兔子肉、狍子肉、猪肉、鸡肉，还有卤肉。用周氏的话说，要吃让他们吃个够。大人和孩子都欢喜不已。严炳发则感叹家里的变化。去年这个时候，他们还在为过年吃上面疙瘩高兴，肉也只敢吃半斤。今年这肉都有好几斤了，更别说各种各样的肉了。想到这里，他不禁看了看坐在边上正在跟周氏、田氏他们说话的春晓。若说他是个有福的，可偏偏他又和离了；若说他没福的，那回来后家里的变化翻天覆地。这丫头大概是旺家宅，是他们有福了。春晓也在感慨，想不到这么快就过春节了。这是他在这里过的第1个春节，可也可以说这是他过的第20个春节。不管如何，他总算是在这里很好的扎根了。
如今他小有伯婿，又有了可以谋生的本事，起码没有了当初觉得前途渺茫的那种焦虑，又有家人的陪伴，日子过得也舒心，只期盼未来能够一如既往。下午的时候，大家都在等着烧水排队洗澡。吃晚饭的时候，春晓拿出早就准备好的5两银子给了严炳发。爹娘，这是我给您2位的孝敬银子，您收好。你这孩子，你一个女娃娃家，给什么孝敬银子？自己收好。你收回去，我们不会要你的。平日我借你琐碎的银子就不少了，哪里还用得着你额外孝敬啊？是啊，春晓，你这样一给，我这孝敬银子都拿不出手了。二哥，我们怎么好比啊？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一大家子呢？我可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咱们量力而行。他又将钱递给了周氏。爹不收，娘你收着。你们若是用不上，帮我存着也好啊，万一我哪天落了难，也有些指望不是？呸呸呸，大过年的胡说什么，越说越不像话。行了，我给你存着，你哪天有需要了我再给你。春晓刚给完，二和也拿出2两银子给了过去。爹娘，这是儿子的孝敬银子，跟春晓啊是比不了，但是儿子跟儿媳的心意，你们收好。这回严炳发笑眯眯地收了。够多了，往年都是500文，今年一下子给了2两。好啊，希望以后越来越好。田氏夫妻作为大房是不用孝敬钱的，于是对着几人说了许多的吉祥话。总之气氛是十分的其乐融融。周氏晚上留了春晓在家里住，让严炳发去了村委守房子，毕竟那头家里可是放了100来斤肉的。第2日，几个侄儿侄女见面就跟他道新年好。他将昨日跟周氏一起穿好的铜板发给了几个孩子，每人一长串，有100个铜板。孩子们拿了钱简直是乐疯了，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钱，往年的压岁钱最多就是2个铜板。但是看到爹娘又有些心有戚戚，生怕转眼就被他们没收了。田氏没好气地笑了笑，你姑姑给的自个儿收好，娘不要你们的。你看看你们那都是什么眼神儿？我是洪水猛兽吗？几个孩子一听让他们自己收着，这下是彻底放心了。很快周氏又给他们一人10个铜板。我可没有你们姑姑大方，不过压岁钱还是有给的，祝你们健康平安。谢谢奶奶，谢谢姑姑。感谢的话此起彼伏。张氏走到了春晓身边，小妹，你也给的太多了，他们还小，到时候也是乱花了。乱花了便乱花了呗，他们高兴就好，我就是想他们高兴。二嫂，今日是不是有村子里的人来串门子啊？咱爹带着二哥跟你大哥烧清香去了，等会儿回了还要去给李正拜年，村子里关系好的也会相互串个门子。这个他倒是知道，只是人家上门若是有小孩子，是不是也得给压岁钱？之前没出嫁时这些都不用管，如今她已经是嫁过的姑娘了，谨慎起见，他又去问了周氏。周氏说没有这样的事儿，这亲戚之间给个几文的还有，村里人不用给，小孩子上门抓着花生吃时也就行了。首先上门的就是方氏，带了他媳妇儿杜鹃和2个孙子1个孙女儿，见面就说起了吉祥话。周氏往孩子口袋里装了好些花生。上次你给我们的蛋是怎么做的呀？这几个小的吃了，天天嚷着还要，我便想着问问。周氏跟他说话从来都不藏着掖着。年后我们家要用这方子做点买卖，这方子还是春晓想出来的，怎么样？果真好吃吧？果真好吃，我骗你做什么？方氏一听是要做买卖的房子，便很知理的没有继续问做法。你们家春晓咋这么厉害，什么都能琢磨？我看呀，若是卖
定能卖得好。托你吉言，我虽然不能把方子告诉你，但咱们两家亲厚，你们若是想吃，拿鸡蛋过来，我们做的时候就加进去，到时候你们也能经常吃上。那感情好，那我过2日就拿10个蛋给你。方氏一家说了会儿话也便走了，他们还要去村里的亲戚家转转。没多久，严炳发他们就回来了，一回来就拿了东西去了李正家。春晓买的那坛子酒，他最终也没有喝上，被他爹送给了李正。从李正家出来后，听说几人又去了几户隔几房的亲戚家走动了一下。春晓在家里跟着他娘还有嫂子也迎了几拨人，这大年初一便在这样的相互走动之下过去了。第2日，周氏带着家里人一起去了娘家那边的哥哥家拜年。原本是要春晓一同去的，但是春晓知道她作为和里女去是不合适的，所以果断拒绝了。周氏也怕她去了尴尬，没有勉强。外头的人就是这样，总觉得和离了或者被休了是多大的耻辱一样。一家人走后，春晓便接了家里养猪、养鸡、养牛的活儿，一个人倒也别样的自在。初3这天是2个嫂子带人回家的日子，这次因为手头都宽裕了，2个哥哥准备的都很充足。田氏这边还好，到了张氏却有些意外。原本严大和是准备了几斤肉、1只鸡，还有2两银子的，想着怕媳妇儿心里有意见，说他厚此薄彼，也准备给2两银子老丈人。可谁知张氏却说不要拿钱，要拿200文就够了。春晓有些意外，一般外嫁的闺女补贴娘家的常有，若是夫家愿意给钱，那自然是100个愿意，怎么到了张氏这里反而不乐意了？你二嫂跟她娘家离了心的，你二嫂家里孩子多，爹娘就是个重男轻女的，女娃在家都是干活还打骂的。当初说亲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你二嫂能干才挑的她，聘礼没少给，结果嫁过来嫁妆就2床被子，可见家里并不重视。哎，她心里存着气呢。春晓觉得这娘家人是真的过分，就她当初出嫁的时候，家里那样穷，都还给她陪嫁了银子。这嫁妆在婆家其实是至关重要的，若是碰到那种认钱的人家，你嫁过来分文没有，是要受到婆家搓磨的。也难怪张氏如此主张。走之前，周氏又叮嘱他们，不管与那头多亲厚，家里的事情不要往外透。这话便是说给田氏听的，田氏自然心里也有数。初5迎完财神，春晓就回了村委。今日初6，春晓与严炳发约好了要一起去镇上买东西，他要买卤料，他爹要去看爬犁。爹，若是买到了爬犁，你怎么弄回去啊？可重嘞。若是买到了，我就坐11的牛车回去。我昨日就问过了，他今日又开始赶车了。若是咱们牛板车好了就好，咱们可以自己赶牛进镇呢。赶牛也得练技术的，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到时候咱家人都练练，到用的时候也方便。哎，对了，你的那些卤料要在哪里买？爹，我那些料都是上药铺买的。你那些都是药材，吃了会不会有事儿啊？爹，放心好了，不仅不会有事，偶尔吃吃还对身体好。我竟不知道这药材还能做吃的，哎呦，难怪价格这么贵呀。他闺女就是厉害，这一般人哪里想得到？这药材做吃食可是门大学问，吃得好了延年益寿。可惜我不通药理，那些药膳我可不敢乱调，若是弄出了偏颇，那可是会要人命的。你说的对，不懂的就不要去碰，那些该是大夫该做的。你如今这个卤肉就很好，我上次去找屠户已经跟他说了，让他年后帮忙收要的肉料，以后会经常要，他同意了。
这些东西啊，原本就不好卖，这样反倒双方帮忙了。今日下午我就去收。爹，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卤的，鸡翅膀、鸡爪子、鸭爪子、鸭翅膀这些都行，就连猪大肠都可以。猪大肠可没人要，那东西太臭了，也能吃啊。你要的这些都是别人买的时候不愿意要的，倒也奇怪呀。哪里奇怪？别人不喜欢，那是做法不到位，味道好了一样有人吃。猪大肠臭，那是没有清洗干净，洗大肠是要用到面粉的，一般人也舍不得啊。反正啊，我就告诉您，这些东西都可以，您要是能收到，咱们做出了都按40文卖，是不是就赚钱啦？大肠也能卖40文？嘿，我怎么就不信呢？那你下次弄副回来，我做给您尝尝，您就知道能不能卖了。两人一路聊到了镇上，严炳发先跟着春晓去了药铺。其实每次卤的越多越划算，10斤按照之前的大概可以用上15日左右。他索性每样各买了10斤。药铺的掌柜见他买的多，还以为他是药贩子，不免与他多说了几句。严炳发对于他如此用钱已经是见怪不怪了。等卤料好了，两人又直接去了杂货铺。杂货铺爬梨是有，而且有好几种。春晓给他选了其中一种，给了杂货铺老板800文钱。这爬梨说好了我给钱，怎么你又给钱呢？这牛是2个哥哥买的，我也要用。这爬梨自然是要我买的。爹，咱们买杆秤吧。若是要做长久生意，总不好老借别人的吧，人家开了年该要用的。不知道这灶火铺有没有柴火小炉子？那就问问，有就买吧。你钱带的够不够？我只带了1两银子买爬梨。够。最后春晓花了1两3钱银子买了个杆秤，还有柴火炉子。咱们去集市吧，我那里啊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想买些零子儿。两人又去了集市，结果刚到集市逛了没一会儿，就在集市看到了东升。爹，那不是东升吗？怎么他今日又来摆摊了？穿的还是那样的单薄。两人看到摊子前摆了一些萝卜白菜，还有一只山鸡。路过的人询问的基本没有。东升啊，这才刚开年你就出来摆摊了？东升这才注意到他们，看到他们，他失落中露出了些高兴。炳发叔，春小姐，你们俩赶集啊？东升，不是跟你说了吗？打到了好东西，先问问我，你咋的拿到集市了？是不是给我的价钱便宜些，集市上卖得上价啊？哎，不是，春小姐，你别误会啊。我知道你收我的东西是为了帮我，你自己哪里能吃了那么多呀？最近天气冷，山里的动物不活动，收获也不多。我爹让我来卖些菜，我便顺便一起卖了。你娘的病如何了？还是那样，时好时坏的。他露出了一抹苦笑。这等开了春，天气暖和下来，或许能好一些。今日这些东西卖了，还要再买些药回去的。严炳发看着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了1两银子，塞到他手中。你收好，这些啊算是叔借你的，等你日后有了出息再还我，不急。这怎么行啊？叔，我怎么能跟您借银子呀？收好喽，这大街上啊有人看着，别被贼盯上了。这原本是用来买爬梨的银子，东升这孩子他还是很有些心疼的。我爹给你，你就收着吧，不是还要给你娘抓药吗？可别耽误了。东升沉默着收了银子。叔，春小姐，你们都是好人。两人又看了看，春晓在市集买了些吃的，就跟着严炳发一起去镇口找回村的牛车了。
申时，严炳发带着大山两人，一人背着一个背篓过来了。这回拿回来的东西多，两人都累得气喘吁吁。春晓今日买了秤，正好试试。猪头26斤，蹄子共112斤，耳朵24斤，尾巴1斤6两，底下居然还有几副猪大肠，难怪他闻着有些怪味儿。严炳发说总共是1024文，可真是便宜啊。爹，你还真弄了这么些猪大肠啊？不是你说要的吗？屠户那儿有，我就顺便要过来了。这一副大肠啊，有10几20斤的，也就10文钱。你弄吧，若是真能弄得好吃啊，那可就太划算了。我倒是想见识一下，你怎么把这大肠也卖出40文1斤。春晓，你真要卤这大肠啊？要不就分开吧，别把其他东西都给熏变了味儿了。不会的，大哥，洗干净就没有臭味了。等我卤好了，你保证爱吃。要不让爹在这里看着，你陪我去河边洗大肠呗。走。春晓回屋用个小盆舀了半盆子面粉。你弄这个面粉干什么呀？洗大肠要用面粉的，不然洗不干净。你等会儿照着我做就行了。今日他们是2个锅一起卤，但是东西太多，2个锅一起怕也要卤上几次，卤上10几个小时。两人决定猪大肠留2副，跟10来个猪蹄子明日再煮，今日就卤4锅。等春晓炭闭了炉，两人又卤了几个小时才算完工。周氏尝了尝卤好的大肠，没想到居然比肉都好吃，真是没想到啊。上次杀猪家里的大肠都给扔了，怪只怪自己不会吃。春晓拿刀将大肠切成小段，方便他们明日售卖。今日他们卤得多，明日他们只能拿走一部分，随他们挑了。第2日，田氏带着舒文还有张氏夫妇过来了，一来就看到卤好切段的猪大肠。大和好奇，忍不住尝了一个，虽然冰冰凉，但是挡不住味道美，他连连点头。好吃，你们今日啊可以多带些，保证有人喜欢。张氏要背炉子秤还有柴火，周氏跟舒文也就能背个100来斤，不过100来斤也够他们卖的了。几人走后没多久，周氏就起来了。春晓起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结果半个小时后才看到他背着背篓从外头回来。娘，您干啥去了？周氏放下背篓，家里没几个蛋了，我去村里收了400多个蛋，人家一听我要收蛋可高兴了，这收了几家就收了这么多。我看咱家要尽快养鸡，不然这蛋经常收啊，这买卖就藏不住了。娘，这买卖咱不用藏，人家又学不去，咱总得让别人知道些咱赚钱的名目吧。这做吃食啊，凭本事做买卖，也不怕村里人有意见。你说的是。周氏打了水在院子里洗鸡蛋。你去把炉灶子生上火，咱今日要把昨日没有卤完的2锅卤完，顺便把这些鸡蛋也卤了。唉，真是闲不住的命啊。下午吃完饭没多久，田氏他们就回来了，大和也跟着回来了，背篓里的炭没有卖完。这炭如今就开始不好卖了，倒是我媳妇儿跟大嫂那边卖得好。今日去还有好些人问我们怎么才开张，说是人家做生意初3就该开张了，怪我们开张晚了。还有好些人问鸡蛋的，结果没有就走了。咱们的肉卖得可好了，大肠刚开始没什么人要，后来也卖得好了。今日我在村里收了400多个蛋，明日你们可以多带着蛋去，上午东西都卤完了，你们几个赶紧去吃饭去吧。将东西归置好，几人欢喜地去吃饭了。吃完饭，几人又自觉地上了山。严炳发等到下午下山后，才吃到了春晓做的卤肠。没想到啊，这东西到了你手里就变了样，这可老赚钱了。一副才收10文钱，转手一卖
就是大几百文。既然这样，以后干脆都卖大肠好了。爹，你说的可不成。一来呢，这大肠哪能日日那么多；二来，种类多才能满足各类人的需求，有些人就不喜欢呢，想着它脏，不愿意尝试的人大有人在。第三个，若是我们只要这大肠，怕是这大肠啊就得涨价了。严炳发点了点头。你说的有理，还是这样好。做人呐，不能太贪心。你这东西都卤完了，我是不是又得去收了？明日下午去吧，这还能卖2日呢。以后1日出8、90斤，提前1日收就行了。姑姑，今日有个人说他是镇上酒楼的，夸咱做的东西好吃呢。他今日买的最多，每样的买了10斤，但买走了50个。真的？没想到这小东西还入得了酒楼的眼，看样子味道是符合大众的要求了。舒文说的没错，我看那人出手也大方，不像是骗人的。只是这酒楼我们没去过，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了。这吃的人多，总归是好事。若是酒楼用它做菜，那就是咱们长久的顾客了，挺好。第2日起床，天倒是没有下雨，却下起了小雪。春晓看着外头担心，这开了年又下雪，回来不知道会不会淋湿。这雪不大，半日也下不白，不用担心。只是这雪不知道要下多久，这剩下的肉怎么办？卤不卤？自然是要卤的，都卤出来放在那里，咱自己也可以吃啊。下午又到了申时差不多的时间，几人回来了。看走路的步态，东西应该是卖完了。赶紧的进屋，衣服湿了没有？周氏看着几人身上，几人今日倒是都带了蓑衣，只舒文没穿，身上衣服有些润。周氏赶紧将他拉到火炉子边，让他烤火。大家便一起坐在火炉边上，几个孩子趴在自己父母的脚边。今日不顺利啊？顺利，今日大山他们的炭先卖完，我们的肉中午卖完了，只是今日有个事情耽误了些时间。见家里几人都看着他，田氏也不卖关子。昨日那个酒楼的人今日又来了，他说他想买咱们的方子，在那里磨了我们好长时间。我想着这个事情是要咱小妹做主的，不管怎么样总要把对方了解清楚，所以便跟着那个人去了酒楼看看。他这个人做事谨慎惯了，总怕别人骗他。严大山边烤火边笑，我总得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诓人的。田氏有些不好意思，我去看了，那人确实是镇上酒楼的管事，他说他们酒楼是镇上最大的酒楼，叫聚贤酒楼。后来我告诉那人我是替别人做买卖的，他便说让我给这方子的主人传个话，有空到酒楼坐坐。这有什么好做的？难不成是想请咱吃饭呢？人家的意思就是见个面子谈谈方子的事情，若是谈得高兴也不是不可能。家里人都看向春晓，春晓也懂他们的意思。这方子我是不会卖的，这独一份的生意可不是那么好找的，若是运作得好，以后可是大有所为，卖掉就太可惜了。不过这生意也不是不能谈，等天气好了，我跟着嫂子们走一趟，看看这事儿该如何办。田氏几个开始还有些担心他卖方子，毕竟方子一卖就没有他们什么事儿了。如今知道春晓不会卖方子，心里安心了许多。又听他说要谈生意，想着这方子不卖，人家这生意要如何谈？虽然好奇，但知道如今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今日雪小，也不知道明天天气如何，若是雪大了，怕是出不了摊儿了。张氏也皱着眉看着外面，出不了就出不了吧，下大了就休息，咱们是人不是骡子，这一直消耗不养精神怎么办啊？在家呢就趁机多休息。哥嫂们等等我，等我进屋把这几日的钱算一算，这杂项多了，算账就要花些时间，
以后我做个账册好些，如今怎么方便怎么来吧。春晓进屋，足足算了10来分钟，才带着钱出来。姑姑又分钱了。娘，我帮你数铜板。爹，我也帮你数铜板。大人们还没什么热烈反应，小孩子倒是先高兴上了。等姑姑把钱分了，你们都上阵数铜板。春晓笑着摊开了纸。3日探钱，大哥、二哥一人1280文；3日卖肉钱，大嫂跟二嫂一人是2587文。春晓将罐子里的钱倒出来，给4个人数钱。田氏跟张氏都是眉开眼笑。春晓刚刚在房里不仅算了他们这几日要分的银钱，还根据前2次所得刨去成本，算了一下日收的平均值。若一天100斤左右，嫂子们的日收大概在900文左右，她的则在1两1左右。若是按照这个赚法日日赚下去，那以后的钱就多了。没想到贪嘴做的吃食居然能挣这么多钱。春晓将钱数好，推到4人面前，几个孩子立马就上阵开始数铜板。这日日得钱的滋味别提多舒坦了。田氏看着淑凤跟颜琦数着自己的钱，心里无限欣慰。日日背那么重的东西，走那么老远还舒坦，累都累死了。幸好没有让他上，累是确实累。我跟弟妹有时候走在路上都在抱怨这东西太沉，但是到了这拿钱的时候，就什么都值了。你想想，别人汉子去镇上做整日工都只有25文钱，咱们这一天可是大几百文呐，拿什么换呢？大嫂说的是，怎么累都值了。你们呐都是勤快的命，只要有钱拿，让干什么累活都不怕。周氏露出了心疼之意。春晓又给了600文周氏，这是鸡蛋的本钱跟赚的分红，娘您收好。这鸡蛋还单独分我一份，这好，那以后我得多收了。春晓又放了2两银子到严炳发那里，让他留着以后收肉，这样就不用时常垫钱了。雪到他们人走后都没有停。下午周氏他们又把剩下的卤肉全部卤好了，剩下的有130斤左右的肉跟100多个蛋。第2日他们醒来的时候，依稀觉得睡得有些晚，但是又没有听到田氏他们过来的动静。起了床才知道外头已经银白一片了，地上全盖上了厚厚的雪，这雪竟比年前下的还大。雪是初12这天停的，整整下了3天。这场雪下的是真大，化雪都化了大几日。正月15这日，严炳发过来了，首先就去看了他的牛。好在周氏在雪刚停的时候就清了路去看牛，也是怕牛出事，所以这几日牛都照顾得好好的。严炳发见牛没事，悬了几日的心才放了下来。到了18这一日，路终于不那么难走了。打井的师傅一大早就来了，该是赶的早路，总共是6个人，各自都带着工具，也不用他们领，来了便自己开工了。严炳发则在上午的时候带着2个儿子去了隔壁村找屠户。这下雪这么多日子，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东西。春晓则开始在后边地的坑里准备沤肥，之前收的大量粪便那些早就倒进去了，如今再按比例加上豆粉跟石膏粉，等他们在里面反应一段时间就可以做底肥了，到时候追到后头地里育苗。中午周氏给师傅们熬的杂粮粥，粥里放了些白菜跟肉丁，就是这样，几个师傅也吃得十分满足。春晓把周氏拉到一边，娘，您别那么小气，人家师傅干活吃得干的才有力气干活啊。你懂什么？这已经是很好的呢。我这粥熬的粘稠，还放了肉，你们去别地儿吃不到这样的。我若给他们煮大米饭，他们该猜了，猜这户人家是做什么的。大2口井不说吃，也吃得这么好，说出去对咱家不是好事儿。我这样只要不苛刻就行了，你信我，他们准觉得咱提供的吃食不错。春晓觉得他娘说的有些道理，
便没有再问。第二日，春晓早早起床收了昨日的炭，等田氏他们到了以后，便收拾东西出发了。这回是一行6个人，这一下雪就耽误了10天，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好在啊，总算是天晴了。我早日盼着天气好了，这样一直待在家里烤火没事干，就觉得心里慌。你们好了，我们就惨了。这天过些时候就一日暖过一日，这炭呢就没法卖了。到了镇上，严大山他们将他们送到摆摊的路口，就跟大河去别的地儿卖炭了。隔壁的面摊早早的就支起来，看到他们来，似是特别高兴。你们怎么今日才来呀？我们前日就摆上了。咱们在，他们的生意就特别好。舒文凑到春晓耳边小声说道：那这属于双赢啊，咱们能促进他们的生意，他们也能促进咱们的生意，大家都好。张氏到了地方就开始生炉子，很快火就烧起来了。田氏帮着把锅架起来，倒上卤料跟水烧煮。舒文趁这个时间跑去杂货铺买油纸，很快就有客人上门了，指明就要猪大肠，还问他们怎么今日才出摊，他都等了好几日了。两人只能解释住得远，前些日子不好走。这会儿锅还没有开，肉还没有下进去，舒文买纸也没有回来，就只能让客人稍等。客人也不急，坐在面摊上要了一碗面，就在边上等着。舒文很快就回来了，肉也下进去了，田氏便在一边裁纸。锅开了以后，田氏用秤给人称了2斤卤肠，收了钱，这生意便算是开张了。很快春晓就见识到了他们忙碌的场景，他也不好干站着，便在边上帮着收钱找钱，舒文则帮着打包。隔壁面摊的生意也好了起来，有人不时让老板在他们这里要2两肉，或者是要2个蛋，面摊老板便喜滋滋地给他们取。大约4时的时候，一个胖胖的中年汉子过来了。这2位嫂子今儿个总算是出摊了，我日日来瞧就是不见你们，我还以为你们是不来了呢，今日总算是赶上了啊。姑姑，他就是要买你方子的酒楼管事。郑管事，您来了，今日要不要来点卤味？说完又对着春晓低语了2句，正式告诉他这人的身份。东西自然是要买的，只是前次我跟你们说的事情，让你们帮我传话的事有没有给我传呢？田氏看了看春晓，见他点头，知道这是应了的意思。话自然是传了，不仅传了，我还把人给你带过来了。说着，他把春晓推到前头。郑管事，这是我小姑，这方子就是她的。那男人一听大喜，他笑着看向春晓。这位姑娘怎么称呼啊？我姓严，名春晓。春晓回了他一个礼貌的笑。春晓姑娘，能不能请你到聚贤酒楼坐坐？离这里也不是很远。你放心，我们是正经生意人，只谈买卖。东西您要吗？要！田嫂子，每样给我来15斤，再给我装50个蛋，就放在我边上伙计这个桶里。春晓这才注意到他后头还跟着个提桶的小厮。田氏跟张氏忙着称重，那人掏了银子，舒文便在边上算账对钱，算不明白的地方就在地上划划，接着便找好了钱。东西装好之后，春晓跟田氏他们打了招呼，便跟着这位郑管事走了。春晓姑娘，您稍等片刻，我去请掌柜去。春晓便在屋子里等，厢房布置得很雅致。很快进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那个郑管事就跟在后头。春晓给他见了个礼，掌柜请他到小榻上坐，自己则坐在了另外一边。我听老郑说，你就是这卤肉方子的主人是吧？正是。严姑娘可是本地人呐？我就是这3叶镇严家村土生土长的人，
黄掌柜若是不信，可以去村里问问。倒也不是不信，只是你既是土生土长的人，怎么这卤肉如今才做出来？既能赚钱，不是该早就拿出来赚钱了吗？还是说这方子只是你偶然所得呀？方子是早就有的，以前都是自己偶尔做做吃。村里人嘛，总是舍不得吃的，主要是这东西成本太高。您别看我们生意还行，其实一天也就挣个100来文钱。哦，原来是这样啊。行，那我也不卖弯子了。之前郑管事应该跟你们说过，我想买你们这方子，你意下如何呀？黄掌柜，你想怎么个买法？100两银子买断。100两，真是好大的诱惑呀！可惜他们如今日赚2两，100两也就是2个月的事情，他傻才会卖掉。他摇了摇头，不卖。对方有些诧异，你是嫌价格低呀？你一日才赚100来文，要赚够这100两得大几年呢？为何不卖？这方子是祖上奶奶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我总不能把老祖宗给卖了吧？所以不论黄老板您出多少银子，我都是不卖的。就算你出1000两，我也不卖。春晓话虽然这样说，但人家若真出了1000两，他大概会考虑考虑。这没得商量？没得商量。黄明鹤郁闷了，这几日买了卤肉在酒店试卖，反响特别的好，大家都说好吃。若是能直接买了方子做独家生意，那就有挣大钱的机会。可偏偏人家的方子不卖。严姑娘，你们做买卖没有多久，大概不知道这商场险恶呀。日子长了，什么样的事情都会碰到，什么吃了拉肚子，吃了浑身不舒服，甚至吃了死人的事情都有啊。这问题自然不是出在这东西身上，怪呢只能怪这买卖太好了，惹了别人的红眼。我们酒楼这样的事情前期都经历过，我可不是吓唬你啊，只是给你提个醒而已。多谢黄老板，您说的这些我都信。我们聚贤酒楼能做到今日，成为这3叶镇最大的酒楼，还是有一些背景的。所以说你还是该考虑考虑，不然做不了几天生意就鸡飞蛋打了。他说的这些话多少带有一些恐吓的意味，但是春晓也不怕。黄掌柜，您就不要吓唬我了，我只是一个乡下妇人，没有什么见识。您不就是想做个独家生意吗？我只是一个乡下妇人，没有什么见识。您不就是想做个独家生意吗？我虽然不能把方子卖给您，但在这3叶镇，我只把东西供给您，也是一样的呀。前提是，您这量不能比我们每日卖的少。黄明鹤一听，确实也是这个理，他突然就来了精神。严姑娘是个什么意思？还请细说呀。意思很简单啊，您只要要得起量，便能给个合理的价钱，这3叶镇的独家生意就是您的了。我看严姑娘可不是一般的乡下妇人，这算盘打得精着呢。哎呀，不瞒你说，除了这3叶镇，隔壁的丰镇我也是有酒楼的，若是要买，这2处我都要独家。那黄老板要个什么量呢？你们每日卖货是个什么量啊？我们几种加起来，每日差不多就是100斤左右的量。肉食呢有几种，都是一样的价格。这肉材料成本不高，主要是卤料太贵。那我每日要量120斤左右，鸡蛋200个，两边都不能让客人吃得过剩，欠一口的效果呀才是最好的。黄掌柜不愧是酒楼老板，做生意就是在行，让客人想着，人家才会常来啊。正是这个道理，这价格嘛，还是按照你们的卖价，我也不讲了。就这样，双方商定好，
掌柜的当着他的面立了契书，主要条款就是供货的数量跟价格，还有送货的时间，并注明在三叶镇跟丰镇这个地方是独家供应。其次就是赔偿条款，卖方不可以无故断供，若是无质量问题，买方不可以无故拒收，若是违反，罚银500两，同时终止契约。这个地方春晓要求补充一点，就是当出现不可抗力造成断供时，卖方不做违约处理。黄掌柜跟那郑管事都有些不解，问他不可抗力具体指什么，若没有一个详细的指引，那么这条他便不同意。春晓便打了比方，比如像这次下雪断路，比如天气太热造成食物无法储存，或者是天灾造成原材料无法购买到，又或者是人祸，比如出现疫病之类的造成无法供应。黄明鹤也是讲道理的，觉得确实，便把这些例案备注到了边上以作指引，同时备注了一个商量着办。若是双方想要终止契约，需提前至少3日向对方提出，最后协商解决。契约一式2份，黄明鹤在上面写上了2人的名字，并双方按下了手印。春晓拿好了契书，小心地收好。黄掌柜，以后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那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供货呀？就后日吧，我们还得回去做些准备。行，那就后日。跟在他后头的郑管事也高兴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总算是谈成了，好歹也有他的一份功劳。郑管事将他送到了门口，春晓回头看了酒楼大堂一眼，做成了一桩正经买卖，真好。小妹，谈得怎么样？春晓对着2人灿然一笑。成了，是好事儿，回去我再跟你们讲。2人一听是好事，心里便踏实了。春晓说是好事，那定然就是好的。一直到6人到了家，将东西放下吃饭的时候，他才开始讲今日的事情，并且拿出了那张契约书。我今日跟聚贤酒楼签了契约，以后咱不用去卖了，每日呢给他们供120斤浑肉，200个鸡蛋就行，价格嘛还是按照咱原来的价格。不用去卖了？田氏吃惊，就直接送去酒楼，让人家直接收。大山也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大和夫妇跟周氏夫妇则直接看着他。是啊，直接送，这契约写得清清楚楚呢，数量可要记好了，后日就要开始送。我的天，咱们真的跟酒楼做生意了呀！不用我们卖，那这事儿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张氏喃喃，声音虽小，春晓还是听到了。怎么会没关系呢？过些日子我要开始忙地里的事了，这卤肉的活儿怕是要交给2位嫂子，海琛家里地里的活儿也要干，我都怕到时候你们忙不过来。再者哥哥他们还要帮忙送货呢，到时候这钱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我后日开始做个小册子专门记账，以后这钱呢就1个月1分了。那这么说这事儿就是稳定了。那如果碰到下雨怎么办呢？像这次下雪封了路是没办法，下雨的话怕是要照送的。爹，五叔的牛板车听说是做好了，明日让送过来吧，后日送货咱们就用牛车。那大山跟大河明日套上车架后，就在你妹妹这个院子里多学学赶牛。爷爷，我也要学。想学的都学。这事儿好啊，这事儿比卖炭都好。爹，咱得把分工的事先定一定，这样大家做事呢都有个章程。以后收货这件事呢，就由爹还有2个哥哥轮着来。记住1日的量是肉120斤，蛋呢200个。肉多收了也没事儿，成本呢也不贵。这蛋的用量可不少，怕是前期要跟村里养鸡的人家打声招呼了。放心吧，收他们的蛋都省得他们去卖了，
都高兴着呢。这事儿交给我。肉的清洗跟卤制，就交给2个嫂子轮流，依次卤多少，用多少料，稍后我告诉你们。前面几次我跟娘带着，适当的时候舒文跟舒凤可以帮忙啊。我们肯定好好学，我们肯定好好学。很简单的，一学就会。送货的事情就劳烦大哥二哥了，每日4时前要将东西送到聚贤酒楼。这个没问题。春晓在考虑一个事情，他们长期做卤肉，这个卤料的用量是很厉害的。若是长期在药店买，一是价格贵，二是一家药铺恐怕供应不过来，三是长期这样买方子是很容易泄露的。这毕竟人家若是知道了卤料是药材，去药铺打听总能打听到一些。他把这个顾虑说给了家里人听。你说的这些那确实都是问题啊，那咱们该怎么办？要不这去县城一趟吧，县城药铺多，咱每家药铺买一样，这总是没有问题的。大哥，你说的这个是个办法，但是若是我们能直接从药材商手上进货，这料的价格能便宜许多。我用的这些都是普通药材，不是什么名贵东西，该是好买的。可咱又不认识什么药材商，这可怎么好啊？大河有些着急。爹，旺福哥不是在县城做工吗？他走了没有啊？昨日路稍通他就走了，说是开年好赶工。那爹，你等会儿去问问木生叔，他在县城哪里落脚？我们怕是要去一趟县城。去县城啊？春晓，这事儿我去办吧。如今家里好多事情还要你安排着，你走开不合适。我去县城找旺福，多打听打听，总能找到药材商买到你想要的东西。他确实是走不开，想了想，要不让舒文跟你一起去吧，他如今认识不少字了，基本的计算也都会，能帮上忙。他看向一边的稚气少年，姑姑等会儿列个单子，上面是我要的东西，你若是能记下来最好，若是记不下来就小心保管好，千万不能丢了，知道吗？姑姑给了他这么重要的任务，舒文内心激动不已，他还从来没有去过县城。放心吧，姑姑，我肯定记下来。那咱要买多少？大山问。春晓想着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卤料太贵，他的钱怕也买不了多少。他算了算，他如今手上只有50多两银子，外头打井还要给16两，他也只能拿个30两出来。按之前1天1斤料算，以后1天差不多1.2斤料。或许从药材商手上拿便宜些，那也差不多就能买1个月的量。没办法，谁让他们穷呢？我的钱啊，最多能抽30两。若是东西便宜些，或许能各买30斤，够1个月的用量。先买1个月的吧。好不容易去趟县城，买1个月的多不划算。既然这生意做稳了，这样吧，我跟大河最近也存了一些，我们也各自拿到30两，到时候能多买就多买，咱们的本钱分摊了，日后算账也方便，没得让你春晓一个人承担风险的。大河正在一旁跟张氏嘀咕，最后一拍桌子，就这么办。一下子拿这么多钱，会不会太冒险了？周氏有些担心，90两可不是小数目。娘，我会小心的，这去县城也是要不少花销的，咱们少去一次可以减少成本。大哥，你们到了县城买药的时候，最好找个懂药的给你们长长眼，给些银子也无妨，千万不要买到假的了。严大山郑重地应了。说完这些，春晓进屋翻出了自己的钱箱子，从里面拿了32两银子，将钱交给了严大山。这2两银子是给你们在路上的花销，这次出门带的钱多，可千万要当心了。舒文也要多留意些，稍后姑姑给你清单。可千万要注意了，财不可外露。你这一下子带这么多钱出门，我这心从这会儿就开始砰砰跳了。
奶奶你放心好了，我跟爹肯定会注意的。严炳发原本是想明日再去屠户那边的，想着家里东西不够了，又怕明日出什么变故，于是叙完话，他便带着严大河走了。春晓去了前边打井的地方查看，6个师傅分工明确。师傅，你们这打好一口井需要多久时间啊？这个不好说。大井呢大概15到20天，小井10来天，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突发状况。突发状况？这井打一半突然出水或者坍塌，这就是突发情况。不过我们做这一行做得久了，都会看，这种事儿发生的就少。这还挺危险的。师傅，你们若是渴了，就去屋里喝口热的，不用客气。哎，知道了，姑娘。申时末，严老五把给他们做的新的牛板车推来了，上面还放着个带扣的大木箱子。你爹过村子的时候让我送过来的，这东西啊算是齐了。大山将箱子扛着放进了春晓屋里。如今房中间放了个浴桶，现在又加了一口箱子，空间便变得十分狭小。严老五看着远边忙活的人，那边做什么呢？春晓这块要种地，说是打口井方便，找了师傅过来打井的。并发他银子跟你结了吗？结了，都结过了。哎呀，大妹子，你们家春晓啊，这处的是越发的好了，连井都打上了。我们之前呢还想打口井，可惜舍不得花那个银子，想着麻烦些就麻烦些，这井打了好啊。他住得远，若方便些，我们咬咬牙就给他办了。行了，我回去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老婆子说你们家收鸡蛋，你们这是做上买卖了？周氏笑了笑，是做了点小买卖，总这么用钱，没有点进项，以后日子也难熬。你说的是呀，我们家也有50来个蛋，到时候让你儿媳妇去取吧。多谢，慢走哈。多谢啊，你们出钱买东西，我该多谢你们。以后侄女儿有什么需要再找我，那我就先走了啊。送走了严老五，就看见几个孩子牵着牛回来了。大嫂，开年孩子上学的事情定了吗？这入学的日子快到了。定了，送小琪去。田氏有些感触地叹了口气。舒文懂事，他说他不去，就跟着小妹你学学认字算算账，说以后家里若是生意做大了，他能帮上忙。咱家几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大嫂你放心，舒文这孩子以后肯定能成大器的。田氏欣慰地笑了笑，如今这样已是顶好的了，我都没有想过还会有送孩子上学的一天，这都多亏了你。说完，眼神中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感谢我，我也想感谢你们，若不是你们支持，我空有点子也是干不成事儿的。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家里人，我们一起才能成事。照咱们家齐心，以后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说的是。所以以后啊，一家人就不要谢来谢去的了，显得生分。严炳发跟大河两人又是快天黑才回来的。明日上午我们得再去一趟，今日收的东西多，没有弄完。大哥，你跟舒文明日一早就出发吗？要早些出发，还要去镇上找去县城的车，不知道要在县城待几天呢。那你们都早些回去吧，大嫂还要帮大哥和舒文收拾行李，这些东西就先放在灶房，明日再来清点收拾。春晓在一旁催促，如今去县城可是头等大事。大家也知道事情的重要性，没有多说，也就回去了。春晓跟周氏将东西分类放好，怕肉跟大肠一起放久了串味儿。如今家里桶有8个，装什么都方便了。你桂平嫂子那头的鸡已经在孵化了，只是要得多，怕是要孵一阵子，到时候按3文1只的价给咱，
灭将那边的簸箕也快好了，过几日我去拿。正好都能赶上，安排的刚刚好。你后院的肥，你准备什么时候弄啊？就这2日，明日上午把炭烧了，下午呢就让牛试试爬力，施了底肥，放2日就要播种了。这么早播种？播种都是要到2月底的，如今才1月中旬而已，这天不暖和，这种子难发芽。我想早些育苗，到时候用上一些簸箕杂菜，兴许能成，总得试试啊。第2日一早，严大山已经带着舒文去了镇里，严炳发跟严大河也走了。田氏跟张氏一来，周氏便带着他们2人去了河边教他们洗大肠。春晓开始在后头烧炭，等春晓炭烧完，严炳发跟大山2个人已经回来了。昨日跟今日的东西拿了不少，猪大肠就有5副，蹄子有30多个，耳朵有20多个，尾巴有10来个。怎么现在才回啊？怎么收了这么多啊？昨日跑了好几个地方了，以后方便了，屠户那边都交代下去了。以后宰猪这些东西都齐全的留下来，往他那儿送，每天3套。若是没有头，就多副肠子或1副猪蹄儿，总之凑够斤两。爹跟人家说最好凑肠子，人家没完全答应，说有什么凑什么。我听娘说你下午要用牛施底肥，你到时候给我说说，我看如何弄。要把家里挑肥的桶拿过来，下午要用。娘上午就回去拿过来了。田氏跟张氏都在杂房帮忙卤肉，因为中午要做饭，所以只用了1口锅。春晓教2人按什么量放料，其实熟悉了就很简单，看状况加，有些经验在里面的。田氏跟张氏都很认真地听着。中午吃过饭，严大河便跟严炳发一起在院子外头学着赶牛车。田氏跟张氏卤了1日，东西总算是卤好了。家里几个人都尝了尝味道，都觉得味道没有太大的差异，2人这才放了心。日子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过，只是大家心里都有些担心，因为已经3日了，而严大山他们还是没有回来。春晓也有些担心，毕竟带了那么多钱去县城，在县城的一切都要他们自己去处理，会不会碰到什么棘手不好办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又没个人打听。就在大家越发焦躁不安的第4日下午，2个人一人背着个麻袋回来了。田氏看到2人，也顾不得大家都在场，过去就抱住了严大山。怎么现在才回啊？他又看了看一旁的舒文，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大家都围着他们问了起来。2人将东西背回堂屋，这才笑着应了话。没事没事，都顺利，多亏了旺夫帮忙。娘，这路这么远，去就要大半日，回来也要大半日，我们算回来的快的了。舒文对着大家咧嘴笑，又对着春晓眨巴眨巴眼睛。姑姑，你猜你要的那些东西，我们各收回来了多少斤？你个小兔崽子，说就说，还学会卖关子了你。大河将他搂在怀里，用力地搓了搓头。赶紧说。二叔，求你轻点儿。他笑着挣脱开。还是我爹说吧，我去喝口水。你坐着，婶去给你倒。严大山便坐在堂屋里，对着众人说起去县城的事。其实这一趟算是十分顺利的了。他们是下午去的县城，去了县城就按照穆生叔给的地址去找了旺福。旺福之前一直是在县城做工，认识不少铺子的小厮，包括县城药铺的小厮。他们买了些点心，又给了100来文钱，小厮便给他们说了几个常往药铺送货的药材商的名字跟大概住处。他们一个个的去打听拜访，刚开始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主要是不知道他们要用这些东西做什么，怕到时候出了事受连累。后来在他们的一再保证之下，这才与他们有了些接触，知道他们有秘方类的用途。
再想着这些东西的药性，最终才把东西卖给了他们。这药店的利润就是大，春晓那些个东西一套各一斤就要1两1钱，我们配起来也才算600文，这都恨不得差1倍了。差这么多啊！春晓只知道会便宜些，但没有想到能便宜这么多，不由得心中一喜。可不是，我们当时也诧异呢，只是不敢表露，怕人家药材厂涨价。东西呢总共是8样，每样都是150斤，这太多了弄不回来，我们存放在镇上的货行了，明日去取。背回来的这些是最贵的花椒，明日一早我跟大河去送货，顺便把东西给弄回来，怕是一趟未必能运得完。舒文拿着单据跟我们一起去。这么多东西，怕是得把杂房堆满，炭又得清去后院了。严大山有些不好意思。你那2两银子就只剩几个铜板了，这主要是东西太多了，装了2个车。你们走后，我便后悔了，想着应该给你们多拿些钱的，但又想没得用，可以从本钱拿。大哥，出门办事不能太死，可千万不能苛着自己啊。我知道，我们住店都没有找最差的，你放心好了。就是走的时候，旺福问我们买药材做什么，我说是帮别人给办的。这些类东西啊，都是从好几个人手上买的，都是我跟舒文去跑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辛苦你们了。春晓拍了拍舒文，出去累不累啊？以后还想出去吗？姑姑，以后还有这种机会你就找我，我能帮上忙，我不觉得累。就是可惜，好不容易去趟县城，可急急忙忙的都没有逛一逛。你放心吧，以后这种机会啊，肯定不会少。晚上，春晓用个大盆把棉花种子全部倒了进去，用温水泡了半个小时，接着又加了许多凉水。这种子用热水泡了，不是泡坏了？周氏看着不理解。娘，温水泡时间不能泡太长，不然真的得泡坏了，就泡2炷香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凉水泡上4到5个时辰，这样种子出芽快，长得好。我跟你爹种了这么多年的地，都没有听说过种之前要泡的，今日也算是长见识了。那咱种小麦那个种子种之前，是不是也要泡啊？春晓点点头。凉水泡1晚，好出芽。早不知道这事儿，我说这1亩地收成不高呢，原来是方法不对。我要是跟你爹讲，你爹准不信。不过若知道是你说的，他就肯定听，他如今可信服你了。这个事儿啊，我跟你方婶也说一说。上午，春晓带着全家人在地里播种，几个小的都在帮忙。几人都备了工具，一个小拳头粗的竹筒子用来压洞。地已经翻过了，所以打洞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按照它规定的深度跟大致的距离打。4时中，严炳发带着舒文赶着牛车回来了。院子后头隔老远就听到舒文的叫嚷声：姑姑，爹，赶紧来帮忙卸东西，我们还要跑一趟呢。几人回到前头，看着车上满满的麻袋，开始往杂房卸货。春晓顺便检查了袋子里的东西。还有多少？还有不少，原本想都拉回来的，牛拉不动，只能分2次了。东西啊有上千斤了，可不能把牛压坏了。大河在那边守着，等我们去呢。等卸完货，喂牛喝了些水，2人又出发了。其他人则继续播种。中午刚吃完饭没多久，大河他们就把剩下的东西弄回来了。看着屋子里堆了一屋子的麻袋，大家都有些感慨，这些可是他们一大家子的家底儿呢。春晓算了算，用4个月是没什么问题的。第2日，周氏拉着牛车将灭降的49个大簸箕弄回来了。春晓将它们间歇性地盖到了地上，并用枯草搭在了上面。2月5号的时候，前头的深井终于完工了9成，留了2个师傅收尾，其余的4个人又开始在院子里做准备工作。早就想问了，你们家每日做什么吃的？一股子浓香味儿，哎呀，太馋人了。打井的师傅嗅了嗅鼻子，
这进了院子，味道更甚。我们家做了一点买卖肉食的生意，锅里煮着肉呢，能不香吗？等师傅们完工了，请诸位尝尝。那就多谢了啊，这肉煮的也太香了，我就没见过谁家猪肉这么香的。你们的生意一定好。这打井可是一打就2口，没钱谁舍得？借您吉言。家里有人做活，周氏就不能走开。春晓他们如今已经彻底不卖炭了，上次家里剩的100来斤炭，严大山他们足足卖了3天才卖完。炭如今是卖不动了，只等来年。这几日他们在前头耕地施肥，前头的地肥也施得差不多了，养地一段时间，等后头育好苗就可以移栽了。卤肉现在彻底步入了正轨，与隔壁村的屠户也定好了，每日3套的量，即3个头、12个蹄子、6个猪耳、3根尾巴、3副大肠。若是头一天没有去取，那便留作第2日一起；若是没有提前通知，又没有去取，那东西坏了，这银子严家人照出。对于这个承诺，屠户也很满意，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3整套的重量大概在140到150斤左右。酒楼那边也讲好了，对于多出来的一点数量，他们没有异议，只要按时送货就行。春晓粗粗地算了算，这样下来，不算卤肉钱，大哥二哥每月的进账都能接近50两。这个事情他没有跟2家人讲，想着月底分钱的时候能有个惊喜。春晓每日去地里查看，终于在2月9日这天看到好些种子出芽了，他忙拉着周氏过来看。这么快就出芽了，看样子这种子泡过了，确实是出芽快。春晓将几个小的叫了过来，让他们帮忙把簸箕掀了，又一起把枯草整理走，出了芽就不怕了。如今家里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这边待着，那头每日只留1个孩子看着，喂猪跟鸡。12号的时候，严大山将严琦送去了隔壁村的私塾，并交了1年的束修2两银子，兼1个月的午饭伙食200文钱。中午离得远，没办法回来也是没办法。春晓送了他一支自制的毛笔，又去镇上给他买了墨跟纸，同时也给舒文买了一份。话当初虽然说好了，但是若是落差太大，那还是不行。2人得了东西都十分高兴。舒文交代严琦在私塾要好好念书，回来要教哥哥跟姐姐们，严琦很郑重地答应了。13号的时候，周氏拿了个背篓去村中将鸡苗带了回来，整整100只，放在鸡圈里好不热闹。他顺带将村中地里的白菜拔了几颗，剁得碎碎的喂给小鸡吃。15号中午的时候，院子里的水井竣工了，2口井都打得算是十分顺利。正好昨日去拿肉的时候，屠夫多送了他们1副肠，卤出来放在那里准备自己吃的。周氏冲了一回大方，切了3斤，跟中午煮的疙瘩汤放在一起，给他们1人盛了1大碗，又蒸了1大盘放在桌上。这便是你们做的吃食，真是好吃啊！这什么肉啊？这是，怎么感觉从来没吃过？又糯又有嚼劲儿。这吃食一入嘴就知道是行家做的，这卖的不便宜吧？师傅们喜欢吃啊，就多吃些，锅里还有呢。这是特制的肠子，能入各位的口就好了。肠子怎么能这么好吃啊？师傅们似是不大相信，但是看着形状确实是肠子类的。这是秘制的肠子，我们卖可是40文1斤呢，平时也是不太舍得吃的。哎呦，果然不便宜啊！今日啊，真是沾了主家的光，吃到了这么好吃的肉食，多谢了啊！我还要谢谢各位师傅忙了这么久，给我们打好了2口水井，有了这2口井啊，日后吃水就方便多了。你们给了钱，这便是分内的事情嘛。春晓将早就准备好的尾款16两递给了领头的包公。以后再有需求，
就再去劳烦你们。我们是拍手欢迎啊，多多益善。送走了打井的师傅，一家人都围在院子里的井边。不用了。姑姑，这以后就是你的井了。春晓摸了摸朵儿的头，这以后也是咱家的井，你们日后玩，可千万别往井口上头爬，危险，知道吗？怕小孩子们不小心，他特意让师傅们把井台砌高了些，即便如此，还是要提醒着些。爹娘也叮嘱了，我们会小心的。几个孩子看着井里头，这水为什么是黄色的？这井才刚出水2日，最底下的泥沙还没有沉淀下去，等过2日啊，水就清了，就可以用了。大概是他底肥弄得好，棉花苗这几日长势十分喜人，密密麻麻的长了4亩地，大约再长个10来日就可以疏苗移栽了。移栽之后成活了，再浇上一些水，个把月就暂时不用管了，只每日拔拔草就行。田氏跟张氏现在轮流卤肉，每人卤1日，从天刚刚亮开始，这样做到傍晚就能完工，不用在这边熬夜。严炳发跟大山负责进货，大河则负责每日送货。周氏这2日在开菜园子，他从村里买菜的人户收了点苦瓜、丝瓜、茄子，还有木耳菜种子，种到了前头的菜园子里面。几个孩子除了留在村里看家的跟严琦，其他3个便负责放牛、打猪草还有喂鸡这些活儿，总之就没有闲着的人。严炳发现春晓施了底肥的棉花长得好，便动了心思，也想着在地边上挖个大坑沤肥，想着种地之前像春晓那样操作一遍。春晓自然是赞成的，于是他趁着下午有时间，带着2个儿子去了地里。第2日下午又去村里收了粪肥，只是春晓的豆粉渣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于是严大河下一天送完货之后，便赶着牛车去集市，找了买豆腐的要买豆渣，这次要了100斤。回来的时候顺便给春晓带了几斤豆腐跟2根甘蔗。春晓记得小时候似乎吃过一次甘蔗，可自那以后就没有印象了。他将甘蔗削了砍成小段，一家人便坐在院子里有说有笑地啃甘蔗。东升来的时候便看到的是他们一家人这么和乐的气氛。东升啊，来，吃节甘蔗，你春小姐啊刚削的，甜得很。不用了。他连忙摆摆手。严大河二话不说往他手里塞了一根。客气啥？哎，你是又抓到猎物了？没有，如今山上的东西都变精明了，没那么好抓。我还想着是不是要去镇上找个活做呢。他将自己的背篓取下。我爹说你们家收蛋，家里有40多个蛋，让我给叔婶送过来，不要钱的。不要钱怎么行？不要钱我们可不要，跟谁家收都一样。以后你有蛋，尽管送过来就行。拿着，你爹若是说你，就说是我说的。你娘如今如何了？周氏问得小心。多亏上回禀发处借了我钱，这回买的药好，吃了比以前好多了。他脸上露出了明媚的笑。周氏看了一眼严炳发，严炳发假装无意地看向了别处。好多了可太好了，照这么说，那还是得吃好一些贵一些的药才有用，以前的药效太差，吃多了反而不好。我跟我爹也是这么觉着的，所以我想着呢，不能老是指望着山里的出息，那太不稳定了。我想去镇上找个能长久做的活，能够定期回来看看就行了。你也不是真正的猎户，打猎确实不是长久之计，多去镇上走走，总能找到事的。家里的地再过10来日就要种了，等我帮着我爹把地给种了之后，我就去找活做。那婶儿，我就先回去了哈。周氏将他送出了院子。等人走后，周氏看向严炳发：“你借人家钱了？”严炳发沉着个脸不说话，春晓则埋头吃自己的甘蔗。你倒是说话呀！借钱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只是想你身上哪里的银钱，你借了多少？
你怎么什么都要管呢？我身上就不能有钱不成啊？严炳发有些郁卒。上回去买爬犁是春晓给的钱，后来在集市碰到东升，见他没钱买药，就把身上的1两银子给他了，借了1两银子，怎么着吧？我能怎么着？你借钱就借钱，怎么不说呀？人家说起来我都不知道，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该笑话了。我敢说吗？我当初给二妮钱，你跟我置了几天的气，要是让你知道我借钱给外人，那还得了啊？哼，那能一样吗？你这借出去，人家以后到底要还，你给了你妹妹，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你把钱借给东升，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你当我多小气呢？你咋的对二妮儿就那么大成见呢？人家好歹是我妹妹，可比外人亲呢。你觉着亲，人家只是把你当个摇钱树。好啦，爹娘都少说2句，我有话要说。再让他们说下去，怕是要不了多久，二人就会吵起来。爹娘，过几日我那地里就要全面移栽了，家里的麦地也要种麦子了。可是咱家里的人，二哥要送货，爹跟大哥要收货，嫂子们要卤肉，这人手不够，该怎么弄啊？就算有牛，我这移栽帮不了，播种盖土也帮不了。这春耕是大事，耽误不得，这生意也是大事，也不能停。你们有什么对策啊？见大家都认真思考了起来，春晓这才又吃起了甘蔗，这是成功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了。人手不够，咱能不能请人啊？田氏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去了。请人？似乎也可以。到时候各家都要忙种地，这人怕是不好请吧？就请那家里地少的，能腾得出手的。严炳发看着春晓，春晓，你是个什么意见？你既然提出来了，是不是心里有了什么章程？大家又把目光转向了他。爹，我们这样连轴转，虽然有时候能偶尔休息个半日，但是一直不消停，时间长了人是会受不了的。所以我想给家里请2个长工，对做的活呢签契约保密的那一种。签长工？严大山张着个嘴惊呆了。春晓，你是说你要请2个长工，每日在咱家做活的那种吗？这长工不是地主家才请吗？咱就是乡下泥腿子，怎么好请长工呢？周氏不是很认同。春晓，你认真的？我当然是认真的，这棉花到时候长起来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活根本就干不完。特别是收的时候，日日都要去田间地头，而且那会儿正热，收了以后还要除籽，还要晾晒，反正比你们想的要复杂。这长工啊，我肯定是要请的，只是我一个合力妇人不好出面做这个事情，还得你们出面才行。你们那边有活也能一起做，当是咱家请的就行啊。你还真要做地主婆呀？边上几个孩子一听，立马就扑哧笑了。奶奶，不是地主婆，是庄园主。这样想想，也不是不可以啊。咱花一些钱请人干活，你情我愿的事儿，没什么丢人不好意思的。既然春晓已经想好了，我觉得可行。大河首先站出来支持，没一会儿，大山也点了点头。我没意见。严炳发皱了皱眉。春耕还有些日子，让我再想想啊。春晓知道，老一辈的思想都很保守，都是村里人，他们顾别人长期做事，严炳发心里肯定还是有坎儿的。这事原本就是由东升今日说要找活干才想起来的，他也不急，等他爹想不出法子，自然也就应了。2月21日中午刚吃过饭，春晓的重头戏来了。到今日，往酒楼送货刚好满1个月，账本记得清楚，所以今日是3家分银子的时间。全家人都大喜。
这么快就分银子了？我还想着得过些日子呢，没想到这么快。田氏擦了擦手，坐在严大山身边。周氏赶忙将几个孩子支出去，让他们看着院子口。春晓拿出了账本，又提来了一个布包袱，将布包袱提着放到了桌上。大哥、二哥，你们猜猜，你们这个月能分到多少钱？多少？30两有没有啊？如果有30两，那本钱就回来了。春晓笑了笑。好啦，不卖关子了，咱们直接发钱，是176两，又490文钱。数目一报，底下一片抽泣声。170多两，春晓，你有没有算错？一个月竟有这么多的银子？就这么些钱，怎么会数错？你这是好大的口气，还就这么些钱？这可是170多两，咱几辈子加起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娘，您太夸张了。大家呢，先听我把账报完，3成就是52两950文，所以大哥家跟二哥家一人分52两又950文。50多两！大河差点没蹦起来，张氏在一旁摇手做激动状。严大山、田氏夫妇俩都呆了，他们没有想过一个月居然可以分50多两。春晓知道他们高兴，也不掺和他们庆祝，自顾自地在桌子上数着银子。众人激动过后，又坐下来盯着他数银子。等银子推到他们面前时，他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拥有了这笔钱。这就一个月，不仅本回来了，还多赚了20多两。爹，你看看我们厉不厉害？严炳发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厉害呀，你们都厉害，看着你们拿钱，我跟你娘都痒痒喽。大河拿了一把钱，今日高兴，给您4050个铜板做零花啊！哈哈哈哈。笑过之后，又把钱全部推给了张氏。这本钱赚回来了，那后头这几个月可就是纯利了啊！大山惊叹，这么可观的利润是真的没有想到啊！一个月收50两，那一年得收多少钱？田氏简直不敢想。好了，钱分给你们了，赶紧装好。春晓，你这里有没有多的布袋呀？借给他们使使。春晓将账本跟剩下的钱放回了房。他今日分了70两多一点儿，空了的箱子又给填上了。从屋子里拿了2个布袋子，给他们一人一个。2对夫妻开始各自装钱。爹啊，春晓要请长工，咱请吧，我出一份钱。严大河突然说道。大山一听，也表示要出一半的钱。或许是看到他们挣了这许多的钱，又或许是昨日想了一夜，想不到别的办法。这回严炳发很痛快的就点头了。这请长工人选怎么定啊？要熟一点，人品信得过的。爹，我有2个人选，一个是东升，一个是望祖哥，您觉得呢？几人想了想，这2人确实可行。那我晚一点去问问他们的意见。冬日昨日就说了要去镇上找事儿做，他该是没有问题。就是望祖，我得问问他们父子的意见。那这工钱如何开呀？不是说在镇上做工一日是25个铜板吗？那是短工，长工可没有那么多。咱们一个村的可不能这么抠搜。爹，咱就开一个月700文钱吧。春晓看着大家，就怕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我看成，工钱高一点，做活都有积极性。你们愿意给钱，我没有意见。虽然大哥二哥愿意帮忙分摊，但是这日后做活主要还是这块棉花地，所以你们一人凑200文钱，剩下的1两我来出。爹，跟他们说清楚，在咱家干活看见什么做了什么都是要保密的，就说我要跟他们签契书的，若是他们同意就来，不同意呢不勉强。
我肯定说清楚，这可关系到我们的生意，他们也算是靠谱的后生，该是可行的。下午大家分了钱，都有些无心做事，春晓便让他们都早早的回去了。今日严琦走回来的时候，在村口看到了严大山跟田氏，他还纳闷，爹娘今日怎么有空接他？回去听哥姐们说了才知道，今日父母高兴，才特意去接他。几人开始围着他，让他讲今日在课堂上学了些什么，夫子教了哪些东西。严琦也很无奈，这几日夫子教的他都学过，只能将在学校的见闻给大家说了说。田氏他们回去就找了地方将钱藏了起来。大山，我今日就跟做梦一样，咱以后1个月就有50两银子了。以后你想去镇上买什么东西随便买，不用省着，跟弟妹一起去，咱们家以后啊，开始不会缺钱了。晚上夫妻俩躺在床上睡不着，就这样说了大半夜的话。隔壁大和夫妇的情况也差不多。张氏以前总是自卑，觉得自己生了2个闺女，闺女在农村就是赔钱货，可如今不同了，他们挣了这许多的钱，以后若是想找个上门女婿都不是问题。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大和的兴奋与张氏不在一个层面。兰儿，咱再生一个吧，男孩最好，女孩呢也不成问题，总归有钱给他们办嫁妆。张氏虽然羞臊得很，但还是红着脸点头同意了。第2日，严炳发跟大山取货回来后，就拉着春晓说了起来。昨日我已经去他们2家问过了，2个人都很高兴，只是呢他们有个请求，就是春耕秋收的时候能允许他们抽空回家弄自己家的地，这个我直接就答应了。春晓点了头。那他们什么时候上工啊？他们昨日也这么问我，我这不是来问问你的意见吗？今日都22了，要不下午就让他们上工好了。每个月我们自己结了钱，第2日就给他们发工钱，这时间也好记。咱家麦子地不是要施底肥了吗？过几日啊，棉花苗要移栽，让他们过来帮忙。到时候他们家里要耕种，就让他们抽空回去就是。他们2家的地多吗？不多，东升家里呢有2亩，你木生叔家跟咱以前一样，5亩地。东升有他爹，木生那边有他媳妇儿跟2个儿媳妇儿，还有2个小孙子可以帮忙。大不了啊，咱到时候把牛借过去使使。那我下午就带他们去地里，咱家15亩地，就算有牛也要大几日的。让他们过来签个契约，下午就上工，工钱啊从今日算起。你还真签契约啊？严炳发以为他只是为了表示郑重才这样说的。规矩跟他们说了，他们都是有分寸的。爹，咱们按规矩办事，虽然他们看着人品可信，但是这个人心是会变的。你能保证日后他们看到咱家得了大利益不会有动摇？咱们提前把规矩赔偿这些定下来，他们放心，我也放心。契约昨日我已经准备好了。严炳发一想，也确实是这个理。那我这就去把人叫过来。张氏他们去河边洗东西了，大山回来放了东西，就带着田氏去山上砍柴去了。春晓在后头地里巡看着棉花苗，密密麻麻的，再过几日得赶紧移栽了，不然太多会扯着地里的营养。他拔了2棵苗，看苗的根系很好，长得不错。在地里转了差不多半个时辰，就听到前头有人叫他。他拍了拍手上的泥，回到了院子里。严炳发回来了，除了带来东升跟望祖，木生叔跟石柱叔也都过来了。春晓与他们一一打过招呼，又端了凳子给他们坐。望祖毕竟是30了，人显得沉稳，东升就有些紧张。春小姐，叔都跟我说了，多谢你们雇佣我，我肯定好好干。我是没想到啊，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就跟被钱砸了一样。春晓啊，
叔说你让我们签个规矩，你放心，我们做活啊不多嘴。我多句嘴啊？秉发啊，你们家是在做什么还要保密呀？不会是不好的东西吧？严木生跟严秉发熟络，一向说话都是直来直去，这会儿心里有担忧，便直接说了出来。不会是不好的东西吧？木生叔，您放心好了，我们家呀没做什么不好的，只是如今呢跟酒楼做了点小生意，是秘制的方子。再个我种棉花用的是自己的方法，成不成都不知道。这些呢目前都不好跟外人道，所以谨慎些好。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家也是厉害，就这么无知无觉的就跟酒楼做上了生意，难怪有钱。我看这水井都打上了，这是自己悄悄干大事啊。刚来我也看到了那口井，这是新打的，好啊。徐石柱一脸羡慕地看了看水井。东升上次跟我说了，说秉发你借了他1两银子，回去我就说他了，这孩子胆儿也大，都敢借钱了。不过呀，多亏了你们的银子，他娘的病如今有了些起色。我原本呢是想登门道谢的，只是两手空空，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次啊，也要多谢你们给东升这个机会，他昨日都高兴得睡不着呢。700文工钱的活可不好找。总之，我今日是来道谢的。两位叔，总之你们知道，我们呢不是那种苛刻的地主就好。那我就说说这契约的事儿吧。春晓从屋里拿出了2张纸。其实条款呢很简单，就是你们帮忙做家里让做的活儿，每日辰时上工，有时出呢下工，也就是早上7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的意思。中午就跟着我们家里人一起吃，就一点，在这边看到的不可以往外说，包括家里人也不行，如果违反的话要赔1年工钱。还有你们说的春耕秋收要回家帮忙，这个我也写进去了，只是有个前提，要与我们商量好时间才能回，毕竟都是正忙的时候。中午还管饭？中午还管饭？几人都有些诧异，这个之前没有提，2个老父亲都是一脸高兴。这少了1顿的口粮又有钱拿，这活儿可是抢都抢不来。我这住在村尾，来回就得半个时辰，一起吃饭做活儿也方便，只是我们吃什么他们便要吃什么，没得挑。还有平日若是无事，家里人不要随意来找。不来，没事，我们不来，我会跟家里人讲的，你们放心好了啊。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你们就来按个手印吧。这份是望祖哥的，这份是东升你的，2份内容都是一样的。2人不带犹豫地按了手印。那个秉发呀，你们家日后还缺工的话，可以考虑考虑我。虽然我50多了，但是我做活可不比年轻人差。要不我就把旺夫给叫回来，他在外头虽然挣的钱略多，我看还没有在你们这里好呢。我也是。秉发呀，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能做的我也不含糊。你别看东升他娘体弱，我可强着呢。严秉发简直是哭笑不得。哎呀，你们2个就别说笑了，我请了2个后生，我都担心村里人念叨，我要是再请你们，别人还不得在背后骂我呀。我可不是说笑啊，我认真的很。严木生一看严秉发果然把他们排除在外，就开始着急了。你出钱请人干活有什么好怕的？反正我不怕别人说，有银子不挣那才是傻。我们做不了那就没办法，我们能做，你机会不给我们，那我到时候可得怨你了。春晓在一旁笑，正常人的反应都该是这样。严秉发无奈地看了他一眼。行了，以后若真还请，就考虑你们。只是咱家哪里有这么多的活啊？我原本还担心找你们儿子做长工，你们心里怕不好想。哎呀，看样子是我多心了。自然是你多心了，你若不找我们，我们才不好想呢。
哎，好了，那事情都谈妥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那个木生叔，您跟石柱叔就先回吧，望祖哥跟东升留下来，咱们就算开工了。中午呢，跟我们一起吃个饭，下午就直接干活了。哎，好，那我们就先走了。王祖，好好干。徐石柱拍了拍东升的肩膀，跟着严木生一起走了。春小姐，那咱现在干什么呀？春晓跟他爹对视了一眼，笑了起来。这会儿没活干，你们可以在院子附近转一转。等会儿吃完饭，我爹会带你们下地，要做什么，下了地他会告诉你的。两人便坐在院子里，大概是如今身份变了，他们就这样坐着都不似之前的自在。好在周氏跟张氏很快就端着盆回来了，看到了二人，这就来了。周氏将盆放在院子里，擦了擦手上的水。婶儿，你这盆里是猪肠子吧？望族走上前看了看，怎么一点也不臭啊？他有些奇怪。是猪肠子，用面粉洗过的，所以不臭。这法子还是春晓想的呢。望族又仔细闻了闻，确实是没什么臭味。用面粉洗肠子？你们家呀是真舍得。面粉那么金贵，居然用它来洗肠子。东升坐在一边，好奇地够着头看。等会儿让你们尝尝咱家做的小吃。周氏看见东升坐在一旁不说话，知道他可能是不自在。他其实很喜欢东升这个后生。东升啊，你去边上的井里舀几桶水，帮婶子把这院里的水缸填满。知道了，婶儿。东升立马就去井边干活，望族也过去帮忙。严大河很快就赶着牛车回来了，看到他们一点也不意外，见他们站在院子里，便提出教他们赶牛车。既然是帮家里干活，那这赶牛车肯定是要学的。两人在院子外头学得十分用心，他们也是这个时候才发现春晓这院子外头还有一口井。你们家打了2口井？阎望族难以置信。这井啊，都是春晓他花钱打的，是为了方便他以后的棉花地。你们做半天了，怎么才看到？东升跑过去又瞧了瞧。大河哥，这井好大呀，比院子里的大。望族也走了过去。我爹说你们偷偷办大事，果然不假，村里人肯定都不知道呢。让他们知道还得了啊，肯定3天2头跑过来巴望，那咱就没有清静日子过了。那井啊，我也歇害了2日，没什么好看的。哎，咱学赶车要紧，以后说不定啊，你们还能陪着我去送货呢。严大山跟田氏砍完了一担柴火就下山了。中午，一大家子人吃饭位置不够，望祖跟东升便站在一边不肯上桌，还是春晓将卧室的长桌搬了出来，让大家凑合着围着坐，他们才坐。几个孩子也围着坐了下来。爹，你再找五叔再打一张饭桌吧，咱家本来就人多，以后中午都要一起吃饭，以后呢就开2桌，男人1桌，女人1桌，这样方便。明日我要去镇上，正好再买几只碗回来。严炳发知道他的意思，他还有家里的淑凤都是大姑娘，这样跟外人一起吃饭确实不合适。行，桌子他家里应该有现成的，我明早给你搬一张过来，长凳也添2条。这堂屋小，咱以后不下雨啊，就在院子里吃。周氏跟田氏一起将菜端了上来。今日的菜跟往常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大碗的卤肠，一大碗的蒸蛋，2个炒青菜，1个炒豆腐，还有一盆辣排骨汤。就是这样的菜，却把2个长工看傻了。他们没有想到严炳发居然这么盛情地招待他们，特别是周氏，给他们添了满满1碗的粗粮混精米的米饭之后，他们彻底不淡定了。说，婶儿，你们太客气了，咱们是做工的，不是客人，你们这一顿饭得花费多少？是啊，咱吃稀饭就行了。家里人都笑了起来。这可不是给你们特意准备的，咱中午都是这样吃的，安心吃吧啊。
咱们都跟着你春小姐吃，她吃肉，咱就得吃肉；她吃菜呀，咱才有菜吃。二哥，哪有你这么说人的？大河说的没错，在这边春晓怎么安排，咱们就怎么吃。他要求饭食是这样子的，你们跟着吃就行了啊。大山也哈哈笑了起来。你们两个少嘚瑟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周氏给二人夹菜，随意些，别客气，咱吃饭也随意，有时候菜多些，有时候就稀粥对付，反正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奶奶，爹跟二叔可没有说错，在这边就是姑姑说什么你做什么，我回去后晚饭可没有这么好，朵儿他们也喜欢在这边吃，爹说您就只听姑姑的。我听你姑姑的怎么了？咱做饭用的是她的米粮，不听她的听你们的呀。东升看着他们在饭桌上斗嘴，小心端起饭碗，小心吃了一口。自从他娘病了，他已经许久没有吃过干饭了。如今他碗里不仅有蛋，还有肉，这比他过年吃的都好。他莫名的心里便有些怅然。这人比人呢，果然是比不了。望祖倒是不客气，那就托春小妹子的福了，让我吃上这么好的饭菜。我就不客气了啊。都说了不用客气，以后日日在一起，日子还长着呢。你尝尝我给你夹的卤肠，这个便是我们做的吃食，酒楼卖着好着呢。两人一听，连忙各自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好吃。哎呀，比肉都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东升吃得小心翼翼。难怪您家能跟酒楼做上生意。好吃啊，你们便多吃些，锅里还有饭，可千万吃饱喽，下午啊还有重活呢。虽然饭菜好吃，但是他们毕竟是初来，总不好刚上门就敞开肚子吃。两人各自吃了一大碗就不肯再添了，直说自己吃饱了。吃完了饭又休息了片刻，严炳发牵着牛带着两个儿子舒文还有望祖他们就下地了。今日是张氏卤肉，周氏还有田氏、春晓下午就上了山。淑凤带着盼儿在村中，舒朵则留下来帮忙看着这边的院子，顺便看着鸡仔。下午春晓他们一人砍了2担柴火就下山了。到了家没多久，严炳发他们也牵着牛回来了，大家都是一脸的疲惫。弄了多少啊？3亩，还得好几日呢。炳发叔说另外有一处还有10亩。婶儿，我们没想到你们有这么多的地。我爹还说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哪里一样？您家有15亩呢。另外10亩有6亩是春晓的，都是今年买的，村里人自然不知道。婶子，春小姐，我听叔说这地像今日这样施了底肥，收成会好，这个我能不能跟我爹讲啊？东升小心地问。当然可以，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春晓笑了笑。你们种麦子的时候，提前1天把麦种用凉水泡4到5个时辰，麦子出芽率高，还快。用水泡？望祖第一次听说种之前还要泡。我看他泡种子的时候跟你这反应是一样的，想着这种子泡1晚上不是给泡坏了，结果你看看我们后面的棉花苗长得又快又密，真真的好。你们相信的话就试试，不相信就按照之前那样，反正最终也是会出苗的。两人一听还真跑到后头看了看，回来的时候有些震惊。这棉花咋的现在就种起来了？所以说泡了好出苗嘛，这事儿你大可以信一信。春晓他看过的书多，地虽种的不多，但是懂得比我们多呀。春晓被他爹这样的高帽子一戴，有些不好意思。今日的时辰也到了，你们回去吧。爹，明日我要跟二哥去镇上，你有什么要带的没有？记得跟五叔要张桌子。没啥要带的。你明日去镇上做什么呀？我买些粮食回来，顺便买些纸回来。这家里要做账，要备些纸。等到了下半年，咱家麦子收了，可以用一部分去
去换精米，到时候就不用买粮了。收了工，家里人除了周氏，其他人也走了。晚上，周氏坐在房里给春晓做春衫。你这2样布的颜色倒是好看，做成外衫穿着肯定好看。春晓坐在他娘身边。娘，之前是因为要烧炭，忙起来没个章程，要您帮着做活。如今啊，咱家不烧炭了，我想着你该回去住了，不然时间长了，爹该说了。周氏叹了口气。我是想着这几天该回去了，这些时跟你住着自在惯了，我都舍不得回去了。周氏笑了笑。白日都在这边，那头待的时间也少。等我起了新房子，专门给你跟爹啊布置一间屋，到时候你们想怎么住就怎么住。你想起房子？什么时候啊？等4、5月份不忙的时候吧，到时候手上也有100两多的银子，做个大的好砖房。周氏看了看现在的房子，这房子其实住着还行吧。这房子才修了几个月，推了还有些可惜。住自然没有问题了，但是房间太小了，你看咱杂房都放不下，以后还有粮食还有棉花要放哪儿呢？这茅草屋子时间长了容易坏。周氏一想，确实是没地方放。做就做吧，你自己先想好了要做个什么样的，我跟你爹也说说这个事儿。你要做砖房材料这些的，让他提前打听打听。第2日一早，春晓便跟着严大河的牛车去了镇上，严炳发跟大山去收货，周氏则带着张氏跟舒文、令东升他们下了地。到家的时候，严炳发也刚回，桌子跟凳子已经摆在了院子里。他们一起将粮食抬进屋，再次感叹家里的位置太少了。3人将东西放好，立马赶着牛去了地里。很快周氏就回来了，春晓提议中午蒸馒头吃，再配些炒肉跟咸菜。周氏一想，馒头送过去给做活的人也方便，便同意了。2人正在院子里和面，就听到院子门口有人叫唤。春晓抬头一看，发现是张氏，忙笑着让他进来。方婶儿，你自己找个凳子坐，我这手上都是面粉的。你们忙你们的，我这是想你娘了，她总是待在这儿，也不见回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是随意过来坐坐，你这边离得可真远，走都得走半天。他朝院子里看了看，早听说你们这处打了水井，我还没看过呢，今日特地过来瞧瞧。他一边顺手放下了自己的提篮，一边往井边走去。哟，你们这地儿可真香啊，隔老远就闻见了。大媳妇在灶房熬肉呢，能不香吗？你自己看，我就不招呼你了。我用不着你招呼，你忙你的。他站在井边转了转摇杆，这以后吃水是方便多了。这打口井得多少钱啊？9两，打了差不多上10日。老贵了，都快赶上2亩地了。他从井边过来，坐在了2人身边。我听说你家偷偷置了10亩地，咱之前时常在一起，你倒是藏得挺严实的，要不是最近下地都不知道的。你看见我们家那口子下新地了？周氏笑，什么我看见了？村里头谁不知道？还说你们有钱置地，却找东升跟旺福给你们做白工，说他们2家傻得很，反正啊，如今村里头说你们的什么的都有。真是吃饱了撑的。周氏没好气地骂了一句，我那些地年前春晓回来没多久就置了，那一大半呢都是春晓的，我请不起人做白工干他们什么事，先吃萝卜蛋操心。方氏看着他也笑了起来，上次你说我若想吃那好吃的蛋，你便替我弄，你可得说话算话啊，我今日可是拿了10个蛋来了。周氏一边和盆里的面，一边看了看他的提篮，对着灶房喊田氏。田氏很快就开门出来，看到方氏叫了声方婶儿，又问他娘什么事情。你把你方婶篮子里的蛋洗了一块卤了。想想卤还需要时间，给你方婶装10个卤蛋。田氏一言拿走了他的篮子，
没多会儿就提过来10个卤蛋，没事儿又回到灶房关上了门。这灶房门一开呀，香味藏都藏不住。你这可是做了一门发财的买卖，也难怪一家老小都在这边忙活。我今日来呀，还有一个事儿要找你，就是马上要春耕了，我们家有6亩地呢。若是到时候你们家的牛得空，能不能借我们试试？这银子租别人的是什么价，我们就给什么价，你放心。你这话说的什么放心不放心的？我们家地这2日在施底肥，已经在深翻了，到时候浅翻撒下种就行，后头都用不上牛，等翻完了地你先去用就是。银子的事儿就不要提了，把我们家牛喂饱就行。行行，有你这话就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我今日来呀，主要就是这个事儿。那你们忙吧，我就回去了。方婶儿，再坐会儿呗。春晓挽留，再坐会儿，等会儿馒头熟了也带几个回去给孩子吃。正好你也带了篮子，等我面发好了，馒头上了锅，我有话跟你讲。你有什么与我讲的？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方氏笑着安定坐了下来。你要是听了就是好事，要是不听，可能就是坏事。那我还是多坐会儿吧，这还有馒头送我，还有好事说给我听，那我可得等着。春晓很喜欢他娘跟方氏的相处模式，直来直去，逗趣儿又好笑。方氏趁着他们忙活的功夫，在院子里外转了转。春晓，你这儿这么多地，全要种棉花呀？不种点别的？就种棉花了，一种啊，好管理。方氏点了点头。你是个有福气的，可惜啊，我就2个儿子没闺女。不过我家娟儿倒是个不错的孩子，有机会啊，你多带带她，她就是性子太闷了。石头跟木头他们进城找到活没有啊？当初找长工，周氏其实想过方氏的儿子，只是春晓心里想好了人选，他便没有提。不知道呢，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找上了，也不知道传个口信回来。哎，也是不省心的很。你就知足吧，2个儿子都出去挣钱，还说不省心。周氏打水洗了手。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是要找你的。我今晚就住回去了，总不能老住闺女这里吧？那有什么？都这把年纪了，想住哪儿还用得着别人说？若是我在闺女这处住的舒服，我便就住在这儿了，只要闺女没意见。你就是嘴上厉害，真轮到你肯定就不这样了。方氏拉着他坐在身边。你到底要跟我说啥呀？这会儿醒面的功夫，你说呗，我听着。周氏便把要泡种子的事情跟方氏说了。方氏一听也是将信将疑。你这都是哪儿听来的？咱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做过，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可是好心提醒你，这些都是我们春晓教的。他那棉花种子泡了长得可老好了，你愿意试就试，不愿意试就还按着以前的。方氏听了沉默了一阵儿。这种事情周氏自然不会糊弄他，只是那么多种子若是都泡了，这万一出点意外，那今年的收成可就完了。心下想着，那就泡一半，剩下一半还按之前那样。只是这话他自然没有跟周氏讲。中午的时候馒头出笼了，周氏给方氏装了5个。我这怪不好意思的，这拿了蛋又拿馒头的。有啥不好意思的，咱俩还客气，几百年不来一回，拿几个馒头就不好意思了，信你才有鬼。行了行了，说不过你，那我走了啊。方氏走了，周氏拿了一个木桶，提了1桶的馒头去了地里。26这天，家里的10亩底肥全部施完了。严炳发决定月初再开始种小麦，因为春晓这边移栽的事情等不了了。家里暂时不用牛，周氏趁机把牛借给了方氏家用，并告诉他晚上要还回来，第2天上午4时之后再来牵走，早上家里要送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了。中间的时候有好几户村里人过来跟他们租牛，他们都委婉地拒绝了，说是牛的用工时间都排满了。如今大家都知道他们家地多，所以也就没说什么。27这天正好是春分，
家里除了收货的跟送货的人，全家上阵开始给春晓移种棉花。所有的活儿都是听春晓的安排。东升跟望祖虽然不理解为啥不直接种，而是要种在一起再移栽，但是他们也不多话，反正让他们怎么做，他们照做就是。人家春晓会读书，知道的比他们都多。就看严家如今的光景，也多是得了他的意。总之这户人家他的话最好使，这是他们近期悟出来的道理。他们在这处吃得好，活也不重，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功了。28号下午，方氏把牛还回来了，并对他们很是感谢。春晓与家里人商量了一阵儿，叫来了严望祖跟徐东升。望祖啊，明日你不用来了。严望祖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边上的东升也不淡定了。说，咋的了？严炳发见他惊恐的表情，知道他是会错了意，忙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叔话没说好，明日你来把牛牵回去，把你们家5亩地耕了再来。说完他又看向东升，跟你爹说等2日，等他们家用完呢，就轮到你们家。两人都露出惊喜的表情。炳发说，你要把牛借给我们使？你要把牛借给我们使？是啊，你爹那人架子还真大，要用牛还非得我送上门，来说一声都不肯。严炳发说着玩笑话，家里的地赶紧的耕，等我们要用的时候就不借了啊。哎，多谢炳发叔了，我把家里的地耕了就回，播种的事儿家里有人，就2天时间就行。记得4时后来牵牛，晚上还回来。还有，把我的牛喂饱，可别饿着它。东升见严炳发看向他，忙站正了身子。炳发叔，那我排大后日1天时间就行了。严炳发笑了笑。行了，就这个事情，去忙吧。这地里啊，还得忙活几日呢。第2日，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大河快去快回，望祖来取了牛，家里人继续移苗。等2号东升把牛还回来的时候，家里的棉花已经全部移栽完了。家里又开始泡麦种、播麦种、翻地耕种。这些日子天时而下雨，时而晴，都没有个定数。他这才想到清明快到了。春晓决定明日全部放他们1天假，让他们好好休息。嫂子，明日啊，你们都不用过来了，在家好好休息1天，剩下的肉呢，我来卤。小琪这几日放春假都没人好好陪他，几个孩子也辛苦了，咱爹娘也是。明日的肉后日再去拿，二哥就辛苦一点，还是要送完货才能休息。他又笑着看向2个长工，你们也歇1天，你们也歇1天。春小姐，我不累，我不用歇，我还跟叔说好了，明日上山砍柴的。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休息吧，砍柴有的是时候，多歇1天，这种机会可不多啊。他又看向舒文，明日你们爹娘在家，你问问弟弟妹妹他们愿不愿意过来，姑姑可是有好几个故事等着他们呢。舒文一听2眼放光，姑姑，你要给我们讲故事，你可好久没有给我们讲故事了，我明日一定来。田氏也笑，要不我还是来吧，卤肉的活再轻松不过，就看着锅里看着柴火，跟休息没什么两样。我也来听听小妹的故事。大嫂你也歇，趁着明日没活，跟大哥逛逛镇子，忙活这么久了，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缺的，去镇上好好看看，想要什么让哥他们给买。哥哥们，你们可不要小气啊。我小气什么呀，银子都是他管着，我要用银子还得跟你嫂子讨要。你明日让你嫂子跟我一起去送货，我带她去镇上转一转，那什么胭脂香粉的，只要她想买我都买，行了吧？你才要买胭脂香粉，我可不要，这大把年纪了，要那没用的做什么？不过我倒是想买些布，给孩子跟你做几身春衫。那弟妹，我明日陪你一起去吧，我也想买些布，
咱们可以凑着选，家里油也要买一些。那你们明日帮我带点灯油回来，家里灯油不多了，忘了买。春晓又想了想，确定家里没什么其他要添置的了。说了放假，大家便早早的回了。春晓早上睡了个大懒觉，起床没多久，5个孩子就来了，笑盈盈地盯着他。姑姑，今日要讲什么故事啊？姑姑，好久都没听过故事了，我要听一个长一点的。小琪昨日教我们学了新字，他说夫子从来不给他们讲故事，夫子只会打手板。春晓扑哧笑出了声，摸了摸颜琪的头。夫子有没有打你的手板啊？颜琪赶紧摇头，夫子布置的课业我都完成了，夫子不打我。我们之中就周家村的周一航经常挨板子，让他背诵他总是不会背。小琪真是太棒了。他又看向了其他几个孩子，等姑姑生个火，把肉熬上，咱们等会儿边熬肉边讲故事。春晓将锅里准备好，开始生火卤肉。舒文从堂屋搬了个长凳，5个孩子这样挤在一条凳子上。春晓便开始给他们讲他以前看过的一个挺欢乐的动画片，大概是故事太长，而他又讲得细。到了中午，故事还没有讲完。吃完了饭，春晓让他们在外面玩了一会儿，等换了下一锅的时候再继续讲。舒文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玩，舒凤却留了下来。你怎么不出去玩啊？春晓看着他，姑姑，我帮你干活吧，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你把我当成孩子看。13岁不到，不是小孩子是啥？春晓笑了笑。那你帮姑姑把后院那2棵橘子树浇浇水，然后找个盆儿，把那边角落里的菜叶子剁碎喂给鸡吃。舒凤很高兴地去干活了。舒文在外头看到舒凤干活，也跑了进来。姑姑，牛的草料你割了没有？春晓摇了摇头，我准备晚一点做完活再去的。牛棚子边上还有一些你东升哥昨日割的草料。那我带着他们去割些草料回来备用。那你们早些回，不要在外头待太晚，晚了我可就不讲了。舒文带着柴刀，背着背篓，带着几个孩子走了。春晓没多久就换了第2锅，舒凤便在灶边加柴火。姑姑，娘说过几日就清明了。是啊，过几日就清明了，清明过后天气就好了，不会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下雨。姑姑可不喜欢下雨。姑姑，我想说的是，清明姑奶奶一家又要来了，咱爷爷跟奶奶又要吵架了。春晓突然警铃大作，对呀，清明他姑姑他们要来，年前要借钱没有借，如今家里小琪上了学，他这里又多了2口井，若是被知道了，还不知道要怎么闹呢，这可如何是好？舒凤在一旁突然笑了起来。姑姑，一说到姑奶奶，你的脸色跟我娘是一样的，咱姑奶奶就是吓人。春晓没好气地戳了一下他的额头。你还笑呢？等来了你就笑不出来了。哎呦，我娘昨日还在为这个事儿犯愁了，说同样是姑姑，怎么这个姑姑跟姑姑的差别这么大？这件事儿你提醒得好，你姑奶奶我也是怕的。明日我得找你们奶奶拿个章程。哎呀，咱奶奶能拿什么章程？每次姑奶奶来，娘说她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我看她还想躲在你这处不理人呢。我这处要是能躲，我也躲了。关键是人家照样能找来。淑凤啊，你记住了，你以后也是要做姑姑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失了分寸没人喜欢的。这跟钱多钱少没有关系，没钱也能做好姑姑，反之有钱没德也做不了好姑姑，明白吗？我明白。舒文他们割草没有回来，倒是大河赶着牛车过来了。将牛卸了车，关进牛棚，他将灯油拿给春晓。今日都买了什么好东西啊？就买了些布，买了些油，还有孩子们的一些零嘴。大嫂也买了2把锁。
你嫂子他们呢节约惯了，真让他们买，他们都舍不得。没办法，有钱不花，可不能说我小气了啊。他们舍不得买，你不会主动买啊？归根到底啊，还是你小气。春晓轻点脑袋，慢慢的笑。二叔，我二婶之前还说想吃酥饼，你买了没有？去之前你不说，你呀就是个马后炮。严大河笑了笑。想吃酥饼还不简单，明日我送货回来就给他带几斤。还是说是你自己想吃了？才不是我。严大河东西送到就回去了。过了2炷香左右，舒文带着几个孩子回来了。春晓于是又在灶房开讲。这一天，几个孩子整整听了1天的故事，开心得不得了。第2日，大家正常开工。严大河今日走得格外的早，主要是他爹还等着他的牛车去拿货。望祖跟东升一来就拿着工具上了山。娘，清明咱姑姑来，咱该怎么办啊？周氏一听这事儿也叹气了。我正为这个事情犯愁了，咱家做生意的事情瞒是瞒不住的，我们不说，就村里那些嘴碎的也会说，这次怕是不好办。田氏跟张氏在远边听到他们讨论这个事儿，也围了过来。娘，咱得拿个章程出来，特别是爹那边，可不能什么都让他们知道。村里人虽然知道咱家做生意，但是咱1个月挣多少钱，他们又不知道。这挣多少的事儿，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否则后患无穷啊。这我自然知道，但是春晓这处打了2口井，他们一来看就知道了。就是不来看，村里也有人说给他们听。前次借钱说的没钱，这次怕是不好糊弄。娘，其实我是不怕闹的，我凭啥要借给他们钱？钱是我的，我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他们能拿我怎么着？你们到时候不好说，只管往我这处推，就说是帮我做事拿工钱。他昨日想了1夜都没有想好的对策，实在不行就只能来横的。你这样就是撕破脸了，就你爹那处都过不去。周氏说完，怨怼地看了严炳发一眼。就他拿他妹妹当个宝，也不看看二妮如今是个什么德行。这个事情明日得空的时候，得大家一起坐着商量商量，得让你爹表个态，不然这事情没办法善了。春晓觉得他娘说的对，这事儿确实要他爹拿个态度出来。如果他爹态度模棱两可，那说不定就会升级成家庭矛盾。严大河很快回来了，严炳发立马带着大山赶着牛车去了隔壁村。怎么了这是？周氏示意大家都坐。今日把大家都叫到一起，是有一个让人头痛的事情要一起讨论讨论。再过几日就是清明了，你们也知道，每年清明的时候，你姑姑他们一家都是要过来的。就你姑姑来这个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什么要准备的，我们不妨一起讨论讨论。严炳发这才知道是要防着二妮来的事情。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一些，人家是来祭祖的，要什么看法准备？你一个做嫂子的这样防着小姑子，说出去也不怕人家笑话。见他嗤之以鼻的模样，周氏一下子就火了。我小题大做，我小肚鸡肠，严炳发，你好意思说出口？就严二妮那个做派，是个正常人见了都要躲3分。我实话告诉你，就你那个妹妹，在座的就没有不怕的。今日在这里主要就是要你拿个章程出来，他们来了你要怎么办？正常的吃喝自然没问题，就算是要吃好喝的招待，拿些东西我也认了。万一他们打探我们的家底要借银子，你要怎么做？严炳发皱了皱眉，看着座位前沉默的众人。你们也觉得你们姑姑来了是麻烦？这话问得有些酸楚，说实话他心里有些失望。爹，咱姑姑这2年跟以前不同了，每回来都要提借银子的事儿，还对咱娘冷嘲热讽，实在是难缠呐。严炳发叹了口气，唉，以前家里是没什么积蓄，我便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你们日子好过了，怎么就不能想着帮你们姑姑一把呢？
你们也就这么一个姑姑而已呀。爹，既然如此，我想问一下，姑姑要借多少银子，您觉得合适？见大家都愣愣地看着他，我的意思是，她要借多少，您觉得我们该借？超过了多少，您觉得不该借？这心里总有个度吧？不然，她如果要跟大哥借50两，大哥都要借给她吗？边上的田氏身子不经意地抖了一下。这怎么可能啊？你姑姑也不可能开口就要50两，她又不知道咱家的家底儿。我是说如果……那自然是不借的。严炳发看着春晓，你姑姑如今是比以前爱占小便宜，但这都是家里日子过得苦造成的。但是这样的分寸还是有的，谁会跟同是乡下的一家子一借就是50两啊？疯了吧？那如果他听了村里人的挑拨，觉得咱家有钱要借呢？所以我才问您，您心里的度是多少？爹，说实话，您对姑姑好，我们没有意见，我们怕的是没完没了，怕的是被惦记。严炳发这下子不说话了。爹呀，春晓说的对，您得拿个态度出来。若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跟姑姑那边有些争吵，您夹在中间难做人不是？我们主要还是不想寒了您的心呢。不然的话，谁爱理谁理去。那这样好了，若是他们借银不超过10两，那咱还是凑一凑借了，不能咱们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放着你姑姑他们吃糠咽菜撒手不管。若是他们要借超过10两，那我便听你们的，咱不借。左等右等，终于等到他爹拿出了点态度。行，界限就是10两银子。我们有个要求，借了10两出去，不还再借是没可能的，而且最多只能借10两。爹，这个你同意吗？正常情况该是这样，但是遇到特殊情况啊，咱再商量，行吗？他爹这会儿说这样的话，也算是放低姿态了，不能不给这个面子。行，特殊情况，咱再看情况办。那第一点，关于借钱的事情，我们达成了共识。大哥二哥，你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两人都点点头表示同意。周氏在边上轻哼了一声。那爹，咱们来说第二点。姑姑要是问到咱们生意，咱怎么说？若是非要掺一脚进来怎么办？大家相互之间交流了一下眼色，又看向严炳发。这个容易，就说是你做的吃食生意，咱们只是帮忙的，他们住得那么远，如何掺和呀？怎么不能掺和？你们不能在这边跟着做，还不能要方子呀？周氏没好气地说道。这个就要看春晓的意思了，这方子是春晓的不是？想掺和方子没那个可能，我的态度摆在这里，希望爹你明白，我不想让您难做，您也别让我难做。田氏几人简直要为春晓的霸气拍手叫好，他们是绝无可能跟自己公公这样讲话的。严炳发看着春晓，要方子这事儿啊，是你们臆测的，说不定到最后人家提都不会提，你们就别在这里杞人忧天了。咱不是各种可能都要想一想吗？不提那自然是最好，我们是先小人后君子。还有一个事情啊，周氏站了起来，家里存了多少银子的事情一律不许说，你若是说了，我跟你没完。这个事情我心里有数。这么多人专门坐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他觉得有些面子无光。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也上山了。严炳发神情有些不耐，几人又想了想，觉得大致也就是这个，没别的了，便散了。下午，严炳发父子3人都上了山，春晓几个则继续拔草。严二妮他们一家人是在清明的后一日，3月13日来的，这回果真是全家一起来的，有姑父张有宽，表哥张明远，表嫂许氏，外加2个孩子。来的时候是中午，家里送货的收货的都回了，几个人正在河边洗大肠，就听到淑凤边跑边喊：姑奶奶来了。来了就来了，你看看你这像什么话，哪里有个姑娘样？
周氏在河里洗了把手，在身上擦了擦。去地里叫你爷爷，我跟你娘先过去。田氏站起身，跟着周氏后头走了。春晓跟淑凤一起把洗好的肠子搬回去，在院子门口就看到张氏在朝着外头看。二嫂，你看啥呢？朵儿他们放牛去了，这门口没人看着，我这正卤着肉呢，万一那头来人了怎么好？我得盯着些。哼，咱姑奶奶威力可真大，她一来呀，所有人都要打起12分精神，真是提神醒脑。见淑凤在一旁调笑，春晓也忍不住笑了。哼，可不是。将东西放进灶房，他又看了看张氏。二嫂，我是不是得过去啊？我如果不过去，怕是没一会儿该来了。那你过去吧，我在这边待着。中午我就做我跟2个长工的饭食，你们肯定都是在大哥家吃了。二婶，我陪着你，我给你看着外头。淑凤笑着看了看春晓。姑姑，你过去吧，我就不过去了。春晓回屋检查了一下屋里，将重要的东西全部放进箱子锁了起来，这才去到了村中。到了大哥家，就发现堂屋坐满了人。他对着人叫了姑姑、姑父，还有表哥、表嫂。上次就听你姑姑说你来了，只是家里琐事多，没有时间来看你，你莫怪啊。姑父莫说客气话，我回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哪里还劳烦你特意来看的。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这客气话还是要回一回的。奶奶，我们要吃东西，表姑家里有好吃的，我们要去表姑家。2个孩子看到他就跟看到肉一样叫嚷起来。许氏将2个孩子拉到身边。这刚来吃什么吃啊？再闹我揍人了。田氏在一旁尬笑。瞧我光顾着大人喝茶，忘了孩子了。你们等着，表舅妈给你们拿吃的。2个孩子一听有吃的，这才消停。唉，都怪春晓你呀，上次给了那么多吃的，可把这2个孩子嘴都喂刁了。回家后日日要吃的，我愁都愁死了。这2个孩子也是倔，打也不顶用。姑姑，上次也是凑巧，正好碰上前一天小年我办了点年货，不然我还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招待孩子。你好久没见过你表哥了，可还有印象？表哥还是老样子，自然是记得的。那就好，那就好。严二妮笑了起来。田氏很快用个小簸箕装了花生跟几样点心出来，都是前几日去镇上给孩子准备的吃的。爹娘，你们陪着姑姑他们做，我去做饭了。田氏觉得这做饭也是个好活，让他陪着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春晓刚准备说过去帮忙，却被周氏截了胡。没办法，他只得老老实实的跟着父子3人坐在堂屋陪客。舒文不知道跑哪去了。哎，老二媳妇呢？怎么没看见？张兰她在春晓那处帮着做活呢。姑姑您担待。我听说你们跟酒楼在做生意，听说生意还做得不错，上次来都没有听说这事儿，这是最近做起来的？你倒是消息挺灵通啊，才来就知道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这生意是春晓的，我们都只是帮忙而已。哦，什么时候春晓这么能耐了，居然能跟酒楼扯上关系？我听说这家里新置了10亩地，春晓那处还打了水井。哥，你这是挣上大银子了。上回来你还跟我哭穷，你这是把我当傻子糊弄啊。严炳发被严二妮这样说，脸色有些难看。姑姑，你这刚来，听说的还不少啊。那你有没有听说那10亩地有6亩是我的？春晓看着他淡淡的笑。这刚来说这些做什么呀？张有宽笑着打圆场。春晓真是好本事啊，自己就做上生意了，比大山大河都要强啊。这是不信的意思了。爹，咱等会儿去表妹那处看看呗，娘说那地儿可大，咱总得认认门吧。春晓额头突突的跳，这个表嫂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直中要害。他看了看严炳发，严炳发知道春晓的意思。他那处有什么好看的？住得偏远无人的，就孤零零一片地，下午还要去拜山呢，别在这个上面耽误功夫。
不耽误，不耽误。我们今儿不走了，就在你这儿住一晚。哥，你不会不欢迎吧？严大河瞬间觉得一个头两个大。他姑姑以前是从来不留宿的，他找了个机会偷偷溜去灶房给他娘传消息。严炳发有些为难，你要住呢，我自然是欢迎，但是我这里有几间房，你一清二楚啊，没有多余的地方给你们住啊。上次去春晓那处，那边有个房，不是有个小床吗？到时候让春晓住小床，我们住他那间就行。严二妮说得异常轻松。严炳发见春晓的脸色不好看，那也不够住啊，你们这有6个人呢，怎么也要住2个房吧？要不那就让春晓过来跟孩子们集结，我跟他姑父还有孩子住他那间，让他表哥表嫂睡那个小床，这样就能住下了。我看啊，就这样。好久没在家里待过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的，累人得很。倒也不用这样麻烦，还挤到春晓那处去。咱家不是有3个房吗？孩子那个房正好有2处床，用席帘子隔着，让舒文跟小琪去他姑姑那里小房睡，淑凤跟他姑姑睡，这样你们一家子住一起也方便。这不好吧？把孩子的房都占了，怪不好听的。那你们去占春晓的住处就好听了。周氏回怼，也不知道这一家子人安的是什么心。春晓在心里给他娘点了个赞。好了好了，我看你嫂子这样安排呀，也妥。几个孩子呢跟春晓也亲，就这么定了。严二妮撇了撇嘴，行吧，总之能安排得下就行。表妹这吃生意是怎么做起来的？我也一直想找个生意做做，但是苦于一没有银钱，二没有好的技术。今日来啊正好，你可以帮表哥理一理。表哥，首先没有钱呢，肯定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你看我大哥二哥他们之前也是一直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老老实实种地。我相信姑姑肯定跟你讲了我卖灵芝的事情，我是有了些积蓄才做起来的，之前也是苦巴巴的种地过日子。我爹常说啊，我呢是得了老天爷的眷顾，如今我也是没有办法，不做点生意坐吃山空的话，以后总不能坑我爹娘吧。表妹，你这话呀说得有理。表妹这话说的有理是有理，但是谁不希望自己有钱呢？没钱的人更希望自己有钱，这没钱不想着做点子生意，日子岂不是一点盼头都没有啊？我看表妹这意思就是不想帮忙而已。这个许氏果然不是个省油的灯。春晓皮笑肉不笑地看了他一眼。表嫂若是这样说，那我也无话可说了。我就想问一句，这做生意就一定能赚钱吗？那血本无归的人大有人在。不试试怎么知道赚不赚钱呢？你们的生意不也是试起来的？起码我没有跟人借银子，我想着做不起来，赔了也是赔了。说了这么多，不就是怕我们借银子呗？春晓真的是有些佩服这个许氏的脑子，这才刚坐下就说得这么僵，真的好吗？好了好了，见面就吵，当自己是孩子呢。张有宽不悦地看了看许氏，又笑着看了看春晓。你表嫂她这个人呢，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的，不过也不记事儿，说过就忘了。春晓就是这个性子，被他娘惯坏了。妹夫，你多担待啊。几人换了个话题，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严大山坐在一旁，不提到他，他就不开口。严大河则是时不时的偷偷的翻上一个白眼。没一会儿，舒朵跑了回来。爷爷，哥哥让我回来跟你说一声，说家里人多，怕等会儿吃饭坐不下，说我们几个跟二婶就在姑姑那边吃了，二婶熬了白粥，吃完了还要去放牛。啊，知道了。春晓在心中暗笑，去他的白粥。他走的时候明明让张氏煮鸡蛋瘦肉疙瘩汤，还用的是他的狍子肉。这几个小机灵鬼。中午田氏煮了一大锅的杂粮饭，又做了好几个肉菜，二妮一家吃得特别高兴。原本是管够的饭被吃得一点不剩，两个小的看着小，饭量可不小。都说半大小子饿死老子，
我这整日供我这2个孙子的口粮都犯愁啊，不像大哥你们，孩子都大了。张有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吃完了饭，严炳发便陪着一家子人上了山。昨日他们家已经去过了。春晓拉着周氏：“娘，我先过去了，您帮我多拦着点，能不去那边就不要去那边，你知道的，那边东西多，您帮我多拦着点。”“我晓得的，你去吧。你不是买了锁吗？等会儿跟你二嫂两人把卤好的肉放到杂房去，把杂房门锁好。”春晓便趁机溜回了村尾。几个小的果然都坐在院子里玩。你们倒是会躲清静。我才不在跟前凑，等会儿要是跟张冲打起来，我娘还得打我屁股。舒朵撅着个嘴：“姑姑，他们啥时候走？他们今日不走，你们躲也躲不掉。”“啊，不走？不走住哪儿啊？”淑凤皱着个眉看着春晓：“你奶奶说你们那屋啊有2张床，让他们今晚啊就住你们那屋，你们今晚呢住到我这里来，你跟我睡，舒文跟小琪睡我那个杂房，等会儿舒文记得去接小琪啊。”“住我们那屋？”舒文一下子紧张了。完了完了！怎么了？见他大惊失色，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姑姑，你过年给我的钱我就放在柜子里，都没有锁。张冲跟二宝最喜欢翻东西了。”“那你得赶紧回去了，他们这会儿上山了，下了山就要进屋歇着呢。以防万一，我也要回去收一收。”几个孩子一溜烟的跑了。春晓好笑的摇了摇头，他去灶房看张氏。张氏一门心思卤肉，外头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看到春晓，又看了看他身后：“没有跟过来吧？”“爹陪他们上山了。”“那就好，美宁上完山坐不了一会儿，拿了东西就该走了。”他想着自己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他们说今日要住一晚，就住舒文那个屋。张氏大惊失色：“那明日早上送货怎么办呢？”“照送啊，不让看见就行了。明日就不让爹去收货了，反正今日去过了，咱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怕什么？”张氏小小的松了口气：“我没有过去，姑姑他们没有说什么吧？”“二嫂，你放心，我们会原话的，怪不到你。望祖哥他们人呢？中午回来吃饭了没有？”“本来是要去地里拔草的，我怕姑姑他们去地里到时候请长工的事解释不清楚，就让他们上山砍柴火去了。饭吃过了，舒文他们去叫的人。”“也好。”他二嫂考虑事情其实还挺周全的，只是平时少发表意见罢了。春晓下午便又去了棉花地里拔草，这么多地，这么多人拔一遍都得大几日。原本以为这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下午申时末的时候，严炳发带着一大家子来了，自然也带了严二妮。天哪，春晓这处地方可真大呀，这前头全种上了，真能耐啊！隔老远就听到他姑父的感叹声，他忙从地里出来：“姑姑、姑父，你们这是拜完山了？”走到跟前，不经意地看了眼周氏，周氏也是一脸的无奈：“表妹，我第一次来你这里，我能随便看看吗？”许氏看着他：“你这地里种的什么？”“棉花，我这地土质不好，只能种点棉花。”“我们村也有几户种棉花的，这棉花价虽然好，但是产出太低，赚不了几个钱。”“有的赚总比没的赚好啊。”春晓将他们请进院子，有些担心地看了一眼灶房：“哟，这就是你们打的井吧？就在这院子里，上回来都没有。这吃水可方便喽，不像我们还得日日跑老远去提。姑姑，咱吃水也是要提的。”田氏提醒：“刚进来就闻见了，这是什么味儿啊？愣香，脑肠子都给勾走了。”严二妮朝灶房看了又看，两个小的已经跑到了门口开始敲门。严大和忙将二人带回了院子。“那边可不能去，你二舅妈正在里头做事呢。做事的时候啊，谁都不让进，我都进不了。”“凭啥不让进？那里头肯定在煮肉。爷爷，爷爷，我要吃肉。”“中午的肉还不够你们吃的，再闹我揍你们了。”张有宽摆出严肃的表情，随即又笑着看了看严炳发：“
你们这规矩啊也定得太死了，自己人还不让进。姑父，这规矩是我定的，我怕别人泄露了我做生意的手段。我这好不容易有个可以谋生的活，若是没了，以后就没法活了。表妹，你这说的也太严重了些吧？张明远讪讪地笑，一点不严重。表哥，你们有一大家子人，我可就只有我自己了。我爹娘都分家了，总不能要大哥照顾我吧？小心驶得万年船。爹，许氏从外头回来了。表妹这处有牛，还有好大一堆的鸡，那边还有一口大井呢。几个表外甥也太乖张了些，我不过是随处看看，他们便一直跟着我，当我跟个贼似的。你不是贼，但你拔姑姑的棉花就是你不对。舒朵跑了回来。姑姑，他刚刚拔你地里的棉花。告状他也会。春晓一听就不高兴了。表嫂，你好生奇怪，你看就看，我种的好好的棉花，你拔了做什么？长起来可不容易。我不过是看你这苗长得比我们那处的都好，想仔细看看而已。你刚说外头还有口井？张有宽走到院子门口看了看，果然就看到远边还有一个井台。可不是有口井嘛，那井口老大了，比咱们村的井都大。乖，这是打了2口井啊，这得花老鼻子钱了。来，都坐。严炳发指示儿子进屋端凳子。上山都累了，又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赶紧坐下歇一歇啊。2个孩子趁机跑进了屋，结果很快又跑出来了。娘，咱表姑的房门锁了。周氏一听冷笑了一声，真是好家教。这话说的不大，一旁的严炳发听到了，瞪了他一眼。他哼了一声，坐到了春晓身边。你们2个出去玩去，谁让你们进房的？张明远将2个孩子支走，又不好意思地看着大家笑了笑。这2个孩子太淘气了，他娘都管不住。孩子嘛，调皮些好。舒朵见张冲他们出去了，忙跟了出去。春晓啊，你看你地也买了，井也打了，这生意啊定然是做得不小，这钱怕是挣了不老少吧？张有宽嗅了嗅鼻子，拉回了自己的思绪。许氏则在院子里来回溜达，时不时的就凑到灶房门前，想从缝隙里看一看。姑父，您这话有些歧义。首先，这个地是我卖了灵芝买的，那笔钱上次姑姑来我就说过了，用完了。第二个，您别看我打了井，就以为我发了财。村里那些人啊，整日的就知道听风就是雨。我这井是为了我这棉花地，不打棉花都种不了，这地就废了。为了这2口井，我还欠着人家酒楼老板钱呢。有本事就去问呢。你呀，就别在我们面前哭穷了。这延琪都送去私塾了，没有钱，你们舍得送孩子去读书，骗鬼呢。严二妮表情不屑，家里除了我就没有认字的，我这做生意平时就要能认会算，我们也是没办法。这不是想着送个小的从最开始学，能学得多划算吗？他回来啊还要教我们呢。说完他看着张明远，表哥，我且问你，若是你做了生意，这平时记账算账这些你准备怎么办？张明远一愣，他平日里虽然常把要做生意挂在嘴边，但是这些他还真的就没有想过。我自己不会请个账房管账不就行了吗？这话出口确实毫无底气。那若是账房做手脚，你该怎么办？请人验账啊，还能怎么办？春晓摇着头笑了。严大山笑了笑，表弟，你这可做不了生意啊，什么都要请人做，这生意都没有做起来，钱财就去了一半了。我看你还是歇了心思，踏实种地。表哥，你这就看低人了，不试试怎么知道做不起来呀？许氏晃了回来，都是一家人的，你看你们做个吃食还要遮遮掩掩，连我们都不给看。爹，我看舅舅家就是看不起咱，
把咱当贼防着呢。周氏一口老血都要气出来了，正想好好的教育教育这外甥媳妇儿，被一旁的春晓死死的按住了。表嫂说的是哪里话？你这样说可是寒了我爹娘的心啊！我爹娘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结果却被你这样说。既然如此，那咱就各回各家吧。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一向是敬而远之的。张明远瞪了一眼许氏。春晓，你莫生气啊，我都说了，你表嫂呢就是这么个直性子，怪就怪你这吃食做的实在是太香了，我们好奇的紧呐。其实你表嫂说的也没错，咱们都是一家人，这看看怎么了？这看都不让看，说得过去吗？严二妮也跳了出来。这……严炳发有些无奈地看向春晓。既然姑姑们这么好奇，想看那就看吧，不过是煮了一锅肉而已。他安抚性地看了看在座不安的几人，眼神示意他们放心。他这方子若是那么好偷，那外头靠近一步都要拉警戒线了。他这会儿就算是把卤料摆着放在他们面前，怕他们也是不认识的，更何况只是看看正卤着的肉。张明远几个一听，明显就高兴起来。那就请表妹带我们去看看吧，啊！春晓便带着他们去了灶房。灶房门打开，在里面听着外面动静的张氏见进来一大群人，吓了一跳，忙从矮凳上站了起来。啊，天哪，这也太香了！严二妮几步凑到锅边，你这锅里放了什么呀？怎么就这么香啊？放了秘制的卤料。卤料是什么东西呀？许氏凑着鼻子闻了闻，这味儿真是不一般。表嫂，这个我就不能说了，说了我要赔酒楼银子的。你这是卤了好几十斤肉吧？这么满满的2大锅。张明远看着满满的2大锅肉，两眼放光。张有宽也咽了咽口水。哎呀，果然是大生意啊！你们这一天要送多少啊？严二妮则拿了双筷子就想动手，张氏连忙制止。姑姑，这才下锅没多久，还是生的呢，吃了不好要坏肚子的。没事儿，我就尝个味儿。张氏没办法，给他割了点尾巴肉。严二妮尝了尝，这香是香，味道却是一般，嚼劲儿太大。张氏都无语了，都说了刚下锅没多久，味道都没有进去，能好吃才怪。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这灶房就这么点地方，桶啊盆的又多，人都不好下脚，还是出去做吧，老二媳妇还要做事呢。周氏在一旁劝，谁知几人进了灶房却不想出去。你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张明远指着锅里的布袋子问道。布袋是春晓用来装卤料的，怕那些卤料卤的时候粘在肉上。配料。张家人这下子眼睛全亮了，知道这便是这吃食的方子呢。许氏走上前，表妹，咱能看看吗？春晓盯着他看，直到看得他心里有些发毛的时候，春晓才说不能。张家人失望了，看看都不行，表妹你也太把我们当外人了。春晓冷笑，早就烦了这个没分寸的表嫂，但想着他爹，他还是忍了忍。都说了，这方子泄露了，我是要赔银子的，难不成表嫂你要赔我500两？500两？天哪，怎么要这么多的钱？你怕不是被酒楼给骗了吧？他们也是怕我泄露方子，我这要接生意，不答应也得答应啊。春晓有些为难地看向张家人。好了，东西都在这里，看也看了，咱们出去说。说完便挡在了灶前，不让他们再动作。几人没办法，1步3回头地离开了灶房。大家又回到院子里坐下。大哥，你看看你们，如今是越过越好，这盐旗都上丝熟了，可我们呢，每日还要沽米下锅，你不能不帮我们一把呀。严大山与田氏交流了一个眼神，他姑姑的正事儿来了。二妮儿，你说话可不能不凭良心呐，大哥我怎么就不帮你了？
以前我们自己都紧巴，吃不饱，你每回来我都凑足了东西给你，就是希望你日子能过得好一些。你如今说这样的话，大哥，二妮儿不是这个意思，实在是家里日子越过越穷，看不到一点指望。明远老早啊就说要做点小生意，都说了2年了，怪也怪我们没用，凑不起银钱呐。现如今春晓刚回来就做上了小生意，虽然你们不说，我们多少也猜到了，若没有你们帮扶啊，她一个女娃子哪来的那么大的能耐？大哥，你得帮帮我们呐。不管你们信不信，春晓的生意我们可没有帮扶，都是他自己做起来的，反而是我们得了他的注意。大山与大河在一旁点头。我娘说的都是实话。那就当是实话吧，反正你们也是起来了，怎么着也该拉我们一把不是？春晓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道理。那你们要我如何帮你们？严炳发也皱了眉。之前我不是说要跟大哥你借些银子做本儿，给明远做小生意吗？你们总是推脱说没有银子，这回我不管，你怎么着也得借我一些银钱。周氏翻了个白眼，又来了，每回都是这个话。你想要我借你多少银钱呢？怎么着也得5两。娘，之前咱不是商量过了吗？明远做生意怎么着也得要20两银子打底不是？严二妮话还没有说完，许氏就抢了话头。严二妮明显愣了一下，看样子二人主意不同啊。春晓看着许氏枯瘦蜡黄的脸，还是他这个表嫂胃口大呀。严炳发有些愣怔，听完后眉头皱得更深了。表弟媳好大的口气啊，一借就是20两，难不成你以为我们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大河嘲讽，你们这打2口井都不止20两银子了，有钱打井怎么会没钱借呀？弟媳妇儿，这2口井可是春晓他打的，可不是我们打的，我们日子也没好多少。田氏忍不住开口，春晓有那不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家人，谁拿还不是一样？那怎么能一样呢？周氏早就忍不住了，春晓他是独立的一户，跟我们不是一家子。再说了，他一个晚辈闺女自个儿过日子，凭什么让他拿钱？二妮儿，你也想要20两？严炳发看向严二妮，严二妮第一次沉默地低了头。大哥，原本我们就说好的，你就帮帮我们，这钱我们赚回来了一定还，20两肯定是没有的。严炳发有些失望地叹气，我就算1年攒2两也得10年呢，你们开口就是20两，有没有想过挣20两有多难呢？舅舅，春晓如今1个月少说都有大几两银子，20两也就是咬咬牙的事儿。春晓冷眼看着许氏，表嫂说的是没有错，确实是咬几个月牙的事，但是我为什么要咬这个牙？你给我个理由。春晓这么一怼，场面瞬间就有些僵。其实我就是想做点生意，能让家里好过些，没有银子借也无妨。若是表妹能带带我，比方说把这方子借我使一使，你这香味啊就能吸引一众人，到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拿出去卖，不用多少本钱就能起来。表哥刚刚在造访，是聋了吗？我都说了这方子，我若是借出去了，我是要赔500两银子的。严炳发瞪了一眼春晓，怎么说话的？表妹啊，虽然我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你也莫哄我，这方子是你的，你又没有卖给酒楼，你要怎么做生意自然是你说了算，怎么就要赔银子呢？张明远看着他，眼神有些乞求，这倒是个有脑子的，可惜脑子没有用到正道上。方子的事情你们就不需要讨论了，我是不会给出去的，别说是你，就是我亲大哥也没可能。春晓给严大山使了个眼色。是啊，这方子我们都不知道，只有春晓他一个人知道，你让他拿出来不就是夺了我们的营生吗？这怎么可能？就算他同意，我们也不会同意的。
怎么就是夺了你们的营生呢？又不在一个地方卖，你们卖你们的，我们卖我们的，咱2个村子隔了10万8千里的，一点都不妨碍。许氏巴巴地说了起来。我看你们就怕咱挣了钱。这个事情没必要讨论，我不同意。春晓刚说完，2个孩子哭着进来了，后头跟着舒文几个。怎么了这是？许氏走上前拍了拍2人身上的泥。这是怎么了？怎么弄得一身泥呀？娘，他们推我。张冲指了指后头的几个孩子。他们不让我们抓小鸡。你那是抓小鸡吗？鸡都快被你给掐断气儿了。舒文气愤地看向2个孩子。姑姑，他们不光是掐，他们还跑到鸡圈里去踩，可过分了。行了行了，舒文你是哥哥，你大他们那么多，就不能让让？严二妮将2个孩子拉到身边。你们2个也是，这平日在家就算了，今日在你表姑家也这么横，活该。你们要到春晓这处看看，如今也看了，咱回去吧，他们还有活要干呢。周氏催促。几人虽不愿意走，奈何春晓这处的态度这样强硬，再说下去怕是没法打圆场。严二妮只能带着人走了。春晓觉得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恶战一般，全身松懈了下来。张氏在人走后也走了出来。这个表弟媳妇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可不是，我看全家就他最厉害。张氏笑了笑。幸好小妹你不跟爹那样，不然咱今日就得吃亏了。傍晚，春晓不愿过去吃饭，张氏也不愿意。每回一起吃饭，严二妮总要提到传宗接代的事情，她烦都烦死了。只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她跟春晓终究是不同。舒文几个自然是可以大摇大摆的不回去了，惹得舒朵跟盼儿好生羡慕。可没办法，位置不够，只能跟着他们娘回去了。张氏回去以后，望祖跟东升就回来了。望祖听说他姑姑来了，还一阵发笑。我说弟妹怎么好好的，又让我们上山去砍柴，原来是二妮姨回来了。是喽，每年清明都要回的，哎，她可缠人的很呐。望祖哥，你倒是对我们家的事情清楚得很啊。我可不瞎打听，都是我娘他们说的。哎，那我们回去了啊。第2日，春晓起来的时候，严大河已经去送货了，周氏跟田氏他们都过来了。咱姑姑他们走了。哪有那么快，要吃了中饭再走，你爹跟你大哥陪着呢。昨日回去，他们后来还有没有提借钱的事情？怎么不提？你爹后来私下跟我商量说，实在不行还是借他们10两，这个数原本就是当初讨论过的，我能说什么？要借借去，我是不管了。娘，昨日大山就跟我说了，说是爹也跟二弟说了，2家人一家凑5两借给姑姑。我的意见跟小妹说的一样，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若是不还，那以后就不要指望再从这边拿东西了。周氏今日虽然说不上高兴，但是不知为何说起严二妮却不似以前的那样气愤。春晓拉了拉他大嫂，咱娘不生气了。田氏凑到他耳边，昨天晚上吃过饭，大家都回了房，咱姑姑在屋子里头跟家里人吵了一架。为啥吵架啊？春晓不理解。是没有借到银子不高兴？不是。周氏看着2人在一旁摇耳朵。好了，我在跟前，你们当我聋呢？要说就说，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田氏笑了笑，没说啥，娘，就跟小妹说昨日姑姑他们吵架的事情。说到这个事情，周氏的表情有些怪异。娘，这会儿没人，你给我讲讲呗，姑姑他们为什么吵架？几人在院子里拉了凳子坐。我昨儿个才知道，二妮她有的时候啊，讨厌归讨厌，但是确实是有些原则的，跟你爹说的一样。春晓一听更好奇了，这是说了什么让他娘改观了呀？昨日我们都在屋里歇着呢，就听到你姑姑他们住的屋子有争吵的声音，我一时没忍住去听了个墙角，
田氏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你还笑？你还不是一样的？窗子底下把我吓个半死。我不笑了，娘，您讲您的。你不知道，你表嫂跟你表哥那人太不是个东西，他们居然商量着要偷你的卤料拿回去研究。你姑父都同意了，结果你姑姑不同意，说让他舔着脸借钱，他借了也不怕丢人，但是若偷了哥哥家的方子，那是要他与他大哥决裂，绝技是不行的。就这个事情跟张有宽吵了起来，3个人围着劝，愣是没有把他说通。